大黎皇朝太虚仙门外门，夜深了，月光照进小屋里，风吹的树叶沙沙响。清玄，要不再来一次？说好就一次的，这算是给你的补偿。我们以后没关系了，从今晚开始，你照顾好自己，忘了我吧。我们根本不是一路人。你还有其他什么条件可以提？我能满足的，尽量补偿你。顾清玄背齿轻咬朱唇，眸光复杂地望着身下男子。他叫凌云，是太虚仙门的外门弟子，也是他的道侣。说是道侣，其实也就是牵牵手的交情，从来没越过界。此子资质平平，与寻常外门弟子无异，除却那张俊逸出尘的面容外，实在乏善可陈。而他顾清玄，内门弟子，长得倾国倾城，在仙门里追求者数都数不过来。二人之所以结为道侣，全因两家世交之故。自幼青梅竹马，更因凌云曾于妖兽口中救他一命。3日前，一位冰魄仙子突然降临，言他身怀万年难遇的冰皇圣体，问他可愿脱离太虚仙门，随其修行。今夜本是来与凌云诀别，提出分手补偿对方，谁曾想顾清玄低头看着自己凌乱的衣服，脸一下子红了。这哪是分手啊，分明是被这个坏蛋给吃干抹净了。虽然自己心里有点愧疚，但他也不能这样。以前怎么没发现凌云这么坏呢？哟，再来一次。顾清玄，清玄，你不说话，我当你答应了。凌云一个翻身，继续苦耕。哎，不是，轻点。顾清玄，2个时辰后。你个混蛋，怎么还这么精神？这都第3回了。顾清玄觉得自己亏大了，他明明守身如玉这么多年，今晚本是来告别的，怎么迷迷糊糊就被凌云骗上了床？修仙漫漫无岁月，大道亦无情。清玄，今晚一别，你我只怕再无相见之日，我只想记住今夜。凌云趁机上手，再不吃，以后吃不到了。顾清玄沉默了，他对凌云多少有感情，不然也不可能半推半就自己交出去。与其日后便宜别人，不如现在便宜了凌云。凌云，对不起，师尊说我前途无量，需斩断红尘，潜心修炼。没关系，再来吗？你去死！好不容易营造出的伤感氛围，被这家伙一句话破坏得干干净净。顾清玄轻轻挥手，月白色的纱衣随风飘动，回头看了凌云一眼，眼中带着一丝不舍。若是有缘，我们还会再见的。这枚玄元造化丹给你，好好修炼。虽然知道希望渺茫，但还是期待你能保重。随着一声轻叹，他的身影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晨光中。凌云拾起丹药，苦笑，是个好女人，可惜日不到了。不过也值了，不枉费前身对你那么好。顾清玄走后，凌云睡意全无，垫高枕头，怎么都想不明白自己怎么就穿越了。没错，凌云是穿越过来的。原本他在地球是一个高才艺术生，兼职成功学大师助理，因诈骗多名高官，金额高达9个多亿，成功吃上了政府送的爆米花。再次睁开眼，穿越到了以武为尊的修仙大陆，灵魂附身在同名同姓的人身上。这家伙也叫凌云，太虚仙门外门弟子，4系劣质灵根。1个月前救了一位漂亮师姐，当场身亡，这才便宜了凌云。凌云在宗门适应1个月，顾清玄上门提出分手。前身天赋差，灵根差，却有一个极品道侣，多少有点安慰，不枉费吃花生米。没曾想对方居然是来分手的，这就让凌云不爽了。好吧，既然对方提分手，又要补偿自己，搞一发分手炮不过分吧？顾清玄的仙姿玉容，纵是放在前世那红尘万丈的人间界，也堪称倾世绝艳。一双修长玉腿宛若冰雕玉琢，在月华下泛着莹莹光泽，纤腰盈盈一握，偏又曲线曼妙，行走间自有一派仙韵流转。这般绝世风姿，太虚仙门那些年轻弟子趋之若鹜。哎，再漂亮又怎样？以后日不到了，安息吧，至少你也不亏，是吧？我替你拿了人家第一次，你还想怎样？大千世界妹子那么多，几把跟着我不会亏的。以后我找10个道侣，不，要求高一点，11个，好好犒劳兄弟。老兄，放心的走吧。嘀咕完这句话，凌云明显感觉到灵魂更加纯粹了，头脑更加的清醒。终于开启了。凌云闭目凝神，意识沉入识海。浩瀚识海之中，一座通天黑塔巍然矗立，塔高100丈，通体如墨，表面流转着混沌之气，时而化作龙形盘旋，时而凝为凤影长鸣。塔身5个赤金古篆熠熠生辉，每一笔都似蕴含大道真意。9玉神女塔，塔周虚空不断扭曲破碎，又自行修复，仿佛连天地法则都无法承受其重。凌云神识一靠近，便觉一股苍茫古老的威压扑面而来，令他神魂震颤。此塔是他上一世在地摊上花了300块淘到的，老板贾珍卖了一辈子假货，信誓旦旦说这塔是宝贝，没想到真是宝物。自己穿越跟他离不开干系吧。穿越过来后，
凌云第一时间就知道九域神女塔的存在，只不过需要吸收元婴之力才能开启。这不顾清玄送上门了，凌云不仅得到了补偿，还成功开启了九域神女塔。推开塔门，一盏青色古灯亮起，只见第一层里面飘出白色雾气，仙气飘飘。呼吸一口气，白色雾气进入体内，凌云感觉无比的舒畅。就在这时，一股玄妙的信息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之中。原来这里的白色雾气乃是混沌灵气，是普通灵气10倍，不过它需要大量的灵石来开启和维持。第一层的时间和外界的流速不同，差了几百倍。第一层还有一个小房间，专门提供训练用的。此外，凌云脑海还出现一部功法天地龙凤影，乃是和气运之女的合修功法，属于被动辅助类，跟特殊体质女人一起合修，效果更佳。好霸道，功法等级超越神级了吧？若是今晚跟顾清玄那啥之前得到，自己何苦还是炼气2层。至于塔第2层是什么，凌云上不去，一片模糊，还是需要气运之女的帮助。凌云囊中羞涩，在太虚仙门仅仅存下3块下品灵石，加上顾清玄离去给的2块，一共5块下品灵石，也不知道能运行多久。凌云放下灵石，盘腿而坐，开始修炼。这里就像一个小型聚灵阵，源源不断地提供浓郁灵气，灵气如涓涓细流在经脉中艰难前行，每过一处穴窍都似要耗尽100年光阴。这具肉身当真废得彻底。凌云自嘲一笑，指节捏得发白，以这般资质，莫说凝元了，便是想要突破炼气3层都难如登天。所幸神女塔内时空法则特殊，时间差几百倍，塔中苦修，终是让他摸到了炼气2层中期的门槛。呼，一口浊气吐出，在虚空中凝成灰色物件。凌云睁开双眸，眼底闪过一丝无奈。太虚仙门的基础炼气诀太过粗浅，反倒成了桎梏。后山之巅，月华如练。一袭白衣的绝美仙子凌空而立，裙袂在夜风中轻扬，宛如9天玄女凌晨。女子望着远处太虚仙门的轮廓，悠悠一叹：清玄，莫要再看了，此子与你终究是云泥之别，他穷极一生也无法凝元。杂灵根，修炼速度惨不忍睹。顾清玄玉指紧攥衣角，眸中泛起一丝迷离。师尊，他本以为离开这里会是欣喜若狂，此刻心头却莫名空落，仿佛遗失了某种珍贵之物。仙子轻拂玉袖，脚下呼声清廉。这大离皇朝不过弹丸之地，随本坐回去当圣女。他日你登临9天，自会明白今日种种不过红尘一梦。话音一落，一道青色仙霞腾空而起，裹挟着2人身影，转瞬便消失在茫茫月色之中。次日拂晓，凌云师弟，该干活了。外界一道声音，凌云心神退出九域神女塔。来了！太虚仙门不养闲人，每个弟子都要有贡献点。凌云什么也不会，只能干最苦最累的挖矿赚贡献点。林师弟，你来外门也有4年多了吧？王师兄，怎么了？外门弟子5年考核一次，如果无法突破炼气3层，通过考核只能被迫离开太虚仙门。凌云想起来了，确实有这事。如今他来太虚仙门已经4年9个月，还有3个月时间，再不能突破炼气3层，真的就得离开了。不行，绝不能离开，太丢人了。这位师弟，请问你们这有个叫凌云的？我是，你谁啊？凌云抬头，一道倩影出现视野。萧慕瑶，卧槽，气运之女，头顶着紫色气运，比顾清玄还耀眼女子一袭长裙，迈着大长腿站在他的面前。我叫萧慕瑶，谢谢你那日舍身救了我。哦，是你啊，你还好意思出现？我救了你一命，你一声不吭跑了。尼玛的，前身就是因为他一命呜呼。萧慕瑶摇头道：我没跑，我回去叫人，等我和师尊赶回去时候，你人就不见了。当时他回到宗门求救师尊，等回到出事地方时候，凌云已经不见了。当时还以为凌云早被妖兽吞了。凌云摆手：行了，我信。凌云，谢谢你。萧慕瑶沉默半晌，认真开口跟他道谢。如果不是凌云，他这条小命早在云山山脉就没了。行了，我收到你的谢意了，没什么事，我就走了。旁边的王恒跟傻了一样。草了，你可知眼前这位是谁？山风拂过，萧慕瑶衣袂飘飘，宛若画中仙，太虚仙门3大绝世仙子之一，冰肌玉骨，天赋卓绝，不知是多少修士的梦中道侣。凌云。刚欲离去的凌云，忽闻身后传来空灵之音：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可来寻我。萧慕瑶眸若秋水，语气真挚：我能做到的一定做，做不到亦可求师尊相助。凌云驻足，看他认真的表情和独有身材，嘴角挂上一丝淫荡笑容。倒真有一事相求，此事非你不可，令师尊是帮不上忙的。但说无妨，慕瑶绝不推辞。当真，绝无虚言。
萧慕瑶郑重点头。凌云向前一步，靠近萧慕瑶，顿时幽兰暗香扑面，声音带着几分戏谑：“我想和你做一次，直接一点，大胆一点，拿下气运之女，开启第2层。”做什么？凌云凑到他耳边，小声道：“唉，你登徒子。”萧慕瑶一秒红温，抬起大长腿踢过来，凌云反应迅速，躲开了。卧槽，你疯了？不做就不做，干嘛一副杀人样？你哪是报恩啊，分明是恩将仇报！混蛋，无耻之徒！萧慕瑶瞬间暴怒，冰冷的眸子盯着凌云，自己正儿八经的许诺，他竟然想出那么龌龊之事来。是你自己说的，做不到还夸下海口，言而无信之人。这种无理要求，萧慕瑶羞愤万分，胸口被气得来回起伏。你可以换一种灵石、丹药、功法，哪怕是真传弟子名额。我道侣抛弃我走了，我看你就不错，做我道侣吧。萧慕瑶轻咬嘴唇，脸上一抹红润。你可知我是谁？凌云摇头，前身对萧慕瑶真的一无所知，脑海没有关于他的记忆。据我所知，你炼气2层，还有3个月就考核了，你能不能留下还是个问题。这样好了，你如果通过考核，我答应做你的道侣。在萧慕瑶看来，凌云不可能通过考核，4系劣质灵根，吸收灵气如同归宿，给他3年也未必能够突破炼气3层，何况区3个月，如此一来，凌云考核失败，被逐出太虚仙门，他心安理得还了人情，并不是他忘恩负义。这可是你提出来的，一言为定，你可不能再食言。萧慕瑶气笑，慕瑶可以起誓。王恒全程傻眼，那么强大的背景让凌云浪费掉，可惜可惜。等萧慕瑶走后，王恒道：“凌云师弟，糊涂啊，你中了他圈套了。你说你修为不行，怎么脑袋也不好使？你要丹药、功法，甚至内门弟子、真传弟子，他萧慕瑶都能帮你，偏偏你……哎！”王恒一副恨铁不成钢样子。3个月，凌云怎么可能炼气3层，注定考核失败。人人不看好你，偏偏你也不争气，说你什么好？5道境界：炼气境、凝元境、灵海境、紫府境、天玄境、通玄境、神玄境、河道境、劫仙境。来到矿区，凌云埋头苦干，脑子里在想该怎么赚灵石。外门普通弟子每个月能拿5块下品灵石，这远远不够的。小子，老子今天不舒服，把你手里挖的矿交给我。一道突兀声音传来，凌云抬头，此人刘正喜，外门弟子，炼气3层，平时就喜欢欺负比他修为低又没有背景的弟子。那小子之前有太虚3美之一的顾清玄保护，现在他离开了，没人保护他了，有好戏看了。刘正喜可是炼气3层啊！周围一道道声音传入凌云耳中。凌云点头，好的，刘哥，算你识趣，以后每个月交给我4颗下品灵石。拎着矿石，刘正喜满意的走了。凌云眯着眼睛，好好好，刘正喜是吧？你有取死之道。休息时间，神女塔内，凌云进入训练室，开始演练。神女塔会模拟出一个同境界的黑影跟他对战。霎时间，四周虚空扭曲，一道漆黑如墨的身影缓缓凝聚。这黑影是谁？炼气2层气势那么强。凌云心惊，脑海传来那道玄妙声音。黑影乃是太古剑魔尊灭道的一道战意残影，只要打败他，可以获得太古剑魔的传承。轰！剑光乍现，凌云甚至来不及反应，咽喉已被一抹寒芒贯穿，意识退出训练室。再来1次、2次、10次，周而复始。好强啊！同境界下，我怎么可能打败得了他？这剑法我喜欢，学了。凌云天生好学，从坚持3秒到1分钟，跟着太古剑魔对战，还能偷学一招半式。日落时分，凌云找了一个没人地方，从塔内取出面具，在刘正喜必经之路等候。不多时，刘正喜走了过来。凌云看准时机，炼气2层的灵力在经脉中奔涌，身形如离弦之箭，直取刘正喜。背后一冷，刘正喜瞳孔骤缩，仓促间运转太虚基础心法，炼气3层的灵力在体表形成淡淡光晕，砰！区炼气2层也敢在太虚仙门行凶。刘正喜暴退10丈。刘正喜，我等你很久了。凌云压低声音冷笑，速战速决。唰，寒芒一闪，所使用的正是从太古剑魔施展出来的剑法。刘正喜轻喝一声，灵气疯狂涌入拳头之上。猛虎下山，想杀我？没那么……噗！声音戛然而止，难以置信。刘正喜的权势僵在半空，喉间突然绽开一线朱红，他瞪大的瞳孔里倒映着凌云收剑时溅落的血珠。紧接着，头颅滚落青石，无头尸身仍保持着出拳姿势。你太菜了，真的是炼气3层吗？第一次杀人，凌云心里五味杂陈。
但他没忘记摸尸9块下品灵石、2颗聚气丹、1本炼体诀、1本铭文符录，收获不错。难怪那么多人喜欢当节修。凌云简单收拾，不再迟疑，火速离去。片刻后，几个执法堂弟子赶过来，死了，正面一剑封喉，血未干，凶手没走远，随我去追。你回去告诉莫长老。回到小舍，凌云关好门窗，气运塔内，凌云翻开铭文符录，这是一本最基础的制符书。正愁没有符纸，我可以学习制符啊！符师不仅受人尊敬，还不愁没灵石，而且符录也是一种攻击和保命的手段。塔中时间1分1秒过去，不到半天，凌云已经把铭文符录吃透了，凌厉铸笔，落笔成文，现在就差实操。对于有画画功底的凌云来说，画符好像也并不难。从塔中退出，凌云直奔太虚仙门的方式，把制符所需要的材料买齐。符纸、灵兽血、朱砂、灵墨等一系列低级符录材料花了5块下品灵石，他娘的，太贵了！而且铭文符录上说成功率只有30%，凌云心疼，直呼副职太烧钱。若是炼制失败，5块灵石可就打水漂了。再度回到塔中，凌云把灵兽血倒入朱砂，调好灵墨，准备好一切，开始画符。第一次多少有点紧张，手都在颤抖。虽说塔中时间充足，可以随意供他挥霍，可是画符材料贵啊，不能有半点马虎。心若止水，笔通幽冥，将自身灵力通过符笔导入符墨，使墨汁蕴含能量。紧接着，凌云根据脑海中护身符的样子一笔一笔落下，勾勒出灵文，神识精准把控符文纹路。灵力输出需均匀，过猛则符纸崩毁，过弱则符文失效。咦，这就成了，足足44道灵文，最后一笔封灵，符纸泛起微弱的青光。不对啊，铭文书上说符箓成泛起金光，我的护身符怎么是青光？不管了，反正没失败，那么我现在是一名一阶符师了吧？凌云画的符很不一样，别的符是按照笔顺一步一个脚印，而他是从左往右，没有笔顺之分。刻画的灵文仿若鲜活般。在此基础之后，凌云继续画符，一口气画了3张护身符，失败1张，成功率在75%以上。画符花了2日，直到材料耗尽，一共画了10张护身符，成功在90%以上。凌云又花了1个月研究一本炼体诀，还把它修炼到了入门，增加了不少肉身强度，战斗力比之前强了不止10倍。一夜过去，直到第2天中午，凌云从塔中出来。此时的凌云早已饥肠辘辘，剩下的4块下品灵石，凌云全部用来购买妖兽肉，这还不够他一顿的量。体修也是烧钱，需要大量的妖兽血肉来补充身体。太虚仙门方士，凌云乔装打扮一番，来到了一间符箓专卖店铺。道友，有什么需要？掌柜的很客气，立马相迎。符箓收吗？道友要出售什么符箓？护身符。凌云掏出1张护身符，掌柜的看了又看，眼底多了一分惊讶。这跟他认识的护身符不一样，但是确确实实是护身符，而且此张符箓的灵文44道，怎么做到的？寻常护身符再怎么不一样，它也是30道灵文。你试过没？凌云摇头。那么贵，我舍不得。掌柜点头，手掌轻抚符箓，表情越来越震惊。符箓是你炼制的？我炼制的有何不同？掌柜盯怪胎一样看了一会凌云。都是1阶符箓，可这张符箓强度比普通的增强1倍。这么说吧，普通的护身符能抵挡炼气3层一击，你这张符箓却能够挡住炼气4层。凌云还真不知道，不都是这样画吗？掌柜的，你直说吧，什么价？最近价格波动大，1张7块下品灵石，道友意下如何？可以。凌云打听过价格，店铺卖出去1张普通护身符才10块灵石，能卖7块出去，已经超出意料了。一共10张，入账70。对凌云来说，已是巨款。又购买一批制符材料，日常所需的灵米、妖兽肉。在凌云走后不久，2个炼气4层太虚仙门弟子踏入店铺。掌柜，给我们来10张护身符，10张凝冰符，10张火球符。掌柜拿出所有他们所需，并开口：2位道友，不妨试一试这种护身符。咦，跟以前的不一样，是哪一个天才符师炼制的？掌柜笑而不语。价格贵是贵了点，不过保命效果是普通的3倍。先来2张。好的，15块下品灵石1张。虽然贵了点，但是若真的如同掌柜所说，那就太值了。如此反复2个月时间过去，凌云手里的下品灵石有420块，总算有点存款了，走路都带风。而他的实力炼气2层巅峰，距离炼气3层也只一步之遥。掌柜的，给我来10份爆炎符、雷击符材料。道友，这可是一品中阶符箓，难不成您突破了？
哈哈，略有小成，恭喜恭喜！掌柜多少有点吃惊，不过凌云卖的符箓品质越高，他利润越高。那些护身符用过的人都是回头客，反应太好了。道友最近是不是缺灵石？这你也知道？嘿嘿，道友，我有一条路子，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说来听听。云山山脉最近出现了一群血狼，市面上一只血狼价格超过了50下品灵石，很多散修都开始组队猎杀了，每次满载而归。你出去一趟，赚的都比你在家制符多。道友若是有想法，我可以给你介绍可靠的队伍。不过道友若是猎杀到血狼，得卖给我。凌云心动了，但目前没打算。好意心领了，谢谢掌柜的。20份材料，一共60块下品灵石。出了店铺，凌云左转进入第一间丹药店铺，也是方市最大的丹药店。最近的导购员是一位可爱的美女，颜值8分，其他导购员差了一点。有回气丹吗？有，给我来10颗2品回气丹。道友还需要其他吗？导购员美女对凌云刮目相看。不需要，结账。1颗2品回气丹20，您一共消费200块下品灵石。一气呵成，不带半点犹豫，让旁边几个女修投来了异样的眼光。出了店门口，凌云肉疼，灵石不经用啊，一下子不见了一大半。回去之后，凌云再度进入塔中闭关。第一次炼制1品中阶符箓失败，再接再厉，成功了20份材料，只炼制出来5张爆炎符，5张雷击符，成功率只有 50% 了。凌云师弟，外门考核开始了，所有炼器3层以下子弟都要考核，通过可以继续待在外门，考核失败直接下山。门外王恒的声音传来，凌云赶紧退出神女塔。3个月期限已到，凌云跟随不少的弟子前往考核地。听说5年1度的外门考核有3000多人参与，成绩前10会得到太虚仙门长老收徒。此外，成绩前3还有奖励，第1名明元丹，第2名下品灵器，第3名黄级上品武技。太虚仙门巨大的广场上密密麻麻的人头，凌云好不容易挤到一个位置，外门长老看着广场乌泱泱的人群，眉头紧皱。安静，这2字威严无比，就像是耳边响起了一声炸雷。5年1度外门考核即将开始，严禁作弊，违者废除修为，考核期间禁止私斗，生死自负，建议量力而行。好了，该说的老夫都说了，接下来就靠你们的运气。第1关，傀儡阵，几千人一起闯入，检验实战能力，光有天赋不够，必须能在生死搏杀中活下来，如果中途想要退出，大喊我放弃，将会被原地保护起来。这一关淘汰纸上谈兵者，识破那些只会理论的花架子，激发潜能，在极限压力下逼出弟子真正的实力。凌云站在傀儡阵入口的石碑前，轻抬头，眼神看着上面暗红色的纹路，那颜色像干涸的血迹，让他的喉咙不自觉地发紧。石碑上龙飞凤舞地刻着3个大字：傀儡阵，每一笔画都仿佛要破石而出，带着凌厉的杀气。第1关实战考核，无论你们用什么方法抵达对面为通关。身后传来监考之师冰冷的声音：入阵即开始，生死自负。下一秒，凌云踏入傀儡阵的光幕，瞬间感觉身体一沉，仿佛有1000斤重担压在了肩上。2倍重力，傀儡阵的第1道考验。他调整呼吸，运转体内刚刚凝聚出的那一丝灵力，抵抗着重力的压迫。紧接着，凌云的面前出现一具巨石像傀儡，都还没来得及思考，3道黑影已经从不同方向扑来。凌云本能的侧身翻滚，堪堪避过一具石像人傀儡的重拳，那拳头砸在地面上，碎石飞溅，留下一个半尺深的坑洞。炼气3层，果然不简单。身边不断有弟子传来惨叫声，凌云可没空看，身影一闪，跳到了石像傀儡的后面。这些家伙动作僵硬，说白了就是笨重，行动迟缓，不然也不会在阵中给考核弟子施压2倍重力。轰！石像傀儡大步走来，地面都震动。当石像傀儡再次挥臂横扫时，凌云突然俯身抓起一把碎石撒向傀儡面部，同时全力挥剑斩向他右腿膝盖后的缝隙。防御力那么强，石像傀儡动作一致，凌云趁机跃起，双脚在傀儡胸膛上借力一蹬，整个人腾空翻到傀儡身后，直接一剑，砰！石像傀儡应声倒地。凌云抬头，不少弟子都在他的面前。不行，落后了，你们太碍事了。凌云握紧手中铁剑，开始在石像傀儡中不断斩杀，很快清除了一条道。其他弟子纷纷吃惊，这家伙那么猛，他是谁啊？快跟上他！话音一落，凌云开辟的道路又被新的傀儡占据，让他们的心思落空。高峰之上，太虚仙门一众长老注视着，萧慕瑶跟在齐师尊身后，目光看向了飘逸的那儿。太让我失望了，果然3个月过去了，还是炼气2层。不过
居然能斩杀10项傀儡。很快的，凌云已经冲出了10项傀儡，排名在20名左右。不久后，第一关结束，大约有1500多名弟子通关了。没通关的意味着考核失败。这5年加入的弟子表现还可以啊，除了修为早超越炼气3层的妖孽外，这里还有不少的惊喜。一个长老笑了笑。第2关登仙路考核，台阶500，要求3个小时内通关太虚仙门的登仙路，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500级台阶分为3重考验，是筛选弟子心性与耐力的第一道门槛。重力法则，台阶上施加的特殊重力阵法，随着高度增加而增强，最高触达10几倍重力，考验弟子的承受能力。凌云体内运转灵力，站在登仙路起点，仰头望着蜿蜒入云的石阶。500级听起来不算多，但台阶上隐约流转的灵光提醒他，这绝非普通的登山之路。身旁陆续有其他考核者踏上台阶，有人健步如飞，有人则小心翼翼。半个小时，凌云艰难爬上了第100台阶，上面只有10来个弟子。咦，有一个炼气2层弟子冲到了100，还在坚持。不错不错，此弟子当真惊人，在第1关的时候，老夫就注意到了。高峰上，长老们的目光都落在凌云的身上。与前面那些炼气3层弟子相比，凌云确实优秀。萧慕瑶轻咬嘴唇，默不作声，美眸一直盯着台阶上的那男儿。台阶上，前面的弟子明显有心无力，开始慢了下来，凌云却能保持着速度。150级时，凌云开始出汗，大口呼吸。他注意到前面有个胖修士已经气喘吁吁，扶着膝盖休息。右侧一位女修则保持着优雅的步伐，但脸色也开始发红。不能停！凌云咬紧牙关，一旦停下，再起步就要消耗双倍力气。购买的回气丹都吞下第3颗了。当凌云迈上第200级时，突然感到脚下一空。哎呦卧槽！他本能地向前扑去，双手撑住上1级台阶。回头看去，刚才踩踏的那级台阶竟然下沉了3寸，如果反应稍慢就会跌倒。这就是所谓的活阶吗？凌云心有余悸地爬起来，更加小心地注意脚下。栽在活阶下的弟子不在少数啊，又淘汰掉一批。紧接着，凌云发现每隔约30级就会有1级这样的活动台阶，而且位置毫无规律可循。300级平台近在眼前，凌云加快脚步，踏上平台时，他看见有几个弟子一动不动的。这是……没等云彻反应过来，周围景象骤变，平台消失了。他站在一座山上，对面站着2位绝美女子，眼前的景象说不出来的真实。凌云，我等你。顾清玄的声音传来。徒儿，你看看这废物。绝美女先指着凌云，声音像淬了毒的冰锥，四系杂根，一辈子困死在炼气的废物。你竟为这种连给你提鞋都不配的东西污了自己的道体，今日我便替你清理门户，省得这坨烂泥日后污了你的道途。这种连灵气都聚不稳的废物，活着也是给世间添堵。师尊，是徒儿自愿的，求您放他走。顾清玄扑过来想挡在前面，却被绝美仙子挥袖甩开。凌云眯眼看向那双眼满是嫌恶的丹凤眼，你真当今日的尘埃不会变成明日的山巅？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灵根杂得像喂猪的泔水，修为低的能被野狗叼走，还敢妄谈明日？区区蝼蚁都不如的废物，对力量一无所知，也配抬头看我？若不是清玄护着，本尊早杀了你。蝼蚁！哈哈！凌云突然笑起来，臭娘们，别给脸不要脸！绝美仙子眼神一厉，掌风扫过她脸颊，5道血痕瞬间浮现。放肆！一个连提鞋都不配的渣子，也敢对本尊不敬？看不起我？凌云猛地抬头，血丝爬满眼球。你给我记着，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亲眼看看，你瞧不起的这渣子，凭什么让你跪下来叫爷？你找死！绝美仙子的杀意瞬间凝成实质，一掌印在她丹田，凌云像断线的风筝般飞出去，撞在石壁上滑下来，喉头涌上心田。臭娘们，迟早有一天，我会把你这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你，按在身下狠狠糟蹋，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力量。绝美女人身后，一个个瞧不起、看不起她的人一一浮现。体内神女塔突然一震，塔顶迸射出一道金芒，如利剑般刺破虚妄，瞬息间撕裂了整片幻境。幻境！凌云闭上眼睛，在心中默数：1、2、3、4、5。当他再次睁眼时，自己仍站在300级平台上，只不过吐血是真的，那幻境是自己的心魔。倒在地上的还有几个弟子，他们应该是考核失败了。凌云继续往前走，萧慕瑶震惊了，居然通过了幻境！不可能，他不可能考核通过，还有机会，他坚持不住的。还有200台阶，他一定会失败的。萧慕瑶自我安慰。前面传来一声惨叫，一个修士不慎踩到通红发亮的台阶，抱着脚滚落下去，很快被阵法传送出去。
凌云停下脚步，仔细观察，发现台阶颜色有细微差别，有些呈暗红色，有些则接近正常石阶的颜色。他试探性地踩上一块颜色较浅的台阶，果然温度正常。原来如此，凌云开始选择性地踩踏颜色较浅的台阶，虽然路线变得曲折，但避免了烫伤的危险。好景不长，到了400级左右，台阶又突然结冰，变得滑不留足，温度在极热与极寒间交替变化。凌云的嘴唇干裂出血，呼吸时喉咙像被刀割一样疼。450级后，他只能手脚并用的爬行，膝盖磨破了也浑然不觉。第499级，凌云最后一步，咚，清脆的钟声传来，震得云海翻腾。高峰上的太虚仙门众多高层一个个瞪大眼睛。太虚钟响了，那小子引动了太虚钟。上次太虚钟响起还是600年前吧？萧慕瑶不可思议看着凌云，怎么办？他通过考核了，我真的要当他的道侣，可他怎么配得上我？萧慕瑶啊，萧慕瑶，你自己是真的蠢，怎么提出这荒唐的条件来？咚，足足响了9声，全宗震动。凌云泪趴在登仙路尽头，守候在此的监督长老一脸活见鬼看着凌云，你真是炼气2层。凌云点头，这位前辈，弟子第几名？第一。监督长老笑了笑，小子，准备好拜师吧，你引动了太虚钟，600年来第一人，掌门都得抢着收徒。凌云半信半疑，真的？钟声他听到了，还以为是谁那么手贱，敲响大钟，震耳欲聋的。紧接着，登仙路尽头又有几名弟子爬了上来。第2名是一个小胖子，长老，我是不是第一？声音戛然而止。第3名是一个炼气3层巅峰的弟子李不凡。很快的，陆陆续续有弟子爬上来，大约有500多名弟子通过了考核。前10名随老夫来。监督长老翻手，一把巨大的灵剑出现脚下，上来。凌云跟着其他人踏上，飞剑启动。什么时候我也能这么酷？凌云心里大为震撼。片刻后，巨剑稳稳落在了太虚仙门最高峰。天佑我太虚仙门，久响太虚钟，诸天贵圣功。这小子当入我第3峰，老夫倾尽全力培养。不行，入我第4峰，我第5峰，愿意收下他，唯一男弟子。杜红英，过分了，你第5峰都是女子，曾立下不收男弟子的规矩。哎，规矩也是我定的吗？几个长老为了收徒，丝毫不顾脸面。掌门开口，诸位冷静一下，先看一下凌云是什么灵根再说。监督长老对着众人拱手，见过掌门，见过诸位师兄。掌门道，师弟辛苦了。凌云从巨剑落下后，眼睛四处看，最终定格在萧慕瑶身上。准道侣也在。凌云笑了笑，萧慕瑶却眉头紧皱。你们一一过来，检测一下灵根。凌云，怎么还要测？自己可是4系列灵根啊。此时，第一个测试的弟子把手放在一块石头上，上面顿时散发几道光芒。不错，木火中品双灵根。掌门看向了第2峰，王师弟，你可有想法？第2峰王长明长老是一个胖子，掌门，他有火灵根，让他去第4峰比较合适吧。第4峰林子阳长老道，行吧，你叫什么名字？回长老，我叫张子豪。以后你就是第4峰弟子外门弟子。谢长老。下一个，第2名的小胖子。石头大散光芒，众人眼睛多了一抹意外的神色。哈哈，不错，上品金灵根。第2峰王长明长老，小子，你可愿拜我为师？我愿意，师傅在上，请受徒儿前多多一拜。好，以后你就是本座真传弟子。多谢师尊。掌门笑了笑。王长老，恭喜你又多了一名得意弟子。其他弟子陆陆续续测试了，只有凌云犹犹豫豫在最后。打破600年纪录的凌云犹如香饽饽，被众人注视着。凌云，弟子在，太虚仙门10峰都有意收你为徒，不知你打算入谁的门下？嗨，诸位长老，给个面子，不如让凌云入本座门下。不行，让他自己选。各位，先让凌云把灵根测试再说，不着急。凌云心虚的把手放在测灵石头上，刹那间5颜6色的光芒冲天而起。这怎么会这样？哎，废了，4系杂灵根，可惜了。我靠，老夫白错过了前面几个优秀弟子，就为了等着废材。掌门，此子打破登仙路，引动太虚钟，怎么可能是4系杂灵根？凌云不理会众人反应。掌门，我现在可以选谁做我师尊了？此话一出，众人脸上不自然起来。掌门，先声明一下，我第3峰名额已经满了。我的也满了，我不收垃圾。我也不收。师兄，我第5峰从不收男弟子，你们是知道的。别看我，让他加入我第6峰，实在太丢脸了。
他加入太虚仙门有5年了吧？5年那么久，同期弟子早已经炼气6层，他是把修炼修到了狗身啊！王长明长老，钱多多，你入太虚仙门多久？回师尊，1年9个月。钱多多很自豪，依我看，他一个外门弟子，又是炼气2层，不如给他一份差事，下山管理仙门的杂事务去吧。太虚仙门10峰，没有一个想要收凌云，反而满满的嫌弃。怎么说，凌云都是考核第1名，引动太虚中9升。凌云眉头紧皱，掌门，我考核通过了，按照规定，我能留下。这样吧，灵药园缺人手，你炼气2层的修为勉强够资格。凌云摇头，多谢掌门厚爱，弟子无福消受。既然诸位长老都看不起弟子，就让我继续当一个普通的外门弟子吧。你确定？普通外门弟子由宗门统一管理，归属外门总堂或执事殿，修行任务分配相对标准化，竞争激烈但资源平均。长老封外门弟子虽未入内门，但名义上隶属某位长老管辖，受该封规则约束。不仅如此，连待遇也不是一个级别。普通外门弟子资源依赖宗门基础配额，如灵石、功法、丹药，需通过大比任务表现争取晋升机会。凌云这5年一直都是普通弟子，所以每月只有下品灵石5块，还得为宗门做贡献，否则一样被扫地出门。长老封外门弟子额外资源，可能获得该封特有的丹药、法器或功法，例如剑修长老封提供剑诀指导。接近长老一脉，亦获得指点或特殊任务，表现优异者可能被直接收为内门弟子求掌门成全。罢了，好歹你也是考核第1名，随你吧，以后待在外门，好生修炼。废了，4系杂灵根，修炼一辈子，恐怕也难达到宁远。掌门眼中满是可惜。见众人要走，凌云道：掌门，那第1名的奖励。凌云啊，宁元丹对你姑且没用，不如留给需要的人，老夫徒儿钱多多，正好合适。凌云摇头，第1名的奖励是自己的，哪能不要？掌门，我可以不要宁元丹，但您得给相应的补偿吧。宁元丹的价值，我想您比我更加的清楚。掌门想了想，凌云说的也有道理，好歹人家是考核第1名，收徒念头打消了，总不能连奖励也不给吧。这小子使劲退，灵根不行，脑子挺灵活的，还懂得见好就收，不勉强。凌云，不勉强。好吧，既然是你自己要求的，那本座补偿你1瓶聚气丹，100块下品灵石，你觉得如何？在他眼里，仿佛这些东西就是天大的赏赐了。全凭掌门做主。掌门挥手，凌云手上多了1瓶丹药，还有那100块下品灵石。凌云不是不想要宁元丹，这里人多眼杂，自己实力太弱了，有命拿，没命用。再者就是他距离宁园还很远，还不如要点实际的。散了吧。掌门化作一缕清风消失，紧接着其他封长老带着弟子相继离开。萧慕瑶始终没有跟凌云说过一句话，眼神多了几分嫌弃。张子豪离去时嘲笑道：我还以为修仙路会多一个强劲对手，没想到是4系杂灵根，估计一辈子也突破不到宁园。回到小舍时，萧慕瑶早已在院中等候多时，白衣胜雪，眉目如画，却透着一股生人勿近的疏离。见凌云推门而入，他朱唇轻咬，冰冷的眸中闪过一丝复杂之色。师姐该不会要食言吧？凌云故意凑近一步，鼻尖掠过他身上若有若无的幽兰冷香。萧慕瑶眸光微冷，侧身避开。我萧慕瑶向来说1不2，恭喜你通过考核留下来了。师姐就这么嫌弃我吗？萧慕瑶唇角微扬，带着一丝淡淡的讥诮挑眉冷笑，难道不该嫌弃？你不过炼气2层，4系杂灵根的资质，而我太虚仙门亲传弟子，天之娇女，你我道侣，不觉得可笑？凌云凝视着他如霜的侧脸，忽然笑了。可我在乎的从来就不是这些。萧慕瑶眸光如霜，冷冷道：做我的道侣，便要承受宗门弟子的冷眼挑衅，我可不会像顾清玄那般处处护着你。师姐多虑了，这些小事何须你费心。凌云唇角微扬，忽然凑近一步，嗓音低沉：不过师姐今晚可有空闲？萧慕瑶眉头一蹙：何事？凌云眼底掠过一丝戏谑，慢悠悠道：自然是做些道侣之间该做的事。你……萧慕瑶耳间倏地染上一抹薄红，眸中寒意骤深，袖中剑气隐隐浮动。登徒子，道侣之间该做什么？你脑子里尽是些什么龌龊念头？凌云见他指尖微颤，分明羞恼至极，却仍强撑冷傲，不由低笑出声：师姐想到哪儿去了？我是说，既为道侣，总该一同研习功法，切磋一下剑术。萧慕瑶一怔，随即意识到被他戏弄，眸中寒光更甚。无聊。下一秒，拂袖转身，却在迈步的瞬间被凌云扣住手腕。师姐，你可是我道侣啊，快随我入房，讨论一下修炼心得。放手！萧慕瑶冷声斥道，却未真正运力挣脱。凌云忽然贴近他耳畔，
温热的呼吸拂过他耳垂。师姐方才是不是想歪了？萧慕瑶浑身一僵，寒霜般的面容出现一丝裂痕。胡言乱语，再靠近半步，休怪我。怪你什么？凌云非但不退，反而变本加厉地握住他捏剑诀的手。师姐的剑从来只斩妖魔，何时伤过同门？你……萧慕瑶耳尖通红，被他握住的手微微发颤，竟一时忘了运功震开。闭嘴！萧慕瑶清冷的眸子剧烈波动，下意识要低头去看，这才惊觉两人姿势暧昧，顿时羞恼交加。凌云，你……我怎样？是师姐自己靠这么近的，无耻！萧慕瑶终于忍无可忍，周身爆发凛冽寒气。凌云早有预料般松手后跃，却仍被一缕剑气划破衣襟。师姐生气的样子真好看。凌云嘿嘿一笑，非但不恼，反而盯着他泛红的耳垂。凌云，我警告你，答应做你道侣，不过是履行对你的诺言，谢谢你的救命之恩，但你不该有任何的非分之想。向来清冷自持的萧师姐胸口剧烈起伏，半晌才咬着牙离去。只是那白玉般的脸颊却久久未能褪去红晕。凌云关上门，继续修炼。神女塔内，凌云放下100块下品灵石，又吞下聚灵丹，开始修炼。灵气瞬间化作肉眼可见的青色漩涡，以凌云为中心疯狂灌注。砰！周身气血松动，体内接连响起36道枷锁破碎之声。凌云皮肤表面渗出带着腥臭的黑血，却在灵气冲刷下迅速气化，形成一团血色物件将它包裹。炼气3层突破了，不知道我如今的实力能在太古剑魔残影面前撑几分钟。训练室内，凌云不知疲倦战斗着，无数次被打败，又无数次的站起来，从1分钟坚持到了2分钟。不行，没有武技，我的实力发挥不出来。修炼之道，功法为根，武技为叶。凌云凝视着神女塔内流转的混沌道韵，识海中浮现这般明悟。真正的修炼者必须二者兼修，功法铸就根基，武技施展锋芒。修炼这事儿，功法和武技缺一不可，功法是打基础的，武技是用来打架的。要是没有厉害的功法撑着，再牛逼的招式也用不了几下就没蓝了。可要是光会攒灵力不会打架，那就跟抱着金砖的傻子似的，早晚被人抢。顶级功法就像充电宝，能在丹田里存更多灵力。没有好功法，就算是天才也会像无根的浮萍一样，迟早灵力耗尽，难成大器。而厉害的武技就像锋利的武器，能把修炼来的灵力转化成强大的攻击。就像他学的太古剑魔尊灭道的剑法，虽然学了一点点皮毛，但已经能让他的破铁剑砍出特效了。灵力再多，不会用也是白搭，得把灵力灌进招式里，才能打出真伤。根扎得深，叶子才茂盛。凌云擦着剑身，咧嘴一笑。可要是光会修炼，不会打架，那不就是等着被人宰的肥羊？神女塔突然亮了起来，塔身上的花纹开始变化，最后变成了功法和武技4个大字。靠！有好东西，不早拿出来。凌云脑子里突然塞进来一大篇功法，以及其下册武技，胀得他脑壳疼。太古藏道经，万道归虚，诸天入藏，好霸道！这是一部记载万道中焉的禁忌圣典，乃是太古魔祖道化前留下的功法，魔道功法，还好适合我。凌云四系杂灵根，正好有暗系灵根，可作为载体修炼。世间功法本无善恶之分，是人心赋予他善邪，在侠义人士身上，他就是善；在魔身上，他就是邪。凌云马上盘腿而坐，闭上双眼，修炼太古藏道经。你的道不过是我藏经中的一页残篇。当你翻开这部经书时，诸天万界的丧钟就已敲响。隐约中，凌云仿佛看到了藏道经开创者站在无尽虚空。刹那间，第一层塔内所有的灵气瞬间被吸光，紧接着灵气冲击周身4肢百骸。好恐怖，这就炼气3层中期了。我若不是废体，高低也会突破至炼气4层吧。试一试武技，万古藏道经附带的武技藏生指，一指破空，藏灭生机。这般修炼足足持续了10天，塔中更是数不清的岁月。这套武技已经被凌云修炼了无数遍，堪堪达到了入门。武技境界、入门、登堂、大成、圆满，以及传说中的天人合一。入门级武技可以发挥出其2成威力。凌云师弟，凌云退出神女塔。怎么，王师兄？凌师弟，你道侣是萧慕瑶的消息传遍外门了，现在一堆弟子要教训你，你还是赶紧找个地方躲躲吧。特别是外门第一舔狗李阳，这家伙是萧慕瑶的舔狗之一，扬言要打断你的腿。李阳可是炼气3层，有这事？凌云摆摆手，直奔着方士。前身太废了，手里只有太虚剑诀，加上藏生指以及一招偷学来的灭道剑法，还是太少了。见凌云到来，掌柜赶紧起身恭迎，
以前凌云是一品炼符师，毕竟是刚入门的，但如今不一样，极有可能是一品中阶符师，那可不一样。道友可算来了，再不来，我这小店都快被踏破。怎么？是好事，您炼制的符太好了，物美价廉，很多人都冲着您来。而且楼上有一个道友想找您帮的忙，不知道有愿不愿意？什么忙？我估计帮不了啊。凌云对自己这点实力有自知之明。制符，那人已经连续蹲守您10天了。凌云道：等下再说，这雷击符、爆炎符卖了，一张1品中阶的雷击符20块下品灵石，爆炎符则是22块一张。在掌柜惊讶的目光下，凌云入账210块下品灵石。你说的那人可靠吗？可靠，跟你一样，都是太虚仙门弟子。那行，让他下来吧。不多时，2道倩影从楼上走下来。凌云抬眼望去，朱唇粉黛，眉目如画，2人都打扮得很精致。走在前面的穿着深紫色长裙，身材匀称，容貌也有93分。林夕云。后面跟着的少女穿着杏红色上衣，腰间的玉佩随着脚步叮叮当当响，像踩着节奏似的，容貌比不上前面，却也不差。月心。凌云收回目光，认识一下，我叫林夕云，大师怎么称呼？紫衣女子微微欠身，衣袂飘动间带起一阵幽香。凌云。林符师，这枚符箓可是您炼制的？看着其手上的护身符，凌云点头。可有问题？没问题，是这样的，我想找林符师定制一枚符箓，材料我出，炼制成功，我愿支付1000块下品灵石酬劳。旁边的红衣女子蹙眉，夕云师妹，还是谨慎一点，我看她修为低下，又是碌碌无名之辈，未必会炼制，材料来之不易，莫要轻信他人。凌云。掌柜打圆场道：2位仙子有所不知，林符师现在是一阶中品符师了，炼制的符箓比寻常符师要更好。月心师姐，无妨。凌云。定制，你且说说。符箓须达冰冻效果，范围越大越好，不低于100丈，而且要能把毒气冰封，时间最好在3分钟以上。凌云满头黑线，姑娘，你这是搁我这许愿呢？林夕云盈盈一礼，衣领微敞处露出一截雪白的景象。林符师能定制吗？帮帮忙。喂，姓林的，你到底行不行？凌云白了红衣服女人一眼，姑娘，要不找个地方试一试我行不行？你。月心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反应过来后红着脸，气得不行。据我所知，店里有更高阶的冰冻符，你可以考虑一下。掌柜趁机道：对对，2位仙子要不要看看？实不相瞒，小女子身上没灵石，买不起，二来更高阶的冰符也达不到我定制的效果。凌云。我可以帮你，就当交个朋友，但定制有风险，炼制失败可不能找我麻烦。师妹，师姐别说了，我意已决，那就有劳林符师了。林夕云交手一挥，地上凭空出现几样材料，千年玉髓泛着冷光，百年雪松皮纹理细腻，冰蝉晶莹剔透，月华露水在玉瓶中荡漾。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小瓶冰蝉血，散发着刺骨寒意。姓林的，你可要好好炼制，冰蝉血很难得的。掌柜道：确实，最近冰蝉一只难求，有价无市。别小看这一小瓶，有2只的量，却只够1份材料。林道友那么漂亮，我肯定得尽力干。3日后来此取符。凌云收下材料，没有停留，转身离去。一句话让林夕云脸红。师妹，此人不正经，你就不怕他带着你那些材料跑了？不会啦，挺有意思的一个人，居然不认识你我。也许他故作玄虚。道友，这武技怎么卖？看你是有缘人，1块中品灵石。好好说，道友能给多少？300下品灵石。滚滚滚！凌云郁闷了，走了一圈，好不容易看上一本武技，老板让他滚。300下品灵石也不少了。这一幕让旁边摊位的老头子呵呵直笑。道友留步，一看你就是人才，这里有一本武技，保证入你法眼。老夫珍藏多年，若不是今日与你无缘。废话少说，拿出来瞧瞧。诺。凌云看着发黄的武技，确实有点年头。龙须9步。道友，老头，你这是残篇吧？没错，虽然是一门残篇身法，等级非常高，若不是与你无缘，老夫还不舍得拿出来呢。武技什么等级，老者瞎吹的，压根不清楚。脑海中九玉神女塔突然一抖，一条信息传达给凌云：一口价50下品灵石，成交。凌云。老头嘿嘿一笑，当年意外获得的残篇身法还挺值钱。他研究过了，修炼不了一点，残篇缺失的太严重，或者修炼起来会走火入魔的可能性90%。能不能再便宜一点？凌云满头黑线，老头子也觉得太坑了，心虚道：送你一本武技，八荒剑诀，又是残篇，你不要，老夫下回还卖。
要赚大发了。刚神女塔给出的消息，第一层有一个能力能把功法武技的残篇复原。回去时候，凌云明显感应到了有人在跟踪自己，这可是太虚仙门山脚，谁那么大胆？劫财还是劫色？无论是哪一样，凌云无惧。凌云故意放慢脚步，露出破绽，霎时间一道凌厉剑气袭来，找死！李阳，是你？俊朗修士意外凌云能够躲掉。李阳笑了笑，凌云，总算等到你了，还以为你要当一辈子缩头乌龟。师兄，我们可没仇。呵，你一个废物也配做萧师姐的道侣，我不允许。我的女神岂是你能染指的？仙门内禁止打斗，李阳师兄，你要违反规定吗？李阳满不在乎。打斗？我没有，你死了，压根没人知道是我。凌云笑了，说得对。什么？李阳一怔，还没明白凌云话中含义，就见眼前一道青光闪过，快，太快了！李阳只觉得脖颈一凉，视线突然天旋地转。怎么可能？头颅落地，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他到死都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炼气2层的外门弟子能够一剑秒杀自己这个炼气3层巅峰的剑修。杀人摸尸，凌云俯身检查李阳的尸体，从其腰间摸出一个储物袋，掂了掂，满意的收入怀中。山门近在咫尺，凌云脸上重新挂上了那副人畜无害的笑容。守门弟子见他归来，随意的点了点头，根本没有多看一眼这个普通的外门弟子。回到小舍，一道倩影出现。呵呵，师弟可算回来了。凌云抬头，只见长腿美女轻纱裹身，腰间开叉至腿根，行动间若隐若现，让人浮想联翩。身材不必多说，低头不见脚，人间绝色。那么绝色一人，却不是气玉女，让凌云少了一份兴趣。柳夭夭，这位师姐好漂亮，你哪位？有何贵干？够直接，我喜欢。师弟果然有帅气，不过做那萧慕瑶道侣有什么好？不如做我道侣如何？柳夭夭听闻萧慕瑶有道侣，顿时来了兴趣。不过凌云这修为瞒不住他，区炼气3层，太弱了。听说还是4系杂灵根，就这，萧慕瑶看上他哪一点？凌云抬头，目光顺着那双修长的玉腿一路向上，最终定格在柳夭夭那张妖媚绝伦的脸上。师姐说笑了，我与萧师姐乃情投意合，岂是旁人能轻易挑拨的？柳夭夭连不清移间腰肢款摆，那开叉至腿根的轻纱随着动作掀起一片旖旎风光，指尖轻点凌云胸口，一缕幽香钻入鼻尖。师弟，师姐漂不漂亮？师姐国色天香，萧慕瑶给你的，我加倍给。师姐自重。躲什么？师姐还会吃了你不成？凌云翻白眼，萧慕瑶那么无趣，整天冷冰冰，不如跟我合修，我可比她会疼人。当真？哈哈，当然是真的。白天不行，今晚3更，天风见喽。看着柳夭夭离去，凌云并不当回事，这女人没有目的才怪。当她还是前身那个愣头青。天风好像是10风之一啊，这女人是天风的内门弟子，还是真传？长得真是祸国殃民关门。修炼神女塔内，只需要100块下品灵石就可以复原这本武技，那也值。凌云放下龙须9步，塔身顿时飘着密密麻麻的文字，然后疯狂地涌入脑海，胀得他脑壳有点疼。居然真的可以，而且是一本天阶下级的身法。龙须9步一共6层，一层比一层威力翻倍。在塔中修炼了几年，凌云全部用心修炼龙须9步，硬生生把它修炼到了入门。若想再进一步，就不是光靠修炼，需要妖兽血淬体。紧接着凌云继续沉浸式修炼，忘乎所以，又花费1年才把完善好的八荒剑诀修炼至入门。到了第3天，凌云才开始为林希云炼制定制符箓。定制符箓难，一般人不敢接，但凌云不是一般人，拿出所需材料，调符墨，开始画符。凌云额头细汗，手微微一抖，要失败。凌云定制出的寒霜冰符，运用了自己的见解，画错一点都有可能导致符文冻裂，导致失败。符纸上上古寒字变体，叠加了3层冰裂纹，刻画40道符文，冰冷的气息从符纸上飘出，总算有交代了。凌云呼出一口气，非常满意这一次的成果。小舍外，凌云刚走出，几个穿着内门服饰弟子拿着登记簿走过来。凌云，见过几位师兄，不知师兄有何事？交租金了。凌云，愣着干什么？住那么好的地方，你以为免费？难道不是？5年来他可是1分钱没交过，宗门什么时候改的规矩，不包住了？哼，我倒是忘了，以前顾师姐在，处处维护你，连你住的地方租金都是他交的。顾清玄的含金量还在上升，你小子有本事去求萧师姐，说不定她也能像顾师姐一样。
凌云满头黑线，不知我住的地方租金是多少？2000下品，临时半年。那么贵？贵就别住，住不起还死要面子。普通外门弟子只配住山脚下的杂区。师兄，我暂时不够临时，可否宽限我几日？你什么身份也配得到宽限？今日不交齐，立刻滚出去！凌云掏出玄元造化丹，师兄，这枚1品玄元造化丹能否抵押？可以。几人眼睛一亮，为首师兄在本子上记录。凌云抵押1枚1品气血丹，可宽限3日。是玄元造化丹？什么玄元造化丹？师弟莫要胡说，记得3日后补齐灵石。好了，我们赶时间，走了，去下一家。凌云脸色无比的阴沉，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站住！怎么，你还想动手？几个内门弟子都是炼气8、9层，压根不怕凌云这小小的炼气2层。凌云笑了笑，那丹药可是萧慕瑶给我的，几位师兄想要，等下我如实交代便是。此话一出，几人脸色一变。师弟，刚是师兄不对，写错了，我马上更正一下。是玄元造化丹。等他们离去后，凌云脸色凝重，没有背景，没有实力，谁都可以欺负。底层弟子水深火热啊！太虚仙门任务大殿，凌云身份牌里的贡献点没有了，如今突破炼气3层，实力增强，就不必去累死累活跑去挖矿。任务分为天地玄黄4个等级，而普通外门弟子只配接黄级任务。接引弟子瞥了一眼凌云，普通弟子左转黄级任务区，多谢。凌云看着几百条任务，选择了前10难度高任务。火灵狐皮贡献点1000，追踪邪修万通贡献点500。凌云接下了火灵狐的任务，顿时引起了4周弟子的注意。这位师弟，你可想好了？就他了。闻言，管理弟子不再多说，快看，是萧师姐，真漂亮，太虚仙门3美之一，果然名不虚传啊。凌云半眯着眼睛抬头看去，只见萧慕瑶走了过来。萧慕瑶，一个个弟子瞪大眼睛，这任务不合适你。声音清冷如冰泉击石。凌云却笑了，故意凑近一步，近到能闻到他发间淡淡的雪莲香气。黄级任务挺合适。凌云，你是去送死？周围弟子都屏住了呼吸，谁不知道萧慕瑶是内门天骄，更是出了名的冷若冰霜，平日里连多看他一眼都要掂量掂量，这凌云何许人也，竟敢如此放肆。嘿，小师姐，我都没能跟你讨论人生呢，怎么会舍得送死？乖乖等我回来。凌云，你在口无遮拦。我……萧慕瑶猛地后退一步，白皙的脸颊上浮现一抹淡淡的红晕。他从未被人如此轻薄过，更别说在大庭广众之下。凌云眼中闪过一丝狡黠，得寸进尺道：师姐，你脸红了？哪有？萧慕瑶只觉得心跳突然加速，一股前所未有的慌乱涌上心头。他堂堂内门天骄，何时被人这样调戏过？更可气的是，他竟然不知如何应对。是不是见到我害羞了？无耻！再这样，我……凌云歪着脑袋，师姐要怎样？要打我，还是亲我？萧慕瑶受不了，瞪了一眼凌云，仓皇而逃。那被凌云气息拂过的耳垂似乎还在发烫，一股莫名的情绪在心头涌动，让他既恼怒又好奇。师姐慢走，有空常来我小舍，我俩培养一下感情。殿内一片死寂，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仿佛看到了太阳从西边升起。这师弟何许人也？疯了吧？萧师姐居然被调戏了，我是不是在做梦？凌云对这些议论充耳不闻，他悠哉地收起任务卷轴，转身向外走去。刚走出任务大殿，一道身影拦住了他的去路。站住！你好大的胆子！来人一袭青衫，面容阴鸷外门弟子赵无极。有事？赵无极眼底充满嫉妒。萧师姐岂是你能够亵渎的？今日我就替他教训你，让你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凌云，等等，怎么怕死？赶紧跪下求饶，并且当众给萧师姐道歉，老子就放过你。凌云，不是，萧慕瑶是我道侣，我调教一下他，关你屁事。你若是看不惯，把眼睛挖掉。啊，他就是凌云。哎，对啊，我怎么给忘了？萧慕瑶好像是他道侣。操，我草啊！我的女神，怎么会看上这废物？我哪里不如他？张无极脸色难看，嘴硬，今日非给你一个教训不可。你要对他做什么？赵无极汗如雨下，这声音萧慕瑶师姐。果然一回头，看见萧慕瑶冰冷站在他的后面。没，萧师姐，我这就走。赵无极下了一身冷汗。萧慕瑶瞪了一眼凌云，方士，福禄殿，师妹，我俩足足等了3个钟，他都没来，不用说，一定是失败了。谁说我失败了？一道声音传来，
只见凌云走进来，林符师，难不成你制成了？月星犹如看怪胎一样。林希云定制的符箓，他俩找了2阶符师都失败了，信不辱命，拿去吧。凌云交出冰霜符，林希云激动，手指划过符纸，顿时大惊失色。怎么了师妹？莫非他没按照你要求定制？这是一张普通冰冻符。确实没按我的要求。月星冷笑，我就说嘛，这张符箓超出我的意料，效果比我要求的至少增强1倍，足足33道符文。林希云惊讶，林符师，我只有1000灵石，以后我赚到了会补上，您看。不必了，按之前说好的1000灵石，多的我分文不收。多谢。凌云笑了笑，你也别大师，符师的叫我了，在下凌云，以后有生意记得光顾一下，价格童叟无欺。那我叫你凌云师弟吧，以后我会多给你介绍生意的。我还有事，先走了。凌云离开后，林希云轻咬嘴唇，不知在想什么。小妮子，你不会看上他了吧？怎么可能？道士这名字怎么那么熟悉？月星道，我可告诉你，找另一半一定要有权有势。凌云前途是有，不过实力差，不是一个好选择。凌云买了不少的丹药，包括辟谷丹，又花了一笔。云山山脉位于太虚仙门后方，是一处范围极广的山脉，外围凶兽猛禽遍布，中部妖兽出没，内部则是九死一生的绝地。凌云擦了擦额头的汗水，手中的长剑微微颤动。自从到云山山脉后，凌云已经在外围历练了3日，遇到的都是一些1阶低级妖兽，大概相当于人类炼器初期实力，而他的收获也很满，杀了100多头妖兽，其妖兽血被他炼化，用于淬炼龙需9步第2层。我怎么突破了？凌云惊讶地发现，这几天他没怎么入塔打坐修炼，而是一直不断的杀妖兽，修为反而涨了一点，虽然很少，但确实涨了。原来如此，藏道是这个意思啊，有趣了。简单休整一番，凌云朝着火灵湖经常出现的地方走去，一路上收集到不少灵草，出去能卖一点是一点。不多时，空气中弥漫着硫磺般的刺鼻气味，是火灵湖。凌云惊喜，马上朝着一个方向追踪而去。火灵湖体型如成年猛虎大小，通体赤红，毛发如燃烧的火焰般流动，双眼金黄，瞳孔竖立如蛇，其尾分3叉，每根尾尖都跃动着幽蓝色的湖火，行走时留下焦灼的足迹。凌云屏住呼吸，目光紧锁前方那只通体赤红的小兽，1阶低级火灵狐。这小家伙体型如犬，尾尖跃动着一簇微弱火焰，正是他此行的目标。见到人类，火灵狐摇了摇尾巴，眼神带着兴奋，让凌云想起来一句话：遇火灵狐，未被寒气者速逃。他不吃人，只爱看猎物在火焰中哀嚎。在这家伙眼里，自己反倒是成了猎物。呵呵，你乖一点，我会尽量让你没有痛苦的走。多听话，少受罪。刷刷，凌云身法龙须9步诡异而至，剑气快速锁定跳跃中的火灵狐。这一剑成功伤到了火灵狐，火灵狐浑身一颤，该死的人类，伤了他。他不明白自己蛊惑人心的低吼为什么没有使对方陷入幻境。火灵狐当即逃跑，化作3道火焰残影，真身难辨。低阶修士稍有不慎便被其撕碎喉咙。凌云不假思索地追了，追至一片焦黑枯林，可刚一踏入，脚下泥土竟隐隐发烫，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硫磺味，不太对劲。凌云心头一紧，可还未等他后退，一声尖锐的嘶鸣骤然炸响。轰！前方100米处，一道赤红身影如流星般撞碎巨石，火焰翻滚间显露出一只体型如虎、3尾舞动的巨狐，3阶火灵狐。更让凌云震惊的是，一名戴着白色面纱的女子正与他对峙。她手持一柄冰晶长剑，剑锋所过之处，霜雪凝结，却仍被3阶火灵狐逼得步步后退。3阶妖兽，凌云瞳孔骤缩，这种级别的战斗根本不是他一个小小的炼器3层能参与的。愤怒至极的火灵狐惊瞳一瞥，发现凌云，误以为她是女子的帮手，当即嘶吼一声，一道狐火如箭射来。躲开！女子冷喝一声，但凌云根本来不及反应。砰！狐火位置，恐怖的威压已将他掀飞，胸口如遭重锤，一口鲜血喷出。该死，这根本不是我能承受的。凌云五脏剧痛，挣扎着爬起，却见那女子也被火灵狐一爪拍退，面纱染血。操，无妄之灾啊！凌云连吞下好几颗疗伤丹药，才稳得住伤势。眼看着火灵狐再度杀来，凌云一个闪躲，躲开了致命攻击。畜生不给活路啊！灭道！唰！一道剑光从凌云剑锋斩出，精准无误，落在火灵狐身上。吼！凌云最强一招剑法了，仅只能给3阶火灵狐造成一点伤害。葬生指，指尖缠绕灰黑色葬灭之气，这一瞬间，3阶火灵狐居然感受到了恐惧，
死亡气息朝着他逼近。纵使三阶火灵狐及时的躲开，一条尾巴还是被击中。被击中的狐尾瞬间灰白化，如枯木般崩裂，断裂处无血渗出，只有黑色藏灭之气缠绕。刹那间，火灵狐发出高频惨叫，剩余两尾燃起火焰，温度提升3倍，进入狂化的状态，速度暴涨，但防御骤降。他速度惊人，但凌云也不慢。危机时刻，女子再度杀来，引开了火灵狐的攻击。三阶火灵狐生命力太顽强了，除非有冰系符箓，否则必死无疑。凌云咬牙，拼了！强忍剧痛，遁入神女塔，塔内还有他为灵犀云炼制冰霜符剩下的材料，加上路上得到的一滴寒露，足够了。玄冰符，给我凝！给灵犀云画的冰霜符只有33道符文，如今生死存亡之际，凌云一口气化了99道符文。塔外不过一瞬间，凌云睁开眼睛，为玄冰符勾上最后一笔。三阶火灵狐察觉灵墨波动，怒吼扑来，女子挥剑阻拦，却被狐尾扫中，踉跄倒地，已是强弩之末。畜生，接下吧！凌云符箓刚成，便觉浑身灵力被抽空，吐出一口鲜血，但他仍用尽全力将符箓甩向火灵狐。咔嚓，符箓炸裂，极寒之气爆发，三阶火灵狐身躯瞬间结冰，动作一滞。女子抓住机会，冰剑化作一道寒芒，直刺火灵狐咽喉。噗嗤，剑锋贯穿狐首，炽热妖血喷溅，三阶火灵狐哀嚎一声，轰然倒地。凌云躺在地，大口喘息，却见那女子身形一晃，单膝跪地，面纱下的脸色苍白如纸。多谢，你受伤了。凌云这才有机会看清，女子头上一抹淡白色光芒，是气运之女。女子没有回答，只是冷冷扫了他一眼，随后伸手一抓，火灵狐的妖丹破体而出，悬浮在他掌心。我需要炼化它，你最好别有其他心思。东方苍月声音冰冷，却带着一丝压抑的痛苦。凌云一愣，这才明白他中了火毒。火毒蚀骨，被其爪牙所伤者，伤口会蔓延火毒。我需要火灵狐的皮。东方苍月没有理会，直接盘膝而坐，妖丹悬浮于掌心，开始吞噬炼化。凌云见状也不敢多言，原地打坐恢复体力。这一战家底都掏空了。就在东方苍月炼化妖丹的瞬间，异变斗生火灵狐的妖丹蕴含极强的魅惑之力，女子原本压制住的火毒被彻底引燃，她的呼吸骤然急促，面纱下的脸颊浮现不正常的潮红。糟了，噬丹反噬！东方苍月咬牙低语，可身体却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凌云察觉到不对劲，刚拿起剑，却见女人猛然抬头，那双原本清冷的眸子此刻竟泛着迷离的绯红。你！凌云话未说完，东方苍月已如鬼魅般闪至身前，一把扣住他的手腕，还未来得及挣扎，便被他狠狠按倒在地。可对方的力量岂是他能抗衡？东方苍月的面纱在挣扎中滑落，露出一张绝美却充满情欲的脸庞，脸上已然一片潮红。东方苍月，别动，帮我！凌云心头狂跳，可还未等他反应，他的唇已狠狠压了下来。咱不动，咱就是说，能不能温柔一点，换一个好一点的？蛟龙入海瞬间，体内的天地龙凤引自动运转，炼气3层中期，炼气3层后期，巅峰，炼气4层中期。4个小时苦修，足足跨越了一个境界。何修恐不如斯。下半夜的凌云又来了几次，把实力硬生生提上炼气4层巅峰。这速度，天才来了都得喊一声老师。第2层，开启。凌云舍不得温柔乡，压根不会去注意。天光微亮，焦土上的狐火余烬早已熄灭，只剩一缕缕青烟袅袅升起。凌云是被一阵轻柔的触感惊醒的，睁开眼，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件雪白的外袍上，袍下的血迹格外刺眼。而昨夜那个失控的女子，此刻正背对着他，静静整理着凌乱的衣衫。东方苍月的动作优雅而从容，仿佛昨夜的荒唐从未发生过。醒了。东方苍月的声音很轻，如春风拂过湖面，温柔却带着一丝距离感。凌云心头一跳，连忙坐起身。东方苍月转过身来，面纱已经重新戴上，只露出一双如秋水般清澈的眸子，上下打量着凌云，越看越无奈。前辈，昨晚……东方苍月摇了摇头，语气柔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昨夜之事是我失控所致，与你无关，此事不必再提。小家伙，你叫什么？凌云。你的符箓造诣不错，若非你的兵符，我未必能斩杀那3阶火灵狐。凌云受宠若惊。前辈过奖了，我只是侥幸。东方苍月摇了摇头，打断他的话。修行之路没有侥幸。抬手一挥，地上那完整的火灵狐皮毛飘然而起，落在凌云手中。这是你的，我既已取走妖丹，皮毛便归你。东方苍月柔声道。凌云，
多谢前辈，不知前辈如何称呼？若有缘，会再见。话音落下，东方苍月身形一闪，已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天际。掉落的令牌写着东方，让凌云捡到。东方苍月踏空而行，衣袂飘飞间已掠过数座山峰。突然间，他身形微滞，素手轻按丹田，眸中闪过一丝讶异。我的灵力竟浑厚了3成，境界提升一个档次。昨夜火毒反噬时修为紊乱，按理说至少需调息半月才能恢复，可此刻体内灵力不仅完全平稳，甚至比之前更加精纯。山峰拂过面纱，昨夜灵性的画面突然浮现，昨晚的一切他都记得，包括后半夜凌云主动的几次，他都在配合。炙热的体温，男人的气息，还有那股莫名涌入体内的纯净灵力，难道是因为他？面纱下，东方苍月耳间蓦地染上霞色，素来清冷的仙子此刻竟有些慌乱，急忙运转心法压下杂念。神女塔第2层，这5颜6色的果子，脑海传来一道信息：九彩道果乃天地间至真灵物，蕴含大道本源之力，其形如琉璃，通体流转9色霞光，香气氤氲。在太古时期，九彩灵根又称混沌灵根，被誉为大道之子，亿万无一的存在。这果子可不得了，长得跟水晶似的，会发光还会变色，闻一闻都能让人神清气爽，吃下去立马逆天改命，直接把你变成最牛的天才。以前你可能是单灵根、杂灵根，吃完就变成全系极品灵根，金木水火土风雷冰暗样样精通，学啥功法都特别快，打架还能随意组合属性放大招。但是呢，这玩意儿在太古时期是香饽饽，那时候灵气多得像空气，九彩灵根的大佬个个都是秒天秒地的存在。后来天地大变，灵气变得稀薄，这种全才型选手升级需要的灵气是别人的10倍，结果反而变成了修炼最慢的废材，反倒是专精一种属性的单灵根成了香饽饽。简单说就是在灵气多的年代，九彩等于无敌，在灵气少的年代，九彩等于坑爹。我若吃下，修炼速度会更慢。4系杂灵根已经让他苦不堪言，再把自己变成全系灵根，那修炼速度比蜗牛还慢吧。但也不是没有好处，首先就是悟性逆天，其次同阶无敌，灵气是别人的20倍，混沌灵根还可随意组合不同属性的灵力，施展复合神通。目前对凌云来说利大于弊，所以他服之。刹那间，他体内爆发出一阵璀璨的9色霞光，周身经脉如同干涸的河床，突然迎来滔天洪水。原本凌云体内就4根细细的灵根，在道果力量的冲刷下，现在直接变成了9根，每根都闪闪发亮，在他丹田里转着圈发光，跟个彩色电风扇似的。此外，第2层还有一处生活小空间，院子、土地可容纳一切活体。一个炼丹房，房里放着一本丹书神卷，里面记载着各种各样的炼丹手法，以及所有炼丹师梦寐以求的丹方。有了悟性逆天，凌云没花多久时间便把整本丹书神卷全部吃透，里面的手法全部领悟。修仙界有4大手艺：炼丹、炼器、画符、布阵，这里面丹师最吃香。为啥？因为丹药能直接提升修为，让修士快速变强。其他3样虽然也重要，但都是辅助打架保命的，比不了丹药实在。有了丹书神卷，凌云又将多了一个副职，只等一团异火。丹书神卷要求火焰极高，普通丹火都不行，必须异火。3天后，回到仙门，凌云顺利交了一阶火灵狐的任务。他后来在附近外围又抓到一只3阶火灵狐的兽皮，被他在方氏卖掉了，赚了4000灵石。这位师弟，任务完成，把身份牌给我，帮你录入贡献点。管理任务的弟子一脸震惊，炼器2层外门弟子完成了皇级中最难的任务。多谢。不客气。离开任务大殿，凌云加快脚步回小舍，希望自己的东西还在。这一趟云山山脉去了1个多月，早已经过了约定补气灵石时间，让他意外，小舍里的东西还在。宗门事务大殿，既是弟子一脸惶恐看着凌云。这位师弟，学员造化丹你可随时拿回，并且你的房租有人替你付了。谁？柳师姐。凌云。我不认识，会不会搞错了？错不了，太虚仙门仙子柳夭夭。既是弟子羡慕看着凌云，一个外门弟子竟然连仙门2大美女都沦陷了。确定不是萧慕瑶？不是。小舍。萧慕瑶听闻凌云回来了，还完成了任务，惊讶不已。师姐，又等我，看看你是否活着而已。凌云凑近一步，师姐还那么冷，这次任务我可是差点被干死，不关心一下你的道侣身体状况。谁让你接的，回不来最好，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哎，这话说的，师姐可要好好珍惜我，很多人抢着做我的道侣。无聊，我可是说真的，到时候
你的正宫位置的挪一挪。凌云，我怎么发现你那么不要脸？谁要做你正宫？还有，我们只是表面道侣，你得认清一点。师姐，道侣之间应该做什么？你没忘吧？萧慕瑶，何修，想都别想。师姐想什么呢？我说的是，什么时候有空指点一下我的剑法？想不到师姐你居然会想得到我的身子。师姐啊，你心思太重了，这种事怎么能让你开口？萧慕瑶被气得满脸通红，咬牙切齿看着凌云。好，我现在就陪你练剑。话音一落，萧慕瑶剑法如影而至，凌云不慌不忙出剑挑落，把萧慕瑶虎口震得发麻。这什么实力？萧慕瑶看不透，虽然他压制了境界，可也不能一招被破掉招式。你刚使的是太虚剑诀，你入门了？这话说了，苦修5年，狗练了都入门了吧？没想到你还有点悟性。萧慕瑶的剑再次袭来，这一次威力是之前的3倍，太虚弄月。萧慕瑶瞪大眼睛，赶紧回挡，这一剑让他不淡定了。太虚剑诀还能这样？紧接着萧慕瑶越打越吃惊，因为凌云压根不是入门，而是把太虚剑修炼至登堂，且剑法更加流畅。5年时间把太虚剑诀修至登堂，也算小天才了吧？追风逐月，萧慕瑶剑法忽然变了，剑气带着一层冰霜。唉，噗！啊，你怎么样？看着凌云被自己的剑气所伤，萧慕瑶赶紧上前。你要为夫命啊？谁让你不躲？痛！我看看。凌云躺在萧慕瑶怀里，坏笑。师姐，你让我亲一口，也许就不痛了。我就该杀了你。萧慕瑶意识到了被耍了，气得胸口波澜壮阔。师姐的剑法甚妙，令我受益匪浅，若是能多陪我练几次，说不定我的太虚剑诀有望突破至大成。你说真的？萧慕瑶恢复高冷，不敢欺骗。好，过些日子我再来指点你练剑。道侣就该这样。萧慕瑶对得住凌云，不过凌云的剑法天赋那么强，着实惊讶到了他。萧慕瑶离去，凌云进入神女塔闭关，对战太古剑魔，把八荒剑诀也修炼至登堂，领悟出更高深一剑。5天后，一道清脆酥媚声音传来：师弟，你在吗？风骚美女师姐。凌云笑了笑，自己果然是桃花圣体。我在，师姐有事。师弟让我好等哦，上次相约，为何对我失约？柳夭夭迈着大长腿走过来，外面太热，师姐进来说话。柳夭夭媚笑着看了凌云一眼，然后走进房间。师姐找我啥事？凌云嘴上应付着柳夭夭，眼睛却直勾勾盯着她雪白的大腿。该说不说，啧，这腿又白又直，比萧慕瑶的还带劲，好看吗？柳夭夭注意到他的目光，故意撩起裙摆。完美，我能摸一下吗？师姐别误会，我只是在观察你的腿上的修炼程度。凌云义正言辞。哦。柳夭夭挑眉，红唇微勾。那师弟看出什么门道了？凌云一本正经地摸着下巴。若是能让我亲手测量一下经脉走向，或许能给出更专业的建议。柳夭夭笑得前仰后合，胸前波涛汹涌。这家伙为了摸个腿，连这种鬼话都编得出来，真够不要脸的。整个仙门敢调戏他的也独一份。那你摸吧。柳夭夭倒是要看看凌云有没有这个色胆。师姐大意。话音一落，凌云就要上手。柳夭夭推开他的手。凌云，还是今晚再摸吧，子时咱们天风见，可不要像上次失约哦，害得师姐白等你一晚上。凌云，妖精等着。哥哥，太虚仙门天风。慕瑶，我闭关出来，怎么就听说你有道侣了？那个废物是怎么回事？萧慕瑶道。别提了，我都快愁死了。说你什么好，炼气2层，4系杂灵根，还是顾清玄吃剩下的。宋诗柔实在看不起凌云，一无是处。作为萧慕瑶的好闺蜜，可不能看着她糊涂。若是齐师兄历练回来，知道你有道侣，你俩就吹了。不会的，我跟他好好解释，他一定会理解我的。宋诗柔拍额头。你是多大的心，低估男人的占有欲和自尊心。我劝你还是赶紧的跟那废物解除道侣关系吧，然后公开是你临时找的挡箭牌，不然你会害了他。不会吧？凌云修炼结束，修为突破炼气5层，刚出小舍，王恒归来，恰好路过。凌云师弟，最近小心啊。多谢提醒。凌云眯起眼睛，自己小心翼翼，未曾得罪人吧？安静修个仙，怎么就那么难？凌云离开太虚仙门后，马上有眼线通知了天风奇迹海。齐师兄，凌云已经出了仙门地界。奇迹海冷哼，真是不走运的家伙，好好待在外门，我还拿你没办法，偏偏你自寻死路，还敢光明正大的离开仙门。师兄，
那废物妄想跟你抢女人，简直就是找死！杀他何须你亲自动手？我给你安排几个人，保证办妥。齐继海，好，杀了他，确实有失我的身份，就按你说的办。好歹他也是真传弟子，对付一个普通外门弟子，确实不方便出手，传出去不光彩。看他的方向，大概是去青阳城，你们去到青阳城下手。凌云缺一把趁手的剑，方式太小，没看上眼的，所以这一趟走远一点。太虚仙门庇护下有一座城池青阳城。半路上，凌云刚准备休息一下，便听到了一阵战斗声。下一刻，凌云感觉到几道强横的气息在靠近自己，他立即进入了备战状态。臭女人，把水蛟龙的妖丹交出来，老子放你一条生路，不然等我拿下你，休要怪老夫不懂怜香惜玉。凌云瞪大眼睛，好熟悉，这身影是林希云。凌云师弟，快逃！林希云也看见了凌云，此时的他甚是狼狈。你被人追杀！凌云上前一把抱住林希云，如软玉入怀。你不是他们对手，完了完了！话音一落，后方3位老者追来了。小子，把他交给我们，然后滚吧，我不杀垃圾。区区炼气2层，几人都不放在眼里，跟路边一条狗没区别。老李，不可放了他。对，杀了他。林希云发抖，我把妖丹给你们，换我们一条生路。哈哈，若是刚才你点头，老夫就同意。现在你没有资格跟我们谈条件，妖丹是我们的，而你长得那么漂亮，死了多可惜。嘿嘿，妖丹给你们，我自杀也不会让你们得逞的。自杀？老李，他死了你最爽，就你便太喜欢。林希云一阵恶寒。凌云笑了笑，挡在林希云面前。别怕，躲在我后面。这一句让林希云芳心一颤。生死存亡之际，凌云没有逃，反而在保护他。炼气2层，谁给你的勇气？英雄救美，装！我让你装！下一刻，凌云利剑出鞘，简单粗暴地横扫而出。3个老者施展身法躲避，刚想反击，凌云身影出现，3人合体围攻。凌云要想取胜，唯有追着一个人打。怎么可能？凌云一剑挥出，剑气纵横，最弱的那老者看也不看，施展身法快速闪避。老东西，你老了，没什么是不可能的。对面炼气7层，凌云正面硬刚，更何况还有2个炼气8层，你俩还在保存实力，老夫要撑不住了。被凌云追着杀的老者大喊，他不是炼气2层。答对了，奖励你一剑，8荒归一。剑气凝成山岳虚影，重若千钧，压碎老者筋骨。噗！炼气7层，死！剩下2个老者不敢大意。砰！凌云一掌被震退，虎口出血。其中一个老者持剑杀来，剑气和凌云的剑诀碰撞，锋锐之气划破空气，发出尖啸。噗！凌云重重飞了出去。凌云师弟，你逃吧，别管我。林希云急哭了。凌云站起来，一手抹去嘴角鲜血，露出一缕淡笑。老李，愣着干什么？噗！老者口中的老李正是伤了凌云的那位，此刻他半跪地上，脸色惨白的吓人。老夫要杀了你！老者目光看去，目光霎时凝固，只见老有一条手臂被斩落。凌云这一剑竟是将炼气8层老者的一条手臂斩了去。轰轰！愤怒的2人再度联手，凌云被压制。就在此时，凌云忽然剑锋一转，灭道！噗！这一剑太快，始料未及，一股深邃幽暗的剑气骤然爆发，如深渊降临，吞噬一切光芒。2人只觉眼前一黑，仿佛坠入无尽黑暗，连灵魂都被剑气撕扯，待回过神来，胸口已被洞穿，生机尽灭。林希云小嘴张大，呆呆看着凌云。凌云来到他们尸体旁，剑锋一挑，3枚那戒收入囊中。多谢凌云师弟出手相助。不客气。你怎么会被他们追杀？林希云境界不是炼气9层吗？也不至于被追杀吧？我在云山毒雾下的水潭，靠着你定制的冰霜符，侥幸击杀了一头1阶高级蛟龙，正巧被他们3撞见。林希云跟蛟龙战斗已受了伤，身上丹药符箓都用尽，还好碰见了凌云，不然他的下场会很惨。你干嘛？蛟龙妖丹给你，你花费心思就为了他，还差点断送自己，你留着吧。凌云摆摆手，这傻妞为什么不是以身相许？哥刚不够帅。林希云，凌云师弟，我会好好报答你的。用嘴说，那你把妖丹收下。算了，你快回仙门吧，路上注意安全。凌云师弟，你去哪？青阳城。我说，我带你吧。有林希云带路，凌云轻松多了。查看3个老者那剑，没想到收获还不少，灵石2000多，丹药4瓶，还有一些材料，1把下品灵器，3件中品法器。估计平时没少干劫修之事。
青阳城万宝斋，女士躬身，欢迎。凌云师弟，这里就是青阳城最好的买卖器具商会了。公子有什么需求，都可以问我。我是您在万宝斋的专属引购女士。凌云抬头，着实惊讶到了她。女子长得漂亮，1.78身高，穿着清凉低胸襦裙，让人赏心悦目。女士对这种目光习以为常。林希云撇嘴：“凌云师弟，你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他。我身上有一批不需要的东西出售，你们也收。”收！凌云挥手，地上多了一堆材料以及中品法器，以上全部卖掉。公子，清算结束，一起1760块灵石，您看合适吗？可以。凌云不懂什么价，反正是摸尸来的，多少无所谓。女士更加的热情，给凌云各种介绍。凌云买下来不少丹药，花了500-600灵石。看来有时间得好好研究一下，怎么用其他火代替异火了来炼丹了，不然9条灵根修炼跟无底洞一样，消费不起。林师姐，你想买点什么？我不缺。林希云低头。凌云摇了摇头。姑娘，给我师姐介绍一套法器类衣服，必须好看、耐用、清凉一点。之前林希云被追杀，那防御类型的下品法器衣服破破烂烂，已经不能再要了。女士羡慕地看了一眼林希云。好的。林希云，凌云师弟，我不需要，我有衣服，我买单。啊，那怎么行？太贵重，我不能要。凌云不理睬，专注他的事。片刻后，林希云扭扭捏捏穿着一套新衣服出来，凌云看呆了。看好吗？凌云收回目光。你对自己的身材那么没自信。林希云唰的一下脸红，小鹿乱撞的。美女，我还想买一把趁手的剑，我看了一圈，怎么没有？女士笑了笑。公子，武器类在2楼，我的错，这就带你们上去。公子是剑修，算是吧。随着女士指引上了2楼，这一层楼所摆放的全部都是武器、法器、灵器，什么各式各样的都有。公子需要几道器纹的。所谓的器纹，就是炼器师在锻造武器时刻画在里面的纹路，器纹越多，增幅的力量也就越多。法器类最多刻画3道器纹已是极限了，灵器至少是4道器纹，一把下品灵器至少要3000灵石以上。咦，这把神女塔给出一道信息，惊讶了凌云。公子有眼光，不过这把下品灵器是残次品，用来展示的，我就看上它了。啊，公子要不再看看其他？不必了。最终凌云支付了1000下品灵石才买下这把残剑。从万宝斋出来后，凌云差不多成了穷光蛋，光是送林希云那一套仙裙中品法器就去了2000灵石，溢价太严重。炼器师好像也吃香啊。林仙子，我家少爷想请你上楼一叙。林希云疑惑，你家少爷是？青阳城周晨。周师兄。林希云不太想去，但周晨有备而来，眼前老者实力深不可测，难以拒绝。周晨是内门弟子，宁元敬曾经对他展开过追求。可是我跟凌云师弟，我家少爷说了，林仙子不给面子，你们怕是难出青阳城啊。语气中满满威胁。凌云瞬间眯起眼睛。林希云点头，看向了凌云，是内门弟子周师兄，你要不要一起去见见？凌云看出林希云的紧张，我就陪你走一趟吧。茶楼天字号包间。周晨搂着2个女士。林师妹来得好，请坐。至于凌云，无事。林希云，见过周师兄，不知师兄找我有什么事？周晨盯着林希云，师妹啊，我对你一片痴心，真的不考虑做我道侣，只要你答应，立刻安排进内门。谢谢周师兄好意，我还不想找道侣。周晨道，师妹也准备冲击宁元境了吧？最近可是为了宁元丹发愁。挥手间，桌上出现一小盆丹药。哇，是宁元丹。陈公子霸气，我还是第一次见那么多。2个女士惊呆。外面1颗1品宁元丹，价格在5000灵石左右波动，这里少说也有20多颗吧。陈少，哎呀，讨厌了。女士紧贴着周晨。周晨在女士的娇躯上狠狠地抓了一把。哥。女士一阵娇笑，让人骨头都酥了。这些丹药对我来说不值一提，我周晨就是如此有实力。师妹啊，只要你能塞多少都是你的。林希云歪头，塞。女士红着脸，陈公子，要不你让我塞吧？你的太深，装得多，陈公子还是让我塞吧。2个女士抢着来。林希云反应过来，顿时尖叫了一声，捂着小嘴，这一切对她的冲击力实在是太大了，一股羞辱感涌上心头。林希云红着脸大骂，周晨你无耻。哈哈，师妹这就是现实，没钱没背景，你修什么仙？难道师妹不想要宁元丹？以师妹的资质突破宁元境，至少也需要2颗宁元丹吧。
据我所知，师妹最近频繁出任务，又去斩杀一阶蛟龙，不就是为了能卖个好价钱，购买凝元丹吗？机会就在眼前，师妹，珍惜啊！来，这可本少赏赐你的。当着林希云的面片刻后，女士小腹鼓鼓的，多谢陈公子。女士激动，夹紧双腿，好好表现，丹药有赏你的时候。林希云只觉得恶心，气得浑身发抖。周晨，我就算一辈子无法凝元，也不会做这种无耻下流之事。两位，我师妹自命清高，不愿意，你们说怎么办？陈公子，林仙子还不懂事，让我好好调教一番，保证她乖巧懂事。依我看，陈公子不如直接帮她塞，我给你递丹药。两个女士一人一句。我帮她塞就不是丹药了，哈哈哈！林希云哭了，浑身颤抖。凌云轻搂住林希云小腰，往自己身上一提，哭什么？傻妞，又不是你的错，他那么羞辱你，反击就是。反击？笑了。周家在青阳城很有势力，周晨又是太虚仙门内门弟子，他小家族出来的女人根本得罪不起。周晨抬头，小子，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得罪我？你有几条命？林希云得罪我，他有身体可补偿，消我怒火；而你得罪我，尸体只能补偿给我家的旺财。哼，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萧师姐道侣，我不能动你。别天真了，萧师姐不过是利用你做挡箭牌，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周晨眼底满是蔑视。刚你羞辱林师姐，我顶多让你跪下道歉，现在不同了，你必死。凌云怒了，咻！凌云瞬间出剑，一剑刺出，正是八荒剑诀。八荒剑影。刹那间，八道剑影迅疾若流光，又如同片片阴影，同时袭杀向周晨。可笑，区区炼气2层的蝼蚁也敢朝我拔剑，不自量力。两者剑气碰撞，狂暴的力量如同匹练一般四散开来。这一击之后，凌云连退数10步，体内气血震荡，受伤不轻。这就是差距。凌云是炼气5层，就算加上淬体带来的效果，也难以撼动凝元境。不过这点伤对凌云来说还不算什么。咦，居然没死！周晨可太意外了。不是说凌云只有炼气2层吗？不对劲，此子绝不是炼气2层，正面硬刚他凝元境一招，绝不普通。林希云拉住凌云，恳求的眼神。凌云师弟，不要，不值得，我们走吧。除了周晨，茶楼内还有一名老者，同样是凝元境。凌云都不是周晨对手，又怎么可能是那老者对手？对方一动，凌云没有活路，他不想凌云白丢了命。走！痴心妄想，周晨已经动了杀心。陈公子，杀他脏了你的手，让我们姐妹来处决他吧。不需要，我亲自动手。周晨笑了笑，看向凌云，如同看死人。下一秒，双臂一震，两柄长剑同时划出半弧，刹那间，刺眼的剑芒如怒涛般奔涌而出，地面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青石板寸寸碎裂，蛛网般的裂痕以它为中心向四周疯狂蔓延，碎石尘土被剑气裹挟着冲天起。这是无双剑法，周家引以为傲的剑法。陈公子把无双剑诀修炼至登堂境界了，可喜可贺。两女士双眼放光，区区蝼蚁能见识这无双剑法真谛，你这辈子也算没白活。周晨凝气一重的修为，施展出无双剑诀第一式威势强绝，八荒归一。凌云又是硬刚，无尽剑气砸在他的剑锋上。虽然凌云能够越境战斗，可是面对凝元境，境界低，差距大，始终是硬伤。但他身怀9条灵根，源源不断提供灵气，仿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八荒剑诀入登堂，手里还有底牌。凝元境不过如此。凌云面无表情，灭道，轰！这一剑杀得周晨猝不及防，瞳孔巨震。不，噗！败了，周晨败了。凌云一剑破开周晨防御，剑锋精准无误，刺进胸膛。师弟，你不能杀我，太荒唐了！自己凝元境输给了凌云这个炼气废物，施展无双剑法消耗了他的灵气，丹田虚空，大意了。我可是太虚仙门内门弟子，青阳城周家少爷，杀了我对你没有好处，只会死得更快更惨。杀了我，你也得给我陪葬。凌云师弟，只要你放了我，我绝不会报复你。林师妹，你帮我说句话，刚师兄是跟你开玩笑的。周晨不想死，凌云的剑还在他的身体，只要一用力，他必死无疑。凌云师弟，是师兄的不对，这些丹药都给你，放师兄一条生路吧，没必要。师妹，替我求情，日后你突破至灵海境所需的修炼资源，师兄包了。此时，外面一道声音传来：住手！凌云转头之时，周晨打出一道暗器，
如同银针一般的冰魄玄针瞬间朝着凌云杀来。冰魄玄针，一品下阶灵器，一共5针。哈哈，凌云，你杀不了我了，错过了最佳机会。你放心吧，等我回到家族，必定调动家族力量，将你碎尸万段。周晨还是第一次那么狼狈，被一个炼气期逼成这样，太丢人了。凌云剑锋打掉3、4根，有一根穿透了剑身，刺入胸口。大胆，赶紧放了我家少爷！老者眯着眼睛。周晨想不明白，就那么一眨眼功夫，凌云的剑怎么抵在他脖子上了？凌云，你考虑清楚。下一秒，噗！一声巨响闷响传出，周晨的脑袋脱离脖子飞出来了，砰的一声落地。老者瞪大眼睛，死死看着滚到他脚下的人头。少爷，少爷！2个女士的娇躯忍不住颤抖。操！我操！该死！你该死啊！当着老夫的面，你怎敢杀人？老者怒了，浑厚的凝元3重爆发出来。凌云道：等一下，老家伙冷静一点，给你的时间不多了。此话怎讲？你杀不了我，而周晨死了，你保护不力，周家第一个拿你是问。你再不跑，等周家的人来了，你跑不掉。哼，只要在周家人到来前杀了你，老夫可将功赎罪。家主非但不会怪罪于老夫，反而会赏赐。你很强，可是我要逃，你也拦不住我，要不要试一试？凌云笑了笑，杀了周晨，藏道经让他的境界提升了一点，炼气5层中期，小小的提升，实力跃进一大步，极大拉短了境界差距。老者犹豫了，不对，差点上当。好狡猾的小子！周晨刚使用冰魄玄针了吧？地上有4根，那么这小子中了1根，受了伤还那么狂。还有，凌云的身后站着林希云，他能逃，可带上他就不一定了，拖也能拖到周家人的援兵。哼，老夫岂是贪生怕死之辈？试试就试试，给我留下！凌云半眯眼睛，老东西，给你机会活命，真以为我怕了你？小子，你心思缜密，可老夫岂是头脑简单之辈？你已中了冰魄玄针，看你怎么逃！拿命来！老者拔出一把银色的刀，狂暴的刀气朝着前方席卷出去。轰轰！强悍的刀气猛然炸开，像是惊涛拍岸。凌云快速施展八荒剑诀，也难以承受这般压力，直接是崩解了。这一招八荒剑诀挡下了大部分刀气，但还是被几道刀气打中了。噗噗噗！那几道刀气划过，在凌云的身上留下几道血痕，衣服也被划破了几处，鲜血慢慢渗了出来。老者没注意到，凌云表面有一层淡青色的光芒，正是护身符起作用。实力的提升，护身符，这才让凌云有实力跟老者对拼。凌云师弟，我来助你。炼气9层。哼，不自量力！轰轰！老者一发力，2人倒飞出去。不用，躲我身后。凌云拦住林希云，手刚好触碰到2片柔软，顾不得欣赏，凌云站起来，胸口的衣衫碎裂了大半，露出带着一些刀痕伤口的胸膛。老东西，这一刀有点东西，不过还不够。我以为宁元境2重有多厉害，就这……老者心头大惊，牙齿都快咬断。原本是必杀的一刀，竟然还没能杀死凌云。这小子是什么怪胎？那一刀虽然被凌云抵消了大部分刀气，但也绝对不是一个炼气期武者能够抵挡下来的。你没机会了，老东西。凌云冷笑，八荒归一，老夫倒要看看你能挡得住几刀。轰！剑诀被破，一张爆炎符紧随而至。对付老夫用一阶下品符箓，你也拿得出手，是没招了。啊，这是什么符箓？老者吃痛，惨叫一声。爆炎符威力那么大，把他一条手臂炸得血肉模糊。凌云快速施展身法龙须9步，刹那间到了老者身后。藏生指，凌云浑身魔气滔天，灰黑色的藏灭之气凝聚于指尖，一指破空，藏灭生机。这一瞬间，老者居然感受到了恐惧，死亡气息朝着他逼近。噗！老者背后被击中，瞬间灰白化，血肉开始枯萎，黑色的藏灭之气环绕他的全身。你是邪修？道友，到此为止吧，老夫这就离去。凌云冷笑，我允许你走了。老者爆发怒火，你别太过分了，老夫受了伤，也不是你能杀的。背后火辣辣的痛，不断侵蚀他的肉体。那是什么东西？如今他大部分实力压制藏灭之气，无心再战，得尽快处理。大不了老夫1换1，死了也不让你好过。灭道！这一剑太快，始料未及，一股深邃幽暗的剑气骤然爆发，如深渊降临，吞噬一切光芒。老者浑浊的瞳孔骤然收缩，仿佛坠入无尽黑暗，连灵魂都被剑气撕扯。玉尘剑歌，林希云补刀，噗！剑锋自老者前胸灌入，
后背穿出，带起一蓬血雾。砰！枯瘦的身躯轰然倒地，死不瞑目。林希云娇躯微颤：“啊啊！公子别杀我们！”两女士求饶。其中一人掏出带一丝丝粘液的凝元丹，双手捧上：“公子，求您放了奴家吧，你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在凌云强大实力面前，他们卑微的像蝼蚁。现在我俩是公子的，公子您对我们姐妹做什么都可以，随便玩。两女士抬头，颤抖地看着凌云。下一秒，只见到两女的头颅飞起来，脸上全是惊悚和不可思议的表情。砰！解决完眼前危机，收下战利品，凌云再也撑不住，颤颤巍巍倒下。凌云师弟，快走，周家人要来了。离青阳城不足100里，林希云背着失去行动能力的凌云快速逃离。哪里逃？身后传来愤怒的声音。周家二长老周太岁。当他第一时间赶到茶楼，看见周晨尸首，瞬间怒火中烧，锁定气息，朝着林希云离去方向追去。神女塔内，凌云吐出一口血，气息稳定下来。冰魄玄针，好一个周家！不过我也算因祸得福，藏祭吊体内这枚冰魄玄针，却意外地提升了我的神魂。没错，凌云利用太古藏道经，把体内的至阴至邪的冰魄玄针炼化，受益匪浅，因祸得福。还追？林希云这身法又背着我，迟早会被他给追上。我如今的状态不适合再战斗，不过神魂提升，2阶下品符箓能制作了吧？我的符箓一旦成功，威力不亚于宁元境中7-1击吧。凌云刻不容缓，拿出材料：3阶火灵狐的血、赤炎砂、火灵狐的利爪粉末，以及制作爆炎符所剩下的材料。穿透性、稳定性、耐高温、提升灵性，通通都具备。取赤炎砂、火灵狐精血混合，研磨成赤红色灵墨，墨汁沸腾如岩浆。用3阶材料为主体，炼制2阶下品符箓，绰绰有余。第一次失败，凌云脸色苍白。第2次尝试，凌云咬紧牙关。随着最后一笔落下，66道符文成了。赤焰狐影符，符面赤光流转，隐约有狐啸之声。符箓上的狐影一闪，凌云脑海中浮现东方苍月那双含羞带恼的眸子。老狗，你不死也得残！退出神女塔。凌云睁开眸子，林师姐，你好香，涂的是什么香水？啊，师弟你醒了，放我下来吧，我们逃不掉的，不如正面硬刚。对不起啊，师弟，是我太没用了，连逃都做不好。对方是宁元境，逃不掉很正常，而且是我拖累了你，谢谢你带我离开。林希云摇头，凌云师弟，谢谢你为我做那么多，我想好了，等下你一个人逃，我来断后。落地后，凌云站起来，把林希云护在身后，躲我后面，不能让你独自犯险，事由我而起，我要跟你一起战斗。好吧，那你看着。远处一道身影逐渐放大，顷刻间到了2人上空。逃啊！哼，为何要杀我周家子弟？声音冷冽愤怒，看不惯杀就杀了。好，很好，报上名来，老夫不杀无名之辈。凌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白起爷爷在此。林希云，死！周太岁，宁元境6重，掌心凝聚着阴冷的煞气，狞笑着逼近凌云。林希云脸色苍白，眼底绝望。凌云指尖一翻，一张赤红符箓悄然滑入掌心，符面狐影流转，隐隐有火焰跳动。老狗，送你一份大礼。凌云突然暴喝，甩手掷出符箓。区符箓。周太岁不屑挥袖，宁元境的灵力化作屏障，却见那符箓凌空自燃，竟化作一只3尾火狐虚影，仰天长啸。2阶符箓，切，也不过如。轰轰，66道符文，威力堪比宁元初期修士的全力一击。狐影撞上屏障的瞬间，炽烈的火浪炸开，热浪席卷方圆10丈，岩石融化，草木成灰。周太岁的护体灵力被硬生生炸穿，黑袍燃起烈焰，血肉横飞，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传来。老夫要把你抽魂炼魂！林希云小嘴微张，春心萌动，却被吞下回气丹的凌云抱住小蛮腰，快速施展龙须9步，快到极致时可短暂化身为虚龙，瞬息千里，消耗极大。老狗，算你走运，改日你爷爷亲自上门取你狗命，给我等着！周太岁愤怒杀来，扑了个空。白起，不杀你，老夫誓不为人。青阳城人周太岁做梦也不会想到凌云会反方向逃跑。所谓大隐于市，最危险的地方往往就是最安全的。凌云师弟，你可以放开我了。林希云声音酥软，耳根泛红。林师姐，抱歉了。林希云看着凌云，那个师弟，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随便问。你真是炼气2层？不是，
你再看。凌云的境界一般人看不穿，有神女塔做掩护，炼气5层。林希云瞪大眼睛，炼气5层同样震撼到了他。这不是越级战斗，是越境战斗了。还有问题？林希云低着脑袋，声如细纹。你跟萧师姐真的是道侣？那还有假？看着凌云坦然的神情，林希云心里没来由的一暗，强自压下心头一痒。我去卖妖丹了。说罢，转身汇入人群。凌云目送他的背影消失，也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走去。两人约定，稍后在万宝斋门口会合。符师公会，楼阁通体，由陵木打造。凌云一脚踏入，一位服袍男子道：“道友，有什么能帮到你的？”认证符师。什么等级？2阶符师。男子盯着凌云好一会儿，态度恭敬了几分，引着凌云向内殿走去。请跟我来。认证过程很简单，进入封闭空间，按照要求，靠着桌上的材料炼制一张2阶下品符箓。凌云一次成功，为了不引起注意，故意浪费几份材料，制作了2阶下品符普通版。不错，你已是2阶下品符师，这是您的身份牌，请收好。把符箓留下后，凌云拿到了身份牌，还有一件代表身份的符袍。身份牌写着凌云，质地是一块青色的玉牌。出了符师公会，右转，苏氏商会。凌云购买大批2阶材料、灵药种子以及补充消耗的丹药。周晨以及那老者给凌云提供了3000多灵石，特别是周晨20多颗凝元丹，还有一把下品灵剑。那剑内还有一本武技，无双剑法，黄级上品，聊胜于无。凌云的悟性，领悟无双剑法也不用多久，很快便牢记于心。女士微笑：“公子，一共是1800灵石。姑娘，怎么材料升了？”“是的哦，所有的材料最近都提价了。”“为什么？”“魔道入侵了，正道跟魔道准备打仗，导致材料上涨，各种资源都升价了，建议公子多囤一点，这些材料以及资源一天一个价。”凌云大吃一惊，魔道杀来了，那再来10份材料。公子稍等。离开苏氏商会，凌云朝着城门走去。听说没有，周家周晨死了。卧槽，谁杀的？这不是捅了马蜂窝吗？周家岂会善罢甘休？不清楚，周家放话了，谁提供线索，奖励1颗凝元丹。那周晨还是太虚仙门内门弟子吧？听说了，杀人者白起也。没听说，是散修吧？凌云大摇大摆从这群人旁边走过。人是白起杀的，关我凌云什么事？准备到城门口时，凌云突然眯起眼睛，嘴角上扬，转身钻进一条无人街下。好机会，动手！唰，一道身影猛然窜出，抬手一抓，五指间泛起淡淡的红芒，朝着凌云抓去。吃！空气中传来轻微的撕裂声，3道浅红色的爪痕划过半空。黄级武技玉虚爪，黑色的爪影呼啸而至，裹挟着凌厉的劲风，直逼凌云的面门。那爪芒虽然凶厉，却明显后劲不足，速度也慢了几分。凌云眸光一凝，脚下轻点，身形如柳絮般向后飘退，爪芒在身后的石壁上留下几道浅浅的抓痕。你们是谁？凌云拔剑，应该不是周家人，见过他的只有周太岁。躲过去了。几人顿时一愣。凌云，你得罪人了，上路吧。凌云笑了笑，死之前能不能告诉我谁要我命？你心里没点数？萧师姐是你能觊觎的，那是齐师兄的女人，你一个废物，凭什么跟萧师姐走得那么近？跟她多说无益，速战速决，杀了她，我好去逍遥一晚。好。凌云冷笑，狗腿子，甘心被人利用，真愚蠢。太虚弄月，噗，一剑斩杀3人，炼气6层也敢来杀他。凌云摸尸后悄然离去，几分钟后尸体被发现，有人行凶，死的是太虚仙门的弟子，快汇报城主。太虚仙门外门，小舍。凌云推门进来，萧慕瑶冰冷的眸子，你去哪了？凌云笑了笑，苦修，差一点命都没了。萧慕瑶蹙眉，这段时间你尽量不要出仙门，上次我跟你的约定可还记得？何修，你是练剑？哦，差不多，确实忘记了，不好意思啊师姐。哼，我要看看你的太虚剑法有没有上进。3个回合后，萧慕瑶惊讶，凌云没骗人，太虚剑法又精进了，相信用不了多久他就能突破至大成。你怎么一直是一套太虚剑法？萧师姐，我就一个外门弟子，哪来的高深剑法？此时一个酥到骨子里的声音传来，练剑多无趣，不如跟我参悟一下鸾凤和鸣剑。萧慕瑶眸光一冷，柳夭夭。柳夭夭落在凌云身边，墨发如瀑般散落，一步靠近，红唇几乎贴上他的耳垂。是他的剑冷，
还是姐姐的身子软。柳师姐别闹，师弟，你没感受到吗？那你搂着我腰做甚？萧慕瑶气的瞪眼。凌云，你还不把手拿开？凌云尴尬，条件反射，不得不说，这小蛮腰跟林希云的差不多。柳夭夭笑了笑，萧慕瑶，你的道侣身体对我很诚实，说明我比你更有吸引力。冷冰冰有什么好？萧慕拔剑，一剑劈来。那么火大？不至于，我又不会把他怎样，顶多给他吃掉，我无所谓的。凌云，嗨嗨，要不咱们一起练太虚剑法？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不可能。柳夭夭指尖竖在凌云嘴唇。好师弟，太虚剑法没好练的，今晚姐姐陪你合修，让你长长见识。萧慕瑶冰冷的眸子。凌云，你什么时候跟他关系那么好？哼。凌云师弟，今晚老地方不见不散。你若是再失约，你下面的宝贝我亲自扳断他。柳夭夭娇笑着离去。凌云脑补那个画面，竟然笑了。空间冷了几分。凌云回头看到萧慕瑶气的胸口起伏跌宕。老地方。萧慕瑶似笑非笑。师弟，看来你也不缺女人，正好有一事想跟你说。凌云，什么事啊？想到凌云会因他有危险，萧慕瑶轻咬红唇。我希望跟你解除道侣关系，条件你随便提。真？你没骗我吧？萧慕瑶点头。真的。做一次。萧慕瑶反应过来，眼神冰冷。你无耻！凌云死猪不怕开水烫，脸皮够厚，45度仰望天空。拿下你，道不道侣没关系，能开启第3层，不要脸就不要脸吧，渣就渣一点，实力才是一切。好好考虑，我是真的对师姐你有意思。见凌云这般模样，萧慕瑶破防。滚！好，我马上。不对，萧师姐，这是我的院子，我滚。凌云关门修炼。神女塔第2层。凌云拿出残次的下品灵气，一把黝黑沉重的铁剑，随着凌云消耗500灵石，下品灵气竟然完善了，不再是残次品，而是一把完美无缺的下品灵剑。第1层能推演残篇功法武技，第2层则是能完善未锻造完成的武器。剑身漆黑无光，刃薄如蝉翼，挥动时无声无息，剑格呈鬼面状，剑柄青玉打造，触之阴寒刺骨，3道气纹，威力增幅2成。以后你就是我的佩剑，名曰血幽。凌云第一次踏入这片独立空间，脚下松软的红土散发着淡淡的灵气，抓了一把土，惊喜地发现这红土竟是最上等的赤灵壤，最适合培育灵植。卧槽，赚大发了！紧接着开始运起灵力，手指头射出几道金光，在地面上画出整齐的田垄。刚买的灵草种子往土里一撒，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种子刚埋下去没几分钟，就蹭蹭蹭地冒出了嫩芽。这宝地啊！凌云转身时，又发现空间一角有眼清泉，泉水清澈见底，泛着淡淡的灵光。切，就是普通灵泉水嘛，灵气少得可怜，白高兴一场。不过转念一想，这水浇灵草倒是挺合适，刚把灵泉水浇在嫩芽上，那些小苗苗立刻刷的又长高了一截。虽然不是啥顶级宝贝，但种灵草正好够用，加上时间流速不同，以后100年灵草、1000年灵草我也有。这个小空间还能住人，以后肯定能帮上大忙。回到第1层，凌云如往常一样，把手里的武技通通修炼一遍，抽空还炼制2阶符箓。太虚仙门、天风、某洞府。齐师兄在青阳城发现了他们的尸体，都死了。齐继海眯着眼睛，你派去的人什么实力？不至于连一个废物都解决不了吧？3个皆是炼气6层，按理说对付凌云绰绰有余，除非有人救了他。对了师兄，我听其他弟子说，凌云回来时候跟林希云一起，应该是林希云出手。齐继海，算他走运。师兄，魔道猖獗，因资源问题，越要跟正道开战。最近仙门不是要一些弟子去阻拦魔道吗？依我看，就让凌云那废物去，不用咱们出手，绝对活不了。此时，凌云停止修炼，趁着夜色偷溜进了天风。林师弟，你总算来了。一个柔媚入骨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只见柳夭夭一袭轻纱白衣，立于月光之下，宛如9天仙子临凡。那轻纱极薄，在月光映照下几乎透明，勾勒出她曼妙的身姿。乌黑的长发如瀑布般垂落，发梢还带着些许水汽，显然刚刚沐浴过。柳师姐诚心诚意邀约，我怎么也得给脸。凌云一双眼睛直勾勾看着这双大长腿，太美了。柳夭夭轻笑，又想摸？师姐。凌云直接摸上。柳夭夭浑身一酥，后退一步，脸上凝重几分。师弟胆子真肥，你也不怕这手没了？凌云笑了笑，上次师姐说的莫不是反悔？玩不起了。谁说玩不起？走，
带你去个地方。师姐还是说正事吧，你有什么事非要3更半夜约我来这说？凌云打打哈欠，什么都瞒不住师弟，确实有。师弟，做一笔交易吧，只要你配合我，给你500灵石。凌云，配合什么？很简单，在萧慕瑶的面前，你需无条件的配合我。不行，师弟放心，不会让你杀人放火，伤害你的道侣的。1000块灵石。好。太虚仙门天风，寒潭笼罩在朦胧雾气中。萧慕瑶解开束发的玉簪，如瀑青丝垂落腰际，素白里衣顺着雪间滑入水中。师弟，好看吗？凌云，不是，看得正起劲，你怎么出声了？柳夭夭道，非礼勿视啊，不过萧慕瑶这身子，连我看了都心动。谁？萧慕瑶瞬间沉入水中，只露一双寒眸，潭面以她为中心，咔嚓冻结，数十根冰刺破空射来。躲开！柳夭夭推开凌云，扑通一声，鳞刺骨的潭水中，凌云努力睁眼，生怕错过什么。见血色纱衣如绽放的莲般浮动，纤腰一握的剪影近在咫尺，这太刺激了！是你，凌云！凌云眨了眨眼，不仅没跑，反而饶有兴致地打量他。萧师姐别紧张，我意外落水了，不过我会游泳。闭嘴，不许看，再看就挖了你的双眼。萧慕瑶的声音透过水流传来，带着罕见的慌乱。还不快转过身去！哦，萧慕瑶快速披上外衫。柳夭夭在岸上偷笑。萧慕瑶的洗澡谁好喝吗？萧慕瑶挥剑嗡鸣。柳夭夭，怎么了？是你故意带他来的，我杀了你，再杀了他，再自杀，自己的清白。萧慕瑶羞愤。等一下，我俩先在老地方约会，是你自己大半夜跑来洗澡。此话一出，萧慕瑶瞪大眼睛，愤怒转头，死死盯着凌云。岂不是说他俩一直在？那不是全程被看了？萧慕瑶一双杀气四溢的眼睛。凌云，凌云浑身机灵，一道青芒而出，直袭凌云面门。柳夭夭瞬间出手，剑气擦着凌云的耳畔划过，咔嚓一声，将他身后的大石劈成2半。你怎么不躲？我忘了，你是废物，这萧慕瑶是动了杀念。你们不是道侣吗？看一下，不过分的吧？没必要下死手，刚才一击自己不挡下，凌云100%没命啊！柳夭夭意识到了什么，这2人的道侣关系真的有猫腻。萧师姐下手真狠啊！凌云拍拍心口，一击没得手，萧慕瑶再度杀来，柳夭夭持剑挡住。不讲一下道理，你滚开！我要杀了他！是你自己的失误，怎么想杀人灭口？这就是你啊，萧慕瑶！闭嘴！凌云不死也可以，必须挖掉双眼。有理说不清了，凌云师弟，还不快回去！休走！凌云见势不妙，萧师姐，我什么也没看到。再者，柳师姐说的对，我俩道侣看了也没什么。下一秒，整片寒潭的冰凌冲天起，如暴雨般向他射去。回到小舍，凌云刚松一口气，柳夭夭来了。凌云师弟，最近你躲着萧慕瑶一点，最好出去几天。那么严重，你都全看到了，你说呢？凌云翻翻白眼，还不是你，是师姐的不对，对不起凌云师弟。这样吧，师姐的礼衣送你了，好好珍藏。柳夭夭离去，把一件礼衣留下，空气淡淡的幽香，令人浮想联翩。凌云满头黑线，这女人早晚得弄她。凌云关门，连夜下山。青阳城周家大厅里，气压低的吓人。二长老回来了，一个侍卫慌慌张张跑进来报告。坐在主座上的家主周正文蹭地站起来，眼睛都要喷火了。杀我儿子的凶手抓到没有？周太岁风风火火闯进来，气得胡子都翘起来了。妈的，让他小兔崽子给跑了，老夫不死心，还追了半天不见人。老夫传回消息，让你们查白起，可有眉目？大堂中几位长老面面相觑，齐齐摇头。长老，那小子什么实力，连你出手也拿不下？何止拿不下，他都不好意思说。周太岁一巴掌拍碎了一张桌子，一个练气期的小杂碎竟能在老夫眼皮底下逃走。周正文听到这话直接懵逼了，拳头捏得嘎嘣响。啥？就特么练气期？这小畜生不仅杀了我儿子，连护卫张永平都给宰了，简直无法无天。白起，周家与你势不两立。周晨可是太虚仙门内门弟子，周家少主，以后前途无量。翌日，青阳城内，凌云购买了一批聚灵丹，消费6000灵石，都是摸尸来的，用着不肉疼。而他的灵石也快见底了。筑客栈、进塔、修炼，一刻没耽误。凌云一咬牙，将50余颗一品高级聚气丹一一吞入腹中。轰！丹药入腹的瞬间，狂暴的灵气如同决堤的洪水般在他体内炸开，经脉被撑得几乎透明，
皮肤表面鼓起一道道狰狞的灵气纹路。体内疯狂运行着藏道经。凌云感觉自己的身体就像个被不断充气的气球，随时都可能爆裂开来。5天后，一声长啸突然划破寂静。第一层中盘坐的凌云浑身巨震，周身毛孔同时喷出细密的血雾，那些淤积在经脉中的庞杂灵力，此刻终于被彻底炼化。啵的一声轻响，仿佛气泡破裂般细微，却又清晰可闻。凌云缓缓睁眼，眸中金光流转，那道困扰他许久的境界屏障终于水到渠成般自然破开，没有惊天动地的异象，只有返璞归真的宁静炼气6层了。凌云低头看着掌心缓缓流动的灵力，嘴角扬起一抹会心的笑意。剑魔前辈，我来也。训练室，凌云一声暴喝，只觉得体内用不完的力量。太虚剑法，八荒剑诀，直到体内灵气全部耗尽，凌云也没能击败同境界的太古剑魔尊灭道。凌云下楼点了一桌菜，修炼那么久，早已经饥肠辘辘。凌云，你个废材怎么在这？一道清脆声音传来。周莹看了下四周，这是聚香居不错，凌云这废物哪来的钱大吃大喝？凌云盯着眼前的美女，一时间没反应过来，靠着前身的记忆才想起来顾清玄的闺蜜。此人周莹，外门精英弟子，炼气8层境界，1米78身高，穿着高贵高领紧身衣裙，把自己包裹很严实，扎着高马尾，妥妥的保守派御姐风。跟顾清玄的气质不一样，也不似柳夭夭那般风骚，更不像林夕云般甜美可人。关你什么事？凌云一口灵酒，一口肉。莹莹，他是谁啊？周莹身边的男子冷不丁说道。一个不起眼的外门弟子。听说是外门弟子，那男人瞬间就失去了兴致。啧。周莹抱着手臂，居高临下的打量着他，满脸鄙夷。一个靠女人养活的软饭男，拿着清玄的灵石在这里挥霍，真是不要脸。哪只眼睛看得出是他留给我的？周莹冷笑一声，哼，外门之中，谁不知道你靠着清玄才站得住根脚？说不好听的，你就是一个吃软饭的，没钱没本事，住的地方也要好的，还不都是清玄付的灵石？要不然你凭什么吃灵肉？聚香居最低消费茶座费也要收你1块下品灵石，你这废物哪消费得起？周莹实在搞不明白，顾清玄如此美貌，为何会欣赏这家伙，选择跟他成为道侣，也不怕丢人。凌云无所谓，又不是吃你的，你发什么疯？周莹拧紧眉头，哼，就会嘴硬。清玄离开了，我看你以后能有什么好日子，别到时候怎么死都不知道。你是我女人吗？管那么多。周莹冷笑一声，满脸讥讽，就凭你也配？本仙子宁愿委身一头山野畜生，也绝不会让你这等蝼蚁染指半分，更别说萧师姐了。提醒你一句，你跟她不会有结果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青年眉头一皱，莹莹，跟他废什么话？打听白起要紧。白起杀了我哥哥，我一定要手刃了他。凌云，周晨跟周莹是兄妹，周莹跟那青年离开聚香居。有人道，周仙子这话什么意思？哈，这题我会，下面就算臭了，也轮不到他舔一口呗。周围瞬间一片笑声。凌云经周晨一事，终是悟了，任他3000世界轮回万载，有钱便是爷。若再兼一身通天修为，那便是大爷中的大爷。几天后，青阳城西街新开了一家名为凌云阁的小店。凌云阁暂时只卖一样，符箓，一阶符箓以及2阶。卧槽，这儿啥时候开了家符箓店？路过的王明阳眼睛一亮，直接冲了进来。老板，快把你家符箓拿出来，我瞅瞅。王明阳急吼吼地拍着柜台。王明阳最近一直在寻找一种特殊的符箓，表面泛着青光的护身符，这种符箓只有在太虚仙门的方式才有售，还他妈经常断货，让他苦恼不已。凌云掏出一张泛着青光的护身符，你看合适？我靠，就是这个！王明阳激动的差点跳起来。最近这符箓在太虚仙门那边都传疯了，掌柜的你从哪儿搞来的货？太牛逼了吧！凌云眨了眨眼，一脸茫然。啊，有那么火？王明阳瞪大眼睛，你居然不知道？这符箓便宜又好用，1阶的威力都快赶上2阶了，用起来阴人特别爽。卧槽，2阶的也有。我在太虚仙门那边只能买到1阶下品，老板你这店可以啊？王明阳惊了，掌柜的，给我来10张1阶中品雷击符，10张1阶中品护身符，10张1阶中品寒冰符，给新店开张9折，一共收你480块下品灵石，祝掌柜的生意红红火火，记得帮宣传。王明阳，那么好的东西，傻子才给你宣传。第一天，凌云卖了100多张符箓，赚了也有2000多灵石吧。如此反复过了大半个月的时间，凌云白天卖符，晚上修炼、训练、制符，
赚到的灵石大部分用于购买丹药。炼气7层，终于突破了。凌云手里还握着1万灵石。这天，凌云正常营业，店里来了几个客户。听说没有，昨天晚上千煞门正式对太虚仙门发起进攻了。青阳城很多小队都去除魔味道去了。这一次的魔道来势汹汹，不仅有千煞门，还有炼魂门。送走几个客户后，凌云眯着眼睛，不知道仙门有什么任务没，已经20多天没回去了。萧慕瑶的气消了吧？就在此时，他的弟子身份牌亮起。凌云接到宗门任务，战事吃紧，让他前去前线报道，不得违抗。太虚仙门刚回到小舍的凌云遇到了王恒。咦，凌云师弟，你这是打算去哪？出任务去前线？你缺贡献点？暂时不缺。那你不要命了？为什么去前线？你这种实力就是去送死。怎么说？王恒眯着眼睛道，派去前线的弟子一般都是为了贡献点资源的，还有一部分就是在宗门里得罪了人。我不说了，我接了一个任务，得赶紧出发。保重。凌云原地愣住，卧槽，是萧慕瑶这女人要我命，这女人真他妈的小气。凌云握紧拳头，这场冲突凌云有了点了解。千煞门在太虚仙门地界发现了一座灵矿，2个势力为了争夺资源大打出手。落星山谷，身份牌凌云，才炼气3层。记录的弟子抬头看了一眼凌云，眼睛闪过一丝疑惑。去先锋小队。先锋小队就是在最前方带头厮杀的，小队除了队长已经死了3批，上阵不到3小时阵亡，这已经是划分过来的第4批了。凌云离开后，记录弟子摇头，又是一个得罪大人物的可怜家伙，上面亲自点名放他进先锋小队，怕他死得不够快啊。先锋小队人齐了没？一个身穿内门服饰的弟子走进来。师兄，一共11个。来不及了，先锋小队听着，命令来了，随我去落星谷西边，有一批炼魂门弟子在那里。凌云都没来得及熟悉一下，就跟随着11人前往诛杀炼魂门弟子的路上。我们的任务很简单，你们要做的就是不顾一切向前冲，不要害怕，因为这群邪修的境界比你们低一点，是立功的好机会。先锋小队队长声音洪亮。11人除了凌云淡定外，其他10人脸色激动。雾气弥漫的树林中，去吧！杀！魔修，给我死！11人冲过去，瞬间引起了炼魂门弟子的注意。炼魂门弟子的33个是什么境界都有的杂队伍，上头派他们来是探查太虚仙门的部署的。哈，你们爱搞笑，炼气3、4层也敢带头冲？太虚仙门是没人了。3道凌厉的剑光骤然闪现，刺骨的寒意瞬间笼罩四周，剑芒迎风暴涨，化作数丈长的寒光劈炼，朝着先锋小队横扫而去。极光斩，剑光所过之处，地面被离出3道深深的沟壑，周围的温度骤降，空气中凝结出细小的冰晶。这是皇级上品武技，虽不算顶尖，但胜在出手迅捷，锋芒毕露。噗！最先的几个弟子瞬间气化，空气一阵血腥味。到死都不明白，为什么跟队长说的不一样？不是实力比他们低吗？师兄，什么时候动手？潜伏在附近的荣耀小队一直注意着他们的情况。再等一下，再不出手，他们都得死完。急什么？一群蝼蚁，死了就死了，能为宗门而死，死得其所。凌云躲开了极光斩，身影一跳，剑出人不归，一剑拿下一血。先锋小队原本恐惧的，看到凌云旗开得胜，又觉得他们行了。噗！一个邪修弟子瞬间来到了先锋小队跟前，一股恐怖威压。不好，他是炼气8层，这还打个屁！血煞地裂。炼魂门弟子狞笑一声，猛然跺地，脚下瞬间蔓延出蛛网般的血色纹路，一股阴邪灵力顺着地面疯狂窜向他们，所过之处泥土翻涌，竟渗出腥臭的血水。这是邪修秘传的地阶下品武技，以妖兽之精血为引，催动地脉，煞气伤人，沿途草木尽数枯萎，连石块都被腐蚀得滋滋作响。可怜先锋小队3人瞬间化为一滩黑血水。时机成熟，杀！荣耀小队，随我一起建功。话音未落，密林中突然杀声震天，只见荣耀小队数十名精锐弟子从四面八方合围而来，瞬间将炼魂门众人困在中央。为首的正是身着内门服饰的青年，手中长剑泛着森冷寒光，嘴角噙着一抹冷笑。不好，我们中计了！炼魂门弟子顿时骚动起来。不出片刻，死剩下1人。满脸阴鸷的黑衣男人猛地抬头，眼中迸射出怨毒的光芒。赵远山，原来是你设的局。石有葵，兵不厌诈这个道理，你们炼魂门应该最清楚不过。赵远山周身灵力涌动，赫然是宁元境一重的威压。石有葵咬牙切齿，声音嘶哑：为了引我们上钩，你竟不惜让同门送死，
真是好狠的手段，这般心狠手辣，倒比我这个邪修更像魔道中人。在残存的先锋小队3人，2名弟子已经怒不可遏地握紧了兵器，唯独站在最后的凌云依旧神色平静，只是那双深邃的眼眸中隐隐有寒芒闪动。多说无益，死！噗！赵远山剑锋轻挑，地上多了一具尸体。这一战，先锋小队死了9人，1人重伤，1人轻伤。凌云衣服有血，众人看不出来是敌人的还是他自己的。哈哈，你们不错，荣耀小队能斩杀这群邪修，你们也有一份功劳。等下会有人给你们记录战功。师弟们，把战利品收一收，我们走。赵远山大笑离去，丝毫不再关心他们的死活。凌云抬头认出此人，宗门外门弟子考核的第3名张子豪，被收入第2峰。当时的张子豪境界才炼气3层，如今已经突破到了炼气7层，加入风头果然不一样，资源比普通多了。回的临时营地，先锋小队队长道：你们3人能活下来，太让我意外了。赵师兄很满意这次行动。凌云面无表情，其他2人敢怒不敢言。底层弟子没人把他们当人，原以为担任先锋小队队长没有油水，没想到能碰上赵师兄这种好人，配合他出任务，战利品分他一点。至于先锋小队的生死，与他何干？早晚都是死。很快的，临时住所内剩下3人。李兄别生气了，好歹我们活着，还分到了战功。比起上一批先锋成员全军覆没，我们还剩3，算很好了。李阳心里好受一点。凌云道：别高兴了，看看你们的战功再说。草他妈的，7人太甚，老子拼了半条命就分到20战功。躺在地上脸色苍白的林昊天，你还有半条命，俺可是重伤。他们压根没把我们当人。一个小队的战功，我们活下来该平分掉的，怎么只有20？打发叫花子呢？太他妈的欺负人了。别激动，也有可能不是赵师兄干的，是队长私吞了。他们2个都不是东西。凌云眼睛半眯，一句话也没说，但确实让他生气，被人利用，当成牺牲品，好不容易完成任务，一个队伍的战功还被私吞，就分给他们一丁点，这就是底层弟子那么没尊严。凌云兄弟，你最强，你说该怎么办？林昊天目光看着凌云。李阳瞪大眼睛，什么？他最强？你怎么知道我最强？俺都看到了，这一战你没受伤，反而杀了2个人，俺没死，也是你救的我吧，谢谢你。不必客气，随手的事。老大，你若能破局，以后你就是我的老大。李阳认真道，待在先锋队，迟早被队长搞死，他还想多拿战功呢。俺也一样。凌云冷笑，杀马奎？什么？干掉队长？李阳已经瑟瑟发抖了。马奎虽然也是外门弟子，可是在风头长老门下是不一样的，而且实力炼气7层。杀害同门，按照宗门规矩，可是要被废掉修为，放逐宗门禁地受刑的，那滋味生不如死。林昊天咬咬牙，想到自己被马奎害得那么惨，狗屁队长，他也配？出卖我们，大部分战功还私吞掉，好处全他拿了。李阳，疯了吧？你半死不活就别说这种话了。林昊天不舍得吞下一颗疗伤丹，最后一颗了，我不能倒下。一道突兀声音从外面传来，快起来，别睡了，出任务了。只见马奎走进来，后面跟着5个炼气4、5层的弟子。李阳和林昊天对视一眼，他妈的，又出任务。从分配到先锋小队，他们就没有休息过一刻。先锋小队8人，相互熟悉一下，马上跟我走。李阳道：队长，这一次又是什么任务？你得跟我们交代清楚。林昊天：对，我们有权利知道任务的内容。半个小时前，清风小队所在的驻扎地失去了消息，我们作为先锋小队，只是让我们小队先去刺探消息，这是简单任务，完成就有战功。好了，该说的我已经交代清楚，马上出发。半路上，李阳小声问道：凌云兄，马奎一定有事瞒着我们？凌云还不算笨。林昊天一惊，那怎么办？难不成我们心甘情愿又一次被利用？我就知道任务不简单，落在先锋小队的任务全部是9死1生，哪有简单的，都巴不得我们早点死。马奎是炼气7层，一旦有意外，他肯定会第一时间逃。凌云道：任务不假，但很危险，清风小队驻扎地十有8、9设埋伏，就等着我们自投罗网。李阳、林昊天脸色苍白，这畜生又骗我们。哎，先锋小队就是这样，你我进来那一刻就该明白，强大如清风小队都被灭了，我们这次必死无疑。凌云瞬间一愣，想到了什么，停下脚步，回头看着马奎。马奎，我们的任务真的是去清风小队驻扎地刺探消息，你小子什么意思？还敢直呼我的名字，是不是想死？马奎怒了，
一个小瘪三敢质疑他？凭什么？凌云冷冷道：“说，草你妈的，你算什么东西？”马奎勃然大怒，双目瞬间变得赤红如血，那张本就阴鸷的面容此刻更显狰狞。找死！他一声暴喝，周身灵力疯狂涌动，右拳瞬间被一层凝实的灵气包裹，带着呼啸的破空声狠狠砸出。凌云不动，看着拳头准备落下，3米、2米、1米扑！别杀我！马奎瞬间倒在地上求饶。众人一惊，凌云走过去，一脚踩在他的脑袋上，把你知道的告诉我。我说，这条路有千煞门的埋伏，赵师兄让我们牵制住敌人，他们去清风小队驻扎地，然后清除敌人在包抄，彻底灭杀敌人，我都交代了，可以饶我一命了吧？李阳怒了，一脚踹在马奎身上，畜生，让我们牵制敌人，等不到他们包抄，我们就已经全军覆没了。林昊天，对，他利用我们麻痹敌人心理。其他5个成员脸色不自然起来，这跟送死有什么区别？马奎，我也没办法，这是任务，我们是先锋小队，必须执行。噗，见出人不归，地上多了一具尸体。众人看向凌云的目光带着敬畏。炼气7层，说杀就杀。马队长不幸为宗门捐躯，我们继续走吧。众人，见过狠的，没见过不要脸，还他妈狠的。老大，你疯了？明知道前面有埋伏，我们还去？凌云笑了笑，你也说了埋伏，我们潜入黑夜，杀他们的措手不及，而且我们没有退路。李阳咬咬牙，好，我跟你，现在退缩，回去也是要担责，搞不好会被当逃兵杀了。你们呢？听队长的。林昊天，老大，我们实力低，偷袭也未必能赢啊，打不过就跑。哈哈哈，对。不多时，凌云带着7人摸入了敌人的埋伏区。千煞门宁渊镜1人，炼气8层2人，一个炼气9层，埋伏在此。他们会上当？不清楚。以太虚仙门的行事作风，他们一定会来的。他们却没有发现，凌云的小队已经摸到了后方。那么强？凌云眯着眼睛，随便一人就不是他们能对付的。我先吸引他们出来，你们一个个合作起来搞偷袭加不择手段。队长，我擅长用毒。毒？好，你去安排在西边的树叶荼毒，我们来一招请君入瓮。一切准备好之后，凌云如鬼魅一般杀出，太虚弄月，剑锋出鞘，银芒乍现，如流星划破夜空，迅疾而凌厉。最近一个敌人尚未来得及反应，剑光已贯喉而过。他身形一滞，瞳孔骤然收缩，喉间鲜血喷涌如泉，未及一声闷哼，便已重重倒地，气息全无。谁？噗！凌云看准时机，寒光又闪，轰轰！旁边一个炼气8层敌人瞬间躲开攻击，满眼怒火。该死的，有人偷袭！凌云施展龙须9步，快速逃离。杀了他！宁渊镜敌人脸色难看。穿过小队埋伏区，7人施展手段，敌人猝不及防，发出惨叫。他受伤了，炼气9层被阴了一把，胸口流出一大片血。至于炼气8层，顾着去追凌云，一不小心中了一个暗器，此刻倒在地上，气息全无。太虚仙门，你们该死！炼气9层赤红着双眼，发疯一样朝着他们杀来。另一边，凌云停下脚步，宁渊一重的敌人追上。逃？你怎么不逃了？本来他们才是埋伏在暗处，随时准备要太虚仙门弟子命的人，结果反过来被埋伏，死了一个师弟。此刻他的脸色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凌云，逃？我什么时候逃了？什么？宁渊镜的敌人疑惑，只见凌云施展身法，朝着他杀来。有意思，你故意引我出来，但是你忘了，我是宁渊镜一重，而你不过。然而就在下一秒，他的脸色却是陡然间大变，剑光一闪，他的剑锋竟被硬生生震断。寒刃碎片迸溅的刹那，一道凌厉剑气已透胸而过。他踉跄后退，低头看着胸前绽开的血线，眼中满是不可置信。噗！卧槽！黄猿瞪大眼睛，这怎么可能？自己被炼气气的伤了？再来！凌云冷笑。八荒归一。黄猿转身就逃。这尼玛的，怎么打？剑气凝成山岳虚影，重若千钧，压碎他的筋骨。杀人摸尸，凌云一剑斩下死者手指，一枚纳戒到手。那么穷，里面有几十块灵石，一些不值钱灵草，还有一本功法，是灵诀。另一边，7人跟炼气9层的邪修缠斗一起，半点讨不到好处。瘦子，你不是用毒了吗？怎么还不起作用？你瞎，他已经中毒了，不然以他的实力，我们早是一具尸体了。林昊天道，再不出全力，等他缓过来，死的就是我们了。紧接着，
林昊天双腿猛踏地面，身形如惊鸿掠起，手中长剑迸发出刺目寒光，一道剑气朝着炼气9层邪修怒斩而下。其余的人也纷纷动了，各种攻击直接招呼上七杀剑诀，给我死！炼气9层邪修彻底怒了，剑锋震颤间，寒芒乍现，剑刃之上陡然迸发出炽烈剑光，宛如烈焰缠绕，携着凌厉无匹的杀意。七杀剑诀旋即上品武技，也是他的底牌，可见他多么的愤怒。不好，快躲开！啊，这一招很有效果，地上躺着7个人，皆是全部满地打滚。哈哈，敢暗算我！噗！炼气9层邪修身体瞬间被斩成2半，凌云的身影出现。老大，太好了！林昊天跟李阳他们都以为要完了，包括凌云也不可能是宁渊一重的对手，这他妈的是毒，太假了！瘦子不好意思，老大，你杀了那宁元镜的。凌云摇头，没，他意识到中毒，逃跑了。也对，若真是凌云杀的，还了得！收拾一下，去清风小队驻扎地，搞不好能有大收获。众人对凌云的决定没有异议，跟着凌云才能收获战功。老大，这个给你。什么玩意？七杀剑诀，应该是千煞门的武技，还挺厉害的。凌云翻了一遍，全部记下，随手便扔回给林昊天。给你了。清风小队驻扎地，一切如同凌云猜想一样，千煞门埋伏的重点是这里。5个宁元境以上，张远山带领的荣耀小队打得很辛苦，甚至还受伤了。姓张的，你也有今天，别指望有支援。张远山很憋屈，严重低估，没想到千煞门留了5个宁元境。荣耀小队拼尽全力，同门死伤一半，才杀了4个宁元境，还剩下最后一个。现在只要有一个帮手，就能打破局面。师兄，我们来了！凌云小队赫然出现。张远山瞪大眼睛，你们怎么会活着？太他妈的憋屈了！卧槽，怎么会是你们的支援？千煞门陈英杰脸上露出一丝丝恐惧，如今他跟张远山剑气对峙着，什么也做不了。快出手杀了他！张远山太兴奋了。凌云道，师兄，我可以出手，战功怎么算？你有没有一点宗门荣誉？这时候还念着战功，你想看着我死是不是？话不能这么说，我们小队中了埋伏，要不是我们命大，也到不了这里，你们的结局可想而知。张远山要吐血。好，给你战功，别墨迹了，快杀了他。给多少？实事求是，该多少就多少。不行，我们是关键。那你想要多少？7成。你不行，我们再等等，等你死了，所有战功都是我的。凌云不急。张远山咬牙切齿。好，没问题。噗！凌云一道剑气划出，那宁元境邪修被迫下线，含恨而终。随着这一战，杀2名宁元境武者，2个炼气7，凌云靠着藏道经，实力又往前一步，距离炼气7层初期巅峰也差临门一脚。张远山大怒，你敢趁机要挟我，战功作废！凌云摇头，师兄，谈不上要挟，你情我愿的交易，看看这是什么？刘颖石，你们！张远山气炸了，这回想不认都不行。师兄为人信守承诺，是师弟小人了，信不过。张远山无话可说，咬牙切齿看着凌云。好，我记住你了。马奎人呢？回张师兄，队长因公殉职，为宗门捐躯了。说人话，队长逃跑，被宁元境邪修打死了。什么？那你们怎么活下来的？都是瘦子干得好，用毒偷袭，我们才侥幸逃出来。一群废物！此行任务顺利完成，张远山拿到了战功2000，分了7成给凌云他们。而荣耀小队付出那么多，就只拿到600战功。凌云把战功分了，每个人分150，自己拿350，7人没有意见。没有凌云，他们都死了，还谈什么战功？凌云师弟，你怎么在这？一道倩影出现，带着几分惊喜。凌云抬头，正是林希云。你是清风小队的？凌云拍一下林希云后面，林希云瞬间脸色绯红。怎么可以？大那里？林师姐，那么危险，你怎么会来战士一线？今晚自己不来，岂不是林希云没命了？跟荣耀小队一起被杀得干净。林希云恢复平静。我已炼气9层，宁元丹还差2颗，参加清风小队，能无条件拿1颗。你还缺？林希云，你卖了妖丹，不是换了1颗宁元丹了吗？师弟有所不知，宁元丹效果差，为保证顺利宁元成功，一般都需要2到3颗才稳妥。凌云满头黑线，我给你，你马上退出清风小队，退出战场。这女人来什么战场？可是没得商量。凌云掏出1瓶宁元丹，塞给林希云，这玩意对他暂时没用。谢谢林师弟，
等我宁渊成功，换我来保护你。林希云眼眶微红。洛心谷，先锋小队营地，凌云一行人终于得到喘息之机，酣睡了一天一夜。林浩天跑进来，老大，好消息，你是队长了。坏消息来一个管我们的指挥使。凌云挑眉，走，去见见。踏出营帐的瞬间，凌云抬头，脑子转不过来，怎么是你？你是先锋小队的。周莹蹙起秀眉。凌云点头，那听好了，先锋小队需要完成一个任务。凌云，周莹不悦，把这东西安全送到炎龙小队指挥使手上。凌云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要去炎龙小队必须经过炼魂门核心区，这是必死的任务，这女人要弄死他。凌云缓缓抬头，眼中寒芒闪烁，你这是要我们去送死？周莹唇角勾起一抹冷笑，这就是先锋小队的任务，你可以拒绝，只要跪下来求我，我可以把任务给其他队。别不知道珍惜，我是看在清玄的面子才给你的机会。周莹见状，红唇勾起一抹讥讽的弧度，哈哈，你高傲的脑袋会不会低下，跪求我换人？凌云，这任务我接了。老大，500点战功，我没理由拒绝。你们留下，我一个人去。周莹暴毙而立，傲人的胸脯随着冷笑微微起伏，还挺硬气的，不过就凭你这废物，我能指望什么？你出任务死了也跟我没关系。凌云没有理会他的嘲讽，简单交代了几句便独自离开了营地。几个时辰后，在众人难以置信的目光中，凌云安然返回。你没去，我就知道你贪生怕死。周莹先是一愣，随即脸上浮现讥讽之色。凌云慵懒地伸了个懒腰，谁说没去？任务已经完成了。不可能，把身份牌拿来查验。凌云随手将身份牌抛给他。周莹渡入一缕灵气，脸色骤变，任务记录清清楚楚地显示已完成，有炎龙小队指挥使的证明，不会有假。没事的话，我先去休息了。你，周莹气得在原地狠狠跺脚，却只能从牙缝里挤出一声冷哼。与此同时，荣耀小队驻地，张远山面色阴沉如水，一掌拍碎了身前的石桌。该死的凌云，区区一个炼气期的废物，也配从我手中夺走战功？必须想办法除掉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张远山杀意翻涌，身旁一名尖嘴猴腮的弟子阴笑着凑近。张师兄，在营地里确实不好直接动手，不过吗？少卖关子。张远山冷声道。那弟子压低声音，我们可以借刀杀人，只需……张远山眼中金光一闪，嘴角勾起残忍的弧度。好，就让他们狗咬狗，记住做得干净些。弟子阴恻恻地笑道，师兄放心，保管让那小子死无全尸。先锋小队驻地，周莹接到一个特殊任务。王虎师弟，我可以拒绝吗？赵师兄说了，事成之后高级屁海丹给你一颗。周莹咬咬牙，好，回去告诉赵远山，这任务我接下了。第二天碧空如洗。凌云，上面来任务了，带领你的先锋小队在洛心谷护送伤员出去。周莹面无表情道。凌云接过任务，什么时候出发？随你。回到营帐，李阳他们走过来，队长，又有什么任务？护送伤员出去。好任务啊，多轻松，出去的路都是我们的地盘。凌云却说不出的感觉。准备一下，我们马上出发。一路上风平浪静，加快速度，天黑前必须赶到安全区。凌云低声催促，目光警惕地扫视四周。老大，伤员不见了。凌云扭头，护送的伤员跑得没影了，后方经过的桥也被砍断，退无可退。操，被做局了。突然林中传来一阵阴冷的笑声，呵呵，太虚仙门的狗杂碎，往哪里逃？数十名身着黑袍的千煞门弟子从地上跳出来，将众人团团围住。为首的黑袍人冷冷道，今日就让你们葬身于此。土遁术是千煞门的埋伏。李阳脸色大变，老大，怎么办？怎么会有千煞门的邪修？林浩天瞪大眼睛，这10几个人最高修为宁元7重，还有3个宁元境的，而先锋小队面露死灰，他们就是一群小人物，炼气最高不过6层的渣渣。你们谁是凌云？我是。黑袍人眼中杀意暴涨，好小子，够种，你杀了老子唯一的儿子，今日必须血债血偿。墨手里沙煞门的一名真传弟子，实力宁元境8重。凌云额头出汗，对方竟然能够说出他的名字，而且实力宁元7重，不是自己能够对付的。你们快逃，逃到断桥处跳下去，这是你们唯一的活命机会。3、2、1，跑！随着一声暴喝，凌云甩出3张烟符，轰的一声，浓烟瞬间遮蔽视线。老狗，你儿子就是我杀的，有本事拿我人头啊！墨手里目眦欲裂，
浑身煞气冲天。操！给我杀了他们，一个不留！后面不断传来惨叫声。凌云顾不得了，他朝着反方向跑，已经引开了莫守礼。我能让你逃了，岂不是丢尽千煞门的脸？轰轰！莫守礼在后面紧追不舍，他口中蹦出一声森然低喝，煞魂旗猛然挥动，霎时间阴风怒嚎，万鬼嘶鸣，血势八荒，旋即下平五际。漆黑的旗面翻卷如墨云压顶，滚滚煞气凝成一道血色洪流，携着吞噬生灵的凶威轰然砸落，仿佛要将眼前的一切拖入地狱。凌云瞬间感觉灵魂被撕扯，口中一甜，直接被打飞出去。噗！凝元镜七重果然很强。八荒剑影，刹那间八道剑影骤然暴起，让人分不清虚幻。小把戏！莫手里挥手就破了，见凌云又逃，瞬间怒不可遏。砰！他妈的，老狗别追了，你被人利用了。你儿子不是我杀的，至于那么拼命，惹毛了我，后果很严重。不可能，他们说是你杀的，而且你也承认了。操，无脑！凌云火大，施展龙须9步，连续躲开了莫手里的攻击。哈哈，你这身法那么诡异，至少也在地级以上，乖乖把它交出来，老子留你全尸。想要吗？杀了我，这些自然是你的，老狗。你不给活路，那我便杀出一条。太虚剑法，八荒归一。凌云一声厉喝，周身气血轰然爆发，磅礴剑气如怒龙出渊，撕裂长空，朝着莫手里狂斩而去，垂死挣扎，天地一煞。莫手里冷然一笑，骤然出手，单掌猛然推出，周身黑气翻涌，瞬间凝聚成一只遮天蔽日的巨大煞掌，掌心纹路如深渊沟壑，散发着吞噬生机的恐怖威压。千煞门5技，天地一煞，旋即下平5技。轰轰！剑气与煞掌悍然相撞，凌云的剑法在这一掌面前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如同鸡蛋碰石头。凌云施展身法，再度躲开，让莫手里咬牙切齿。你只会躲。几个回合后，莫手里累得够呛，却没有给凌云造成伤害，越想越不对劲。这小子居然把他当陪练，在他面前练身法，奇耻大辱。而且他凝元镜7重的实力，那么久拿不下凌云。杀字诀，给我死！莫手里一声暴喝，周身煞气骤然沸腾，杀意凝如实质。凌云等的就是现在。莫手里耗费那么久，体内的灵气明显不足。老狗，接着。什么？凌云甩手掷出符箓，3张2阶下品符箓，爆炎符，足够莫手里吃一壶。一阵烟尘后，莫手里大口喘气，黑袍破破烂烂，嘴角有血，他快要气死。这是2阶符箓，威力太强了，难怪老子伤了你几次，你还能站起来，原来你的护身符不一样。凌云没有废话，祭出血幽，威力至少多发挥2成。两人一追一逃，已经到了云山山脉边缘，悬崖下方就是深不见底的断魂崖。葬生指，这是你一个正道弟子修的什么邪门功法？莫手里大惊失色，一股死亡气息扑面来而出。啧啧，好一个魔道！谁？突然出现的声音打断了凌云跟莫手里的战斗。只见悬崖的一棵树下站着2个人，一男一女。男的身姿挺拔，一袭绣着北斗7星的玄色长袍，随风轻扬，银线织就的开阳星冠在阳光下流转着清冷的光辉。那张如玉雕琢的面容上，一双凤眼含着3分笑意7分傲意，举手投足间自有一股浑然天成的霸气。至于那女的，好一个气运之女，这颜值简直逆天了。一袭素白长裙衬得肌肤如雪，腰间粉色丝带勾勒出完美曲线，那远山般的黛眉下，一双秋水明眸顾盼生辉，往那一站，整个人都在发光。什么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在他面前都弱爆了。被凌云那种目光盯着，女人仿佛遭受到了亵渎。神5月，女子朱唇轻启，魔道邪修，都该死。是，师尊。男子弹出一道光芒，莫手里瞬间被劈成2半。凌云，多谢前辈出手相救。男子冷笑，你高兴得太早了，该你了。等等，我不是魔道，我是太虚仙门弟子，这是我的身份牌。女子声音冰冷，徒儿宁可错杀，不可放过任何的一个邪修。是，师尊。凌云心里一句卧槽，这女人有病啊，她只要看一下身份牌就能发现她不是魔道。等一下，你们怀疑我魔道，无非就是我用的武技，那是我意外得到的，我真的不是魔道弟子啊。徒儿别听他废话那么多，正道弟子不会修炼邪修之法，修炼了就是邪修，说明心术不正。你这是什么狗屁言论？世间哪有正邪之分？男子见芒，男子眸光一冷，指尖骤然迸发出一道璀璨金芒，正是其独有的玄天诛魔指。灭！
一字真言吐出，天地骤然变色。那道金芒看似缓慢，实则蕴含时空法则。凌云周身3丈内的空间瞬间凝固。凌云瞪大双眼，眼睁睁看着金芒穿透自己的护体罡气，直入子府丹田。咔嚓，丹田开始破碎。凌云七窍流血，体内灵气如决堤的洪水。更可怕的是，那金芒于事不减，竟顺着经脉直冲识海，要将他的元神一并绞杀。太狠毒了！凌云疯狂运转藏道经，在最危急时刻，一道道藏灭之力把这一道金光吞噬，连同丹田的裂痕也堵住。噗！凌云愤怒的双眼，身体坠入断魂崖。男子眯着眼睛，蝼蚁的眼神终究是蝼蚁，活不了。为师这般境界，入了断魂崖也没把握能出来。他丹田已经破碎，九死无生。女人站起来，身材高挑，目光落在这断魂崖。师尊，你说丹田破碎还能活吗？活着比死难受。噗！一柄缠绕着噬魂黑炎的古剑从他后心灌入，剑尖带着破碎的金丹从丹田穿出，冲天剑气搅碎云霞，在女子雪白的道袍上绽开触目惊心的血莲。晨儿，你为何？男子阴冷的目光。师尊，你不死，我难有出头之日。师尊，今日徒儿要冲师了，别挣扎了，临死前做点好事。你无耻，欺师灭祖！女人宁死不从，反手打出一巴掌，掉下断魂崖。大意了，该死！男子阴冷的目光想要冲下断魂崖，却又被无尽的煞气吓退。罢了，反正你境界没了，修为全无，落入断魂崖，绝无活下来的可能。可惜了，徒儿可惦记你很久了。断魂崖底，阴风怒吼，凌云的身体狠狠砸在漆黑的岩地上，骨骼发出令人牙酸的碎裂声。他猛地喷出一口鲜血，血液还未落地，就被四周翻涌的煞气腐蚀成黑烟。啊！无数狰狞的怨灵在浓雾中若隐若现，似一个个人在撕扯着他的魂魄，每一口呼吸都带着腐臭的幽冥之气。凌云颤巍服下一颗疗伤丹药，勉强能够活动身体。那对狗男女实力太强了。凌云双目赤红，咬牙切齿地低吼道：今日之仇，我凌云记下了。话音未落，四周怨灵的撕咬让他痛不欲生，他强忍剧痛盘膝而坐，藏道经全力运转。刹那间，崖底翻涌的煞气如同百川归海，疯狂涌入凌云体内。那些狰狞的怨灵发出凄厉惨叫，却逃不过被炼化的命运，成了凌云的壮大神魂的养料。哈哈哈，天不亡我，因祸得福。凌云惊喜地发现，这藏道经竟能化煞气为灵力，转怨灵为魂力。虽然丹田处的裂痕依旧隐隐作痛，但此刻他的神魂强度反而更胜从前。对于别人来说，断魂崖是死地，对他来说可是福地啊！砰！有什么东西砸下来了，好像是一个人。凌云神识在迷雾中很有限，难不成那死狗他死要见尸，活要见人？凌云眉头一皱，好像没动静了。走近一看，凌云瞳孔瞪大，刚刚还高高在上如女帝般尊贵的女子，此刻竟虚弱的倒伏在地，浓郁的黑色煞气如毒蛇般缠绕着她，不断侵蚀着她的身躯，令她原本银白的肌肤都泛起了不祥的灰黑色。这脑子转不过来了。哈，臭婊子，苍天有眼！女人还有气息，手指掐得发白。你邪修，你怎么可能摔下来没死？凌云冷冷的目光一把抓住女人的头发。啧啧，你不是很牛吗？拽一个给我看看，丹田破碎比我还惨。虽然不清楚上面发生了什么，但能猜测几分。剑锋从后心贯穿身体，明显偷袭行为。那男的欺师灭祖呗，选了一个好地方。把你肮脏的手拿开！该死的，别碰我！神武月头皮发麻，无法容忍自己的神躯被一个下等杂碎触碰。凌云邪恶一笑：你还有高高在上的样子，不过是废物罢了。一口一个我该死，我哪里得罪你了？你不是要杀我吗？来啊，臭女人，你以为你什么东西？我是邪修，老子今天就写给你看！凌云捏住神武月的下巴，下一秒，神武月天旋地转，眼前的一切变幻莫测，原本冰冷刺骨的环境转眼变成了一处鸟语花香的秘境空间。这是活气！神武月颤抖一下，放了我，不然你会死得很惨。嘿嘿，我会不会死不知道，但你一定会叫得很惨。不，别碰我！你敢碰我，我马上死给你看！凌云笑了笑，好啊，你死啊，给你一把刀，现在死给我看！神武月脸色苍白，再没有半点女帝的威风。不，他不能死，他要报仇，他要亲手杀了南宫城这叛徒。神武月还是无法接受事实，他修为全部废了，丹田破碎，人还被一个无耻邪修囚禁在活气空间内。你最好放了我，别等我修为恢复，否则我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我等着，
我也相信会有那么一天的，现在不死，就滚过来给我捏脚。做梦。沈五月认清现实了，不过他从不是服软的人，必须想办法摆脱控制。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扑通一声，凌云直接把他扔入灵泉，一手按着他的脑袋。高冷、傲娇、狂妄，呵呵。沈五月修为全无，在水里无法呼吸，拼命的挣扎。凌云抓住他头发，谁在做梦？此刻的沈五月很狼狈，脸上有水，也有泪水。捏不捏？我不。咕噜咕噜。捏。咕噜。凌云要的就是沈五月低下高傲的头颅，一步一步摧残他的自尊。我捏，别啊！沈五月饱含泪水，爬到凌云身边，给他捏脚，可以吗？凌云居高临下，这视野还能看到脖子下那一抹若隐若现的沟壑。啊！凌云一把拉起沈五月，抱了个满怀。好香！你要对我做什么？警告你，你若是对我做那种事，我自杀也不愿被你侮辱。凌云笑了笑，别紧张。此刻的沈五月被抱着，身体不停地颤抖，若强硬的来，是真的会自杀，所以凌云见好就收。这女人太强势，还得慢慢的来，一步一步践踏她的底线，攻克她心理防线。外界，凌云周身泛起淡淡的神魂波动，识海中的精神力如同涓涓细流，缓缓汇聚。忽然间，嗡，一阵轻微的震颤从他体内传出，识海中泛起涟漪般的光晕，原本松散的神魂之力逐渐凝实，化作一团朦胧的光球。神魂提升，相当于凝元一重。我的丹田必须得想办法，不然对战时候使用过度还是会破的。眼下身处断魂崖底，四周怨灵被他吞噬的差不多了。太虚仙门，小舍。萧慕瑶美眸一暗，正准备离去，便看到了归来的王恒。见过萧师姐，你可知凌云去哪了？为什么几个月都没见他？王恒道：师姐，有句话你不想听，我也要说了。虽然凌云资质差了一点，但总归是你的道侣，你怎么忍心让他去战士一线？他那点实力不是送死吗？什么？凌云去战场了？萧慕瑶，怎么回事？具体我不清楚，好像凌云得罪了什么人，也有可能是因为萧师姐。话音一落，王恒抬头，已经不见了萧慕瑶的身影。天风幽静的院子，宋诗柔推门而进。慕瑶，你道侣上战场了，他那点实力绝不是自愿的。我知道了，你干嘛？去落心谷。我早跟你说了，解除你们的道侣关系。宋诗柔大概知道为什么名单上会出现凌云的名字了。我不说了，去一趟落心谷。落心谷，逃过一劫的林昊天带着伤回来，整个小队就剩他了。周指挥使，任务失败了。周莹假装吃惊，其他人呢？怎么就你一个回来了？死了，他们都死了。周莹松了一口气，凌云，你怨不得我，你得罪了赵远山，迟早没命。你说什么？一道震惊的声音传来。萧慕瑶走进来，凌云呢？林昊天都不敢直视萧慕瑶。凌云队长为了掩护我们逃跑，独自一人引开千煞门宁元境7重武者，9成已经被杀了。周莹惊讶萧慕瑶会出现。萧师姐，我也没想到他们会中了埋伏。凌云这等修为，为什么会来先锋小队？一股冰冷的气息扑面而来。周莹摇头，我不清楚啊。林昊天支支吾吾，队长曾说有人害他，好像是一个女人。萧慕瑶愣了好一会，叹了一口气，也罢，误会就误会吧。宋诗柔说的没错，是他低估了男人的占有欲和自尊心。荣耀小队驻地，张远山听到先锋小队就活下来一个，眉头一皱，算了，人死了就行。周莹伸手，张远山，你答应给我的劈海丹呢？师妹别急，师兄还能欺骗你不成？张远山斜斜一笑，掏出丹药，正是一枚3品低级劈海丹。师妹今晚可有空？我们月下独酌一杯如何？没空。对了，让你打听白起的消息，有进展。周太岁长老猜测白起突然出现，手段很辣，大概率会是邪修，所以他才会冒险来到战场，在家族的运作下担任指挥使，方便打听消息。我审问过千煞门的邪修，都说没听说过此人，师妹可以去炼魂门打听。断魂崖底，独立空间内，沈五月慢慢冷静下来。道友，你在吗？之前是我不对，妄下定论，你生气是对的，都怪我。你是个好人，能不能放我出去？日后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凌云出现，笑了笑。女人，你当我傻？你把我害得那么惨，还想让我放了你？脑子怎么想的？你……凌云在空间内做了不少美食，大快朵颐着。好酒，好肉。沈五月如今普通人，自然被香味馋得不行。想吃，给我跳一段舞。
你休想！凌云不在意，准备吃完后剩下一块骨头，你也只配吃地上的。3天后，神武月饿得全身发软，凌云再度出现，依旧是摆了一桌酒菜。跳不跳？神武月咬咬牙，我不会，不会，最简单就是。神武月瞪大眼睛，满脸羞涩，无耻，我绝不会屈服。行，我帮你。凌云一把抱住神武月，后者紧闭上眼睛，潜移默化了，任由他作乱。狗男人，把你的脏手从那地方挪开。凌云冷笑，看来最近你吃得太饱了，骂得那么大声，那就别吃了。第4天，凌云又来，把这果子擦干净。神武月洗了一遍，谁让你洗的？用你的果子擦果子，擦干了。神武月咬牙切齿，把果子擦得光亮，才递给凌云，以后不要让我来提醒你。神武月求饶过，嘴硬过，高傲过，却没被放过。爬过来。凌云这几天火也大，这女人太美了，无时无刻都在放火。你这脚丫可真漂亮。神武月，2个小时后，表现不错，以后我吃饭时候你得跳一段才配吃我剩下的。神武月饱餐一顿，可是看向自己的脚丫都不知道怎么走路了，而且不干净了，洗了10遍还是嫌弃。不过还好，元婴之身保住了，唯有保持着，他才有希望重回巅峰，一旦失去了，什么都没有了。凌云在崖底修炼大半个月，无聊就去独立空间调教神武月，而他的实力突破炼气7层巅峰，也是时候出去了。云山山脉，凌云吼一声，老子终于走出那该死的地方了。张远山、周莹，没想到吧，老子还活着。青阳城，万宝斋，公子，你好久没来了，是出去冒险了吗？女士迎面走近，她一直负责接待凌云，一次能拿到不少提成。对啊，差点回不来了，帮我把这些材料备齐下。这一趟凌云制服的材料全部消耗完了。此外，凌云还购买了一些衣服，每一件都能让人心血来潮，神武月一定会喜欢的。公子，最近战事停了，材料的价格回到正常水平。凌云，什么时候的事？前天，好像在谈判中，大概率不会再起战事，还想买完材料赶回洛星谷报仇呢。计划有变，现在不好下手了。2个月没开门做生意了。来到凌云阁，凌云被惊呆了，什么情况？那么多人站在店铺门口，让一让。什么？你要插队？凌云满头黑线。各位道友，为何堵在我店铺门口？啊，原来是掌柜的，快让掌柜进去。掌柜终于想起来开门了，老子等了你半个月了。门打开后，众人自觉排队。掌柜的，快给我10张1阶雷击符，我要10张冰冻符，护身符20张。才那么一会，凌云积压2个多月的库存一下子清空，直接收入2万下品灵石。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炼制的符箓那么出名。后面没买到的武者，凌云阁对面原本门庭若市的极品符箓店此刻门可罗雀。店小二咬牙切齿道：掌柜的，那小子分明是冲着咱们来的，他这一开张，咱们连个鬼影都见不着了。王掌柜面色阴沉如水，手中茶杯咔嚓一声被捏得粉碎。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他这不是在跟我作对，是在跟整个王家叫板。凌云正准备关门，忽然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大步踏入店中，锐利的目光如刀子般直刺凌云。小子，谁允许你在此做买卖的？凌云，道友，我正规做生意，何故为难？呵，新来的。这片区域归虎爷管，你每个月交1万下品灵石，否则你这店不必开了。若是不交也行，店铺丢失或许失火，那算你命不好，收保护费。凌云笑了，哦，我懂，道友随我来，我马上给你取1万下品灵石，规矩嘛我都懂。你小子，嘿嘿，上当。片刻后，剩下凌云走了出来。次日，凌云还没开门，王氏符箓店传出惊人消息，1张2阶爆炎符5折出售，顿时间吸引了不少顾客。王掌柜大笑，这小子还嫩了一点，昨天交了1万灵石，老夫在低价卖符箓，分分钟搞垮他。掌柜的，您太仁慈了，对付这种人直接埋了。哎，我们王家正经做生意，岂会做出这种事，让别人怎么看？我们王家还怎么在青阳城立足？却不知凌云压根没当回事，人一来，符箓直接卖空。王掌柜脸色相当的难看，哼，你去告诉王管家，派人干掉这小子，把他身上的秘密套到手。这些符箓只有我们王家才配拥有。夜半时分，凌云自入定中骤然睁眼，眸中寒芒乍现。轰！厢房木门轰然炸裂，一道黑影裹挟着凌厉杀气破空而至。那人周身灵力鼓荡，赫然是炼气9层修为。黑衣人冷道：小子，
交代你背后的伏尸，饶你不死。谁派你来的？凌云冷笑，太虚弄月。噗！黑衣人尚未反应过来，胸口已然炸开血花，整个人倒飞数丈，重重撞在院墙之上。敢半夜打扰我睡觉？黑衣人喷出一口污血，面具碎裂，露出惊恐面容。这，饶命！说，谁派你来的？我说说。晚了。凌云剑锋一挑，寒光闪过，一颗头颅滚落青石板上。还能是谁？为了符箓，8成就是王氏符箓背后之人。凌云开店那时候就打听过了，王家在青阳城很有地位，实力数一数二，绝不是现在凌云能够招惹的。无心修炼，凌云干脆去调教神五岳了。独立空间内，坏人，你我做一个交易怎么样？女人，你耍什么花样？这里虽是活气空间，但你还身处断魂崖底吧？只要你答应放了我，我可以告诉你如何走出去。凌云冷笑，好，我答应。你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你发誓，我就告诉你。我发誓，如果我用你说出来的办法离开断魂崖，我就放了你。激动的神五岳交代清楚后，我可以出去了吧？想得美。你不讲信用，你忘了我可是邪修，跟你讲个屁信用。你无耻！神五岳气得浑身发抖。凌云嘴角扬起一抹讥诮的弧度，呵，女人，你也太小觑我了。断魂崖，3日前我便已脱困而出。荒谬！神五岳凤眸圆睁，满脸不信。凌云不再多言，袖袍一挥，带着他瞬移至独立空间之外。当神五岳看清周遭景象时，瞳孔骤然收缩，真的走出断魂崖了。这他怎么做到的？断魂崖乃上古绝地，便是强大如他陷入其中也难逃出。眼前这个不过炼气期的小修士，究竟是如何做到的？神五岳心思来了，活气空间可自由出入，断魂崖也走出来了。道友，这几天我想明白了，你也不是什么坏人。如今我没有修为，什么都得依靠你，我想清楚了。神五岳说着，眼神一冷，手里忽然多了一条困仙索，瞬间套住凌云的脖子。哈哈，邪修，你该死，对我做了那么多恶心事，死100遍都不够，现在给本帝跪下，接受审判。女人，你还想杀我？凌云很愤怒。这不可能。神五岳美眸圆睁，难以置信看着凌云，这可是上品仙气啊，一旦被其束缚，即便是如他全盛时期，也难逃3息禁锢，全身灵力尽封的下场。神五岳不信，咬紧朱唇，自己的境界跌没了。这几日暗中调息，好不容易才恢复了些许灵力，虽然仅相当于炼气1层的水准，但总算能开启那界取物。这困仙索已是他目前唯一能拿得出手，且确信能制服凌云的仙气。凌云眼中寒芒闪烁，几天还以为神五岳改了，没想到他一直在等待机会，死心不改。神五岳心中一凛，他确实从未放弃过逃脱的念头，日日夜夜都在等待时机。意外吗？惊喜吗？神五岳脸色煞白。不，道友，误会你13。凌云怒了，要不是留一手，他得死啊！一巴掌把神五岳打在地上，然后跳上去。我对你还是太好了，以至于你都忘了，你可是我的阶下囚，是玩物啊！滚开，你这畜生！凌云体内天地龙凤引疯狂的运转，比跟东方苍月合修时转得还快。炼气8层，炼气9层，炼气10层，炼气12层，足足5个小时辛苦修炼，凌云跨越了5个境界，原本丹田破碎的地方开始重组。我靠，赚了！这贱人居然是大道圣体！大道圣体牛逼之处，修炼快得飞起，别人修炼10年，他1年就能搞定，修炼速度是寻常修士的10倍有余，随便练就能突破，跟开挂似的，啥功法都能快速上手。和修爽翻天，受伤了啪一下就好，能把对方的灵力变成大补药，要死要活的时候来一发就满血复活。凌云看向地上的神五岳，此时的他样子甚是狼狈，脸色苍白，双眼无神，什么都没了，原因丢了，被一个炼气杂碎拿掉，对他来说是奇耻大辱。这几日的隐忍跟妥协，步步退让，还是换来这样的结果。你这畜生，该死的蝼蚁，竟然真的把我给……屈辱的泪水不甘的流下。神五岳充满杀意的眼神，咬牙切齿，我一定会杀了你。哦呵，嘴硬。凌云按下神五岳高傲的脑袋，下一秒惨叫声不断，又是荒唐的过了3小时。凌云心满意足，没有失望，而他的实力又提升了一点，炼气12层后期了，跟他辛苦修炼脱不开干系。为何炼气不是9层？藏道经有解释，万丈仙楼起于垒土，18重天方见真我。太古时期炼气期不是9层，而是18层。凝元之道重在根基，炼气的层次越高，日后修炼越稳。为啥要分18层？简单说就3个字：大。
基础。如今的时代，普通修士炼器随便练到9层就急着突破，跟盖楼不打地基一样，后期修炼容易出问题。藏道经炼器分18个小阶段，9转18重，每层都要练到完美，就像用钢筋水泥打地基，盖再高的楼都不怕塌。具体有多牛逼呢？这么说吧，12层就能吊打宁元1重，18层圆满，宁元3重都干不过你。每多练一层，以后突破大境界的成功率正10%，18层全练满，未来必成大佬。现在多吃苦，以后才能装大逼。咦，这是仙器？凌云震惊了，这女人来头很大，困仙所这种级别的仙器都有，至少她在大黎皇朝没听过哪一个超级势力能拿得出来的。女人，好好待着，你可是我的超大号充电宝啊！退出独立空间，第3层已开启。这是剑心。凌云惊讶地看着眼前的被封印的光团，那光芒璀璨如星辰，却又蕴含着凌厉的剑意，仿佛能斩断世间一切。指尖刚触及光团，一股锋锐无匹的力量便顺着经脉直冲体内，让他浑身一震。随着一道信息传来脑海，凌云更是瞪大眼睛。第3层奖励是剑心融合。刹那间，光团化作无数细小的剑芒，如星河倾泻涌入他的身躯。剧烈的刺痛席卷全身，仿佛千万把利剑在体内游走，每一寸血肉，每一根骨骼都在被重塑。操，这也太痛了！凌云咬紧牙关，冷汗直流。不知过了多久，那股剧痛渐渐平息，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太古剑体，这就是太古剑体。凌云低语，眼中闪过一抹锐利的光芒。融合剑心后，连他的体质都改变了。此刻的他仿佛天生为剑而生，举手投足间皆可引动天地剑势。而更惊人的变化发生在子府丹田某一处，原本平静的气海此刻化作一片剑海，无数剑影在其中沉浮。中心处，一柄虚幻的古剑静静悬浮，散发着亘古苍茫的气息。剑心归位，剑体大成。凌云握紧拳头，嘴角扬起一抹自信的弧度。我必以手中之剑斩尽一切敌。这女人真是千里送温暖，礼轻情意重，我的福星。除了第3层的剑心外，凌云脑海还多了一项御空术，可以炼气期实现宁元境的御剑飞行。凌云闭上眼睛，开始修炼御空术，修为提上去了，武技也不能落后。又花了几日把太虚剑法突破至大成，还把在战场得到的七杀剑法练成了，到达入门级。而神武月大喊：你已经得到了我的元婴，还拿走了困仙锁，可以放过了我吧？仿佛曾经的辉煌与傲骨，如今都已烟消云散。放了你？不可能，要么听话成为我的侍女，要么一辈子困在这里，乖乖当一个炉鼎。神武月咬牙切齿，不可能，一旦脱困，他会第一时间斩杀凌云，一洗前耻。刚经历的一切，神武月还是无法接受，他的神躯脏了。行了，好好适应，我会经常光顾你的，哈哈。凌云不再理会。神武月安慰着自己，什么都做过了，最后一步发生了，也不是不可以接受。我活着就行，只要逃出去，我就可以重修。突然瞪大眼睛，我的修为怎么炼气3层了？我有修为了。丹田，我的丹田恢复了，居然还是演变成了道元子府，是之前的10倍，能够存下海量灵力。王家，王管家收到消息，任务失败了，派去的人没回来。没想到那小子有2把刷子，炼气9层都不是他的对手。翌日，碧空如洗。苏氏商会，公子，您有什么需要？凌云笑了笑，你们执事在吗？我要跟他谈。公子这边请。女士道。包间内，凌云没等多久，一个老者姗姗来迟。老夫苏氏商会青阳城管事，姓崔，小友找老夫何事？凌云开门见山。谈生意，这些符箓你们收不收？老者眼睛一亮。你有多少？这种符箓最近名声鹊起，号称阴人暗算符，一符难求。实不相瞒，这些符箓都是在下炼制的，可以长久合作。老者瞬间激动起来，原来你还是高贵的符师，有失远迎。一个符师的稀有度不亚于一个炼丹师，特别是2阶符师。我也不想废话，我的符箓独家出售你们苏氏，怎么谈？看你们的诚意了。老者心一狠，道友稍等，老夫去禀告一下。隔壁雅间内，一位身着淡紫色长裙的女子斜倚在软榻上。虞美人。老者恭敬道：夫人，有一位2阶符师想跟我们合作。女人轻抬头，绝美身材，戴着面纱，2阶。什么实力？什么背景？实力炼气6层，不过老夫觉得他用了敛气术，当不得真。而且最近出现的符箓，恐怕都是出自他手笔。一个2阶符师往往都有强大的背景，否则成就不大。女人眼中闪过一丝兴趣，手中青玉符箓突然亮起微光。哦，
很有意思的符箓，带他来见我。片刻后，包厢珠帘被掀起，凌云一袭朴素青衫，那双眼睛沉静如古井，深不见底。在下白起，有礼了。凌云拱手行礼，姿态不卑不亢。女人笑起来，笑声如银铃般清脆。白起，你不知道青阳城都在找你，你居然还敢报上名，真是一个可怕的家伙。我相信苏氏商会不会出卖我的。白道友心思缜密，果然不是一般人，请坐吧。凌云看着这顶级美妇，迟迟未动。不必了，白道友说是谈生意的，又说是二阶符师，总得让我看看你的真本事吧。凌云眯眼，女人，呵，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说白了，就是不信这些符是他炼制的罢了。虞美人一拍储物袋，取出一套制符工具，这是我珍藏的火云兽血墨和天蚕符纸，请道友当场绘制一张二阶符箓。好。只见凌云执笔蘸灵墨，手腕轻转间，笔走龙蛇，符纸上红色纹路如活物般蔓延，每一笔都精准无比，没有丝毫停顿。更惊人的是，他绘制时周身竟无半点灵力波动，全靠神魂控制，墨迹深浅。虞美人看得入神，这种纯靠技巧的制符手法，他从没有见过。最后一笔落下，整张符箓突然亮起青色光芒，随即内敛，一只栩栩如生的火凤图案在符纸上若隐若现。火凤燎原符，二阶中品。虞美人失声惊呼，这已经接近二阶顶级水准了，符文21道。满意了。虞美人眸中异彩连连。满意。白道友有没有兴趣成为我们苏氏商会的客卿？条件随便你开。没兴趣，抱歉。好吧，白道友，苏氏商会独家合约，你7我3，意下如何？凌云冷笑，苏氏商会就这点诚意，我炼制的符箓可以给你们商会带来有什么商机？不言而喻了吧。既然如此，阁下又为何选择苏氏商会呢？你要高利润，我相信青阳城随便一家都能给你。遇上点麻烦，我需要苏氏商会帮我一个小忙。说来听听。我的凌云阁被王家盯上了，所以我寻求合作。你们苏氏商会得帮我处理麻烦，扶持我的店铺。虞美人红唇微勾，王家胃口不小吗？你还挺聪明，知道王家和我们苏氏不对付，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样吧，你的要求苏氏商会答应了，一人退一步，利润给你80%，每个月你至少提供500张符，为期1年。1年内苏氏商会保证你的店铺无人敢动。凌云摇头，500张太多了，我最多能提供300张。不行，全是二阶上品符箓。好，一言为定，合作愉快。两人在一份卷轴上按下手印。白道友都是这样看女人的吗？虞美人红唇微抿，似笑非笑地瞥了他一眼。凌云嘴角一扬，懒洋洋道：我那是欣赏。那么多女人，君姿色，神武月绝对排第一，顾清玄、周莹和东方苍月都比不上。眼前的虞美人，身材独一份，细枝挂硕果，虽没见过真容，但绝不会差，至少也跟萧慕瑶一个级别。但她们好像又没有区别，都是顶尖的绝世美女。虞美人轻哼一声，第一次遇见能把好色说得那么清新脱俗的。凌云不慌不忙，眼神依旧坦然，甚至带着几分理直气壮。我可不是好色，只是花开的正艳，我不去欣赏，倒有些不解风情了。油腔滑调。虞美人瞪他一眼，却掩不住唇角微微上扬的弧度。夫人若是觉得我眼神轻浮，为何不出手教训我？虞美人被他这副无赖模样逗得又气又笑，索性不再与他纠缠，正色道：我也有一个忙，只要阁下肯帮，3万下品临时酬劳。凌云眯着眼睛，不知是什么忙，开那么大的酬劳。你应该也知道，千煞门发现洛星古灵矿，太虚仙门大打出手，正魔之战厮杀几个月，现在坐在一起谈妥了，大家约定1个月后由炼器弟子参战，胜者拿走灵矿归属权。这不关你们苏氏商会的事吧？不止千煞门、炼魂门、太虚仙门，还有苏氏商会以及少阳门、清明剑门，这些势力都有份。为何选择我？你们应该早已经预定了人选了吧？因为你叫白起，一个炼气期能杀凝元境的人，一般都具备了越级战斗。如果你能拿下第1名，我额外送你1瓶神魂液。神魂液专门用来增强精神力的好东西，所有符师、炼丹师、炼气师都梦寐以求的东西。哈哈，你那眼光不错，我就喜欢上欣赏我的人。你的忙我答应了，记得准备好零食。凌云一笑。等凌云离开后，老者走进来。夫人，您让白起参加。无妨，苏氏商会有3个名额，给他1个又如何？万一赢了呢？我们就是要平摊风险。凌云提前拿出300张符箓，交给苏氏商会，入账18000零食。回到凌云阁，又入账1000多。有了苏氏商会的介入，王氏符箓店不敢正面为难凌云阁，气得快原地暴走。
5天期很快到来，这段时间凌云一直在青阳城，白天卖完符箓，晚上调教神五岳，连修炼都落下了。好在实力突破到了炼气13层，而神五岳炼气4层，自以为是有一门高级炼气术，凌云就无法得知他的修为，却不知一切都在监视下。神五岳，再等等，一定可以逃出去的。几天时间晋升一个小境界，神五岳很满意。苏氏商会，虞美人跟崔管事已经准备好了，在他们身边还有一个男子，男的穿着一身雪白长衫，长得贼帅，双手往身后一背，整个人跟开了美颜滤镜似的。婶子，我们在等谁？一个有趣的人。你还找了其他人？有我一人足矣。苏凡语气带着淡淡的傲然。保险一点。婶子，我的实力你还不清楚吗？炼气之下我无敌。虞美人轻笑。苏凡，不可轻敌，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太虚仙门新收的有好几个弟子，天赋都不错，他从来不会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上。夫人，那白起还未前来，我们是否该出发了？崔管事躬身请示。虞美人纤眉微蹙，而苏丹眼神一挑，这名字有点熟。虞美人朱唇轻抿，玉手微抬。在后片刻，夫人，时间快到了，再不走。虞美人相信凌云不会失约。话音一落，凌云戴着面具，迈着人字拖出现，肩头扛着一把铁剑。抱歉，睡晚了。虞美人美目流转，为何戴着面具？凌云懒洋洋道：我的仇人有点多，不影响吧？虞美人轻拂面纱，随你。你为何戴着面纱？惦记我的人也不少。也是哦。启程。洛星谷中风云际会，短短5日间，各大势力合力筑起一座恢宏比武台，长宽各30丈，通体由玄铁浇筑而成，台面刻满防御阵纹。规矩已定，各方只可派遣炼气期弟子3人参战。一位白须老者声如洪钟。谷中4方势力面对面，东侧千煞门与炼魂门结盟，黑袍修士杀气腾腾；西侧太虚仙门弟子白衣胜雪，剑气凌霄；北侧清明剑门却也不容小觑，南侧便是苏氏商会。比武台前人山人海，喧嚣声直冲云霄，有开盘下注的，有高声助威的，更有暗中较劲者已开始以威压相抗。夫人，随着虞美人到来，苏氏阵营中等候多时的护卫跪下。起来吧。虞美人抬头看去，千煞门阵营中3个男人令他眉头一皱。炼气期中最出色的3个弟子，称得上这一代的天骄。高天云，千煞门弟子，一袭黑色长袍猎猎作响，背负的丈2长枪泛着森冷寒芒。苏凡，你最大的对手就是他。探子的消息，他也拥有炼气9层的实力，武技层出不穷，更重要的是他是邪修。千煞门的高云天还看得过去。苏凡目光淡淡瞥了一眼，似乎颇为不屑。崔管事，你们苏氏商会派出的3人选好了没？一个太虚仙门执事走过来，打了几个月，终于能定下来了。选好了，名单给你。凌云目光看向了太虚仙门阵营，见到了萧慕瑶、柳夭夭以及周莹。不多时，第1回合，各方派出1人上台，4人同台竞技，胜者为王。苏氏商会选择让一直没开口的男子上去，叫梁峰，是一个散修。崔管事花了大价钱请回来的，在散修圈是一个狠人，炼气期从无败绩。太虚仙门外门第1峰，炼气期弟子许三多；千煞门高云天；清明剑门赵无敌。没有多余的废话，4人上台，马上相互拼杀在一起。喂，我有一个问题，如果3个回合都是我们胜出，是不是不用再比了？虞美人眸光暗淡，你觉得可能吗？第1回合如果我们胜出，那么第2回合就会被其他势力针对，不可能赢得那么轻松，大家都不是傻子。也是哦。还有，我不叫伟，你可以叫我苏夫人。比武台上战况已真白热，赵无敌骤然施展天罡破军诀，剑出如龙，险胜高云天一招。高云天虽败不退，趁着其余对手相互牵制之际，竟暗中催动秘法血煞燃魂术，提升武技的威力。轰轰！只见高云天周身血雾翻腾，气势节节攀升，他猛然暴喝：9重七杀！7道血色掌印接连轰出，整座战台剧烈震颤。待尘埃落定，其余3名参赛者已然倒地不起，唯剩梁峰勉强以剑主地，摇摇欲坠千煞门，胜！裁判高声宣布时，梁峰终于支撑不住，单膝跪地。他虽未倒下，却已超出比武界限，按规则判负。千煞门长老哈哈大笑，太虚仙门长老冷哼一声。虞美人道：下一回合，你们谁上？我来吧。苏凡站了出来，尽力而为。婶子，交给我吧，我一定拿下。苏凡微笑点头，颇有几分从容，目光看向了千煞门的高云天，
若是刚才他上场，高云天绝不可能有机会胜出。虞美人道：“主攻千沙门，不能让他们再下一城。”第二回合，雕虫小技。苏凡对面太虚仙门钱多多，嘴角噙着一抹不屑的冷笑，指尖储物界光华一闪，一柄通体晶莹如玉的长剑已然在手，剑身流转着淡淡灵光，赫然是一件极品灵器。与此同时，他周身真气轰然爆发，衣袍无风自动，那澎湃的真元波动，分明已达炼气境9层巅峰境界。钱多多笑了笑：“我不想跟你为敌，但为了赢，得罪了。”200多斤的胖子身法非常灵活，虽然境界比苏凡低，但他一点也不在意。两人瞬间战作一团，剑光交错间，虞美人瞳孔却微微收缩。他分明看见苏凡虽修为精深，剑法更是得了家族的真传，招招凌厉。可那钱多多却如鬼魅般穿梭于剑影之中，每一式都毒辣刁钻，专攻要害。当一声脆响，苏凡竟被逼退3步。虞美人指尖不自觉地攥紧了衣袖，这钱多多的实战经验简直可怕，他仿佛能预判苏凡每一剑的轨迹，10招中有9招都在以伤换命。另一边，千沙门的代表被踢出局，场上只剩下3人。不过清明剑门的李天龙不着急，站在原地调理气息：“你们慢慢打，分出胜负，我俩再比。实在无趣，看好了，一剑败你。”钱多多手中出现一把极品灵剑，剑身6道气纹横扫而出，漫天剑气如金龙狂舞，每一道都裹挟着令人窒息的威压。剑光过处，空气发出刺耳的嘶鸣，地面被离出数丈深的沟壑，恍若天罚将士，煌煌天威，令人肝胆俱裂。苏凡连连败退，眼看着就要跌落下台，陡然间李天龙弹出一道光芒，苏凡躲闪不及，倒在台。李天龙道：“不好意思，我不想选你作为对手。”苏凡咬牙：“卑鄙！”众人一片哗然。虞美人凤眸微眯，眼底闪过一丝失望之色。以苏凡炼气9层巅峰的修为，本应稳操胜券，却不想还是因为心高气傲败了。台上剩下李天龙还有钱多多，他们还没有分出胜负。白起，你行不行？虞美人就剩下一张牌了，下一回合凌云输了，苏氏商会出局。凌云凑近一步：“苏夫人，你怎么能问这种问题？男人怎么能说不行？”虞美人笑了：“你行，就证明给我看。”太虚仙门，钱多多胜。随着李天龙被击败，台上传来了直视裁判的声音：“白起，苏氏商会能不能拿下灵矿，全靠你了。”第3回合，随着凌云上场，周莹那双杀人的眼睛便一直盯着他。“白起，你终于出现了。”周莹立马给家族发去消息。周太岁朝着洛心谷动身：“苏氏商会是疯了吧？让一个炼气7层的小子上台，笑死人！破罐子破摔呗。”高天明，炼气7层也配上台，简直可笑。萧慕瑶盯着台上熟悉的身影：“怎么有点像凌云？我大概是疯了，怎么无缘无故认为是他呢？”站台上，清明剑门联合太虚仙门的弟子一起对着凌云发起进攻，就连千沙门的也把剑指向了他。这是想让苏氏出局。太虚仙门的炼气9层弟子贺一舟冷笑：“白起，你的人头好像很值钱。周家之前放话，谁杀了白起，给10颗凝元丹。”凌云笑了笑：“所以你们一致对付我咯？10颗凝元丹，我收下了。”轰轰，是清明剑门的天才弟子朱文涛，据说他的清明剑术已经步入登堂，那白起恐怕撑不住3个回合。太看得起他了吧？炼气7层，他是一招落败。刹那间，朱文涛与贺一舟同时抱起出手。朱文涛周身真气狂涌，手中赤焰剑迸发出刺目火光，只见他剑锋划过之处，空气扭曲争，3道火蛇般的剑气交错斩出，炽热剑芒将地面烤得焦黑。清明剑术，烈焰3绝斩。面对这铺天盖地的火浪，凌云却是不退反进，足尖轻点，身形如鬼魅般穿梭于火幕之中，手中铁剑绽出3尺寒芒。电光火石间，贺一舟悍然出手。太虚13式，他手中长剑迸发出璀璨灵光，剑势如猛虎出闸，13道剑影层层叠叠，裹挟着呼啸罡风席卷而来。剑气所过之处，地面龟裂，碎石飞溅。轰轰，两股磅礴灵力当空相撞，爆发出刺目焰芒。凌云笑了笑：“我才出3分力，你们便是极限了吗？”贺一舟脸色难看，气浪翻涌间，围观众人骇然失色。这白起真的炼气7层，太妖孽了吧！竟能硬接贺师兄的杀招。崔管事瞳孔微缩，眼底闪过一丝难以置信的惊芒。这白起竟真能与他们一战。凌云足踏龙须9步，身形如鬼魅般出现在2人身后，手中长剑倏然刺出。7杀剑法，剑锋笔直刺出，如银虹贯日，快得几乎看不清轨迹，
一箭穿云，势不可挡。这看着剑气杀来，贺一舟大惊失色，连退了4、5步，方才将这股反震之力卸下。而清明剑门的朱文涛被七杀剑法一道剑气击中胸口，惨叫连连。千煞门台上选手更是面如土色，入门剑法怎会有如此味？你怎么会七杀剑法？莫不是你也？千煞门一些长老看着凌云，眉头一皱。凌云冷笑：原来你们都是纸老虎，一起上吧，不是想要我的命吗？众人，虞美人黛眉微蹙，柳夭夭轻舔朱唇，这男的练气就那么狂妄。萧慕瑶，不是好事。高云天暴毙而立，哈哈，这七杀剑法比我差远了，还敢一挑三？话音未落，比武台上骤然传来3声闷响，噗，3道血剑同时喷涌而出。只见凌云剑锋一出，寒芒乍现，施展的正是无双剑法。周莹瞳孔骤缩，你果然是杀我哥的白起。无双剑法只有周家核心弟子才能拥有修炼的资格。赢了！台上剑光敛去，胜负已分。苏凡使劲揉了揉眼睛，脸上写满难以置信。方才他还对凌云的狂妄嗤之以鼻，此刻却激动得浑身发抖。这哪是什么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徒，分明是深藏不露的高手。太强了吧，他真的是炼气7层，以1敌3，完胜啊！这就是白起的实力吗？台上执事裁判高喊一声：苏氏商会，白起胜。最后的决斗半个小时后进行。凌云纵身跃下擂台，嘴角噙着几分玩味，笑了笑：苏夫人，我还行吧。虞美人轻笑，眼波流转：你这状态不知道能持久到大决斗吗？我怀疑你在调戏我。虞美人轻哼一声，面无表情：你心思不纯。半个小时后，3人军已调整回巅峰状态，3组鼎立，谁能笑到最后？决赛开始，高云天对战钱多多。高云天冷冷道：可惜第一场对战的不是白起，不过太虚仙门在我看来还不配做我的对手。钱多多走上台：遇上我，你没有赢的机会，阁下方才一战确实惊艳了我，不过你不是我的对手。高云天能赢，他的对手都是炼气9层，并且很妖孽，比如钱多多武技层出不穷，手上还握着极品灵气。那高云天实力也很强。哈哈，钱多多，我先杀了你，再杀那白起，一样可以受死。唰，刹那间他身形暴起，手中长剑如银蛇吐信，裹挟着凌厉剑气破空而出。剑锋震颤间，9道寒光骤然分化，宛如9天星河垂落，交织成密不透风的剑网，将钱多多周身尽数笼罩。这正是千煞门玄阶下品剑技9星锁天剑。斩！面对铺天盖地的剑影，钱多多眸光一凝，手中长剑骤然出鞘。刹那间，一股锋锐无匹的剑意冲天起，剑锋所过之处，空气仿佛被一分为2，化作一道璀璨的月弧，悍然斩向那漫天剑网。太虚仙门玄级上品剑技断月斩，那密不透风的剑网竟被这一剑硬生生展开一道缺口，凌厉的剑芒于是未消，如流星般直袭高云天而去。高云天瞳孔骤缩，仓促间横剑格挡。当，金铁交鸣之声响彻全场，他手中的长剑剧烈震颤，虎口发麻，险些脱手。更可怕的是，那锋锐的剑气竟穿透防御，将他胸前的灵气护甲斩出蛛网般的裂痕，逼得他连退数步才堪堪稳住身形。靠，老子的上品防御法器！哈哈，千煞门，再来！钱多多剑势如潮，丝毫不给对手喘息之机。他手腕翻飞，剑锋划出道道残影，凌厉的剑气如暴风骤雨般倾泻而出，将高云天周身空间尽数封锁。嗤嗤嗤，剑气破空之声不绝于耳，每一道剑光都带着斩金断玉的锋芒。高云天仓促挥剑格挡，却仍被逼得节节败退，脚下侵蚀地面在剑气余波下不断炸裂，碎石飞溅。好快的剑！观战众人不由惊呼。只见钱多多的剑势越来越快，到最后几乎化作一片银色光幕，将高云天完全笼罩其中。钱师弟，加油啊！不能输给魔道！高云天突然仰天狂笑，声震全场。哈哈，你这就尽力了吗？不好意思，我才刚热身呢。轰！话音未落，一股恐怖的能量波动骤然从他体内爆发，狂暴的灵气形成肉眼可见的气浪漩涡，将比武台的地面震得寸寸皲裂。高云天长发逆空飞扬，双目中迸射出摄人金光，周身气息以骇人的速度疯狂攀升。突破了，是临阵突破！天啊，居然是宁元镜！观战席上一片哗然，不少弟子惊得直接站起身来。太虚仙门长老席上几位执事也面露惊容，相互交换着震撼的眼神。而千煞门长老暗暗得意，
七杀剑法。钱多多脸色巨变，手中灵剑嗡的一颤，还未等他反应过来，一股如山岳般的威压已轰然降临。砰！宁远镜一层的恐怖剑气化作实质般的浪潮，钱多多的灵剑当场脱手飞出，在空中断成2截，整个人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在青石地面上离出2道触目惊心的沟壑，最终重重撞在防护结界上。这就是宁远镜的实力，太可怕了！钱师兄居然连一招都接不下。场下弟子们瞠目结舌，一些修为较低的弟子甚至被余波震得脸色发白。整个站台鸦雀无声，只剩下结界嗡鸣的余响。千煞门，高云天胜。虞美人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凌云接下来要面对宁远镜的高云天，几乎没有任何胜算可言。整个站台上笼罩在一片压抑的沉默中。正道各派代表长老面色铁青，衣袖下的拳头攥得发白。那些浴血奋战数月，折损了无数精英弟子才争夺到的灵矿开采权，此刻竟要拱手让给千煞门。高云天奥立场中，黑袍无风自动千煞门弟子们爆发出一阵嚣张的欢呼，那刺耳的笑声在正道众人听来格外扎心。几位脾气火爆的弟子正要发作，却被自家师长严厉的眼神制止。嗨嗨，我们苏氏商会还没比呢，你们高兴个嘚！苏氏商会，白起，区炼气7层，如何能跟我们高师兄斗？就是太虚仙门都跪了，说句不好听的，苏氏商会算老几？高云天嚣张的笑声在场中回荡，长剑斜指，眼中尽是轻蔑。白起，你敢上台，老子定要你的命！听说你可值钱了，10项点投降，还能苟且偷生，也不怕告诉你，老子千煞门外门弟子中剑道天赋第3，你知道滋味着什么吗？哈哈，千煞门弟子外门几万，而我排第3，若不是排名靠前的师兄出去历练，也轮不到我上来争。场下千煞门弟子爆发出一阵哄笑，正道众人则面色更加难看。萧慕瑶，高云天很擅长攻心，柳夭夭也是一种手段，太虚仙门术的不渊对着前师弟时就用了心理战术。虞美人紧咬红唇，美眸看着凌云，你要不放弃吧，你对上他没有胜算的，我不怪你。凌云对着他眨眼，安了，有我在，他不过是个跑龙套的配角罢了。唰，凌云白影轻灵地落在站台中央，衣袂翻飞间带起凌厉劲风，台下顿时议论纷纷。真不怕死啊，换我早认怂了，又不是非战不可，命要紧。高云天抱剑而立，冷笑道，白起，你不该上台的，你上一场以1敌3的经验表现，是用了秘术吧？靠着外力取胜，终究不是自己的本事。秘术，难怪。围观人群顿时恍然大悟，看向凌云的眼神多了几分质疑。你废话真多。凌云懒洋洋地掏了掏耳朵。高云天突然转头，目光灼灼地望向观战席上的周莹。周仙子，若我斩杀白起，你们周家承诺的宁元丹可作数？周莹一袭紫衣，闻言只是淡漠地瞥了一眼。看你本事。高云天眼中寒光闪烁，狞笑道，好，很好，白起，这最后一战，你敢不敢跟我签下生死约？站台上既分高下，也决生死。生死台的规矩，任何一方求饶，只要对方不点头，那就是不死不休，旁人不得插手。凌云道，你为什么想死？高云天，众人。观战席上一片哗然，所有人都被这嚣张至极的回应镇住了。虞美人，白起，尽力即可，没必要跟他一起疯。你若担心周家，我会护你安全离开洛心谷，不必担心。苏凡，对啊，白起，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以你的天赋，过几年未必没有你的一席之地，拒绝也不会丢人。凌云白了一眼虞美人，就对我那么没信心？草，敢无视我？高云天表情有些狰狞，求求你了，快点点头吧。那你跪下求我。高云天，白起，你敢是不敢？凌云笑了笑，没问题，你想死，我成全你便是。双方签下生死约，既分胜负，也决生死。这白起托大，无脑之人被高云天3言2语激怒，签下生死约，苏氏商会也保不住他啊。谁说不是呢？没什么好看的，一边倒的战斗。高云天如此自信，想必还有底牌。而且高云天都是宁元境的人了。虞美人素手轻扬，一柄通体青碧的灵剑凌空飞出，剑身流转着莹莹光华，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稳稳悬停在凌云面前。白起，这把灵剑借给你，关键时候你会有用的。众人羡慕，全场顿时哗然。一个将死之人也配拥有那么好的灵剑？极品灵气，8道气纹。高云天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眼中妒火几乎要喷薄而出。这等品阶的灵气，就算是他这个千煞门外门第3的天骄也求之不得。凌云紧握灵剑，好像
夫人，他没要我命，你倒先要我半条。虞美人轻笑，保重。只是裁判道，你俩准备好没？高云天，可以了。凌云点头。决战开始。下一秒，高云天动了，全身气势磅礴，宁元一众的实力全部爆发出来。一道刺耳的剑鸣骤然撕裂长空，高云天手中长剑出鞘的瞬间，仿佛连光线都被斩断，剑锋所过之处，空气发出不堪重负的哀鸣，竟在虚空中留下一道漆黑的裂痕。玄机上品武技九幽断魂斩，千煞门的真传绝学。轰！随着这一剑斩出，整个站台范围内的时空都仿佛凝固。观战众人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呼吸、心跳，甚至思维都变得迟缓起来。天地间的一切色彩都在褪去，唯剩那道璀璨到极致的剑光。那是超越凡俗的一剑，那是宁渊尽一重全力的一击，那是足以斩断生死的审判之芒。死吧！高云天狰狞的面容在剑光映照下扭曲变形，他仿佛已经看到凌云被这一剑劈成两半的血腥场景。众人看着一动不动的凌云，都无奈笑了。这小子让你狂，吓傻了吧？凌云冰冷的声音。宁渊一众很强吗？手中灵剑突然一转，太虚剑法，扑哧，一道血线骤然飙射。众人还未看清剑光轨迹，高云天持剑的右臂已然齐肩而断，断臂握着长剑在空中划出凄美的弧线，当啷一声砸落在站台上。第一剑，凌云的声音冷若冰霜。高云天瞳孔骤缩，剧痛尚未传至大脑，第二道剑光已如银河倒悬。噗！左臂应声飞起，鲜血如喷泉般从双肩伤口狂涌而出。这位千煞门天骄此刻就像个人形喷壶，在站台上洒出漫天血雨。第二剑，凌云的身影在血雾中若隐若现。住手！高云天终于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可回应他的却是第三道惊艳绝伦的剑光。噗！这一次是双腿，失去四肢的躯体如破布袋般重重砸落，溅起的血花将凌云的白衣染成猩红。全场鸦雀无声，只有高云天凄厉的哀嚎在结界内回荡。第三剑，凌云甩去剑上血珠，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蠕动的残躯。现在知道谁才是主角了。青鸾剑突然发出欢快的清鸣，八道气纹绽放出妖异的红光，仿佛在畅饮漫天血气。虞美人捂着小嘴，美眸中满是震撼，这哪是什么正道剑法，分明是魔剑在饮血。全场震撼，落针可闻。黄级下品武技太虚剑法，第二招三剑定乾坤。一名太虚仙门弟子结结巴巴地打破沉默。太虚剑法，这怎么可能？这剑法他从进门就修炼，从未知道他拥有那么强悍的威力。带队的太虚仙门长老眯着眼睛，第一次见有人使太虚剑法如此低级武技击败玄级上品武技的，此子竟然把太虚剑法修炼至大成，好恐怖的剑道天赋啊！可惜不是我仙门弟子。萧慕瑶惊讶，这家伙使用的太虚剑法怎么那么熟悉？虞美人红唇微张，美眸中异彩连连，终于明白凌云那句他只是配角的含义。在这等剑道造诣面前，什么外门第三，什么玄级武技都不过是笑话。高台下，千煞门带队的长老脸色铁青，他们引以为傲的玄级上品九幽断魂斩竟然败给了最基础的黄级下品武技，这简直是对整个千煞门的羞辱。凌云剑锋轻颤，一道凝练到极致的剑气破空而出，直取高云天咽喉。一道沉闷声音传来：住手！小子，你过了。高云天求饶。只见观战席上，一名黑袍老者如鬼魅般闪现，瞬息间已落在站台中央。他枯瘦的拳头裹挟着漆黑魔气，悍然迎向那道剑气。砰！剑气与拳锋相撞的刹那，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气浪，整个站台的防护结界应声碎裂，狂暴的冲击波将四周青石板尽数掀起。凌云被震退10步，黑袍老者眼眸中杀意毕露。凌云突然冷笑打断，手中极品灵剑突然绽放出耀目青光。这是生死台，即定胜负，也决生死。高云天认输了，留他一命，老夫赔你一把灵剑。我要杀他，你留不住；老夫要留的人，你杀不了。黑袍老者散发一股恐怖的杀意，全部汇聚于手掌中，朝着凌云拍下来。崔管事跳上站台，高洪峰，你要干什么？高洪峰眼眸中充斥着无尽的愤怒。崔兄，你确定为了此子与我千煞门为敌吗？这是生死台。其中一个太虚仙门长老也站了出来。高洪峰，你要坏规矩，别当我们不存在。高洪峰道，他不也杀了你们太虚仙门的周臣吗？为什么还要维护他？我不是维护他，而是维护生死台上的规矩。既然那白起不点头，那高云天认输也没用。给老夫点时间，他会答应。
答应你妈！凌云一剑落下，随着这声轻吟，剑锋划过一道玄妙轨迹，剑下人不归，站台上多了一具无头尸体。你敢！高洪峰看着气息全无的高云天，愤怒到了极点。我的天，在千煞门长老面前，他杀了高云天，太逆天了！操！我操！他妈的，这小子比千煞门、炼魂门还要魔道！邪修，我只服白起。凌云，你这人真有意思，人我都杀了，还你敢！高洪峰咬紧牙关。白起，好，很好，老夫记住你了。我们走。千煞门的人随之离开。执事裁判大喊：决战，苏氏商会，白起胜。白起，你究竟是谁？凌云看着自己的人字拖鞋帮，白起是也。靠，以后拖鞋帮就是我向往的势力。不对啊，我怎么没听说过？什么时候冒出来那么一个强大帮派？白起大大，拖鞋帮在哪？我也想加入，什么资质才能进入？凌云跳下台。苏夫人，幸不辱命，在下还有事，先一步离开了。且慢，你就这样离去，会有危险的。你当众杀了高云天，千煞门的高洪峰不会放过你。另外，周家肯定也来人了。凌云摆摆手，无妨，我要走，还能有谁能够拦得住？我的青鸾剑，他叫青鸾吗？借我玩几天。凌云飞速离去。周莹，那贼子在哪？周太岁带着一众周家弟子赶来。周莹道：长老，他跑了。岂有此理，随老夫追，绝不能让他活着离开洛心谷。崔管事眯着眼睛。夫人。虞美人点头。你暗中跟着吧，关键时刻救下他。他帮我们夺下灵矿，我们的承诺还没兑现呢。是。洛心谷灵矿争夺战落下帷幕，任谁也没想到苏氏商会脱颖而出，而白起的名字也在众多势力中传开，以炼气期强势镇杀宁元镜，一战成名。洛心谷外围集结了几百名千煞门弟子，久久没有离去。凌云并没有离开，反而反其道而行，脱下面具，换了一身行头，摇身一变，做回太虚仙门弟子。小子，有没有看到一个白袍面具男人从这里经过？凌云，刚还在这。周太岁冷哼一声：你，凌云，怎么你还活着？周莹看到凌云出现，一副活见鬼的表情。我活着你很意外啊？难不成周指挥使做了什么勾当？哼，算你命大。萧慕瑶的身影悄然出现，他静静地凝视着凌云许久，朱唇轻咬，美眸中流转着复杂的神色。好消息是，凌云还活着，他终于可以洗清杀人凶手的嫌疑了。坏消息是，这个让他头疼的道侣身份还得继续维持下去。没死也好，至少我不用被某人说是杀人凶手。萧慕瑶回头狠狠瞪了一眼柳夭夭，嘿嘿，侥幸不死。柳夭夭立刻扭着纤腰凑上前，哎，凌云师弟，你活着太好了，你有没有受伤？快过来让师姐检查一下身体。在场太虚仙门弟子顿时一片哗然，眼神在三人之间来回游移。这小子何德何能，不仅让萧师姐成了他的道侣，连柳师姐都为他争风吃醋。凌云狠狠打了一个冷战。柳师姐，大庭广众之下，不用了吧，我身体很棒。萧慕瑶与柳夭夭的目光在半空中相撞，仿佛有无形的火花迸溅。柳夭夭，萧慕瑶声音冷若冰霜，这般对我道侣动手动脚，未免太失体统了吧？柳夭夭红唇微扬，不但不退，反而又往凌云身边靠了半步。你这是吃醋了？你的道侣也可以是我的道侣，你说对吧，师弟？萧慕瑶袖中剑气隐现，却又强自按捺。你不知廉耻。柳夭夭突然伸手捏了捏凌云的脸颊，饱满的胸脯几乎要贴到凌云手臂上。师弟，你说是喜欢他这样的冰山美人呢，还是我这样知冷知热的？凌云，我都喜欢。萧慕瑶突然一把拽过凌云左臂，既然是我名义上的道侣，就该守些规矩。你的修为炼气7层了，3个月前你不是才炼气3层吗？萧慕瑶瞪大美眸，这还是那个人人唾弃的废物四系杂灵根吗？凌云挠了挠头，当时被追杀的紧，不小心掉下悬崖，在下面随便摘了几个野果充饥，谁知道吃完修为就莫名其妙长到炼气7层了。在场众人闻言顿时一片死寂，嫉妒不服。第二峰王长明长老一个箭步冲上前，小子，是什么样的果子？在哪个悬崖？散发诡异的赤光，就在那边的悬崖底。赤心玄天果。王长明长老猛地一拍大腿，声音都在发抖，你全吃了？见凌云点头，王长明长老差点一个踉跄栽倒在地。暴殄天物啊，这等天地灵果给你一个杂灵根吃了，简直是。王长老怎么会浪费，起码他修为暴涨了。王长明长老痛心疾首，你懂什么？若是给一个双系灵根的天才吃下，他起码能长5倍修为，你说浪不浪费？
那弟子，王长明长老声音发颤，你一次性吃这么多，强行激发潜能，日后修行之路怕是……哎，到底吃了几颗？凌云慢悠悠地伸出5根手指，全场再次陷入死一般的寂静。王长老，你去啊，去看看还有没有。那是断魂牙。老夫回仙门。太虚仙门。小舍，萧慕瑶，是不是你让我去先锋小队的？凌云质问。萧慕瑶面无表情，我没有。你巴不得我死，不是你那会是谁？凌云盯着萧慕瑶，后者眼神闪躲，明显知道是谁。我不清楚，不过你都安全回来了，就没必要知道了，对你没有好处，其他的我会处理，以后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凌云不点破，大概率是上次在青阳城杀他的人，姓齐的迟早会跳出来。那我得谢谢你了。不必客气。凌云，天风某洞府，齐继海负手而立，周身散发着森然寒意。不是说他绝对活不了吗？你们怎么办事的？齐师兄，我们也没想到，那小子命那么硬，去了战场都被追杀了，还因祸得福，吃了什么果，暴涨修为。齐继海眉头紧锁，指节捏得咔咔作响。炼气7层不是一般的难对付，外门弟子没几个会招惹。齐师兄在吗？门外传来清脆的声音，是萧慕瑶。齐继海整理一下衣服，走出洞府。师妹，你怎么来了？师兄，我有话直说了，凌云不过是我的挡箭牌，我俩清白，以后还请不要针对他，他对你构不成威胁。齐继海心里不舒服，脸上装无辜。萧师妹何故此言？不是你，在师妹心里，师兄如此不堪，小肚鸡肠。萧慕瑶不相信，除了齐继海，他想不到第二个人。不是的，师兄，师妹无礼了。无妨，解释清楚就好。师妹今晚有空吗？萧慕瑶犹豫一下，没空，最近师尊看得紧，得抓紧修炼。好吧，改天约。若是以往，萧慕瑶会答应，但是不知道为何突然间就想起来凌云，就拒绝了。他给自己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跟齐继海出去的话会对不住凌云的，对，一定是这样子的。凌云刚准备关门修炼，一道火红身影来了。师弟，大白天的关什么门？还怕我吃了你不成？柳师姐，你来的正好，配合你演了一出戏，该兑现你的承诺了吧？柳夭夭，刚才你没少占便宜吧？凌云摇头，师姐说什么呢？我一本正经，岂会干那种事？哦，是谁在我靠近时候蹭蹭的？不是我，别说那么多了，该给的报酬一分不能少。得了便宜还卖乖，软不软？软不软要体验过才知道。哼！柳夭夭正色道，是齐继海要你死的，不是萧慕瑶。我知道，你最好远离他，他是内门真传弟子，后台很大。好的，我一定远离。凌云眸子深沉，果然是姓齐的，齐继海嘛，这才乖。1个月后外门弟子大比，你得参加。为何？你是不是不思进取？外门前3不仅有奖励，还有机会进入各峰修炼，比你在外门强多了。柳夭夭眨眼睛又走了。关门修炼，独立空间内，在外面被2女搞得火气难消，刚进来就把沈五月吊起来教育。1个小时后，凌云修为长得有点慢了，还得去第1层。沈五月扯过包背，双眼含珠，畜生，我不会放过你的。第1层，凌云花了不少时间巩固炼气13层，把太虚剑法继续修炼，7杀剑法修炼至登堂，其他剑法一一修炼一遍，虽然没突破，但水到渠成，急不得。在训练室内，凌云结合那么多剑法，足足在太古剑魔面前撑了5分钟，而且打得非常顺手。3天后，凌云出关，先去了一趟事务殿，把战场的战功全部兑换至仙门贡献点。如今凌云手上还1500贡献点，足够在藏宫阁兑换一本武技了。说来惭愧，入仙门第6年，凌云所掌握的仅有太虚剑法，最低级的一门剑法，有条件的新入门弟子都不会选择。长老，这是我的身份牌，进去吧，你只能选1500贡献点以下的武技。眼前的长老透着一股沉着的气息，听其他弟子说，他至少管理了藏宫阁200多年，按照宁渊境200寿元，那长老至少在灵海境以上，甚至更高。凌云拱手，长老，不知道我适合用什么武技？什么灵根？4系杂灵根。长老抬头，说句实话，贡献点来之不易，你还不如收着。凌云，前世小说都是骗人的，藏宫阁老头屁本事没有，还有眼无珠，白瞎了那么好的眼睛。进入藏宫阁，凌云仔细查看起来，从第1层到第2层，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一本蒙尘的武技，刺魂，玄级中品。那么好的武技怎么没人欣赏？莫非是残篇？拿起刺魂，来到藏宫阁长老面前。长老，我要兑换这本，有点眼光，但不多。此乃灭魂阁的武技，据说不完整，半部残卷。你确定兑换它了？
别怪老夫不提醒你，这本武技放在藏宫阁已经800年无人修炼。800年前有一位天才弟子不听劝，非要修炼，最后走火入魔，滥杀无辜，最后识海寸断。凌云看着这本被诅咒的武技，点点头。我相信自己。哼，好吧，扣除1000贡献点，早日还回来。凌云拿着武技来到塔内的第3层，刚神女塔给出的消息，可以拿低等残篇魂技改造为圣级以上的魂技，祭出1万下品灵石，到底会有什么惊喜？一阵金光吞噬刺魂，紧接着无数玄奥符文如活物般蠕动，化作金色蝌蚪纹，顺着他的手臂直冲眉心。凌云只觉得脑海轰然一震，仿佛有万千星辰。这是圣级魂技仙奴印。凌云瞪大眼睛，这门魂技的恐怖之处远超想象，不仅能以精神力直接绞杀敌人神魂，更可侵入对方识海，烙下奴印。前提是对方自愿放开抵抗，一旦烙上奴印，终生不得事主背叛。突然间，凌云信步来到仙门市剑碑前，一块参天巨石，上面密密麻麻都是仙门弟子留下来的剑痕，历代弟子都会留着1、2道剑痕，让后来者参考参悟。是剑碑不是一般的硬，普通剑或者法器类无法对他留下任何的痕迹。凌云指尖轻抚过那些深浅不一的痕迹，忽然在一道纤细的剑痕前驻足。咦，这套剑法？凌云凑近看了看，怎么娘们唧唧的，还全是破绽。要我说啊，这一剑要是再多用3分力，往上挑一点。凌云一边嘀咕，一边在旁边石壁上刷刷刷刻下改进版，威力起码翻3倍，且对敌不易露出破绽。凌云把自己的见解用剑法方式留在旁边，希望有缘人能够看到。刹那间，随着这最后一道剑痕落下，凌云的心境提升，太虚剑法得以突破，达到了圆满之境。不久，2道倩影驻足，萧慕瑶忽然发现自己先前留下的一道剑痕下方多了几道来历不明的痕迹。是谁？萧慕瑶眯着眼睛。宋诗柔表情凝固道：好生厉害的剑法，慕瑶，他不仅破了你的剑诀，还点出来你的不足。我怎么没想到太虚仙门中还有谁能有这本事？是太虚剑法圆满之境，太不可思议了。到底是谁？萧慕瑶无法冷静了，他可是被誉为太虚仙门天骄中的剑道天才，剑法居然被指出3点不足，且对方完全正确。宋诗柔，会不会是司徒师兄？他剑道造诣在你之上。萧慕瑶美眸一亮，随即摇头。他不修太虚剑法，仙门中有如此高深剑术之人，为何我从没听说？萧慕瑶手中灵剑浮动，又在事件碑上留下被破解的一道剑法。青阳城苏氏商会，公子，管事已经等候多时，请随我来。崔管事最近很忙，忙着处理灵矿的事，但凌云到来，还是亲自迎接。哈哈，白小友果然深藏不露，千煞门部下重兵都让你逃了，更别提周家了。当日，崔管事听虞美人吩咐，暗中保护凌云，可是他找了半天，发现跟丢了，不死心的他徘徊在落星谷，还是一无所获。凌云笑了笑，姬操，不值一提。白小友，你在看什么？哦，没啥，走吧，灵石给你准备好了。豪华包间内，凌云拿到了属于他的报酬，3万下品灵石以及1滴神魂液。他不在，夫人回去了。他说让你什么时候有空去帝都把青鸾剑还给他。凌云疑惑，那美妇什么来历，那么小气？这极品灵剑真带劲，就不能送给他？离开苏氏商会后，凌云寻了处僻静角落，盘膝而坐，小心翼翼地取出那滴晶莹剔透的神魂液，辅一入口，顿觉识海翻涌。嗡，脑海中似有洪钟大吕鸣响，原本如溪流般的精神力瞬间化作滔滔江河，神识范围从方圆10丈暴涨至30余丈，赫然突破至宁远近3重。识海之中，原本稀薄的神念如今凝若实质，如雾如沙。爽！凌云揉了揉太阳穴，可惜就1滴，要是能搞个10滴8滴的。他咂咂嘴，已经开始盘算去哪再搞点这种好东西了。好像外门弟子大比，奖励进入血池1次，据说泡1次血池，精神力会涨1波，而且凌云的肉体也需要强化，否则远远跟不上。太虚仙门，凌云居所。刚回宗门不久，萧慕瑶便踏空而来，他一袭白衣胜雪，腰间佩剑清明。随我来。师姐这是？凌云挑眉。萧慕瑶玉指轻点剑鞘，外门大比在即，作为你的道侣，这20日我亲自陪你练剑。凌云眼中金光一闪，听闻前3甲可入血池淬体。不错。萧慕瑶微微颔首，据历代进去过的弟子所言，血池淬体后，修为与神魂皆可精进，且前10名者将由各峰长老择优选入内门。你要好好把握这次机会，进入内门有我罩着，别人就不敢明目的那么欺负你了。进内门能和你一起住吗？你
若是你真进内门，一起住就一起住。凌云眼睛一亮，师姐，事不宜迟，我们开始双修吧。萧慕瑶习惯他的说话，不予理睬，压制境界，使劲儿来。凌云反反复复都是在使用太虚剑法中的第一招太虚弄月。你剑法已登堂，为何一直不对我使用第二招？我怕第二招太强，师姐你顶不住，让你来就来，我顶得住。剑光乍现，凌云手中血幽陡然一转，第一剑，剑势如虹，直取中宫。萧慕瑶抬剑格挡，却见那剑锋倏然变向，这剑法。第二剑，剑影协调，恰似星月破云。萧慕瑶莲步轻移，鬓边却已被剑气削落一缕青丝。这剑法似曾相识，萧慕瑶一时间难以招架。第三剑，这一剑最为刁钻，自下而上撩起，正是太虚剑法第二式三剑定乾坤的杀招。萧慕瑶仓促应对，却觉手腕一麻，铮，手中灵剑脱手而出，他整个人向后跌去。师姐小心！凌云身形如鬼魅般闪至，左手揽住那盈盈一握的纤腰，原地转了一个圈，温香软玉在怀。师姐方才可是分心了，确实分心了，看到了白起的影子。这三剑定乾坤像极了白起。萧慕瑶又羞又恼，一掌拍向他胸口。登徒子，放开！凌云却纹丝不动，反而将人搂得更紧。我都说了，这招三剑定乾坤，师姐你顶不住。收服！刺骨寒意骤然袭来，凌云脸色骤变，慌忙松开手臂。啊！萧慕瑶惊呼一声，好巧不巧，衣袖却勾住了凌云腰带，两人顿时失去平衡，齐齐栽倒在地。砰！又好巧不巧，凌云整个人压在了萧慕瑶身上，脑袋不偏不倚，落在那傲人的果子之间。弹薄如蝉翼的纱衣根本遮不住那惊人的弹性与柔软，更有一股清幽体香直钻鼻尖。这感觉竟比顾清玄、东方苍月、神武月的都要刺激100倍，更让人血脉奋张。你！萧慕瑶羞愤欲绝，玉掌间已然凝聚起森然剑气。凌云，你轻薄我，我要杀了你！这误会啊！凌云赶紧起来，正经的模样又让萧慕瑶下不去手。可是他真的好气，平白无故又被凌云占便宜，那地方怎么可以一直弹？他觉得凌云一定是故意的，又没有证据。凌云师弟在吗？一道清越女声突然从院外传来，瞬间打破了屋内旖旎的氛围。我在。凌云抬头望去，只见林希云携着一位娇俏少女缓缓而入。两人见到院子的情形，顿时愣在原地。萧慕瑶看了一眼林希云，眉头紧皱，这家伙怎么到处有女人找啊？萧师姐，萧师姐好。萧慕瑶冷眼扫过二人，眉头不自觉地蹙紧，这登徒子怎么到处招惹女修？恭喜林师姐。凌云目光如炬，一眼看出林希云周身灵力凝实。林希云俏脸微红，多亏师弟的丹药。凌云身上仿佛笼罩着一层迷雾，引得林希云不自觉地想要拨开层层谜团，一探究竟。这个念头刚在心头浮现，林希云便不自觉地轻咬下唇，一抹淡淡的红晕悄然爬上她白皙的脸颊，如同朝霞映雪般动人。气氛突然变得微妙起来，林希云莫名有种被正视捉奸的错觉。更诡异的是，萧慕瑶竟站在一旁，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竖着耳朵偷听二人对话。林希云拉过身旁少女，小师妹，这位就是我跟你提到的符师，你可以找他炼制符箓。他吕晓不确定，因为他以为符师都是一把年纪的，才有真材实料，像凌云那么年轻的，不知道可靠不可靠。凌云师弟可是一名出色的符师，你找他准没错。萧慕瑶闻言瞳孔微缩，这小色贼居然还是个符师，他怎么从未听闻？林师姐，算了，我不想定制了。见林希云一直推销，吕晓果断放弃。林希云好不容易给凌云介绍的生意搞砸了。没事，正好我最近也没空。师弟可是为了外门大比。萧慕瑶一直在，林希云不敢多说什么，找了个借口离开了师姐，继续。我没空。凌云，你是符师？什么时候的事？不久前。萧慕瑶突然想到什么，明天你在天峰山下等我。翌日，天峰山下，晨雾未散，5道身影已齐聚于此。除了萧慕瑶外，其余4人皆身着太虚仙门内门弟子制式的月白流云袍，衣袂在晨风中轻扬，袖口金线绣着的云纹若隐若现。3位男修气度不凡，各自静立一旁。最引人注目的是左侧那位身量高挑的女修，一袭素白长袍，衬得她如霜雪般清冷出尘。她面容姣好，虽称不上绝色，却也当得起8分美人。高挑女子抱拳一礼：萧师姐，我们人还不齐，不知还有哪一位师兄未到？这任务我们已经拖了3天了。一位面容刚毅的男修接口道：
以我们现在的阵容，即便对上林海境后期也有一战之力，何必再等人来分薄贡献点？萧慕瑶眸光清冷，淡淡道：为了安全起见，此任务还需要一名符师。高挑女人道：确实，那采花贼实力不高，却能屡次三番从我们太虚仙门弟子手中逃走，必定有底牌，符师最能出其不意。采花贼无论是逃或者引，符师都能应对。可是符师虽有其独到之处，但在实战中往往显得颇为鸡肋。凌云姗姗来迟，师姐，这是随我们出任务。三人脸色瞬间阴沉如墨。炼气期，跟着他们都嫌弃丢人。另一名鹰钩鼻男修突然嗤笑出声：我当是什么高人，原来是个炼气期的废物。陆师兄，区炼气期也配与我们同行？传出去岂不让人笑话太虚仙门无人？陆羽笑了笑：你俩闭嘴，萧师妹这是考虑周到，连端茶递水的仆人都备上了。是，我就说吧，这小子炼气期，神识怕是连基础符箓都画不利索吧？原来是这样，小师弟，待会记得跟紧些。打斗中若是被余波伤着，我们可不好向萧师姐交代。三人谈笑间已将凌云当作空气。萧慕瑶清冷的声音打破沉寂：人已齐备，启程。他玉手轻扬，一艘流光溢彩的飞舟凭空显现，众人纵身跃上。凌云刚要站稳，陆晨诡异一笑，运转飞舟骤然加速。凌云已被惯性带得踉跄后退，电光火石间，他下意识抓住眼前飘飞的素白衣袖，整个人却仍不受控制地向前扑去。温香软玉撞了满怀。萧慕瑶只觉得后背贴上炙热胸膛，凌云的下巴正抵在他肩头，灼热的呼吸喷洒在耳畔，他雪白的脖颈瞬间染上绯色，连耳尖都红得滴血。连站都站不稳。嘲弄的笑声突然凝固，三名男修瞪大眼睛，脸上讥讽之色逐渐扭曲。他们分明看见萧慕瑶非但没有震开凌云，反而悄悄调整了非洲平衡。陆晨手中折扇咔嚓一声断成两截。他们费尽心机争取这次任务，不就是为了近水楼台？谁知竟被个炼气期的小子捷足先登。萧慕瑶心里升起一丝异样。高挑女人道：我们还是制定一下作战计划吧。接下来，凌云听清楚了，采花贼善火系术法，需萧慕瑶的寒冰剑气克制，其鬼魅身法由三名内门弟子结阵牵制，高挑女子竟是丹师，负责战后疗伤与解毒。商议间，非洲已掠过云层，眨眼功夫，青阳城轮廓便映入眼帘。非洲稳稳落在一座朱门府邸前，早有锦衣中年男子龙行虎步迎出，抱拳道：诸位终于到了。穆城主。萧慕瑶微微颔首：进去说吧。城主府大堂内，沐风拿出一个飞剑，这是今早在府邸大门发现的。陆晨瞳孔一缩，白灵剑，却是采花贼丁志行作案前的标记。丁志行这个名字在青阳城可谓臭名昭著，此僚修为已达临海初期，却专行采花恶事，至今1个月内已在城内犯下8起大案。最猖狂的是，他每次作案前必先投书示警，将作案时辰、地点明明白白告知苦主。可恨的是，前3次太虚仙门派临海中期内门弟子围剿，却被他以诡异遁术逃脱。第4次出动3位临海后期，反中调虎离山之计。最近一次更是耻辱，2位执事坐镇，却连人影都没见到。此贼最善声东击西。穆城主咬牙切齿道：上月李府布下天罗地网，结果他竟从30里外的赵府得手，等人赶到赵府，李府又遭殃。萧慕瑶闻言，玉指不自觉抹下剑柄，能让太虚仙门屡屡吃瘪，这采花贼恐怕不止临海初期这么简单。城主放心，我们接下任务，必不让令爱受辱。今晚晚上，我们埋伏在其闺房附近。陆师兄，你实力最强，先隐藏起来，我检查一下城主府。灵儿师妹，你负责饮食方面，防止下毒。萧慕瑶吩咐完，带着凌云仔细查看了一遍城主府，可有发现？凌云摇头，说说你的看法。嫌弃人肯定色胆包天。萧慕瑶无奈，算了，本来也不指望你，让凌云用符师身份参与，本就是让他蹭贡献点的。穆城主，请把府邸所有人都集合在一起。转瞬间，城主府上下100余口人，连同那条看门黑犬，全数被召集至大堂。到齐了。沐风城主点头，府中所有人除了剑内跟闺女，尽在于此。萧慕瑶朝2位师弟递去眼色，仔细一点，千万别出差错。师姐，检查了，没问题。凌云忽然传音道：师姐，你把领口往下一点。萧慕瑶闻言，眸中寒芒骤现，师姐，快点。见萧慕瑶纹丝不动，他竟一步上前，径直揽住那盈盈一握的纤腰。凌云，你放肆！萧慕瑶勃然大怒，别动，我快确定谁是丁志行了，切不可露出破绽。真的。
萧慕瑶娇躯一僵，竟真任由他搂着。那鹰钩鼻男修见状，当即拔剑。混账！你干什么？快放开师姐！一道凌厉剑气破空而来。争！萧慕瑶竟挥剑为凌云挡下这一击。可以松手了吧？萧慕瑶声音发颤。众目睽睽之下，虽说视为任务，但被这般轻薄，仍令他羞愤难当。萧慕瑶剑锋抵在凌云脖子，都跟我来，我需要一个解释，不然……哈哈，小子，这回你完了。偏僻的别院内，等陆晨到来。萧慕瑶道：“丁志行就在城主府，有什么证据？”萧慕瑶瞪了一眼凌云：“你赶紧说。”凌云道：“那人装扮成小厮，众人皆战战兢兢，唯独他眼神时不时地盯着师姐看。如果你们是丁志行，见到萧师姐这般角色，会不会对萧师姐更有想法？刚才我故意做出那般无礼之事，那小厮居然在笑，想必把我当作同道中人。”凌云没说的是，他捕捉到那小厮眼中淫邪之光，简直恨不得将萧慕瑶生吞活剥。这绝不是一个普通家丁。陆晨眯着眼睛，万一你猜错了呢？后果可不是你一个外门弟子能够承担的。萧慕瑶开口打断：“行了，至少得把他确定为嫌疑人，有任何可疑都不能放过。我们重点留意。”众人离去。凌云道：“你不信我？不是不信，丁志行为人奸诈，我们不可掉以轻心，得做两手准备。”另一边，城主府马厩中，陆晨的身影鬼魅般浮现。“喂，丁志行，你暴露了。”小厮缓缓直起腰，露出一口参差不齐的黄牙。“大人，你在对谁说话呢？怎么，你还想演？”丁志行不再隐藏，笑了笑：“哈哈，倒有好眼力，跟我交手那么多的人之中，属你最聪明。”陆晨眼眸低垂：“做个交易如何？”丁志行舔了舔嘴唇：“哦，什么交易？说来听听。”“城主府千金给你，我要萧慕瑶。”丁志行眯起三角眼：“呵，如果我两个都要呢？萧慕瑶太美了，他自不会想放过。”陆晨声音阴沉：“别太贪心，到头来一场空。你也暴露了，这一次我们有备而来，抓不住你，但你也不会得逞。”丁志行眼中银光闪烁，伸出猩红的舌头：“你完胜的，得给我尝尝。”“好道友，成交。”夜幕降临，萧慕瑶静坐于穆家千金闺房内，四周早已布下天罗地网。15、16岁的穆灵紧攥着她的衣袖，娇躯微微发抖。“萧姐姐，我害怕。”穆灵不必紧张，有我在。话音未落，嗖，一道破空声骤然响起，烛火应声而灭，屋内瞬间陷入漆黑。枪！青霜剑出鞘的寒光中，只见一道黑影掠过窗前。萧慕瑶娇喝一声：“休走！你们还不快拦着他！”丁志行，休走！黑影身法诡异，在外面的鹰钩鼻男子一下被他撞开。“师妹，起阵！”陈美玲手忙脚乱，区区阵法。黑影一下从阵法中逃脱，快速从后花园逃离。陈美玲愣在原地，美眸满是不可思议。他怎么做到的？沐风闻声而动，立即率领府中护卫追出。凌云却始终暗中盯着那小厮，听闻院中异响，第一时间冲入内院，一道赤红符箓扔出，在墙头炸开，硬生生将那黑影逼退3步。黑影森冷目光与凌云隔空相撞，杀意滔天，却终究选择遁走。凌云，不必追，贪生怕死就滚远点。鹰钩鼻男子嗤之以鼻，与同门急追而去。陈美玲略一迟疑，也咬牙跟上。萧慕瑶安置好穆灵，青丝飞扬间已化作一道白虹追出。凌云，你还不跟着追？绝不能让丁志行逃了。凌云眉头一皱，不对劲。师姐，你没发现问题？萧慕瑶身影已经完全的消失。凌云，胸大无脑啊！房间传来穆灵叫声。凌云脸色一变，该死，是调虎离山。3步一个跳跃，凌云冲入房间，只见一道黑影抓住穆灵，正嘿嘿直笑。美人，你以为凭借他们几个垃圾就能保护你？太天真了，让夫君好好疼你。就穆灵被死死捂住嘴巴，想要发出一点声音都做不到。放开他！凌云血幽剑出鞘，还有一个炼气期。哼，八荒剑诀。刹那间，8道血色剑气如狂龙出海，将整个房间照得猩红一片。剑气所过之处，梁柱尽断，帷帐粉碎。剑法虽好，但境界太……这一剑让丁志行感觉到了不妙，立刻把穆灵挡在身前。凌云瞳孔骤缩，硬生生收回了7成剑气，残余的2道剑气劈在丁志行左肩，连他的护体元气都破不了。丁志行大笑：“小子，你太嫩了，仁慈是你们永远无法战胜邪道的原因。吃我一招！”丁志行趁机一掌拍出，林海境的真元如怒涛般奔涌，
凌云侧身闪避的瞬间，再回头时，屋内早已空无一人，只剩几片破碎的衣料飘落在地。凌云冷笑：追人，他可是没输过。龙须9步，龙腾8荒。另一边，萧慕瑶追击途中猛然驻足，想起凌云先前的警告，心头骤然一紧。不好！木灵！当萧慕瑶赶回城主府闺房时，眼前景象令他瞳孔骤缩，脸色瞬间惨白下来。这怎么可能？闺房内一片狼藉，木灵与凌云皆不知所踪，但地上却有一道机不可见的荧光痕迹，在月色下若隐若现。咦，这是标记？指引符？是凌云。指引符化作流光，朝着凌云所在飞去。萧慕瑶身化流光紧追。城外20里，丁志行受够了，忽然停下。该死的蝼蚁，穷追不舍，老子现在就让你上路。本来就赶时间，还有一条尾巴在后面一直追着。嘿，老子林海静！对方一个垃圾炼气期，随手拍死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凌云脸色微变，那么强的实力，他可打不了。萧慕瑶啊，还不来？你可别害我，非要一意孤行。让我来想想你的死法，被我的断魂刀劈成2半如何？放下木灵，丁志行缓步向前，每迈出一步，周身杀气便浓重一分，沉重的脚步声如同催命的鼓点。前辈也算一方人物，为何行苟且之事？想要女人，以你的实力，何愁找不到？何不光明正大的去追？你懂什么？他们心甘情愿有什么意思？这样才好，多刺激。说话间，第一刀，猛烈的刀气杀来，凌云光芒施展太虚剑法。砰！凌云喉咙一甜，噗！一口血喷出。果然，林海静对他来说太强了，远不是对手。咦，居然没死，护身符可救不了你。下一秒，第2刀来了。凌云瞳孔放大，快速躲开，轰然一声，差一丢丢真的开办了。操！灭道！这一剑快到了极致。丁志行眯着眼睛，刀身护在胸前。这剑输在近剑。凌云后退一步，连最强的灭道都被丁志行挡下了。小子，能挡下我2刀的炼气期，你是第一个，到此为止了。小爷我没空陪你玩，他还等夫君宠幸呢。丁志行斜斜一笑，向前重重踏出一步，霎时间，一股凛冽刀意冲天起，宛如狂龙出渊，裹挟着斩断山河的霸道之势席卷而出。刹那间，他的身影骤然模糊，周身迸发出刺目的刀芒，那锋芒之盛，竟让人分不清是人在遇刀，还是刀在遇人。天地间仿佛只剩下一道贯穿苍穹的刀光。灭道太虚剑法第2式3剑定乾坤。如此强大的攻击，在丁志行蕴含着天地大势以及霸道刀意的一刀之前，就如鸡蛋面对石头一般不堪一击。凌云嘴中发出一声闷哼，嘴角有鲜血溢出。这身体不行，境界提升上去，肉身跟不上，危机后外门大比前3名一定要拿到手。看着凌云还不死，丁志行的脸色无比的阴沉，气得快吐血。已经第3刀了，还杀不死？卧槽，怎么回事？那么久没搞定。一道突兀声音传来，黑影从天而降，森冷的目光死死锁定凌云，眼中翻涌着滔天怒火与杀机。凌云眯着眼睛，同伙？不对，那么只可能是他了。2个林海静，凌云束手无策，已经产生逃跑念头。蠢女人，还没反应中计了，这时候还不到，马上解决。丁志行狞笑着甩了甩手腕，刚才不过陪你玩玩，只用了3分力，现在该送你上路了。凌云嘴角微扬，眼中闪过一丝戏谑。巧了，我也就用了3分。找死！丁志行脸色一沉。凌云退下，你不是对手。一道清冷的声音突然响起，萧慕瑶飘然而至。你可算来了。萧慕瑶面带愧色。对不起，跟我说没用，先救人再说。萧慕瑶目光转向2个黑袍人，眉头紧蹙。怎么会有2个？凌云冷笑，其中一位可是你的老熟人。萧慕瑶歪着脑袋。谁？凌云道目光冷冽。陆晨，别装了。萧慕瑶瞳孔骤缩。不可能。陆晨？为什么？丁志行不耐烦地瞥了眼身旁的黑袍人。行了，被看穿了，别演了，速战速决。2个美人在此，丁志行已经迫不及待了。黑袍人缓缓摘下兜帽，露出陆晨阴沉的面容。师妹，我不想跟你交手，是你杀了这小子跟我走，还是选择逼我动手？对凌云，陆晨十分憎恨。萧慕瑶咬牙切齿。陆师兄，你竟然和采花贼勾结，在闺房和我交手，故意引开其他人的也是你，为什么？丁志行放肆大笑。还能为什么？这小子为了得到你，主动找我合作，要不是我，他哪有机会接近你啊，傻姑娘。凌云，你快走，去通知穆城主，
萧慕瑶长剑一震，周身骤然凝结出无数冰晶，我来拖住他们。想逃？陆晨狞笑一声，剑锋迸发出刺目寒芒，一道凌厉剑气破空而出，直取凌云后心。走啊！萧慕瑶轻斥一声，剑势陡然暴涨，漫天冰晶化作无数剑气，竟同时逼退陆晨与丁志行二人。三大灵海境强者交锋的瞬间，整片天地骤然变色，黄暴的灵力激荡间，寒冰剑气与炽烈刀光不断碰撞，炸开的余波将四周古木拦腰斩断。唰！突然地面亮起刺目的青色阵纹，无数光幕冲天起，将五人彻底封锁在内。陆晨，你竟然……萧慕瑶脸色骤变，眼中满是难以置信。师妹，别怪我。陆晨阴冷一笑，手中阵盘散发着悠悠青光，做这种事可不能留活口。丁志行眉头一皱，心中暗惊，若不是和陆晨合作，单凭这旋即困阵，自己今晚恐怕插翅难逃。萧慕瑶握紧长剑，寒声道：既然如此，那就鱼死网破。陆晨眼中闪过一抹嫉恨，师妹何必呢？我哪一点比不上这小子？你比不了，他虽然好色，但至少不像你这般阴险。凌云，以1对2，你们死定了！轰轰，三道身影再度碰撞，灵力炸裂，气浪翻腾。萧慕瑶剑势凌厉，寒霜剑气纵横交错，虽被两人压制，却仍咬牙支撑。凌云游走战局边缘，时不时一道刁钻剑气袭向丁志行要害，逼得他暴跳如雷。丁志行传音：道友，这女人宁死不从啊！你不能再留情了，再拖下去，城主府的人就来了。我无所谓，能逃，可是你呢？做的事情败露，我会一门炼魂门秘术，能把死去的女人炼制成尸魁，夜夜侍寝。陆晨心一狠，逼他用全力。凌云看出他们的意图，把萧慕瑶拦在身后。萧慕瑶，你会死的，你退后，让我来。无尘刀诀，玄天剑法，太虚剑法，三剑定乾坤，九重寒剑。砰！四股截然不同的灵力轰然对撞，恐怖的能量波动瞬间将四人震飞。尘土飞扬中，只见四道身影重重砸落在地，各自喷出一口鲜血。萧慕瑶连吐2口鲜血，娇躯一软，终于支撑不住昏死过去。哈哈，师妹，是我赢了。陆晨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抹去嘴角的血迹，眼中闪烁着病态的狂热。丁志行也挣扎着爬起，贪婪的目光在萧慕瑶身上游走。小美人，最后还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首当其冲的凌云头晕眼花，身受重伤，神识快速进入气运塔第2层独立空间。女人，借你大道圣体一用。沈五月第一次见凌云那么狼狈，还没来得及反应，困仙索把他吊起来，又被一顿疯狂输出。无耻混蛋，你……塔外不过须臾之间，凌云猛然睁眼，周身伤势竟已痊愈。你俩高兴得太早了。困仙索，丁志行，啊，你怎么？这是什么级别的武器？灭道！一声厉喝响彻云霄，只见一道璀璨剑光划破长夜，快到了极致。那剑光之盛，竟让方圆100丈内的空间都为之凝固。噗！丁志行被困仙索牢牢套住，无法遁地。下一秒，头颅便已高高飞起。他瞪大的双眼中，最后倒映的是自己无头的躯体缓缓倒下。陆晨惊恐的想要后退，却见那道剑光去势不减，径直将他拦腰斩断，鲜血如瀑喷洒，2截残躯重重砸落在地。轰！剑光连同旋即阵法一同轰得稀巴烂。凌云单膝跪地，面色惨白，这一剑耗尽了他全部灵力。下次不来了，若还有人，自己必死无疑。也不知道灵力耗尽，跑去给沈五月送温暖能不能瞬间满蓝。沈五月刚整理好，一道身影落下，把他拦腰抱起，又是一顿输出。结果很明显，凌云失望了，大道圣体只能恢复伤势，并不能恢复灵力。凌云抱起萧慕瑶，给他喂了一颗疗伤丹药，身上好多地方都遮不住了，凌云的衣服给他盖上。这女人真刚，跟沈五月是一个性子，打不过还要拼命。萧慕瑶睫毛轻颤，缓缓睁开双眸。这是，我还活着，活着，还很完整。萧慕瑶连忙坐起，检查自己身体，当看到那些遮不住的地方时，轻咬嘴唇，眸子复杂，脸上一抹红润。这家伙有没有看到？什么颜色？嘿嘿，我压根不知道你说什么。萧慕瑶气得不行，又羞又怒。他们，余光瞥见不远处的情景，瞬间让他美眸骤缩。丁志行的头颅滚落一旁，陆晨的残躯断成2截，鲜血染红了整片地面。谁杀的？萧慕瑶吞吞口水。凌云神色淡然道：我杀的，当时他们受了重伤，没什么实力，而我恢复得快，他们都死于我的剑下。不，你记住，
谁问起来你都得否认，他们不是你杀的。丁志行死在陆晨剑下，两人同归于尽。凌云在那里，快！远处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城主府的人率先赶到。沐风身形一闪，稳稳落在废墟中央。灵儿，师姐，陆师兄，大家都来了。看到满地废墟，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穆林苏醒后浑身发抖，扑进沐风怀里，痛哭失声。鹰钩鼻男子踉跄着走到陆晨的尸体前，难以置信地瞪大双眼。陆师兄，这怎么可能？陈美玲娇躯剧颤，声音都在发抖。怎么会变成这样？谁也没想到，这次行动竟让队伍中最强的陆晨永远留在了这里。师姐，发生了什么？萧慕瑶紧咬下唇，沉声道：我识破了调虎离山之计，立即折返。凌云已经去追击丁志行，还给我留下了指引符。等我赶到加入战局时，我们依然不是对手。最后陆师兄为了救我，跟丁志行同归于尽。陆师兄，陈美玲喃喃自语，她一直暗恋着陆晨，此刻再也支撑不住，瘫坐在地上，泪水夺眶而出。凌云气愤，陆晨这种人渣，死了还能留下好名声，凭什么？萧慕瑶扯了扯凌云，鹰钩鼻男人怒喝凌云：你这废物，什么也帮不上，害死陆师兄！林武人，你在胡说什么？哼！沐风走了过来，多谢，这是丁志行头颅，你们拿着回去交差吧。青阳城第一采花大盗终于被杀了，大快人心。回到城主府，穆林道：爹爹，萧姐姐为什么要说谎？沐风蹙眉：孩子，你什么也不知道。回到太虚仙门任务大殿结算处，1800贡献点。凌云看着身份玉牌上跳动的数字，眉头微挑。萧慕瑶站在一旁，青丝随风轻扬。我知道太少了，但只有他最清楚，没有凌云，靠他们无法完成任务，自己也凶多吉少，都是凌云该得的。而且本来他就打算把自己那份贡献点一并给凌云。外门大比将至，你手里没好一点的武技怎么行？任务殿一众弟子羡慕。我弟乖乖，不愧是萧师姐，完成了诛杀丁志行的任务。这淫贼终于死了，我远房表妹的邻居就是被他踩了原因，爽了也就罢了，最后还惨死。嘘，出大事了。什么情况？第6封亲传弟子陆晨死了，好像就是跟丁志行同归于尽的。那陆长老岂不是要疯了？那可是他的独孙啊。第6封，青石殿内，林武人背着陆晨的残躯重重跪倒在地。师尊，陆师兄，没了。咔嚓，陆川府掌下的茶盏瞬间粉碎，缓缓站起，白须无风自动。你再说一遍，我对不住您啊。当他的目光落在孙儿断裂的尸身上时，整座大殿的空气骤然凝固，恐怖的威压让梁木嘎吱作响，烛火齐齐熄灭。谁干的？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冰渣。是外门弟子凌云。林武人把过程添油加醋一番。不是凌云，陆师兄就不会死。陆川府脸色无比的阴沉。好，凌云，区外门弟子竟然害死我的孙儿。萧慕瑶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掩盖的事实竟然会以这种方式弄巧成拙了。藏宫阁内，凌云归还了灭魂刺，用1500贡献点兑换了一门升龙拳。本来想找一下炼体诀的，奈何最低级一本都要2000贡献点。藏宫阁长老笑了笑：你小子还算识趣，没有修炼这本魂技。凌云很想说，老子不仅练了，还把魂技提升了。凌云刚走出藏宫阁，迎面便撞见了一身红衣的柳夭夭，他正被一名华服青年纠缠，柳眉倒竖，满脸不耐。柳夭夭美眸含怒：慕容海，我说了，我不喜欢你，家族联姻又如何？我不认。慕容海深情款款：夭夭，我对你的爱意天地可见，那么多年，你还不明白我对你的心意吗？柳夭夭眼角余光瞥见凌云，眼睛一亮，3步并作2步冲过去，还没等凌云反应过来，一阵香风扑面而来，他的胳膊就被2团柔软紧紧抱住。你再喜欢也没用，这是我在太虚仙门找的道侣。凌云，什么情况？我成挡箭牌了。慕容海先是一愣，随即失笑：夭夭，别闹了，随便拉个甲乙丙丁外门弟子来糊弄我，你觉得我会信？感受到胳膊上突然加重的力道，凌云瞥见柳天天威胁的眼神，嘴角勾起一抹坏笑。凌云挑眉，心道：强啊，拿我当工具人，那不得收点利息。他反手一把搂住柳夭夭的纤腰，将她往怀里一带，挑眉看向慕容海：你找我道侣有什么事？柳夭夭娇躯一僵，耳根瞬间染上一抹绯红。这混蛋趁机占便宜，他怎么就忘了凌云是好色之徒？慕容海脸色骤变，眼中怒火燃烧：放开他，她是我未婚妻，你是在找死！柳夭夭强忍羞恼，
故作亲昵地靠在凌云肩上，冲慕容海得意一笑：“看到了吧，我没骗你，我会亲自跟父亲解释，你死心吧。”慕容海拳头捏得咯咯作响：“我不信，你一定是演戏。夭夭怎么会看上你这种？”凌云嗤笑一声，低头凑近柳夭夭耳边，温热的气息拂过她的耳垂。“柳师姐，她好像不太信啊。”柳夭夭心跳落了一拍，还没反应过来，凌云忽然捏住她的下巴，直接在她脸颊上亲了一口。不，清脆的一声响，柳夭夭，慕容海，全场死寂。柳夭夭整个人僵住，脸颊瞬间滚烫，连脖梗都红透了。这混蛋，他居然真亲！凌云舔了舔嘴唇，痞笑道：“怎么样，现在信了吗？”慕容海目眦欲裂，浑身灵力暴动。好，很好，夺妻之恨，不共戴天。小子，我记住你。临走前丢下一句狠话：别让我在太虚仙门外的地方见到你，我要你跪着求饶。待他走远，柳夭夭一把推开凌云，羞恼交加：“凌云，你竟敢！”凌云摊手，一脸无辜：“不是你要我配合演戏吗？我这是敬业，为了你，我好像得罪了一个不得了的人。”柳夭夭气得胸口起伏，指着他半天说不出话来。“那你也不能。师姐生气的样子真好看，要不我们假戏真做吧？”“做你个头啦，你得当心了。”慕容海心眼很小，但你也不用过于担心，在太虚仙门，你肯定没事，他不敢把你怎么样。走吧，请你去一个地方。凌云站在修炼塔前，仰头望着这座高耸入云的漆黑巨塔，塔身缠绕着古老符文，隐隐有灵力波动流转，光是靠近就能感受到一股沉重的压迫感。这就是太虚仙门的核心修炼地之一。凌云第一次来，没有别的原因，普通的外门弟子没有资格，就像穷人没资格进入富人的高档会所是一样的。这个世界同样等级森严，且强者为尊。负责登记的弟子是个面容清秀的少年，见到柳夭夭时立刻恭敬行礼，但目光扫到凌云时却露出迟疑。“柳师姐，这不符合规矩吧？修炼塔一向只对内门弟子开放。”登记弟子为难道？柳夭夭双手抱胸，眉梢一挑：“宗门哪条规矩说不准带家属了？”“那倒没有，外门大比在即，我带自家道侣来特训，有问题？”看守弟子被他气势所慑，连忙摇头：“没问题。这小子何德何能，竟能让柳师姐亲自带他进训练塔？”看向凌云，眼神里满是羡慕嫉妒恨。凌云嘴角微抽，低声道：“柳师姐，你这家属的名头用得很顺手啊。”柳夭夭斜睨他一眼，压低声音：“不想修炼，你可以走了。”“那怎么行？”凌云经过一番了解，得知太虚仙门的修炼塔共分20层，地上10层为普通内门弟子修炼区域，地下10层则是核心弟子与真传弟子的专属修炼场所，两部分区别很大。柳夭夭问道：“你没资格去地下的10层修炼，地上10层也足够了，你想去哪一层？”“每一层修炼的价格不一样，不过不重要，这一次柳夭夭请。”“第3层吧，我缺少武技，正好试一试能不能领悟出来。”柳夭夭支付了贡献点，给了凌云一个临时身份牌：“给你，时间是3个小时，能不能领悟看你造化。”凌云接过鎏金身份牌，指尖传来温润的触感，令牌正面刻着太虚2字，背面则是3道云纹，代表地上3层的准入权限。“师姐，要不一起去？应该可以2人的吧？”“下次吧，我要去地下第1层。”凌云目送那道倩影消失在地下入口的阵法中，这才转身走向螺旋阶梯。地上第3层，凌云刚踏入，顿时感觉肩头一沉，无形的重力领域笼罩全身，体内澎湃的灵力瞬间被压制到炼气1层的水准。抬眼望去，那些内门弟子个个举重若轻，显然早已适应。整层空间比想象中还要广阔，穹顶高悬，四壁挂满古朴画卷，每幅画卷前都盘坐着3-5名内门弟子，有人眉头紧锁，有人面露喜色，更有人手舞足蹈地比划着招式。太虚仙门的藏宫阁里的武技，大多数都在画中。角落里有幅残破的金红布图谱，周围空无一人。凌云刚走近看了几眼，就听到旁边传来一声嗤笑：“又一个不知死活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新人。这金红布残卷挂在这里1000年了，从未有人参透，据说连掌门都说此画不全，根本不可能领悟完整身法。去年有个宁元境圆满的师兄强参此图，结果到心崩毁。”说话的是一名蓝袍弟子，看着凌云外门弟子服饰，嘴上一抹嘲笑：“这不巧了，九玉神女塔第2层给灵石就能演练完整的武技。”凌云双眼一亮，岂不是这一层的所有武技，只要他有足够灵石，通通带走？凌云吞下9彩道果，悟性提升，不知道能不能参悟出完整武技来。渐渐的，他感觉画中那道模糊人影似乎动了起来，
在他的识海不断的推导，又重新演变。画面中，血色月夜下，黑袍剑客七步登天，每一步都踏碎星辰。原来如此，凌云猛地站起，在重力领域中踏出一步，看似简单的步伐，却让他的身形瞬间平移3丈，轻松的仿佛没有受到任何压制。蓝袍弟子瞪大眼睛，这是……你居然……这不可能，你才领悟不到3个时辰。没等他说完，凌云已经连续踏出7步，每一步都精准地踩在特定的方位上。7步之后，他的身影竟在第3层中留下7道残影。惊鸿7步，这是完整的惊鸿步伐，有识货的弟子惊呼出声。蓝袍青年张大嘴巴，那表情能塞下一个鸡蛋。凌云得知时间差不多3个小时，心里一顿卧槽，快没时间了，赶紧去领悟其他武技。可不管四周那些目光，咦，这有一门刀法，刀剑不离其宗，一个道理，一气刀诀。凌云马上准备领悟，快速进入神女塔第1层，把灵石系上。刹那间，无数的记忆碎片融入脑海，仿佛与生俱来，就属于自己。此时，外界的凌云处于一种顿悟状态。是你，把你领悟到的惊鸿步交出来。张远山刚进入第3层，听到众人私语，有一牛人领悟出惊鸿步，走近才发现原来是凌云。这不巧了，得知凌云没死，反而得到奇遇后，张远山一直没找到机会再弄死他，此刻双眼充满着贪婪。听到没？轰！张远山一拳朝着凌云打去，凌云强行中断悟道，一口精血喷出，脑海一片混乱。虽然躲过了这一拳，但身体受了伤。曹张远山，凌云抹去嘴角血迹，眸中寒芒如刀，新仇旧恨在这一刻尽数涌上心头。可惜了，刚他差一点领悟到了一气刀诀，那可是玄级上品武技，藏功阁都没有，这里独一份。是啊，这小子得罪张远山，有好戏看了。换了我，第一时间跪下，双手奉上惊鸿步，求着张师兄原谅。该死，他们打斗还那么大声，影响了我悟道，差一丢丢我就能领悟出剑意。陷入顿悟的弟子纷纷醒过来，满脸怒气。张远山道：各位师兄师弟，都是这小子那么大声，这里禁止喧哗，他一个新人犯了大忌，你们要找就找他。一个外门弟子太嚣张了，原本他就不该出现在这里，谁放他进来的？各位，我有一个好提议，不如逼他交出惊鸿步，再废了他修为，如何？好主意。为了平息其他人的怒火，张远山只能咬牙提出建议。众人眼睛一亮，凌云冷笑：这是我跟张远山的恩怨，你们最好别插手。哈哈，张师弟，还是你处理吧，等你拿到惊鸿步再补偿我们也是一样的。这里的内门弟子一个比一个人精，张远山无所谓了，反正他不会放过凌云的。凌云，把惊鸿步拿出来，然后再跪下来，求着我们原谅你。凌云冷笑：我若是拒绝呢？拒绝？呵呵，你在找死吗？张远山见凌云竟敢如此无视自己，眼中顿时寒芒暴涨，怒极反笑，反手抽出背后长剑，剑锋划出一道森冷弧光。话音未落，剑势已如急电般斩向凌云手臂，狠辣凌厉，分明是要一剑断其臂膀。凌云眸中寒芒骤闪，非但不退，反而迎着剑锋悍然踏前一步，衣袍猎猎翻飞间，周身杀意如狂涛怒涌，竟在空气中凝出肉眼可见的血色煞气。血幽出鞘的刹那，一道七焰剑光撕裂长空，宛若九幽血河倾泻而下，与那森冷剑芒轰然相撞。噗！张远山瞳孔骤缩，喉咙一甜，一口鲜血涌上心头。这怎么可能？我败了。同为炼气一层，他本该全力碾压凌云才对。只见那道血红剑光勇往直前，准备要张远山命时，另一道剑气却救了他。住手！修炼塔内禁止杀人。凌云，你要杀人吗？灵武人走了出来，看到此人，凌云冷笑多了几分，这不是巧合了吧？先前张远山要杀自己时候不出来阻拦，现在张远山落败，眼看着要被杀死了，又跳出来。凌云眯着眼睛，落心谷时他勾结魔门害我，该死！如今贪婪惊鸿步，爱我悟道，该杀！张师弟，他说的可是真的？你放心大胆地说。一派胡言！凌云在修炼塔挑衅内门弟子，按照仙门规矩，当以废除修为逐出仙门。凌云冷笑：好一个颠倒黑白，扰乱修炼塔，挑衅滋事的人是张远山，你怎么不废除他修为？张远山废了我？他不会，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是内门弟子，师从第4峰，烈阳真人是我师父尊号，而你是普通外门弟子，什么也不是。凌云咬紧牙关，好一个内门弟子，是否内门弟子就可以为所欲为，随便欺负外门？那，这是你说的，我可什么也没说。凌云眼眸冰冷，要废了我，
那也看看你们有没有本事，想对付我的，一起上吧，别浪费时间。血幽在手，凌云傲然而立，周身战意如狂龙腾空，搅动四方风云。区区一个外门弟子，实力不过炼气期，真不知道你哪来的底气说这话。你刚才打败了张远山，不代表你可以一直嚣张下去。而且你只有一人，而我们第3层有10多个愿意出手的内门弟子，10多个炼气1层对付一个外门的炼气1层，怕个嘚！杀了他！林武人道：“来得好！”面对他们，凌云身形一晃，惊鸿步踏出残影，手中长剑骤然绽放出刺目寒芒。太虚2式3剑定乾坤。第一剑，剑锋震颤，11名内门弟子还未来得及反应，丹田处便同时爆开血花，经脉尽碎，惨叫着倒地。第二剑，剑尖凝聚出一道3寸青芒，张远山只觉额头一凉，那道凝练到极致的剑气已贯穿头颅，在后脑炸开一团血雾。第三剑，林武人刚抬起佩剑，一道月牙状的剑气已透胸而过，他踉跄后退，低头看着胸前碗口大的血洞，不可置信地喷出一口鲜血。这怎么可能？凌云冷笑，跟尊灭道对比，你们差太远了，别说11个，来更多的同境界武者都不可能战胜的了。他围观的第3层内门弟子们个个面如土色，眼中满是惊骇。12人联手围攻，竟在电光火石间，一剑10人丹田尽碎沦为废人，一剑1人头颅炸裂当场毙命，一剑仅剩林武人1人重伤呕血，3剑败尽敌手。这般战绩纵使放在整个太虚仙门的历史上，也堪称惊世骇俗。你好毒的手段！一名被废的弟子瘫倒在地，颤抖着指向凌云，竟敢断我等修行之路。凌云剑尖轻挑，似笑非笑道：怎么，只许你们废我丹田，就不许我以牙还牙？林武人捂着鲜血淋漓的胸口，踉跄后退，色厉内荏地吼道：凌云，你闯下大祸了，残害同门，虐杀张师弟，门规绝不会饶你。那么吵，第3层怎么回事？一声暴喝突然炸响，震得所有人耳朵嗡嗡的。只见一个穿着黑衣服的中年大叔气势汹汹地走过来，来人正是执法殿驻守修炼塔的值班师兄罗威。罗威每踏出一步，地面仿佛都为之一颤，周身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威压。值守罗师兄，罗师兄来了，见过罗师兄。在场弟子纷纷躬身行礼，声音中带着掩饰不住的敬畏。执法殿3字一出，空气都为之一凝。这个令太虚仙门弟子闻风丧胆的机构，靠着宗门门规，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罗威眸光如电，扫过狼藉的四周，10余名弟子或伏或跪，丹田尽毁。唯见一白衣少年持剑而立，3尺清风犹带血痕，眸中寒光乍现。被废的弟子们瘫倒在地，脸色惨白，眼中满是怨毒与不甘。罗师兄，您要为我们做主啊！一名弟子挣扎着爬前2步，声音嘶哑。凌云这厮心狠手辣，不仅废了我们修为，还杀了张师弟。另一名弟子捂着鲜血淋漓的丹田，咬牙切齿道：不仅破坏修炼塔规矩，竟还下此毒手，我苦修10余载的修为全毁了。罗师兄，我师从第3峰。罗师兄，我师从第4峰，请诛杀凌云。林武人捂着胸口，咳出一口鲜血，阴狠地盯着凌云。罗师兄，此子凶性难驯，若不严惩，以后仙门门规怕是难以服众。罗威目光阴沉，与林武人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小子！下一秒，罗威袖袍鼓荡，右手凝聚出一道刺目金光，磅礴灵气化作遮天巨掌，带着雷霆之势朝凌云轰然拍下。你残害同门，罪大恶极，今日按照仙门门规替天行道。凌云眉头一皱，第3层不是压制境界吗？怎么这罗威不受影响？凌云长剑横指，怒极反笑：罗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与这些宵小沆瀣一气，也配谈天理公道？轰！金色掌印擦着衣角掠过，在青石地面留下3尺深的掌印。凌云借惊鸿步急退，后背已渗出冷汗，若非身法了得，这一掌足以要他性命。罗威负手而立，眼中杀意更甚，倒是滑溜，在压制境界下还能躲过我的一击，可惜终究是困兽之斗，我操你妹的！凌云怒发冲冠，剑锋直指罗威面门，满口仁义道德，实则卑鄙无耻。执法殿出了你这等败类，当真是宗门不幸。你什么也不问，就出手杀我，老子100个不服！凌云双眸充满怒火，这里被压制境界，无法施展实力，必须逃到塔外，在这静制下毫无胜算。总之不可能坐以待毙。太虚弄月，凌云剑锋一转，3道剑气直取罗威双目，趁其格挡之际，他身形如电，朝着楼梯口急掠而去。想走？罗威震碎剑气，狞笑道：今日若让你逃了，以后我在修炼塔里颜面何存？
一道更为凌厉的金光自其袖中激射而出，直取凌云后心。就在生死一线之际，凌云周身突然泛起璀璨金光，身形瞬间从第3层消失无踪。时间到了，他被修炼塔传送出去了，快追！众人慌忙冲向楼梯。而此时的第1层大厅中，凌云身影刚刚浮现，还未来得及喘息，身后就传来罗威暴怒的吼声：畜生，拿命来！金色掌印破空而至，威势更胜先前。凌云虽已恢复炼气12层修为，却仍不敢应接，只得全力施展惊鸿步闪避。罗师兄，有话好说。一道粉色倩影翩然而至，玉手轻挥间，那道夺命金光竟如琉璃般寸寸碎裂。烟尘散去，但见柳夭夭一袭霓裳雨衣站在凌云身前。罗威脸色难看。凌云惊讶：你怎么在这？柳夭夭，3个小时修炼的时间到了，自然是等你。出了什么事？为什么罗执是要对你下死手？咦，是柳师姐，她怎么会出手？罗威脸色阴沉如水，眼中寒光闪烁。柳师妹，此事与你无关，速速退开！你要杀他，至少我得知道为什么。执法殿办事也要讲个是非曲直。若凌云当真犯下大罪，我绝不姑息，但总该让他说个明白。他残害同门，无视门规，影响恶劣，罪大恶极。罗威怒喝一声，声震整个第1层。此言一出，满座哗然。什么？第1层那些不明弟子一个个瞪大眼睛，还有人敢在修炼塔内残害同门？柳夭夭扭头看向凌云：有这事？哼，他要杀我，难不成我不能自保？站着让他杀？柳夭夭眼中闪过一丝诧异。所以你把人反杀了？罗威厉声打断：休要狡辩！张远山惨死，10人丹田被废，05人重伤，这都是铁证。你可认罪？柳夭夭倒吸一口冷气：师弟，罗师兄所言。凌云笑了笑：是我做的，可我不认为自己有罪，我不过是绝地自卫反击，何来残害同门一说？罗威灵气鼓荡，杀意凛然：认罪便是死罪。凌云哈哈大笑：哈哈，如此定罪，好一个执法殿！难道有人要杀我，我只能乖乖伸出脖子让他砍，不能反抗？罗威冷笑一声，声音里带着讥讽：有人要杀你，你不会求救吗？不会找执法殿吗？而且为什么他们不去杀其他弟子，偏偏要杀你？凌云不怒反笑：哈哈，说得好，受害者有罪论，我算是见识到了执法殿的厉害了。今日12人持剑围杀于我时，执法殿在何处？我若束手就擒，此刻早已是一具尸体。罗执是不去追究行凶者，反倒在这里质问我为何自卫这道理，莫非是执法殿独创的？罗师兄不问青红皂白，迫不及待的就要取我性命，莫非与这些人早有勾结？罗威厉声：放肆！你这是在质疑执法殿？先残害同门，再污蔑执法殿，今日不处你，宗门威严何在？柳夭夭眉头一皱：罗师兄，凌云师弟说的句句在理，莫非……柳师妹，你难不成要阻挠执法殿？我只是想了解事情真相，没有别的意思。若是罗师兄一意孤行，那我只能如实告诉师尊了。柳夭夭的师尊可不是一个善茬。05人哭诉道：柳师姐，我们12人不过是替张师弟讨个说法，他直接动手，张师弟就该死吗？其他师兄弟的丹田就活该被废？畜生，原来是你先下的死手，现在还有什么话说？凌云眼神如刀：讨什么说法？自然是你在第3层内强行领悟属于张师弟的机缘，害得他神识受损，还大声喧哗，惊扰到了其他师弟的领悟。众人投来鄙夷：原来这就是受害者，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多委屈，结果死的那人才是受害者。凌云冷笑：一派胡言，颠倒黑白，分明是你们贪婪我领悟出来的惊鸿步，逼我交出。你们12人没有一个人是无辜，而且张远山最该死，不是他逼我交出惊鸿步，我早领悟出一气刀诀了。你们被张远山惊扰，又贪婪我的惊鸿步，受到他的蛊惑，一同对我出手，实力不行，反被废，还有什么可说的？还有你05人，张远山被击败时候你不出现，偏偏我打赢了才跑出，一副主持公道模样，实则挑唆他人对我出手，我刚那一剑不该留手。众人大惊：惊鸿步，第3层的残缺身法，300年无人敢参悟，真的是张远山的机缘，又被凌云强行参悟去了。还有一气刀诀，若凌云说的是真的，那太可怕了。你才一派胡言，说什么领悟一气刀诀？你倒是施展一招办事啊！凌云手中长剑竟在刹那间化作一道凌厉刀芒，只见他手腕一抖，一道凝练到极致的银白色刀气破空而出，宛如银河倒悬，带着斩断一切的决绝之势劈向05人。你也该死！一气刀诀断月，刀气呼啸间，空气发出刺耳的爆鸣，
地面青砖被溢散的刀一声声劈开一道3寸深的裂痕。这一刀太快太狠，快到罗威都来不及阻拦，狠到灵武人脸上的狞笑还未消散。赤，血线迸现，那道银链般的刀气已从灵武人天灵灌入，自胯下透出，于是未消，在后方石壁上留下一道3丈长的恐怖刀痕。灵武人瞳孔骤缩，至死都不明白，他苦心设计的杀局竟成了自己的断头台。全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这霸道绝伦的一刀震慑。那银白色的刀气残影仍在空中流转，映得凌云如杀神降世。柳夭夭朱唇微张，这是失传已久的一气刀诀，他竟已修成断月式。罗威面色铁青，这一刀之威让他都感到脊背发寒。若是此子补上境界，他也未必是对手啊！此人绝不能留。罗威怒了，双目赤红如血。灵武人在他的面前被杀，怎么跟陆长老交代？畜生，先不说之前谁是谁非，你当着执法殿的面还胆大妄为，斩杀同门弟子就已经罪大恶极。罗狗聒噪！既然执法殿不公，那我便用手中剑讨个公道。灵武人设局害我在先，我杀他，天经地义。凌云师弟，这……柳夭夭素手轻掩朱唇，美眸中异彩流转。眼前少年渐染鲜血的模样，竟让他心头一颤。那执剑而立的身影，耀眼的令人心悸。只是没想到，他做法如此之偏激，当众杀人，进一步升级局势。围观众弟子早已吓得面如土色，有人颤声道：“当着罗执事的面杀人，这一下他彻底完了。”罗威，柳师妹，你也看到了，还不速速让开？阻拦执法殿执法，这个罪，你师尊也担待不起。师姐，让开吧，我不想连累你。今日我若不立威，一再忍让，一辈子都抬不起头，修炼之路也到头了。老夫倒要看看，是什么人敢说执法殿不公正。一道突兀声音传来，是执法殿莫执事。他怎么来了？只见一位灰袍老者踏空而来，身后跟着萧慕瑶。老者面容肃穆，双目如电，胸前执法殿的银纹徽章熠熠生辉。你们来说是怎么回事？莫执事目光落在这群被废弟子身上，那些弟子面如土色，支支吾吾不敢应答。哼，入了执法殿地牢，老夫有的是手段让你们吐出来。执法殿地牢，那是每一个在仙门中犯错的弟子的噩梦，能让最硬的骨头说话，让最倔的人求饶，可谓生不如死，求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不要，我说，我全部交代。凌云所说的都是真的，是我们贪婪他的惊鸿步，被张远山挑唆，对他先出手。全场哗然，真相大白。至于为什么林师兄一而再针对凌云，我们不得而知。莫执事冷哼一声，目光如刀看向罗威：“你有什么交代？”罗威额头渗出豆大的汗珠：“弟子一时失察，疏忽了。鉴于你的失责，毁坏执法殿荣誉，罚你去思过衙面壁3年。”是，这位弟子，老夫的审判可否满意？凌云摇头：“他想杀我，不能就这么算了。那你当如何？”莫执事脸上有些挂不住：“弟子只求公道，还请莫执事按照门规处置。”萧慕瑶在莫执事身后掩口轻笑，美眸微闪，唇角勾起一抹若有似无的笑意。凌云抱拳一礼：“3番5次欲残害同门，该当何罪？”莫执事颔首：“好，按照仙门门规，谋害同门未遂罪，当断一只手，逐出仙门。”罗威闻言，脸色瞬间惨白：“莫执事，是否太重了？我要见我师尊！”啊！凄厉的惨叫声中，莫执事袖中寒光一闪，罗威的右臂应声而断，鲜血喷涌而出。莫执事扔下手臂，对着萧慕瑶道：“处置完毕。”众人惊得张大嘴巴。莫执事还真的这么处置了？就为了一个外门弟子？罗威失去一条手臂，实力大打折扣，跟半个废人差不多。凌云还想说什么，萧慕瑶拉住他：“差不多得了，告辞。”莫执事深深地看了一眼凌云后，转门飞走。萧慕瑶不由分说，拽着凌云便往外走。柳夭夭倚在廊柱旁，红唇轻启：“师弟，别忘了有空多看看师姐送你的礼物。”众人修炼塔外，萧慕瑶道：“你怎么在修炼塔？还跟他一起？还有口中说的礼物又是什么？”柳师姐请我来修炼，至于那礼物，没什么了。那贴身衣物，柳夭夭干嘛要提一嘴？以什么身份？家属？哼，以后不要跟他去。你想入塔修炼，我带你去。凌云自己吃白食，这女人怎么突然转了性子？那像什么话？我是那种人吗？什么时候有空带我再去一次？等你外门大比取得好成绩。哦，对了，为什么不继续让我说下来？那罗威明显受人指使，通过他肯定能找到幕后之人。萧慕瑶叹了一口气：“此事怪我，陆晨的死还是跟你扯上关系。罗威应该是陆长老指使的。
你怎么会出现在此？若不是萧慕瑶带着郭执事及时出现，凌云还不知道怎么收场呢。我正好也在修炼塔。多谢。萧慕瑶心里怪怪的。行了，快回去修炼吧，我走了。凌云回头看了一眼修炼塔，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修炼地，我必须得进内门才有资格。弱肉强食，强者为尊，罗威给他上了一课。刚回到小舍，王恒一脸猥琐，拉他到一边。凌云师弟，今晚我们去耍耍。修炼无岁月，多无趣，有时候也需要劳逸结合。说人话。嗨嗨，最近青阳城烟雨楼来了一批不错的女修。走。凌云来到这个世界都没好好了解过风土人情呢，好不容易有一个老油条带路。青阳城烟雨楼，凌云一看这风格，一股熟悉的环境，这不前世的商 K 吗？来一个豪华包间。好的。包间内，王浩小声道：听说你们这来了一批新货，马上安排。很快的，8个身姿妖艳的女子蒙着眼睛站在王浩跟凌云面前。师弟你先，师兄你来吧。凌云摇头，这些庸脂俗粉入不了他的法眼。其中有2个还使用了美颜符，7分妆容秒变9分，还有3人身材太假。这一切逃不过凌云的眼睛，因为他使用了显真符，是不是真材实料一目了然。王恒道：师弟，你若看上谁就点谁，这里没有套路，只有零食，一个女人500下品零食，陪你聊天喝酒3个小时。他们都是谁来做？缺零食的低级散修，或者宗门一些仙子也会偶尔接活。师兄，你点吧，我在这烟雨楼再逛逛。那行吧，你自己小心一点，别得罪了人，在这里消费的人都不一般。王恒一口气点了2个女人，这2个就是使用了美颜符的女人。凌云推门出去，一个猥琐伙计道：道友是对里面的不满意，这还有一个接私活的，比里面的绝对漂亮10倍。多少零食？1万。那么贵？贵有贵的道理，他第一次出来接活，能吃夜宵，保证您满意。安排一个包间，我得看看什么姿色，要1万。凌云纯粹好奇。很快的，一个被蒙着眼睛的红衣服女子被带到了包间。凌云，卧槽，怎么是她？月星，林希云的闺蜜。上次见面时，她还趾高气扬地数落凌云，撺掇林希云找道侣，千万别考虑她这类人。这凌云唇角微扬，眼中闪过一丝玩味。这不巧了吗？公子，您对奴家还满意吗？月星声音酥软的能滴出水来。凌云笑了，人前人后反差那么大，人前一副清高模样，私下竟是这般姿态。怎么说呢？月星属于那种93分，比不上萧慕瑶，但身段玲珑有致，尤其那股成熟风韵，更添几分撩人意味。还行，过来坐。凌云调皮的把他往怀里一带，明显感觉到怀中娇躯瞬间僵硬，那下意识的反抗只持续了片刻，便化作一声若有似无的轻叹。公子，先别摸，我可以摘下眼罩了吗？你确定？当月星解开丝缎眼罩的刹那，四目相对，他瞳孔骤缩，慌乱从他怀里站起来。公子，那个，我突然想起。凌云慢条斯理的打断。月星，真没想到，你还有这副面孔。不是公子，你认错人了吧？月星强装镇定，自己使用了变形符，一般武者，特别是凌云这种修为，不可能看穿。还装？凌云长臂一伸，轻易将人重新揽回腿上，这次力道不轻不重，恰好让他挣脱不得。我不知道公子说什么。行了，你都来烟雨楼了，还放不开手脚？月星静默如雕塑，既不言语也不动作，唯有紧绷的肩线和微微发颤的睫毛泄露着内心的抗拒。我要做全套。不会，我记得你好像有夫君吧？是内门什么疯弟子来着？一只纤纤玉手猛地捂住他的嘴，月星眼中闪过一丝慌乱。别说出去，看你表现。3个小时后，月星颤抖着系好最后一根衣带，指尖还在微微发颤。凌云慵懒地靠在榻上，望着他慌乱的模，突然就理解了孟德为什么出来给武者按摩。你道侣不是什么家族少爷吗？月星轻咬嘴唇。要你管。凌云突然捏住他下巴。你说，要是这事传出去。月星气得浑身发抖。凌云，你 baby 你无耻，赶紧开始按吧，我迫不及待。天微亮，月星整理好最后一丝乱发，冷声道：你赚回本了，除了最后一步啥也做了。月星亏大了啊，这话说的，你本来不值好吗？你。凌云起身，放下1万零食。烟雨楼规矩，抽水6成，所以月星只得到4000零食而已。昨夜种种旖旎忽然浮现脑海，月星耳尖微红，轻咬朱唇，好像凌云也不是那么讨厌，也不反感跟他。我怎么了这是？月星啊月星，
你可不能那么不知廉耻。凌云回到小舍，入塔修炼。训练室内，凌云使用所学，不断挑战着太古剑魔。在底牌进出的情况下，还是无法击败，但凌云感觉距离打败尊灭道也不远了。半个月时间一晃而过，境界提升了一个小坎，炼气14巅峰了。太虚仙门外门弟子大比正式开始，报名弟子为所有炼气期以下的外门弟子，差不多1万多人。凌云站在外门广场的边缘，望着前方人山人海的景象，微微眯起了眼睛。放眼望去，黑压压的人群，个个神情肃穆，却又难言眼中的渴望。听说这次大比，每个区域只留5人。身旁一个瘦高个子的弟子低声说道，声音里带着明显的颤抖，5%的晋级率比往年残酷多了。凌云分到了第6区。第6区的集合点是一块巨大的青石平台，足以容纳上千人。平台中央站着一位身着蓝袍的内门执事，面容冷峻，规则很简单。蓝袍执事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第1轮混战，所有人同时上台，被打下台或主动认输者淘汰。1炷香时间后，台上剩余者晋级。开始。随着执事一声令下，上千名弟子如潮水般涌上青石平台。凌云没有急着冲在前面，而是缓步走在人群边缘，目光警惕地扫视四周。砰！战斗瞬间爆发，拳脚相交，剑气纵横，惨叫声此起彼伏，不断有弟子被打下平台，或是主动跳下认输。凌云侧身避过一道袭来的剑气，右手轻抬血幽，甚至没有出鞘，仅用剑鞘点在一名偷袭者的手腕上，那人痛呼一声，长剑脱手而出。外门广场上，萧慕瑶静静注视着。呵，陆长老安排了几个弟子也在第6区，你说巧不巧？师弟的命真苦，别说进内门了，能不能保住命都不一定。柳夭夭掩嘴一笑。外门广场下，林希云对着凌云大喊，凌云师弟加油。卧槽，林仙子怎么给一个男人加油？许多围观的大虚仙门弟子见这貌若天仙的女人竟为凌云助威，眼中都不由得闪过几分酸意和羡慕。月心冷哼一声，希云，我可跟你说，他可不是什么好人，自己差点就被吃干抹净了，好像也好不到那里去。月心，我不许你说他。月心无奈扶额。凌云环顾四周，发现平台上的弟子已经少了近半，他刻意避开那些激烈的战团，只在有人攻击时才出手防御。每次出手都只用最基本的太虚剑法，而且故意控制力道，让对手只是被击退，而不受重伤。一炷香燃尽，蓝袍执事扬声叫停。台上剩余362人，晋级。凌云刚跃下台，一抹浅青身影便快步迎上。林希云递来一方素净的香巾，眼含笑意，擦擦汗吧。这情景落在周遭弟子眼中，顿时激起一片压抑的低华，不少男修看得眼角发红，恨不得立时以身相待。月心冷着脸，柳夭夭笑道，萧慕瑶，你不看紧一下你道侣，都快被狐狸精勾走了，那时候多没面子啊。哼，你也是狐狸精。柳夭夭，对，师弟晋级，今晚我去给他庆祝一下，如果成功进入内门门槛，我把最宝贵东西给他。骚！柳夭夭调皮眨眼，师弟就喜欢我这款，总比某些冰坨子风情。月心心里闪过一丝异样，原本他也打算参加的，就因为赚了凌云灵石，买下凝元丹，已突破了。第2轮抽签开始，竹签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凌云展开自己的签纸，上面写着一个名字，周泰。这个名字他听过，外门中有名的双剑客，炼气8层的实力，出手狠辣。擂台之上，周泰早已等候多时，他双手各持一柄弯剑，刀身泛着幽蓝的光泽，显然淬过毒。见凌云上台，他咧开一个狰狞的笑，周泰舔了舔嘴唇，声音沙哑，凌云，陆长老托我给你带句话，这擂台站着上来，躺着下去。话音未落，双刀已化作2道蓝芒交错斩来，刀锋凌厉，直取凌云咽喉和心口，竟是毫不掩饰的杀招。凌云格挡后撤，剑招依旧是太虚剑法，看似被逼得步步惊险，实则游刃有余，尽在把握中。周泰见状狂态更盛，剑法越发狠毒，口中不断嘶吼，废物，就这点本事，跪下求饶，或可留你全尸。这点本事对付你足够了。凌云出剑，快准狠。一道光芒从剑锋迸出，咔嚓，令人牙酸的骨裂声炸响。周泰的惨叫猛地噎在喉咙里，他右手的剑当啷落地，整条手臂以一个诡异的角度反折过去，白森森的断骨刺破皮肉，鲜血喷溅。但这还没完，凌云剑势不收，剑身顺势猛拍在周泰丹田气海之上。噗！周泰狂喷一口鲜血，周身凝聚的灵气瞬间溃散，整个人如破麻袋般倒飞出去，重重砸落在擂台边缘，蜷缩着抽搐不止，眼看修为已废了大半。全场死寂，下手太狠了。虽然大比不准残害同门，
但废除他人丹田是常有的事，寻常时有的恩怨都可以在此了结。裁判看了一眼周泰，当众宣布：此战凌云胜。凌云居然赢了周泰。刚才那一剑，你们看清了吗？好像是太虚剑法，但速度怎么会那么快？什么时候太虚剑法那么牛逼了？那妖孽白起也是一手太虚剑法，玩得出神入化。凌云没有理会这些议论，只是默默走下擂台，衣袂沾了几点血渍，却无人再敢拦他道路。只有1-2个弟子看向凌云，带着浓浓的敌意。高台之上，柳夭夭手美眸中流转着难以置信的光芒。师弟那么轻松赢下比赛，实力真的只有炼气7层？萧慕瑶眉头一皱，凌云到底什么实力？真猜不透。表面看就是炼气7层，但综合实力一点也不像。擂台下，月星惊讶看着凌云，转头盯着林希云。希云，你好像一点也不惊讶。却见林希云神色如常，甚至嘴角还含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仿佛眼前这一切再理所当然不过。比起周泰，凌云在炼气初期还杀过宁渊1层的周晨呢。拿下外门大比前3，林希云对凌云是信心满满。惊讶，为什么凌云师弟那么久才拿下周泰？月星，凌云跳下台，在林希云不注意时候拍了一下月星翘起来的8月15。月星面色一红。随着剩下的比赛结束，凌云成功进入了前10名。第3轮，强强对决。这10名中直接有5人上了擂台，并且是强强对决。如此一来，就只剩下了5人，其中一个猛男跳上擂台，指着凌云：小子，上台一战吧。众目睽睽之下，凌云面色平静，脚步轻抬，下一刻身影已如一片落叶般悄无声息地飘落在擂台之上，与气势汹汹的孙鹏形成鲜明对比。那家伙是孙鹏，实力炼气9层，距离宁渊境仅1步之遥，凌云不可能是他的对手。孙鹏舍弃了直接进入内门机会，压制修为不突破，应该就是为了奖励。事实上，很多炼气9层的弟子都会选择这样。月星担心道：希云，那家伙双眸充满杀机，凌云能不能赢？林希云不语。孙鹏眼中凶光毕露，不再废话，体内炼气9层的灵力轰然爆发，手中长剑嗡鸣作响，脚踏连环步，身形如一头暴怒的蛮牛，裹挟着凌厉的剑气直冲凌云。轰轰，剑锋撕裂空气，声势骇人。凌云身形飘忽，如风中柳絮，总在坚不容发之际避开致命攻击。数击落空，孙鹏眉头紧锁，攻势更急，口中讥讽：废物，就只会像老鼠一样躲闪吗？凌云施展惊鸿步：你也是陆长老派来的？孙鹏一愣，随即狞笑：既然知道，那就识相点，自废修为，滚下台去，还能留条狗命。还有，老子早看你不顺眼了，凭什么你抢走我的女神？老子哪一点不如你？凌云眼中最后一丝温度褪去，化为冰冷寒芒，太虚弄月。他手中血幽剑骤然发出一声清越长吟，原本朴实无华的剑身竟流淌出如水月华。哼，区区入门学的剑法也敢拿出来丢人现？孙鹏的嗤笑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极度惊骇。只见那道如月华般的剑气并非直来直往，而是在空中划出一道诡异弧线，仿佛真有一轮冷月当空坠落，缥缈莫测，瞬间撕裂了他引以为傲的防御剑势。什么？这不可能！咔嚓，令人牙酸的碎裂声响起，孙鹏手中的长剑竟被那道月红般的剑气硬生生震断，恐怖的力道未尽，狠狠撞在他的胸膛上。噗！孙鹏狂喷一口鲜血，壮硕的身躯如同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砸落在擂台边缘的防护光幕上，又软软滑落，昏死过去。全场死寂。凌云收剑而立，衣袂飘然，那轮由剑气凝聚的虚幻月影缓缓消散。台下所有弟子张大了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这太虚剑法什么时候那么强？我的天，孙鹏落败了，连炼气9层也不是凌云对手。不是说砸灵根很难突破吗？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听说那家伙因祸得福，吃了什么先天灵果，实力暴涨。这家伙半只脚踏入内门了。高台上，萧慕瑶见到了太虚剑法，不由得眼神一凝。还有另外一道眼神盯着凌云陆长老，见自己安排的人不是凌云对手，此刻的脸色非常难看。小畜生，倒是小看你了，明天的比赛绝不能让你活着。其他战区比赛结束，外门大比第一天落下帷幕。翌日，外门大比50名，将在今天决出前10。外门第一，太虚仙门10峰长老都来了。当看到凌云出现那一瞬间，好几个长老瞪大眼睛，那小子谁来着？引起太虚中九响，考核第一的4系杂灵根吗？他怎么50名？而且才过去2年，修为长到了炼气7层。师兄，此子因祸得福，在断魂谷吃了玄天灵果，透支了身体所有的潜力，才换来炼气7层。
各峰长老脸色不自然，多好的灵果，给这废材糟蹋了。而此刻擂台开始了，擂台之上气氛凝重如铁。凌云这一场的对手是炼气9层巅峰的刘义龙，他负手而立，脸上带着一抹从容不迫的淡然笑意，仿佛胜券在握。台下议论纷纷，是刘师兄，他的惊涛剑诀可是出了名的又快又狠，听说他曾凭此剑法3招内击败过同为炼气9层的对手。完了，凌云虽然厉害，但对上刘师兄恐怕……刘一龙听着周围的议论，嘴角笑意更浓。他最擅长的这门剑法，攻势如狂涛叠浪，一重强过一重，确实恐怖，足以让同阶修士胆寒。但他不知道的是，凌云身怀剑心，在他上台运起灵力之时，其剑法运转的轨迹、灵力的薄弱之处，已在凌云眼中一览无余，心中瞬间便有了数种破解之法。论及对剑道的根本理解，凌云早已站在一个他无法想象的高度。刘一龙缓缓抽出长剑，剑锋指向凌云。凌云师弟，刀剑无眼，现在认输下台，尚可体面收场，否则师兄我怕一个收手不及，当着诸位长老和师兄弟的面，让你太过难看。区区一个炼气7层，即便前2场表现惊艳，也绝无可能是自己的对手。他正要借此战强势镇压凌云，既替某人办事，也能为自己扬名。不必多说，来战！哼！擂台之上，风云骤变，刘一龙体内积攒的雄厚灵力轰然爆发，毫无保留，手中长剑嗡鸣震颤，刺目的紫芒疯狂汇聚，转瞬间化作一道近乎实质的巨型剑气，裹挟着撕裂一切的恐怖威势，朝着凌云轰然斩落。剑气未至，那可怕的威压已让前排弟子呼吸一滞，衣衫猎猎作响。是惊涛剑诀的杀招，紫气东来。天啊，这威力简直逼近宁渊境一击了！凌云要怎么挡？惊呼声中，所有目光都聚焦在那道单薄的身影上。面对这毁天灭地般的攻势，凌云嘴角竟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他不退反进，手中那柄看似平凡的雪幽剑发出一阵愉悦的清明，一股远比其自身境界磅礴浩瀚的剑意冲天而起，八荒剑诀。一声低喝，并非多么响亮，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一道凝练至极，仿佛能斩断江河湖海的粗大剑气自铁剑迸发，没有丝毫花哨，以最纯粹、最霸道的方式悍然迎向那庞大的紫色剑气。在无数道惊骇的目光注视下，一紫一白2道截然不同的剑气如同2颗陨星轰然对撞。轰！震耳欲聋的爆鸣响彻整个弟子广场，狂暴的剑气乱流，疯狂四溢，狠狠冲击在擂台周围的防护光幕上，激起剧烈的涟漪，整个地面都在微微震颤。高台之上，原本抚须观战的一位长老眼中爆出金光，忍不住惊叹：刘一龙此子这一剑，紫气凝聚，意蕴已生，竟有了一丝一剑破万法的雏形。他在剑道上的天赋确实非凡。第8峰长老微微颔首，语气笃定：以此招之威，那凌云绝无可能。他话音未落，场中异变陡生。只见那看似磅礴无匹的紫色剑气，在与那道凝练白色剑红接触的瞬间，竟如同脆弱的琉璃遭遇重锤，从中心一点骤然崩裂出无数裂痕。咔嚓，轰隆，仅仅僵持了一息，紫色剑气便不堪重负，发出一声哀鸣，当空炸裂成无数碎片，化为精纯的灵气消散。而那道白色剑红却去势不减，虽然暗淡了几分，却依旧带着一往无前的决绝，狠狠斩向满脸错愕、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的刘一龙。噗！护体灵气如同纸糊一般被撕开，刘一龙鲜血狂喷，身体如同被洪荒巨兽撞上，倒飞出去数十丈，重重砸落在擂台之外，生死不知。满场死寂。先前断言凌云绝无胜算的那位长老，后半句话硬生生卡在喉咙里，脸上的表情凝固，写满了难以置信。凌云收剑而立，周身剑气缓缓平息，他看都未看台下败者，目光平静地望向裁判长老。凌云胜。很快的，前10已经出现，第1名陈雪，第2名司徒峰，第3名王一峰。擂台之上，气氛因凌云一句话骤然降至冰点。排名第6的凌云在决定前3的最终轮次进一步踏出，目光如箭般扫过台上其余9名强敌，声音清晰传遍全场：这外门第1，我拿了。他抬手，血幽剑遥指对面9人，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狂妄：别浪费时间，你们一起上吧。哗！整个广场先是一寂，随即爆发出冲天哗然。他疯了，1人挑战9人，这9人可都是炼气8、9层的顶尖高手啊，每一个都是从战斗中厮杀上来的，可不是纸糊。狂妄，太狂妄了！高台之上，诸位长老一时瞳孔收缩，面露惊容，有人捻须沉吟，有人目光锐利如刀，紧紧盯住凌云台上其余9名选手，脸色瞬间铁青。他们皆是外门翘楚，心高气傲，何曾受过如此轻视？9股强大的气息几乎同时爆发，
怒火与杀气交织，如狂涛般压向凌云。林希云猛地攥紧了手，指节发白。他对凌云有信心，但一人独占9大强者，这实在太险，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被如此挑衅，9人岂会迟疑？找死！成全你！杀！怒喝声中，9道身影如离弦之箭，从不同方向同时扑向凌云。刀光、剑影、拳风、掌印，各式最强的杀招瞬间爆发，灵气狂涌，绚烂的光芒几乎要将整个擂台吞噬，是要将这狂妄之徒瞬间撕碎。面对这铺天盖地足以让任何炼气修士绝望的围攻，凌云眼中却无半分波澜。他体内剑心通明，外界一切动向在他感知中皆清晰无比，慢如龟爬。就在9道攻击即将临体的刹那，凌云他动了，手中那柄平凡雪幽剑发出一声贯穿云霄的清越剑鸣，一股浩瀚磅礴远超炼气境界理解的恐怖剑意自他体内轰然爆发，冲天起，一气刀诀断月。嗡，一道凝练到极致宛若实质的半月形苍白剑气，以他为中心，如同水银泻地，又如同死亡波纹，无声无息却迅疾无比地朝着四面八方骤然扩散。这道刀气出现的瞬间，时间仿佛凝固了。高台上所有长老骇然起身，旋即武技。那9名扑来的弟子脸上的狞笑和愤怒瞬间化为极致的惊骇与恐惧。他们发现自己凝聚的灵力，引以为傲的杀招，在这道看似平淡的苍白剑气面前，如同阳光下的冰雪，寸寸瓦解崩碎，甚至连抵挡一瞬都做不到。不，怎么可能啊！惊恐的惨叫和绝望的惊呼几乎同时响起，砰砰砰砰砰，连续9声沉闷的撞击声爆开。9道身影以比来时更快的速度倒飞出去，如同被无形的巨锤狠狠砸中，口中鲜血狂喷，在空中划出凄惨的弧线，随即重重砸落在擂台之外的地面上，滚作一团，再无一人能爬起。一剑，仅仅一剑，擂台之上烟尘缓缓散去，唯有凌云一人独立，衣袍在激荡的气流中微微摆动，手中剑低吟，仿佛方才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全场死寂，落针可闻。所有弟子张大了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有眼中无边的震撼。林希云捂住了嘴，美眸圆睁，震撼之余是无尽的惊喜。陆长老紧握拳头，双眼盯着凌云，小畜生，留你不得啊！高台上的长老们已然失声，眼中只剩下难以置信的光芒。外门大比，至此已无悬念。月星瞪大美眸，真的做到了炼气7层，一战9，一剑完胜。裁判久久没有回神。凌云提醒喂，你该宣布了。外门第一，凌云。萧慕瑶嘴上一抹笑容，柳夭夭朱唇轻启，啧，凌云师弟深藏不露，给了我一个大惊喜，又被他骗了。萧慕瑶这才意识到自己好像又被凌云骗到了，岂不是从今日起要搬去跟凌云同居了？擂台之上，凌云一剑横扫9敌的震撼还未散去，空气中弥漫着惊叹与死寂。另一边的高台之上，诸位长老的脸色却逐渐变得难看，彼此交换着眼神，尽是迟疑与嫌弃。就在这时，太虚仙门掌门缓步走出，来到擂台前，看着台上的凌云，脸上露出一丝复杂的惋惜。凌云，你夺得大比第一，按规矩当入内门，并由各封长老则优选为亲传，但很遗憾，经过他们的商议，诸位长老均无意收你入门。掌门开口，声音传遍寂静的广场，这话如同冷水泼入滚油，台下瞬间响起一片压抑的惊呼和议论。第三封朱构长老是个面色冷硬的中年人，冷哼一声，我第三封历来只收天赋卓越者，从未有过收录杂灵根弟子的先例，此例不可开，谁若觉得可惜，谁自行领去便是。其他长老虽未直接开口，但沉默和躲闪的目光已然表明了同样的态度。原因很简单，内门的资源份额就那么多，谁也不愿浪费在一个看似前途尽毁的弟子身上，更何况凌云服用的那枚玄天灵果早已透支了他所有潜能。在众长老眼中，凌云修为恐怕终生难以突破凝元，等同废人一个，收下他不仅是浪费资源，更会成为各封的笑柄。掌门看着凌云，语气带着一丝公式化的歉意，规矩如此，无人择选，本座亦无法强求，你可自行离去了。刹那间，所有目光都聚焦在凌云身上，有幸灾乐祸，有惋惜，更多的则是看戏般的冷漠。夺得外门第一，却无封愿收，这无疑是最大的羞辱。高台之上，气氛凝固，凌云站在擂台中央，四周是死一般的寂静，垂在身侧的双手死死握紧，指甲深深掐入掌心，渗出血丝也浑然不觉。可笑吗？战至最后，以一敌9，一剑败9人夺得魁首，换来的却是一句无人愿收。恨吗？恨透了。
胸腔中翻涌着一股几乎要炸裂的屈辱和怒火。就因为自己的四系杂灵根，无论他展现出何等惊艳的战力，劈出何等震撼的一剑，在这些高高在上的人眼中，他骨子里依旧是个不值得多看一眼的垃圾。萧慕瑶忍不住上前一步，拉住身旁紫袍老者的衣袖，语气带着罕见的恳求：“师尊，您收下他吧，他的天赋您都看到了，绝非寻常杂灵根可比。”那紫袍长老却是重重一叹：“徒儿，非是师尊不愿，我风是绝不能开这个先例。四系杂灵根，潜能已废，此乃共识。我若收他，我这一脉都将成为整个内门的笑柄。”柳夭夭贝齿紧咬红唇，盯着台上那道孤寂的身影，眼中满是不忿，却终究无法开口，将所有人的拒绝、怜悯、冷漠尽收眼底。凌云忽然松开了紧握的拳头，目光平静，缓缓将铁剑归入鞘中，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我知道了，既然无人愿收，弟子不强求，但按照宗门规矩，外门大比第一名的奖励，还请掌门如数赐下。掌门微微一怔，面露迟疑。那奖励，尤其是进入血池的资格，何其珍贵！掌门，旁边有长老立刻出声，显然不愿将资源浪费在一个废人身上。掌门抬手制止了那长老的话，他深深看了凌云一眼，似乎想从那平静无波的脸上看出些什么，最终叹了口气：“罢了，规矩就是规矩，本座允了。大笔头名奖励，包括进入血池一次，皆归于你。”掌门三思，不必多说。掌门语气决然，一锤定音。凌云闻言，只是微微颔首，不再看台上任何人一眼，转身便朝着擂台下走去。那背影挺得笔直，孤傲的仿佛一柄宁折不弯的剑。小舍！凌云刚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一道焦急的身影便猛地迎了上来。王恒指了指院内：“凌云师弟，你可算回来了，这位老伯等你许久了。”凌云目光越过王恒，看到院中那位风尘仆仆、满脸焦灼沧桑的老者时，整个人猛地一怔：“少爷，老奴终于见到你了。”老者一把鼻涕一把泪：“福伯，您怎么来太虚仙门了？”老者乃是灵府的管家，此刻老人双眼通红，衣衫沾满尘土，显然是日夜兼程赶来。福伯见到凌云，如同找到了主心骨，泪水瞬间涌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声音哽咽破碎：“少爷、老爷、夫人他们……呜呜呜！”福伯，有事慢慢说，是不是家里出事了？老爷夫人死了？什么？如同晴天霹雳，凌云脑中嗡的一声，身形晃了晃，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前身的父母，那对虽接触不多，但记忆中十分关爱他的夫妻死了，到底怎么回事？凌云眉头紧皱，是宗门任务。老爷和夫人接了宗门一个极其危险的任务，去了北边的黑风山脉，结果不幸遭遇了大妖，为宗门牺牲了。他的家族凌家依附于青云门已有100年之久，根基深厚，而前身的父亲凌霸天和母亲刘婉清正是青云门中地位不低的内门长老，实力宁渊后期。好端端的2位长老竟会同时折在一个任务里，家里怎么样？不好，很不好啊，少爷！老爷夫人尸骨未寒，族里顿时乱了套。少夫人强撑着出面接管家族，可她一介女流，底下那些旁支长老和管事个个阳奉阴违，根本没把她放在眼里。外头的王家、陈家更是欺人太甚。以前凌霸天在时，他们还收敛些，如今竟公然抢夺凌家的方式和药田，屡屡打伤族人，这简直是落井下石啊！少爷，最可恨的是青云门。当初老爷夫人是为宗门任务而死，宗门承诺给的没给，本该后加抚恤，庇护我凌家，可那外务堂的执事竟说任务失败，折损了人手，宗门未有收益，反而亏空，不仅一粒灵石、一枚丹药的抚恤都不给，还说我凌家无能，拖累了宗门。他们甚至派人传话，说我们凌家若是撑不下去，就尽早将家族产业献给宗门，还能换得些许苟延残喘的机会，这简直是侮辱。老爷夫人若在天有灵，该何等寒心啊！凌云静静地听着，脸上看不出喜怒，只有眼底深处冰寒之意愈发浓烈。我现在就动身回家一趟，父母的遗骸总要赢回，凌家的债也总该有人去讨。父母、大哥去世，凌家就剩下大哥遗孀跟小妹。少爷，这你不带几个师兄回去？福伯就没指望凌云，一个10几年还在炼气一层的废材，他来此是少夫人指了一条路，让凌云带几个太虚仙门师兄回去镇场的。凌云回去有个屁用！黑水重镇，凌家府邸，昔日还算气派的门庭，此刻却透着一股萧瑟。2名守门下人无精打采地倚着门框，直到一个风尘仆仆的身影停在大门前。来者何人？一人懒洋洋地抬头问道。凌云缓缓抬起头，冰冷的目光扫过2人。那2人看清来人面容，瞬间一个机灵站得笔直，脸上写满了惊愕与慌乱。少爷，您怎么回来了？凌云没有理会他们，大步流星径直闯入府中。怕什么？一个死了爹娘的废物！很快凌家都要没了，我的工作又没了。
府内气氛压抑，沿途遇到的仆役皆面露惶然，低头匆匆避让。还未踏入议事大堂，里面激烈的争吵声便已传来。苏娇娇，你这是在把林家往死路上逼，老夫绝不同意。一个苍老却尖锐的声音怒吼道：听听我的，立刻把西边的2处方室，还有镇南那3间最赚钱的商铺统统卖给王家，换些现钱，还能支撑一段时间。凌云脚步不停走到大堂门口，里面的情形一览无余。只见嫂子苏娇娇独自站在大厅中央，脸色苍白，却依旧挺直着脊梁。而她对面以3位须发皆白的老者为首，一众族老和管事几乎都站在一起，形成逼人之势。刚才发生的正是为首的大长老林威，他此刻正用手指着苏娇娇，唾沫横飞。苏娇娇脸色苍白，却寸步不让。那是林家生存的命脉，而且王家开出的价格连市值的30%都不到，这分明是趁火打劫。妇人之仁，林威厉声打断，好过被王家联合陈家一点一点蚕食殆尽。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实力跟王家斗？青云门早就撒手不管了，留着那些产业，我们守得住吗？另一名3角眼的长老阴恻恻的接口：娇娇，不是我们逼你，你一介女流，终究是外人，遇事优柔寡断，瞻前顾后，实非一家之主该有的魄力。林威顺势上前一步，喝道：说得不错，为了林家存续，老夫看你这代家主之位，还是退位让贤，交由老夫来做。如此危急存亡之秋，正需要经验丰富之人主持大局，而非妇人之仁。对，退位让贤，请家主以家族为重，请少夫人让位。其余族老和管事纷纷出声附和，言语逼迫，形成众口铄金之势。苏娇娇孤身一人站在那儿，面对群起攻讦，娇躯微微颤抖，指甲深深掐入手心，眼中充满了无力与愤怒。就在这时，一个冰冷的声音自门口响起，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林家什么时候轮到一群老匹夫来叫我嫂子做事了？众人骇然回头，只见凌云不知何时已站在门口，面沉如水，目光如刀锋般扫过在场每一个人。凌云，你这废物怎么回来了？回来有什么用？苏娇娇左顾右盼，看不见凌云身后有人，顿时更加的绝望。青云门一个执事从门口走进来：你叫苏娇娇是吧？少主看上你了，好好准备一下，随老夫回青云门。唰，剑光倏然一闪，如一道分割天地的银线。凌云收剑而立，那青云门执事王永康僵在原地，脸上狞笑还未褪去，一道极细的血线自他眉心浮现，笔直向下延伸。下一刻，他的身躯齐整整的从中裂开，分为2半，向左右倒去，窗口处平整光滑，竟一时未有鲜血喷出。整个大堂瞬间死寂，落针可闻。王执事，凌云，我回来了，谁不服我这废物？满堂死寂，唯有粗重的喘息和冷汗滴落的声音。少爷，老夫服了。林威脸色苍白，在场众人无不肝胆俱裂。那王永康乃是宁园中期高手，竟被一剑秒杀。他们这些宁园前期，谁敢喘一口大气？凌云目光扫过堂下噤若寒蝉的众人，声音冰冷：我父亲一生最重家族和睦，如今他尸骨未寒，你们便急着落井下石，瓜分家业。大长老林威冷汗涔涔，急忙辩解：少爷息怒，我等也是无奈之举，全是为了保存家族血脉，不得已而为之啊。苏娇娇从震惊中回过神来，轻叹一声，拉了拉凌云的衣袖：凌云，事已至此，也不能全怪他们。我知道诸位长老本意也是为林家寻一条生路。见凌云并未立刻发作，众人这才暗暗松了口气，仿佛从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凌云，你杀了青云门执事，此事绝不能善了，他们必定报复。你听我的，立刻返回太虚仙门，只要你在仙门之内，青云门绝不敢上门寻仇。这话却让刚刚安下心来的众人脸色骤变。凌云若是走了，那青云门的滔天怒火岂不是要全部倾泻在他们这些留在黑水镇的人头上？届时林家必被血洗。不能走啊，少爷，您走了我们怎么办？堂下顿时一片惶然。凌云冷笑：我不走，父母死因不明，而且青云门出尔反尔，承诺给我父母的死后的补偿，我要讨回来。而且青云门竟然还惦记我嫂子，疯了，简直是疯了。整个林家大堂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凌云这句话震得魂飞魄散。青云门门主那可是宁园后期的武者，甚至有传闻说他早已突破至灵海境，那是何等恐怖的存在，捏死整个林家就像捏死一群蚂蚁。不赶紧想着如何去青云门磕头赔罪，祈求宽恕，竟然还想着去讨要被扣下的资源。这已经不是狂妄了，这根本就是自取灭亡，会把整个林家都拖入万劫不复之地。大长老林威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声音带着哭腔：少爷三思啊，那是灵海境，
吹口气就能让我们灰飞烟灭，我们拿什么去讨？那是去送死啊！凌云、苏娇娇也急了，脸色煞白，别冲动，资源我们不要了，林家基业我们也可以不要，只要你平安。闭嘴！凌云冰冷的目光扫过堂下每一张惊恐绝望的脸，最后定格在门外青云门的方向，嘴角勾起一抹令人心悸的弧度。林海静很了不起吗？身为人子，不替父母出头，修炼有什么用？属于我父母的，作为儿子，我就有责任讨回来。他们不给，我就抢，拦我者死。青云门议事大殿，王永康被杀，气氛凝重，众人脸色铁青，在激烈的讨论着一个人。凌云，他不是废物吗？怎么能杀王执事？怕不是林家推出的替死鬼吧？忽然，一道声音传来：大家都在就好，好好讨论一下，该给我父母什么补偿。另外，告诉我，我父母是怎么死的？一道冰冷的声音打断喧嚣，吱呀一声，大殿门被推开，凌云缓步走入，周身带着一股令人窒息的死寂气息。你是凌云？这是青云门大殿，你是怎么进来的？凌云笑了笑，杀进来的。青云门大长老拍案而起，须发皆张。你好大的狗胆，杀我青云门执事，又杀我青云门弟子！老狗，杀都杀了，废什么？我来此不是听你们废话的，赶紧把承诺给我父母的补偿拿出来！找死！杀了他！大殿内杀机暴涨，在场众人修为最低也是宁元中期，早已憋了一肚子火气。一名长老率先扑出，掌风凌厉，区区炼气7层也敢送死？凌云嘴角勾起一抹冰冷弧度，谁告诉你我是炼气7层？话音未落，剑鸣骤起，太虚第二式3剑定乾坤，争！血幽剑悍然出鞘，一道7焰血芒撕裂大殿光影，宛若九幽血河倒灌人间。噗噗噗，3道血色剑气交错斩过，刚刚冲上前来的3个长老护体罡气如同纸糊一般破碎，身躯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如同被利刃切割的白菜般四分五裂，血雨泼洒。此子有古怪，一起上！大长老脸色无比凝重，血徒手，给老夫跪下！4长老怒吼一声，身形瞬间模糊，融入虚空。下一瞬，他鬼魅般出现在凌云身侧，血色手印直拍天灵盖。凌云反应快得惊人，龙须9步踏出，不退反进，竟精准截住4长老真身。宁元5层，死！八荒剑诀，八荒归一。血幽剑嗡鸣，一道沉重如山的恐怖剑气凝聚，仿佛携带着八荒之力，轰然压下。不！4长老瞳孔骤缩，只来得及发出一声绝望嘶吼。咔嚓！筋骨尽碎的爆响清晰可闻，那山岳虚影般的剑气毫无花俏的碾过，将他直接拍成一滩肉泥。噗嗤，血雾弥漫，不到1分钟，连斩4位长老，剩余的人头皮发麻，竟无一人再敢上前。岂有此理！大长老脸色铁青，双手捏紧拳头。凌云，你到底想要什么？凌云血幽剑斜指地面，滴滴鲜血滑落，声音冰冷彻骨。很简单，承诺给我父母的补偿，交出来。你当真以为能拿捏我们？大长老冷冷一笑。门主，你总算来了。大殿中，一道黑色人影悄然落下。凌霸天的儿子，果然虎父无犬子，我在你身上仿佛看到了他的影子。你不是我的对手，到此为止了，跪下来，本座看在你父亲的份上，留你全尸。凌云瞳孔微缩，凌海一众的大长老，凌海3重的门主非常棘手，不过身为人子，不能替父出头，修炼还有什么意思？要战便战，成全你，能死在我镇天泉之下，也算没白活。轰！磅礴的金色灵力瞬间爆发，凝聚成一个巨大的金色拳影，裹挟着碾碎山岳的恐怖威势，朝着凌云轰然砸落。拳风所过之处，空间都为之扭曲。面对那碾压而来的金色拳影，凌云眼神一厉，甩手便是3张赤红符箓。爆！3张2阶上品爆炎符化作流光，撞上拳风，轰然炸开。狂暴的火焰能量瞬间吞噬前方，灼热气浪让整个大殿剧烈摇晃。那金色拳影仅是微微一掷，便以摧枯拉朽之势碾碎火海，符箓之威犹如螳臂当车。灭道！凌云瞳孔收缩，毫不犹豫动用杀招。血幽剑发出一声尖锐嘶鸣，一道凝练到极致、蕴含毁灭气息的漆黑剑气迸发，以超越视觉的速度悍然迎上金色拳影轰。2股力量猛烈碰撞，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能量冲击波骤然扩散，震得殿内梁柱咯吱作响。噗！凌云身形巨震，倒飞而出，狠狠撞在后方石柱上，嘴角溢出一丝鲜血。林海境3重实在太强了。青云门主脸上首次露出惊容，他缓缓收回拳头，看着仅仅被逼退却并未溃散的拳影，眼中满是不可思议。
竟能挡下本座大成的霸天拳，小子，你确实令人惊讶。还有，你刚使用的剑法交出来，我可以考虑放过林家。青云门主目光灼灼，带着毫不掩饰的贪婪。凌云擦去嘴角血迹，冷笑：有本事来拿！门主瞳孔骤缩，杀机暴涨，不知死活的东西。下一秒，一柄通体赤红、流淌着熔岩般光泽的长剑赫然出现在他手中，剑身嗡鸣，散发出令人心悸的威压，赫然是一柄极品灵器。能死在我的赤明剑下，是你的荣幸。青云13式血龙破，一剑挥出，磅礴的血色灵力奔涌而出，化作一条狰狞咆哮的血色巨龙，携带着撕裂一切的恐怖剑气，朝着凌云奔腾而去。所过之处，地面石板尽数粉碎。青云13式旋即上品剑法，青云门的绝学。血色巨龙张开巨口，是要将凌云彻底吞噬。葬生指，黑色的葬灭之气汇聚指尖，在赤红色剑气到来前，精准无误打在门主的左臂上。噗！凌云同时被血色剑气狠狠击中，胸口如遭重击，五脏六腑仿佛移位，一大口鲜血狂喷而出。操，大意了，这是什么东西？门主脸色骤变，只觉左臂剧痛，低头一看，被点中的地方血肉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枯萎发黑，一股腐朽死气甚至朝着神魂蔓延。争！没有任何迟疑，门主手起剑落，赤明剑光一闪，果断弃掉左手，断臂落地瞬间便化作焦黑枯炭，随即溃散成一缕不祥的黑烟，消散无踪。大长老看得瞳孔猛缩，该死，难怪你实力诡异，招式下三滥，邪魔歪道，本座我将你碎尸万段。门主怒火被彻底点燃。凌云哈哈大笑，仙奴印，一道无形无质却凶厉无比的精神冲击，瞬间跨越空间，直接轰入门主识海。噗！门主身躯巨震，如遭雷击，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眼神瞬间涣散了一瞬，宁元境的神识。就在门主遭受精神冲击，身形踉跄的瞬间，大长老猛然回神，厉声喝道：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其余长老如梦初醒，大长老身如鬼魅，率先出手，一记阴毒的摧心掌狠狠印在凌云已然受创的后心。噗！凌云再遭重击，一口心血喷出，身体如同断线风筝般被直接轰飞出大殿，重重砸落在广场之上。他强提最后一口气，挣扎起身，回头望向追出大殿的众人，眼中是刻骨的仇恨与冰冷。青云门，给我记住，今日我若不死，他日必踏平山门，灭你道统！狂妄孽障，哪里逃！众长老惊怒交加。凌云已是强弩之末，意识开始模糊，只能凭着本能踉跄逃窜，慌不择路间，竟一头撞入后方一片怪石嶙峋、雾气弥漫的山地区域，正是青云门众所周知的禁地。众人至禁地边缘，骤然止步，面露忌惮。不用追了，闯入此地者，从无人生还，他已是自寻死路。门主嘴角挂着血丝，看着凌云逃入禁地，眼中闪过一丝快意和轻蔑。调整一下，明日随我下山灭了林家，一个不留。见无人追上，凌云顿觉可惜，准备的后手用不到，神经放松，再也撑不住了，一头扎入地上。这情况不敢找神五岳，随时拿捏不准，那女人就完了。时间过了不知多久，凌云被一阵痛醒了。醒了，神女塔居然会选择了你为主人。一道清冷而带着天然高傲的女声直接在他识海深处响起，如同冰珠落玉盘，清晰又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意味。凌云心神一凛，强忍痛楚冷声喝问：何人？本尊神女塔灵，塔乃是也。果然。凌云笑了笑，刚苏醒，没想到你竟开启了第3层，女人缘还不错。塔灵的声音里听不出赞许，反而有种审视的意味。你怎么会苏醒？此地能量虽驳杂不堪，倒也磅礴，神女塔自行汲取了些许，勉强足够本座意识复苏。青云门禁地竟然有让神女塔主动汲取的能量，听着，九域神女塔乃是至高无上的大道祭器，太古第一塔，纵横寰宇。行了，那么牛逼，还不是认我为主？你再啰嗦，可以继续睡回去。塔灵，你等等，我去恢复一下。凌云头晕脑胀的，赶紧进入神女塔，来到独立空间。女人，再借你大道圣体一用。神五岳错愕一秒，就被困仙锁勒住脖子，拖入房。畜生，大胆，叫主人，叫不叫？我不。哼，主人，主人，轻点，高傲。都不到3个月，神五岳的自尊便被摧残了。说不说？说不说？说不说？主人，你倒是问啊！你徒弟叫什么？南宫城。塔外一瞬间，凌云生龙活虎。塔乃是吧？这是什么地方？高傲的塔灵罕见的沉默了一瞬，
冰冷的声线里透出一丝难以察觉的愕然。他确实被凌云这不合常理的恢复速度惊到了。纵然他是塔灵，凌云是主，但主人身上过于反常的秘密，若未经允许，他亦无权窥探，将这丝波动压下。塔灵的声音恢复一贯的冷冽，带着审视的意味。哼，若本座感知无误，你应是闯入了一处雷泽禁地。寻常雷泽乃自然孕育，外围遍布令人闻风丧胆的雷霆绝域，触之即陨。但此地不一样。凌云皱眉，怎么不一样？此地煞气与毁灭之意更甚，绝非自然缓慢形成，大概率是蕴含天罚之力的雷陨自9天坠落，硬生生砸出来的绝地。有意思。凌云摸着下巴，饶有兴致地打量着眼前这片诡异的石林，空气中弥漫的灵气都带着丝丝麻痹的雷电之力。更麻烦的是，此地竟能严重屏蔽神识，根本探不清内部深浅。你要进去，不行吗？凌云已经迈出第一步。塔灵道：你不要命了？我需要雷电淬体。仿佛踏入泥沼，磅礴的压力从四面八方挤压而来。更可怕的是，那无孔不入的雷电之力疯狂钻入体内，瞬间引动他自身灵气暴走反噬，气血逆冲，经脉传来撕裂般的剧痛。你这具破烂躯壳和那不入流的炼体术，根本承载不了此地的力量。他乃有什么好的炼体术，还不快拿出来？这时候就别再抠抠搜搜的了。我怕你了，拿去吧。一股截然不同的、蕴含着蛮荒厚重气息的玄奥法诀瞬间涌入凌云意识深处。太古神王镇体诀，此法并非引雷淬体，而是追求极致的肉身力量与防御。炼制大成，身若太古神王，力能镇界，肉身便是最强大的壁垒。凌云当即盘腿而坐，开始领悟太古神王镇体诀。滋了，刺目的电光在他体表疯狂流窜，每一次闪烁都带来钻心的剧痛和极致的麻痹。他的身体剧烈颤抖起来，皮肤时而焦黑开裂，渗出鲜血，又被电芒灼干，又在功法的强行牵引下，被动吸收着雷煞之力。肌肉纤维在毁灭与重生之间被强行撕裂，又勉强弥合，整个人如同被扔进了雷霆熔炉，承受着千刀万剐般的淬炼。这样下去，我真的扛不住，这雷霆太强了。不，我乃华夏人，这才只是起点，怎能停步在此？我还未看尽巅峰的风景，我的剑还未达到纵横古今无双。凌云眸中光芒涌动，那是对于剑道的追求，那是对于巅峰的渴望，那种对力量的渴望。下一秒，凌云吞下10颗气血丹，疯狂运转体内的藏道经，撑不住时还有神5月。这女人的大道圣体太完美了，能无限续命。3进3出小空间，轰隆！当雷霆之力在他体内完成一个小周天的淬炼后，一声沉闷的轰鸣自他体内传出，剧痛潮水般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坚实感。体内经脉如同被百炼金刚重塑，刚硬无比，蕴含着爆炸性的力量。塔灵高冷又震惊的声音出现：不可思议，你真的做到了，太变态了，难怪神女塔会选择你。太古神王镇体诀入门了。就在此时，一道声音传来：5000年了，终于有人到达此地。谁？凌云猛然抬头，瞳孔骤缩，只见一道近乎透明却散发着令人心悸威压的虚幻身影自弥漫的雷煞雾气中缓缓飘出，其形态诡谲，绝非善类。神魂发出笑声：小友不必惊慌，老夫乃此地镇守者，此乃老夫一道残留的分身意识，只为指引有缘人。塔灵冰冷的声音立刻在凌云脑中响起：小心，他在说谎，这分明是一道充满贪婪恶念的残魂，绝非善类。凌云笑了笑：前辈此言当真？晚辈误入此地，不知这雷泽究竟是何来历，我又该如何才能走出去？哼，小友多虑了，老夫堂堂上古大能，岂会欺瞒你一个小辈？此雷泽乃5000年前自天外坠落而形成，其核心孕育着一团威力无穷的异雷。你想离开此地也不难，只需深入核心，设法收服那团异雷。异雷一旦被收服，这片雷泽失去了力量源头，自然会逐渐消散。不过此举凶险万分，异雷狂暴无比，稍有不慎便是形神俱灭的下场。小友，你可要考虑清楚。凌云点头：谢前辈指点，晚辈愿意一试。塔灵，你疯了？明知他满口谎言，你还信他的鬼话？凌云回应：我不是信他，是我们已无路可退，而且我确实感觉到那深处有什么东西在召唤我，后生可畏。既然你有此胆魄，老夫便助你一臂之力，只要你成功收服异雷，老夫必送你一场天大的造化机缘。凌云目光决然，朝着雷泽最核心的那团璀璨金色异雷急冲而去。刚一靠近，四周景象骤变，雷霆之力竟幻化出一座无形的天地熔炉，将他困于其中。炉内金光爆闪，那团异雷如同小型太阳般悬浮中央，散发着毁灭性的惊人威能，周身跳跃着足以撕裂虚空的金色电蛇。现在放弃还来得及。
那老怪的神魂就在外围虎视眈眈，只要你收取一雷时出现一丝破绽，他立刻就会趁虚而入，夺你肉身。塔林高冷的声音传出：为何要放弃？凌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我要的就是他趁虚而入。塔林冷斥：狂妄，你这是在自寻死路，他的神魂强度远超你100倍，到时候你虚弱不堪，根本是在玩火自焚。罢了，到时候哪怕会再次陷入沉睡，也得出手救下。塔乃一叹。凌云不再多言，龙须9步施展到极致，身形如电，竟强行突破重重雷障，一跃至那一雷跟前，伸手便抓。那一雷早已生出灵性，速度快到极致，瞬间闪躲开来，整个雷霆熔炉暴动，无数道水桶粗的金色雷霆如同狂怒的雷龙，从四面八方朝着凌云疯狂轰击。八荒剑影，无双剑势，七杀剑诀。凌云毫无保留，剑气纵横，将自己最擅长的剑法施展到极致，疯狂斩向袭来的雷霆。剑光与雷光不断碰撞，雷霆太过密集狂暴，终究难以完全抵挡。霎时间，无数道金色电蛇狠狠劈落在他身上，将他彻底吞没。远远望去，他整个人如同一个璀璨的雷球，无数电光在他体表疯狂流窜，炸裂，血肉焦黑的气息弥漫开来，剧烈的痛苦几乎让他神魂差一点失手。扑通，凌云重重倒地，气息萎靡到了极点，浑身焦黑，仿佛下一刻就要彻底熄灭。塔灵，愚蠢至极，神女塔怎么会选择你这种？啧啧，多么完美的肉身，经得起雷霆淬体。第999人，我总算能如愿了。那老者阴冷飘渺的声音带着无尽贪婪与狂喜，自雷泽外急速逼近。那道残魂瞬间出现在凌云上空，贪婪地注视着他濒死的躯体。凌云虚弱道：前辈，你这是……哈哈，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怪就怪你自己太贪心，太愚蠢。小子，认命吧，你这点境界在此局中毫无意义。看见地上被雷霆侵蚀的尸骨了吗？一共999具，就差你。只要将你的气血、你的灵魂彻底炼化，融入老夫这残魂之中，无上雷体便可成就，老夫便能逆天改命，重临世间。恐怖的魂压如同实质，轰然压向看似毫无反抗之力的凌云。别挣扎了！噗！凌云又应景地喷出一口鲜血，气息愈发微弱，任谁看去都像是生命垂危之兆。而他的意识快速进入独立空间，跟神武月来一场友好交流。女人，借你一用。外界那残魂迫不及待地化作一道幽光，猛地钻入凌云眉心，狂笑声在凌云识海回荡。这副身躯，本尊笑纳了。当残破神魂进入凌云眉心，狂笑瞬间变成了凄厉至极的惨叫。这不可能，你怎么没事？你阴我？不，老夫的神魂强度远超你100倍，怎么可能被？残魂发出凄厉而不甘的咆哮，声音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骇。仙气，你区区一个炼气修士，身上怎会怀有仙气？凌云嘿嘿一笑，阴你又怎么样？等你就是你这老狐狸！不，放过老夫，老夫愿奉你为主，助你成就霸业。残魂感受到那股根本无法抗拒的禁锢之力，彻底慌了神，发出绝望的哀嚎。凌云岂会放过这道嘴的肥肉？那困仙锁不仅对武者肉身有奇效，禁锢神魂更是拿手好戏。任这老怪生前如何逆天，如今终究只是一道苟延残喘的残魂，在真正的仙气面前，根本无力抗衡。凌云全力运转藏道经，趁机疯狂吞噬炼化这送上门的精纯魂力。啊！残魂的惨叫声逐渐微弱，最终彻底消散。磅礴的魂力被尽数吸收，凌云的识海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扩张，凝时神魂强度暴涨。塔灵，你小子就是个小怪物，果然是服。意识回归外面，凌云睁开眼睛，又满血复活，哪里还有半分虚弱？看着残破神魂留下的记忆，这雷炼中心是一团一雷。5000年前，一颗天外雷陨坠落于黑水镇附近，引来了无数强者争夺，这老者便是其中之一。结果争夺异常惨烈，几乎无人生还。老者凭借秘法保住一缕残魂，在此布下惊天杀局，诱骗后来者，企图炼化9999具肉身与魂魄，成就无上雷体重生。与此同时，凌云太古神王阵体诀再次被洗炼，肉身经脉中银色电光奔腾流淌，骨骼上甚至隐隐浮现出玄奥的雷纹，整个躯壳仿佛经历了一次彻底的雷霆洗炼，变得更加强韧，充满了无穷的爆发力。解决掉那残魂，凌云目光灼灼，再次投向那团在雷霆熔炉中心沉浮跳跃，散发着毁灭与生机的金色一雷。这一次他毫无保留。困！凌云低喝一声，祭出困仙锁，只见那古朴的绳索化作一道流光，无视周围狂暴的雷霆，如同拥有灵性般瞬间缠绕而上，
将那团试图挣扎逃窜的金色异雷牢牢锁住。塔林惊呆了，绳索不导电，他哪来的仙气？嗡！异雷剧烈震颤，爆发出更加刺目的雷光，试图挣脱束缚。周遭的雷霆之力仿佛被激怒，变得更加狂暴，如无数雷蛇疯狂抽向凌云。此刻的凌云今非昔比，经过太古神王体诀的再次洗炼，他的肉身对雷霆的抗性已极大提升，加之困仙所散发的淡淡仙光，形成了一层无形屏障。那些足以让宁渊境修士瞬间灰飞烟灭的雷霆击打在他身上，竟只能留下淡淡的焦痕，再也无法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凌云走向那被仙所禁锢，仍在不断挣扎咆哮的异雷，如同走向自己的战利品。结束了。下一秒，凌云伸出手抓向那团蕴含着天地间至刚至阳力量的雷源，异雷已是他的囊中之物。异雷入手那一瞬间，四周狂暴的雷霆骤然平息，弥漫的雷煞雾气飞速消散，整片陨星石林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失去灵性，化为普通乱石雷泽，不复存在。塔林清冷的声音：小变态，莫要冲动，此刻绝非吞噬异雷的良机。凌云没听他的，直接盘膝坐下，竟一把将那团仍跳跃着恐怖金芒的异雷塞入口中。失去雷泽的滋养活性，异雷很快会消灭，时间不等人。滋啦！入口瞬间，麻痹感贯穿头颅，仿佛整个嘴巴乃至神魂都要被撕裂。凌云没有丝毫犹豫，喉头滚动，强行将其吞入腹中炼化，瞬间开始。其过程远超想象的凶险，即便以凌云意志之坚韧，也忍不住从牙缝中泄出一丝压抑到极致的痛吼。那异雷一入体，便化作最狂暴的毁灭洪流，在他经脉内疯狂冲撞、撕裂，所过之处一片焦黑，五脏六腑如同被亿万雷针反复穿刺、灼烧。这还仅是经脉中的肆虐，更疯狂的是，凌云竟强行引导着这股足以炸裂的恐怖能量，朝着修士最根本也是最脆弱的所在丹田气海冲去。塔林的声音惊怒：你疯了！丹田气海乃道基所在，稍有不慎便是根基尽毁，万劫不复，快停下！总得试一试。凌云咬牙，双目赤红，额头青筋暴起如囚笼。他全力运转藏道经，周身散发出隐隐黑芒，试图包裹镇压那团狂暴的异雷，将其硬生生压向丹田。轰！异雷闯入丹田气海的瞬间，仿佛一颗真正的天雷砸入了平静的湖面，整个气海瞬间沸腾暴动，原本温顺的灵力被彻底引燃，疯狂炸裂。那团异雷如同脱缰的太古雷龙，在气海中横冲直撞，每一次翻腾都带来撕裂般的剧痛，整个丹田仿佛下一瞬就要被彻底撑爆瓦解。凌云身体剧烈颤抖，体表不断炸开细密的血雾，又被残留的雷力灼焦，意识几乎要在这种根源性的痛苦中消散。给我安分点！这是在刀尖上跳舞，在毁灭的边缘强行夺取一线生机。随着时间流逝，凌云对那极致的痛苦几乎已然麻木，周身灵气皆被异雷的狂暴力量彻底引燃，疯狂暴走，整个气海更是如同化作了雷霆炼狱，无数毁灭性的金色电蛇在其中疯狂肆虐、炸裂，气海壁障被冲击得布满裂痕，仿佛下一刻就要彻底崩碎瓦解。突然间，异变发生了，丹田内出现一缕金色带电的灵力，自虚无中诞生，如同受到命运指引般汇聚而来，紧接着越来越多。至此，炼化完毕。凌云的子府丹田一分为9，实力更进一步，炼气15层，炼气16层，炼气17层，足足提升了3个境界，雷电灵力还增强实力5倍。塔林又被震惊到了，你居然做到了，还把异雷压入属于雷灵根那区域，太不可思议了。有惊无险，我赌赢了。小变态，小怪物。青云门，凌云清算时候到了，结果只有几个弟子留守，他们去哪了？门主不久前下山灭林家。凌云愤怒，一道雷霆毁了青云门。找死！林家大厅气氛压抑，苏娇娇坐立不安。还没消息吗？大长老林威脸色灰败。少爷独闯青云门，恐怕凶多吉少。砰！林家厚重的大门连同院墙轰然爆碎。碎石烟尘中，青云门门主面色冰寒，率领着宗门内一众杀气腾腾的长老，直接闯了进来。外面的人来不及汇报，已经成了一具尸体。各位前辈，不知来林家有什么事？苏娇娇脸色煞白，强压下心中的恐惧。大长老却已经面如死灰，心生绝望，双腿颤抖。完了完了！林家末日！青云门门主独臂一挥，声音如同九幽寒冰，充满了滔天怒火。凌云小畜生，杀我长老，屠我弟子，更断本座一臂，今日本座便要你整个林家血债血偿。这句话如同一把尖刀，狠狠刺入所有林家人的心中。苏娇娇眼眶瞬间就红了，既是愤怒也是绝望。
青云门少主盯着苏娇娇：“爹，这女人我要你，其他人你随便杀。”“好，我儿好眼光。”门主看向苏娇娇，眼底都带着一丝丝贪婪。恐怖的威压瞬间笼罩了整个林家。“少夫人，你从后门逃命，老夫就算拼了这条老命，也要拖他们几秒。还有我们，跟他们拼了！”危机之下，原本惶恐的林家众人竟被激起血性，纷纷怒吼着聚拢过来，试图做最后的抵抗。这番举动只引来青云门众人肆无忌惮的嘲弄与大笑。老匹夫区区宁园七重也敢螳臂当车，真是不堪一击的废物，自寻死路。苏娇娇摇头，心里下定了某种决心：我跟你们走，任你们处置，能否给林家一条活路？哪怕给青云门做牛做马，想给我们青云门做狗的人多的是，轮不到你们林家。而且你也没资格谈条件。嘿嘿，美人儿，本少主可是等不及了，这就来好好疼爱你。青云门少主脸上带着淫邪的笑容，迫不及待地伸手抓向苏娇娇。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冰冷彻骨、蕴含着无尽杀意的声音，如同9天寒雷般骤然炸响在每一个人耳边：敢踏林家一步者，死！话音未落，一道妖艳如血的恐怖剑气撕裂长空，如同天罚般骤然斩落，速度之快超越了所有人的反应。噗嗤！啊，我的手！伴随着一声凄厉到极点的惨叫，青云门少主那即将触碰到苏娇娇的双手竟被齐腕斩断，鲜血如同喷泉般狂涌而出，整个人惨叫着瘫倒在地，疯狂翻滚，脸上写满了痛苦和难以置信的恐惧。整个林家府邸瞬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所有青云门的人，包括门主在内，脸上的狞笑和贪婪瞬间凝固，化为惊骇。好像是少爷的声音。少爷回来了！青云门众人惊怒交加，目光齐刷刷地射向大门处。只见烟尘弥漫中，一道身影缓缓走来。那是一个面色冰冷到了极致的年轻人，周身散发着令人胆寒的杀戮气息，仿佛从尸山血海中踏出，眼神淡漠无情。苏娇娇声音哽咽颤抖：“林云，你果然没死！”林家众人仿佛找到了主心骨。少爷，门主咬牙切齿：“你居然没死，还活着从禁地走出来！”其他青云门长老：“太恐怖了吧！第一次见有人进入禁地还活着出来的。”“是啊，我回来，你们的死期也就到了。”凌云冷冷道。下一秒，唰，一道血色剑芒撕裂空气，快得只剩残影。在众人惊恐万分的注视下，那道剑光精准无误地穿透青云门少门主的心口。“爹，救我！小畜生，住手！我他妈的让你住手！”噗！凌云剑锋轻挑，青云门少主身体剧颤，难以置信地低头看着自己空荡的胸口，随即重重倒地，气息全无。凌云冷道：“你这癞蛤蟆也敢动我嫂子？”全场死寂，所有人都被这一剑彻底镇住。当着那么多青云门高层的面，强势镇杀了青云门少主。小畜生，给我死！霸天拳！青云门主目眦欲裂，滔天怒火化为实质般的灵力，轰然爆发。独臂挥动，一记凝聚了毕生修为的霸天拳悍然轰出。大成的拳意如同狂暴海啸，碾碎沿途一切，带着毁灭性的力量直扑凌云。凌云面色不变，手腕轻抖，一剑斜斩而出。太虚剑法，一道璀璨剑气自剑锋迸发，这道剑气竟与以往截然不同，其中竟夹杂着无数狂暴跳跃的金色电蛇，散发出令人心悸的天罚气息。轰隆！蕴含着审判之雷力量的剑气与那海啸般的拳罡狠狠碰撞在一起，没有僵持，没有对抗，在所有人难以置信的目光中，那霸天拳罡竟如同纸糊一般，被雷霆剑气瞬间撕裂。剑气去势不减，精准的轰击在青云门主胸膛之上。噗！青云门主瞳孔骤然缩成针尖，脸上写满了惊骇与不可思议，整个人只觉得一股无法抗拒的恐怖力量透体而入，伴随着撕裂般的剧痛和强烈的麻痹感。这本座怎么会败？整个人如同断线的风筝，猛地倒飞出去，重重砸落在3米开外的地上，一口鲜血混杂着内脏碎片狂喷而出。全场鸦雀无声，唯有血幽剑尖的电弧发出轻微的滋啦声。凌云手中血幽剑一抬，剑指青云门大长老：“喂，告诉我父母怎么会死？”草！青云门大长老吓得浑身颤抖，惊恐无比。他从未见过如此杀伐果断之人。我说别杀老夫，是门主故意让他们去送死。那大妖实力非常恐怖，你父母不敌，尸骨无存。该死！凌云眼中瞬间被无尽的愤怒与杀意充斥，反手一剑挥出，一道凌厉的血色剑气划过，那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青云门主
甚至连惨叫都未能发出，瞬间被剑气分尸，死状凄惨。林前辈，饶命！老夫马上兑现承诺，给你们补偿。剑光一闪，血幽剑锋轻震跪地求饶的青云门大长老声音戛然而止，一颗头颅滚落在地，脸上还凝固着极致的恐惧与难以置信。无头的尸身晃了晃，重重倒下。林海境2层，死！你们也该死！声音冰冷刺骨。不，饶命！跟我们无关啊！求饶声、哭喊声响成一片。凌云充耳不闻，手中血幽剑爆发出滔天煞气。八荒剑诀，一声低喝，一剑斩落，一道磅礴如山岳、沉重如泰山的恐怖剑气轰然镇压而下。轰隆隆，地面剧烈震颤，烟尘冲天而起。待剑气散尽，原地只剩下一片狼藉和深坑，所有青云门来人尽数伏诛，无一幸免。林家众人看得目瞪口呆，狠狠咽下一口唾沫，看向凌云的目光充满了敬畏与震撼。强，太强了！这才几年光景，当年那个为了追求顾清玄而远走太虚仙门，被众人私下嘲笑的废物少爷，竟已成长为了能随手覆灭青云门的恐怖存在。少爷，以后您就是林家的家主。不知是谁先激动地喊了一声。扑通扑通，如同潮水般，所有林家族人无论老少皆心悦诚服地跪倒在地，声音震天。拜见家主！家主！家主！凌云坐在主位上。停！我无意当家主，还是由嫂子管理吧。我没有实力，不行的。有我在，你怕什么？我说你行，你就行。凌云道。我还听说王家、陈家也对我们家族有想法。大长老林威道。确实如此，通知他们1天之内让他们把1/3产业拱手交出来，不然青云门的下场就是他们的明天。林威闻言瞬间激动的老脸通红，腰杆挺得笔直。是，少爷，老夫这就去，一定通知到位。凌云大手一挥，霎时间光芒闪烁，从青云门搜刮来的大量资源堆积如山，出现在众人面前。灵草、下品法器、各类低级丹药琳琅满目，其价值远超林家数年收入。这还没完，凌云又将从门主及众长老身上摸来的10几枚纳戒取出，神识一扫，这里还有下品灵石6万余块，以及一把下品灵器。整个林家大厅瞬间被巨大的幸福和震撼淹没，所有人看着那堆积如山的资源，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嫂子，这些资源务必赏罚分明，对家族有功者重赏，但若有背叛家族、吃里扒外者，一律杀无赦。凌云的话犹如一口古老的钟，撞击在众人心上，声音冷冽，杀意凛然。众人心头皆是一凛，彻底明白了这位年轻少爷的铁血手段。从大堂离开后，凌云来到了后山，这里立着2座新坟，父母尸骨无存，所以家族随便弄了一个衣冠冢。凌云跪下，爹娘放心，孩子已经替你们报仇，以后林家有我会让他走得更远。一道清脆悦耳、带着急切与哭腔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凌云转身，只见一个身着素衣的少女正快步跑来，约莫17岁的年纪，眉眼如画，虽未施粉黛，却已初具绝色之姿，正是她的小妹林雪儿。雪儿，这是血脉相连的感觉。林雪儿猛地扑进凌云怀里，放声大哭，所有的委屈和悲伤仿佛找到了宣泄口。哥，我好想你，爹娘走了，他们再也不要我们了。别哭，以后哥会照顾你，也不会让别人欺负你。凌云发誓。林家后院，夜色微凉。凌云道：嫂子，以后这个家靠你了，我明天就带雪儿一起去太虚仙门。苏娇娇穿着清凉，朱唇轻启。你以后还会回来吗？也许吧。凌云留下了几百张2阶上品符箓，小地方3阶材料有限，无法炼制。从吞噬那老怪物的残魂后，凌云的精神力已经来到了灵海前期，炼制出3阶下品符箓不是问题。与此同时，黑水镇的王陈两家在听闻青云门被凌云单枪匹马踏平的消息后，举足骇然，上下皆吓得魂不附体。根本无需凌威再次催促，两家族长第一时间清点账册，乖乖将自家1/3的产业地契、商铺文书整理妥当，战战兢兢地亲自送到了凌威手中。虽然肉痛无比，但比起步青云门的后尘，能保住大部分祖业，已是不幸中的万幸。在离开前，凌云还需要做一件事，趁着夜色悄然进入王家，一剑带走实力最强的王家主。陈家也是如此。咚咚咚，刚准备入睡，门外便传来了轻轻的叩响。苏娇娇推门进来，红唇轻启：凌云，陪嫂子喝一杯吧。凌云犹豫一下，重重点头。嫂子守寡5年，心事一定很多。一个时辰悄然流逝，凌云只觉得眼皮沉重，头脑昏沉。不喝了，明天早起。嫂子晚安。晚安。这一晚，
凌云睡得很踏实，也许是醉了，也许是累了，迷迷糊糊的自己还做了一个春梦，吃了嫂子给的夹心饼干。第二日天微亮，凌云惊讶，睡一觉怎么修为突破了？炼气18层巅峰，做梦能长修为，想不通，索性不想了。哥，我们真的要离开吗？为什么不带上嫂子？林雪儿道。生活了17年的地方突然要离开，林雪不舍。苏娇娇，凌云摇了摇头，走吧，以后有空再回来。此一去，前路漫漫，归期难料。林家大门前族人齐聚为他们送行，唯独不见苏娇娇的身影，只托下人带来口信，说是身体不适，不便相送。嫂子，她定是怕分别时太过伤心吧？林雪儿低下头，声音有些哽咽，不舒服。凌云眉头一皱，定是酒太烈，都说不喝喽，偏不听。宿醉头疼要命的黑水镇距离太虚仙门很远，凌云回来时全力飞行，如今带着修为只有炼气3层的林雪儿不可能飞行。从镇上离开，要去到赤水城，才有飞舟前往青阳城。刚出黑水镇不足10里，一道强横的气息骤然从天而降，拦住去路。尘土散尽，露出一张阴沉到极点的老脸。小杂种，老夫等你多时了。凌云瞳孔骤然收缩，将林雪儿护在身后，沉声道：陆长老，你不在太虚仙门清修，何故在此拦我去路？来人正是太虚仙门内门陆长风长老，其身上散发出的灵海境8重威压，如同实质的山岳，压得周遭空气都几乎凝固，恐怖至极。据说10年前，陆长风外出历练，受了严重内伤，修为跌落。陆长风眼中杀机暴涌，哼，明知故问，老夫的孙儿陆晨是你所杀吧？凌云心头一凛，这老匹夫既然不惜跨越万里追踪至此，定然是掌握了某些线索，不然绝不会自降身份追杀他。是我杀的，很好，承认便好。陆长风怒极反笑，周身灵力轰然爆发，今日便要你血债血偿，为我孙儿陪葬。雪儿，退远些。凌云一把将妹妹推开，独自面对那滔天威压。老东西，3番5次找我麻烦，真以为我怕了你不成？哈哈哈，有意思。陆长风不怒反笑，眼中却冰冷一片。你是第一个敢以炼气9层修为直面老夫怒火而不退之人，但今日你的狂妄将到此为止。罢血手！陆长风不再废话，一掌拍出，一只遮天蔽日的血色巨手凝聚，带着腐蚀神魂、碾碎山河的恐怖力量，朝着凌云当头压下。这是灵海境8重的寒怒一击。青鸾剑出！凌云不敢有丝毫保留，直接祭出底牌。一声清越鸾鸣响起，一柄通体碧绿，剑身仿佛有青鸾飞舞的极品灵剑凭空出现。极品灵剑在手，凌云气势暴涨。太虚剑法第3式点星破月。凌云体内炼气18层的磅礴灵力毫无保留地注入青鸾剑，剑招境界赫然已是圆满。只见无数璀璨剑光如同星辰爆碎，又似银河倒卷，凝聚成一点极致寒芒，悍然刺向那血色巨手。轰！剑尖与掌印疯狂碰撞，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能量冲击波瞬间将周围地面刮低3尺。咔嚓！那血色巨手竟被这一点寒芒生生刺穿，轰然炸裂。陆长风脸色微变，有点门道，但还不够，老夫仅用了1成力量，便是你的极限。下一秒，身形一晃，如同鬼魅般贴近，五指成爪，直掏凌云心窝，速度快到极致。八荒剑诀！凌云那沉重如山的剑意轰然压下，试图阻挡。砰！但他与陆长风的境界差距实在太大，八荒剑意被对方一爪撕裂，整个人被震得气血翻涌，倒飞而出。仙奴印！就在倒飞的瞬间，凌云眼中狠色一闪，强行压下翻腾的气血，使出了精神攻击的最强杀招，一股无形无质却蕴含着极致毁灭意志的精神冲击自凌云眉心骤然迸发。神魂攻击无声无息，超越了空间的限制，快得超越了闪电，直斩陆长风的神魂本源。神魂攻击！陆长风终于露出一丝惊容，身形急退，同时祭出一面古朴小盾挡在身前。是！仙奴印挡在小盾之上，发出一声令人牙酸的声响，虽未尽全功，依旧让陆长风神魂一阵刺痛。陆长风脸色彻底阴沉下来。小畜生，你给老夫太多惊喜了，底牌还真不少，但今日你必死无疑，此子绝不可留，肉身那么强，硬吃自己2大杀招，居然跟没事人一样。刹那间，灵海境8重的恐怖灵力毫无保留地释放，陆长风要动真格的了。凌云喘着粗气，紧握青鸾剑，眼神依旧锐利，越级战斗，底牌尽出，形势依旧险峻到了极点。若要独自脱身，凭借惊鸿步与诸多手段，凌云或许真能办到，但他身后是仅有炼气3层的妹妹凌雪儿，他绝不能退。地寒冥拳！
陆长风阴冷拳劲如同毒蛇出洞，直袭而来。凌云脚踏惊鸿步急退，却早被陆长风看穿。升龙拳，噗！沉重的拳力狠狠砸在他的胸口。要不是太古神王诀，这一拳就能让凌云的肉身破碎，而不是吐血。塔林轻哼一声：“我传你一门秘术，暂时提高修为，可与他一战。但别但是了，你倒是传啊！”凌云接收到塔林的信息，脑海多了一部燃灵诀，一旦使用，3秒之内强行大幅提升实力，后遗症很严重，使用越久，对自身伤害越高，轻则倒退修为，重则丹田受损，道基崩毁。凌云顾不得那么多，直接参透。一股狂暴无比的力量瞬间从他体内爆发出来，气势节节攀升，甚至暂时冲破了炼气期的桎梏。凝元镜1重，凝元镜2重，凝元镜3重，凝元镜8重。老狗，是你逼我的！陆晨为虎作伥，勾结采花贼，死不足惜。我现在就送你下去见他。陆长风瞪大眼睛，见鬼了！你这……哼！就算你燃烧性命，强行将修为提至凝元，又如何？你对林海境的力量一无所知。陆长风长袖一挥，一柄通体漆黑，仿佛能吸收所有光线的古朴长剑赫然在手，剑身散发出令人心悸的阴寒气息，又是一把极品灵剑。老夫刚不过用了70%实力，现在一切都该结束了。天从云剑，破煞。其手中漆黑灵剑嗡鸣作响，6道气纹全部亮起来，一剑斩出，漆黑的剑芒如同来自九幽，带着侵蚀一切的阴煞之力，瞬间撕裂大地，直扑凌云。这一剑摧拉枯朽，远超之前所有攻势。地级下品武技，太虚仙门绝学之一。凌云眼中雷光一闪，丹田内那蕴含着审判之雷力量的磅礴灵力轰然爆发。老匹夫，接我这一剑，灭道！没有任何花哨的动作，只是将全身的力量压缩到极致，化作一道极致缠绕着毁灭惊雷的漆黑剑芒气，正面硬汉而去。快到了极致！2道极致力量的碰撞没有僵持，那漆黑的阴煞剑芒在蕴含天罚气息的灭道面前，如同遇到克星，瞬间被撕裂净化。金色的雷蛇顺着剑气狂暴窜出，瞬间轰碎了陆长风的护体罡气，连同四周一切尽数毁灭掉。什么？这不可！噗！陆长风的惊骇之言戛然而止。那道融合了雷霆与毁灭的剑芒，以最粗暴、最直接的方式，瞬间贯穿了他的胸膛，留下一个焦黑破碎的巨大窟窿。陆长风难以置信地低头看着胸口的空洞，又抬头看向持剑而立，嘴里流血却目光如电的凌云，身体晃了晃，随即重重向后倒去。林海境8重，云哥。凌云也好不到哪里去，暴气收回那一瞬间，全身剧痛无比，仿佛撕裂一般。噗！老狗，是我赢了。林雪儿哭着扶住凌云，我没事，快走，收拾一下战利品。凌云带着林雪儿快速离开。趁着这一会，凌云又去独立空间找到午睡的沈五月补一补。沈五月身子软，嘴巴硬，少不了被好好教育一番。燃灵秘术的后遗症，在凌云看来也不是很严重。塔灵，境界跌了3个小境界，还好你修炼了太古神王阵体诀，肉身强，以后不到生死绝地，慎用。还好，值得。从神女塔出来，凌云兄妹2人已然身处繁华喧闹的赤水城。此城规模宏大，比之青阳城更显气势。凌云寻了间清静客栈，安顿好略显疲惫的妹妹，便独自一人来到城中最为著名的万宝斋。公子，有什么能帮助你的？一名女士上前招呼，态度恭敬，只是容貌比起青阳城万宝斋的侍女稍逊几分。3阶材料，这些都有吧？除了蛟龙血，来20份。很快，女士便将所有材料备齐，结算下来，一共4000下品灵石。凌云听得眼角微微一跳，我滴个乖乖，这价钱都快够买一把不错的下品灵剑了。一阵肉疼，自己几乎把全部家当都留给了林家发展，身上只带了5000灵石备用，这一下就去掉了4/5。更让他郁闷的是，从那陆长风身上摸来的那戒简直穷得叮当响，里面仅有100多块下品灵石。最值钱的那柄极品灵剑，还在最后搏杀中被自己的灭道剑气损毁了灵性，价值大打折扣。凌云收起材料，忍着心痛付了灵石，叹了一口气，赚钱大计，任重道远啊！现在还多了小妹的那份修炼资源。出门左转，遇上一个炼气7武者。道友，孤身。凌云疑惑，有事，一夜道侣了解一下。凌云嘴角一抽，下次吧。回到客栈，凌云问道，雪儿是什么灵根？未等林雪儿回应，塔林高冷的声音传来，极品天灵根。我是极品水灵根，爹娘说没有适合我的功法，所以让我暂时不要修炼。单一属性的灵根，天地的宠儿，
修炼速度非常快，属于万中无一。凌云震惊了，心里五味杂陈，自己真的是父母亲生的吗？异母同胞的兄妹，资质竟是天壤之别。妹妹林雪儿是万中无一的天灵根，而自己却是驳杂不堪的四系杂灵根。若是林雪儿的天灵根暴露出去，各大势力都会抢着要人吧。这些丹药给你，尽快提升炼气4层，到时候直接加入太虚仙门。太虚仙门应该有合适林雪儿灵根的功法，而且会受到重点培养。赤水城管区下的优秀天才都会选择入天府学院，是比太虚仙门还要强的势力。还没等凌云从惊讶中回神，塔灵又道，而且他体内还有一块未觉醒的至尊道骨。至尊道骨，凌云双眼都放光。传闻至尊道骨修行1日千里，万法不侵，涅槃重生，战斗力能增幅10倍。别高兴得太早，想要觉醒至尊道骨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天才地宝少不了。不管多困难，作为哥哥我都会帮他。前往青阳城的非洲还需3天后才起航，凌云正好趁此间隙，打算独自前往那凶名在外的黑风山脉走一遭。黑风山脉外围，凌云没深入，50米有一头一阶低级妖兽，前方10米有火狼，300米处有一株灵草。靠着塔灵的指引，凌云不断斩杀妖兽，收获满满。太古剑魔的传承你还没拿到，他太超标了，打不过。等你拿到剑魔传承，才发现你自己领悟出来的灭道不值一提。凌云心中狂热，剑魔之道乃是他追求的极致力量，怎么才能战胜他？你的手段还不够多，实力还不够逆天，如今你融合一雷，若是再融合一种异火，同境界剑魔也不是你的对手。塔灵一语道破，异火。谈及此物，凌云只能摇头。天地异火乃是世间至宝，可遇而不可求，踪迹缥缈，威力无穷，寻常修士连见其一面的机缘都无比渺茫，更别提将其收服融合了。他根本不敢设想，就是因为手里没有异火，所以他拥有丹点，至今也没有炼制。与当今主流的炼丹术不同，炼丹师拥有火灵根，就可以催动体内灵力，生成丹火助于炼丹，但上古丹点非也。正当凌云思索之际，一道声音从他身后传来：这位道友，你也是前往黑风山脉争夺那龙血赤阳果的吗？凌云转身，只见一名身着天府学院标志性服饰的青年站在不远处，其身上散发出的气息赫然是宁渊竞技虫。凌云心中微动，我并不知此事，道友可否详细说说？天府学院弟子，就在黑风山脉深处的黄风岭，有一株龙血赤阳果即将成熟，由一头实力强悍的3阶妖兽守护着。我看道友在此徘徊，还以为你也是为此而去。凌云闻言，眼中金光一闪，此物在上古丹书神卷记载，乃是极为罕见的大补之物。据说其内蕴含一丝上古真龙血气，对淬炼肉身、壮大气血有着不可思议的奇效，更是炼制某些高阶炼体丹药的主材之一。若是能得到此果，无论是直接服用辅助太古神王阵体诀的修炼，还是作为未来炼制高阶丹药的储备，都堪称天大的机缘。道友为何告诉我？凌云升起一丝警惕。青年笑了笑，这消息在黑风山脉附近早已不算秘密，赶往黄风岭的又不止你一人。再说了，以你的实力不够看，我也是自知实力不足，只是想去凑个热闹，见见世面罢了。3阶妖兽可不是我们能杀的。道友，交个朋友，在夏天府学院宋世飞，拖鞋帮孟浩然，久仰大名，彼此。从和宋世飞后续的交谈中，凌云得知此次前往黄风岭试图虎口夺食的几乎都是天府学院的天骄，这潭水看来比想象中还要深。当凌云赶到黄风岭时，战斗已然进入白热化，轰鸣声、兽吼声以及修士的呼喝声不绝于耳。只见场中一头体型庞大、形似巨狮、头顶独角、周身覆盖着赤色鳞甲的3阶妖兽，赤鳞吼风兽正狂暴地攻击着围攻他的数名年轻修士。参与围攻的赫然是几名身着天府学院服饰的天骄弟子，是施少杰师兄，剑法凌厉，已有灵海境3重修为，还有刘玉明和邓不休，修为也在灵海境1、2重之间。孟兄，看到那女人没？美吧？她是王师兄的未婚妻。凌云目光一凝的是，他竟然在战圈边缘看到了一个老熟人太虚仙门的周莹。孟兄，我们站远一点。哎，宋世飞一回头，瞳孔骤缩，只见凌云戴上面具，竟不知何时施展出一种玄妙身法，如鬼魅般悄然绕开战圈，直扑龙血赤阳果树。那家伙是谁？不要命了，敢虎口夺食！旁边的几名散修和小家族子弟看得目瞪口呆，惊呼连连。谁？好胆，找死！正在与妖兽缠斗的施少杰、王平安等人瞬间察觉，惊怒交加，恨不得立刻扑过去，却被赤鳞吼风兽死死拖住，根本来不及阻拦。
而那赤灵吼风兽眼见有人觊觎他的宝贝，彻底暴怒，竟完全舍弃了施少杰等人，猩红的瞳孔死死锁定凌云，头顶独角爆发出刺目血光，一道凝聚了他全部妖力的毁灭性能量光束撕裂空气，以远超之前任何攻击的速度直轰凌云后心。这一击含怒而发，威力竟堪比林海境后期修士的全力一击，分明是要将这个胆大包天的人类瞬间轰杀。凌云脸色微变，龙须9步急转，身形险之又险地侧移数尺，轰！血色光束擦着他的衣角轰入后方岩壁，炸出一个巨大的礁坑。差一点，那赤灵吼风兽一击不中，竟不再盲目追击，反而低吼着退守到龙血果树之下。猩红的兽瞳警惕地扫视着所有人，显然学聪明了，打算静待果实完全成熟。施少杰怒道：道友，未免不把我们天府学院放在眼里，我们看中的东西你也敢偷偷摸摸地抢？凌云落地笑了笑，天地灵物，有能者居之，谁规定你们看中的就一定是你们的？我不能要，老子说的。王平安开口。凌云冷笑，目光落在王平安身边的周莹身上，我看上他了，你们把他送给我，找死！王平安勃然大怒。周莹美眸一蹙，总感觉眼前之人有几分熟悉。等等，对付赤灵吼风兽要紧，这位道友，我们联手如何？施少杰道：怎么分？众人一阵无语，果子还没到手就想着分。龙血赤阳果就一颗，它价值20万灵石，折算平分，绝不让道友吃亏，如何？不如何？没有我们联手，你一个人绝无可能斩杀此寮。若是再拖延下去，等果实彻底成熟，必被这畜生一口吞下，谁也得不到。那就各凭本事。施少杰气得脸色铁青，却无可奈何。凌云不再搭理他们，脚下步伐一变，再度施展龙须9步，身影飘忽，试图从另一个方向绕向果树。那赤灵吼风兽立刻发出低沉暴虐的吼声，死死盯着凌云移动的轨迹，警告意味十足。都注意了，别让那外来的小子拿到龙血赤阳果，必要时候杀了他。施少杰传音道：好。施少杰一声令下，几人立刻散开，从不同方位再度猛攻赤灵吼风兽。别墨迹了，果实快完全成熟了。刘玉明焦急大喊。一时间，众人再也顾不得保留，纷纷掏出压箱底的手段。数张3阶攻击符箓被瞬间激发，化作火鸟、冰枪、金剑轰向妖兽。施少杰、王平安等人更是施展出玄阶级别的剑法绝学，剑光纵横，气势惊人。就连凌云也没闲着，剑锋一转，施展大成级的八荒剑诀。吼！赤灵吼风兽被这突如其来的疯狂攻击彻底激怒，仰天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巨大的头颅猛地一甩，竟张口喷出一道无比恐怖的赤色飓风。那飓风之中仿佛蕴含着无数锋刃，所过之处地面被刮去厚厚一层，树木巨石瞬间被搅成齑粉，威力恐怖至极。不好，这畜生拼命了！施少杰、王平安等人脸色巨变，纷纷祭出防御灵气或施展身法急速后退，狼狈不堪地抵挡这狂暴的飓风攻击，再难前进分毫。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妖兽要发狂死战之时，他那猩红的兽瞳中却闪过一丝狡黠。只见他趁众人被飓风逼退，视线受阻的瞬间，猛地一扭头，巨大的舌头一卷，竟直接将那株尚未完全成熟、霞光还未内敛的龙血赤阳果一口吞入了腹中，竟然选择提前吞服未成熟的灵果，强行提升实力。众人全场一片死寂，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举动给整懵了。这他妈也行？畜生，敢吞下我的龙血赤阳火，你真他妈的该死！施少杰愤怒至极，塔灵，快跳入那妖兽嘴里，从他体内抢回龙血赤阳果。还用你说？凌云身法快到了极致，就算被吞下也不放弃。那小子疯了，真虎口夺食。这一幕众人震撼了，见过不要命的，没见过那么不要命的。那赤灵吼风兽见凌云竟主动跳起冲向自己，猩红的兽瞳中甚至闪过一丝拟人化的不屑，仿佛在嘲笑这蝼蚁的自不量力。张开血盆大口，一口闷，好像没味道。赤灵吼风兽还人模人样的扣牙齿。宋世杰嘴角一抽，浩然兄弟，都是我害了你。众人，这画面太过诡异，让他们一时不知该作何反应。这跟直接送死有什么区别？施少杰见状，先是愕然，随即脸上露出快意和讥讽，冷哼一声：蠢货，死了好，省得等下我们出手。可惜了我的龙血赤阳果。走吧。他吞了龙血赤阳果，正在强行炼化，实力每时每刻都在增长，很快就会彻底稳固在3阶巅峰，甚至触摸到4阶门槛。我们绝非其对手，再留在此地恐有性命之忧。几人虽心有不甘，却也知道王平安所言非虚，
继续留在这里，一旦等那妖兽彻底消化了灵果，他们想走都难了。此时异变陡生，赤灵吼风兽露出恐惧和痛苦神色。吼！他发出一声震耳欲聋却充满痛苦与惊惧的咆哮，巨大的头颅疯狂甩动，失控般的再次喷出一道恐怖赤色飓风，将周围山林搅得天翻地覆。他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又发疯了？众人惊疑不定，慌忙躲避。施少杰眼皮一跳，难道下一秒，一道璀璨夺目、蕴含着恐怖雷霆之力的灵力剑气，竟毫无征兆地从赤灵吼风兽的腹部猛然破开，一个巨大的血洞赫然出现，边缘焦黑，无数细密的金色电蛇滋滋作响，散发着毁灭性的气息。赤灵吼风兽发出一声绝望不甘的哀鸣，庞大的身躯推轰然倒地，震起一片烟尘，那双猩红的兽瞳迅速暗淡下去，至死都充满了惊骇与不甘。烟尘稍散，在所有人惊恐欲绝、瞳孔放大的注视下，一道身影缓缓自那妖兽腹部的血洞中站起。只见凌云口中紧咬着血迹斑斑的血幽剑，右手握着一颗磅礴妖力的3阶妖丹，左手之中紧握着那株霞光流转、完好无损的龙血赤阳果。此时的凌云周身沐浴受血，如同从地狱归来的修罗，整个场面死寂的可怕。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盯着那道身影，心脏狂跳，呼吸几乎停止。宋世杰瞪大眼睛，孟兄弟居然没死，被赤灵吼风兽吞下还活着。施少杰冷道，抢过来，那都是我们的战利品。林海静的他们可不把凌云这个看不透修为的家伙放在眼里。当下没有赤灵吼风兽的威胁，天府学院的人瞬间包围住凌云。小子，想活命，交出来！凌云冷冷一笑，把手上东西收入塔中，拿回嘴里的剑。想要吗？想死的一起上吧。林海静前妻而已，凌云又不是没杀过，他们敢动手，凌云就敢杀。施师兄，小心有诈！施少杰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对方这副有恃无恐的模样，反而让他心中惊疑不定，尤其是联想到对方刚才那从内部斩杀3阶妖兽的诡异手段。阁下好手段，哼，我们走，有本事留下姓名，日后定会再遇。施少杰终究咽不下这口气，转身前厉声。凌云眼皮都未抬一下，懒洋洋。拖鞋帮，孟浩然，好，我记住你了，希望下一次遇见你还能那么嚣张。周莹瞳孔一缩，你可认识白起？白起是你夫君吗？周莹咬牙切齿，阁下可否告知他的下落？亲我一口，我就告诉你。无耻！周莹气得脸色煞白，浑身发抖。王平安，莹莹，别激动，一群废物，人多也不敢上，还不快滚，别挡道！凌云冷笑一声，不再理会他们，手持血幽剑，大步流星的从天府学院众人愤恨却又不敢阻拦的目光中离去。赤水城客栈，凌云关门入塔，炼化龙血赤阳果实刚一入口，便化作一股灼热狂暴的洪流冲入4肢百骸。好霸道的药力！凌云只觉得浑身气血如同煮沸般翻腾，经脉传来阵阵胀痛感。塔灵，好浪费，你不会炼丹，直接吞下效果减半。你不是有赤元草吗？一起服下，能提高药性，充分利用。好，取出赤元草服下，一股清凉的药力化开，稍稍中和了龙血赤阳果的狂暴，引导着那磅礴的气血能量更有效地融入他的肉身深处。一天一夜过去，凌云周身气血如狼烟般蒸腾，皮肤之下仿佛有赤金色的流光涌动，骨骼发出轻微的雷鸣之声。轰！某一刻，他体内仿佛某种壁垒被彻底冲破，一股远比之前强横数倍的肉身力量澎湃而生。太古神王阵体诀第1层完美突破。此刻，单凭这具肉身的力量，他已足以硬汉宁元初期的修士。凌云睁开双眼，感受着体内翻天覆地的变化，眼中金光熠熠，肉身强度、神魂之力都凝圆了，独差修为。二话不说，直冲训练室。尊灭道，来战吧！外界，赤水城，天府学院众弟子把黄风岭的事传得沸沸扬扬。好一个孟浩然，拖鞋帮是什么鬼？连施师兄这样的天才都不敢对他动手，这股魄力不是谁都有的。凌云直到第3天才出关。独立空间内，沈五岳静坐于一角，绝美的脸庞上带着一丝罕见的迷茫。被囚禁那么多天，每天几乎都被凌云变着招式折磨，痛并着快乐，就跟做梦一样。丹田恢复了，实力也在慢慢提升，只是这提升的方式实在令人难以启齿，每想起都让他面红耳赤。不知怎么的，他不想逃了，逃出来还得苦修。1日夫700日恩，这都多少日了？潜移默化中，他竟隐隐觉得自己似乎已经算是他的人了。这副身躯从里到外早已烙满了他的印记，很多地方都已变得不同，
再也回不到从前那个不染尘埃、高高在上的自己。他是谁？他曾是立于云端、受万人仰望的存在，如今竟被一个在他看来如同泥泞般的魔道修士玷污、占有，甚至渐渐习惯了他的占有。这让他如何能甘心？在他固有的认知里，能配得上他神五岳的道侣，注定该是比他更为耀眼、横推万古、举世无双的天命之子。我不甘心，我真的不甘心，我还有大仇未报，我不能贪恋这里。喂，你出来，我们谈谈。听到神五岳大喊大叫的，下一秒凌云的声音传来：给你组织语言的机会。主人，我想要聚灵丹，想修炼。不会吧，你莫非想要做那种事？不是的。凌云身影出现，一把抱起神五岳。神五岳惊慌失措，不是想要丹药吗？乖乖的把这套衣服换上。当神五岳拿起衣服时，脸瞬间红到耳根，从未见过这是何衣物。烂衣服怎么到处露风脸，跟没穿有何区别？这男人大变态，真棒，完美。凌云让神五岳弯腰，证明了3次元女人能做得出 Saber 这个动作的，非常完美。1个小时后，神五岳躺在凌云身上。主人，丹药能使我快步提升。凌云缓缓道：你这嘴不是很硬吗？看你能坚持多久，1刻钟3颗。神五岳顿觉一股羞辱感，可为了增强，我不，4颗，我5颗。1个小时后，凌云是爽了，神五岳嘴麻了，但他是开心的，获得20颗聚灵丹。赤水城非洲升降台，一座宛如移动城堡般的巨大船只缓缓降落，船体长达10几丈，通体泛着淡淡的青色流光，材质非金非木，却散发着令人心安的强大灵力波动。这便是在修真界中远距离跋涉的重要刑具——灵气级非洲。凌云第一次遇见，被小小震撼一番，购买了2张票，1张200下品灵石。5年前去太虚仙门没灵石，坐的还是马车，足足1个多月。如今有非洲，只需要2天即可到达青阳城。登记完毕后，凌云带着妹妹凌雪儿登上非洲。内部通道宽阔，布局精巧，引路的侍者恭敬地为他们指明了方向。公子先熟知一下非洲规矩，不得随意破坏，且非洲上各路天才都有，心性高傲，千万别得罪。凌云点头，很快便找到了位于非洲下层区域，属于自己的那间狭小却整洁的仓房。透过走廊，偶尔能看到一些装饰奢华、房门紧闭的豪华套房，这些套房起码售价1000灵石以上。安顿好有些好奇又略带紧张的妹妹，凌云站在狭小的舷窗边，望着下方逐渐变小的赤水城，目光沉静。非洲微微一震，随即平稳的升空，化作一道流光，朝着青阳城的方向疾驰而去。林雪儿按耐不住心情，跑到了甲板上，欣赏这一路的风景。非洲穿过云层，碧空如洗，好美。林雪儿看呆了。凌云摇头一笑，一道突兀声音传来：小子，我看你是一介散修吧。凌云回头，只见一名衣着华贵、神色倨傲的青年正打量着他，目光中带着毫不掩饰的鄙视。散修又如何？不是又如何？青年嗤笑一声，仿佛施舍般说道：哟，你还挺有脾气的，给你一个机会，成为我的贱奴，每个月300下品灵石，如何？不好意思，没兴趣。哈哈，有个性。青年不怒反笑，随即目光淫邪地落到窗边的林雪儿身上。不过本少爷看上的人还没有得不到的，这小美人是你什么人？凌云眼神瞬间冷了下来。没事就滚远点，别打扰我们看风景。青年眉头一皱，行，我住在第5层豪华303包房，今晚让他过来侍寝，这是提前给你的灵石。砰，一袋沉甸甸的灵石扔在地上，这话语中的侮辱意味瞬间点燃了凌云的怒火。凌云瞳孔骤然收缩，手中血幽剑瞬间出现，周身散发出冰冷刺骨的杀意。你找死！话音未落，毫不犹豫一剑斩出。太虚剑法，一道凌厉剑气缠绕着刺目的金色电蛇，撕裂空气，直劈那华服青年。青年显然没料到凌云敢在非洲上直接动手，脸色微变，仓促间挥掌迎击，一股灵海境的灵力爆发开来。砰！剑气与掌锋狠狠撞在一起，能量四溢，引得非洲轻微震动，附近乘客纷纷惊骇望来。应接下一剑，青年被震得手臂发麻，连退2步才稳住身形。太虚剑法，你是太虚仙门的人？凌云持剑而立，血幽剑尖直指青年，声音冰寒彻骨。哼，把他捡起来，不然我不介意把你的人头砍下。小子，你过分了，本少乃是太虚仙宗弟子，也算是你的师兄。太虚仙宗是太虚仙门的上宗，同宗同源，同气连枝。声音吸引了非洲的执事，一位头发发白的老者。何事再次喧哗？不知道非洲之上禁止私斗吗？陈老执事目光锐利地扫过2人，
青年脸上一抹慌乱。没事，我跟同门师弟开个玩笑。玩笑？老夫看你在找死，知不知道这是非洲？青年高傲道。陈老，本少中州慕容家弟子，太虚仙宗弟子。老者脸色微变，原来是慕容少，那此事一定是误会。这位小兄弟，你……凌云道，我是黑水重镇凌家。下一秒，老者目光严厉地看向凌云，不认识。小子不管缘由如何，你在非洲之上公然动手，扰乱秩序，已是坏了规矩。要么赔5000灵石以儆效尤，要么老夫亲自出手，废你修为，再将你扔下非洲，你自己选吧。这偏袒之意已然再明显不过。慕容白站在陈者身后，脸上露出了得意而轻蔑的笑容，挑衅地看着凌云。凌云平静道，我没有那么多灵石，可否用一把极品灵剑抵押？陈老点头，可……只见凌云手腕一翻，一柄通体碧绿，剑身仿佛有青鸾虚影流转，散发着纯净强大气息的长剑赫然出现。当陈老看清那柄剑的样式和其中蕴含的独特气息时，脸色骤然狂变，仿佛看到了世间最恐怖的事物，额头瞬间沁出密密麻麻的冷汗，双腿都开始发软。我了个草练！这是夫人的贴身佩剑青鸾剑，他怎么会在这个年轻人手里？夫人她完了，踢到铁板了，还是烧红的烙铁。道友可否借一步说话？正有此意。两人走到一旁无人角落，陈老立刻用袖子不断擦拭额头的冷汗，腰都快弯到了地上，声音颤抖着，公子，老夫错了，是老夫狗眼看人低，有眼不识泰山，多有得罪，万万海涵，此事您想如何处置？老夫全听您的吩咐，把他扔下非洲。陈老毫不犹豫点头，就依公子，但你帮我做事，我没理由投诉你。凌云拍了拍陈老肩膀，大步离去。见凌云无事回来，慕容白脸上闪过一丝疑惑。下一秒，陈老的身影如同鬼魅般出现在慕容白身后，一只干枯的手掌如同铁钳般猛地扣住他的脖颈，将他整个人提了起来。慕容白顿时吓得魂飞魄散。陈老，您这是做什么？陈老声音洪亮，好一个人模狗样的东西，竟敢在非洲之上威逼他人侍寝，中州慕容家岂会出你这等败类？定然是有人假冒慕容公子，行此龌龊之事，老夫明察秋毫，岂能容你？我不是。砰！慕容白连惨叫都没能发出一声，整个人就如同断线的风筝般被狠狠扔出了非洲防护光幕，化作一道流光，瞬间消失在非洲尾后的云海之中。整个甲板上一片死寂，所有围观者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噤若寒蝉。陈老则面无表情地整理了一下衣袖，仿佛只是随手扔了件垃圾，目光扫过众人，无人敢与他对视。同行几个太虚仙宗弟子听到消息，脸色一变。3天后，青阳城到了，凌云带着下了非洲妹妹，先去了一趟苏氏商会，交了几百张符箓，取了几万灵石，才回的仙门。听说没有内门弟子要打晋升赛了，太虚仙宗的师兄们还来了几个。凌云听着其他弟子的话，不懂什么意思。回到小舍，凌云推开院门，顿时一愣。院子整整齐齐，干净整齐，空气还有一股幽兰香。哥，你住的地方那么好？林雪儿脑补自己的哥哥在仙门一定颇受重视。凌云心中疑惑，推开房门，一股更为浓郁的清香扑面而来。只见一道清冷绝厉的身影正静坐于屋内，不是萧慕瑶又是谁？你……萧慕瑶清冷的目光落在林雪儿的身上。你怎么在我屋里？萧慕瑶黛眉微蹙。她是谁？林雪儿也被萧慕瑶的容貌气质所惊艳，眨着眼睛小声问道：哥，这位姐姐好美，是嫂子吗？算是吧，她是我道侣，她是我小妹林雪儿，这位是萧慕瑶。林雪儿顿时雀跃起来，跑到萧慕瑶面前，眼睛亮晶晶。哇，你是我嫂子，可太好了，爹娘知道一定会很高兴。下一秒，林雪儿忧郁了。萧慕瑶道：节哀。凌云，你这是为何？说了，搬来同居。凌云，那个我没成为内门弟子，你我之间的赌约可不算。萧慕瑶摇头，在我心里，你已是内门弟子，不需要别人的认可。居然同居了。萧慕瑶在太虚仙门的那些仰慕者，怕是要气疯了吧？凌云无所谓，随你吧。萧慕瑶看着凌云，多日不见，你实力好像变强了，是错觉吗？凌云笑了笑，有点奇遇。家里之事都处理好了，需要帮忙你开口。不必。萧慕瑶犹豫一下，还是开口。那日我赶来，你已经离去，谢谢。你去休息吧，明天就是血池开启的时候，养足精神。凌云让小妹去休息，随后回到房间。内门晋级赛是什么？你不知道？萧慕瑶疑惑。
随后一想，都不关凌云的事，所以不知道也正常。内门弟子实力达到临海境，就要去更高的地方修炼了。我们太虚仙门会前往上宗太虚仙宗深入修炼，很大一个原因是，大部分弟子修炼的是太虚心法，只能让人修炼到临海境，想要突破后面的境界，必须寻到更强功法，不然修炼一辈子也很难突破。最有效、最直接方式就是进入太虚仙宗，习得太虚心法胜于篇。所以，你也要去太虚仙宗？对，我们太虚仙门有30个名额。萧慕瑶不好意思起来。凌云，你想随我一起去太虚仙宗吗？作为随从，不是道侣。萧慕瑶脸红。凌云，你要知道，我俩是不可能的。所谓的道侣，也不过是因为一个承诺，我不会跟你做那种事的。凌云摇头。若是随从，我不要。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无可厚非。凌云也有自己的追求。你难道一点也不想着努力一点？你从炼气2层一路走来，我也坚信，你有一天可以凝元，也可以突破临海。你肯帮我？可以，怎么帮？凌云，如果今晚你留下来陪我睡一晚，或许……你不可理喻，男人没一个好东西。萧慕瑶转身离开，气得不行。凌云满头黑线，女人的话信不得。塔林高冷一笑，这女人长得还行，比起本尊差远了，居然敢瞧不起你。凌云，塔奶，你不会是嫉妒吧？我需要嫉妒她，可笑至极。萧慕瑶无论身材、美貌都是绝色，我给出95分，那本尊起码99分。凌云，你不信？信，你最美。哼哼，事业。凌云敲响了萧慕瑶的房门。有事，拜托你一件事，我妹妹是极品水系天灵根，可否给她找个师傅？你说真的？萧慕瑶惊呆了。他们是兄妹吗？一个杂灵根，一个极品天灵根。太虚仙门，谁有资格成为他的师尊？第9峰长老花逢春，他所使用的就是水灵根功法，而且是完整的。可否引荐？萧慕瑶笑了笑。你也太少看天灵根了吧？九长老知道后，做梦都得笑醒。你就放100个心吧，太虚仙门会全力培养的，到时候你作为他的哥哥，也备受瞩目。第2日，太虚仙门后峰血池开启地，前3甲才有资格进入的血池，如今多了5个人。我们是太虚仙宗弟子，血池3个小时不能增加。守护长老一脸的为难。这规矩都是这样的，我们外门弟子前3，加上你们5人，已经是极限。慕容白道，莫师兄，我们能进血池，已是托福了。莫少君冷哼一声，那还等什么？还不快点开启血池？其他3名太虚仙宗弟子虽然沉默，但看得出来很不耐烦了。前3甲，第1名凌云，第2名是陈雪，第3名司徒风。除了凌云，其他2人早等候多时。还有1人没到。莫少君道，按照规矩，时间一到必须进去，没错吧？守门长老脸色难看，看了一眼旁边的掌门。掌门淡淡道，开启吧。就差凌云，这潜力耗尽的4系杂灵根，进不进去都一个样。1个小时后，凌云姗姗来迟，恭敬递上身份牌。你迟到了1个小时，不是11点开始吗？守护长老没好气，谁告诉你的？1个。凌云顿时无语，自己被通知了，那个弟子不安好心。进去吧，你只剩下2个小时。长老，能不能通融一下？要进就快点，不想进，当你放弃。掌门等一众长老连看都不看一眼。凌云快速进去血池，山洞内一方血色池子翻涌着浓郁血气，池边散落着大小不一的天坑。陈雪、司徒风泡在里面，他俩感觉到有人进来，眼睛眯开一条缝瞅了瞅，见是凌云，立马又闭上了。管他是谁呢？这池子泡1秒，顶外面修炼几天，谁有闲工夫聊天啊？抓紧时间吸能量才是正经事。再往里一瞅，好家伙，血池里头居然还泡了5个人，一个个浑身冒光，气势逼人。凌云惊讶，不是说只有3个名额吗？这5人是他。凌云一下子看到了慕容白，联想到对方是太虚仙宗的弟子，一切都很合理了。这群老东西为了巴结太虚仙宗弟子，给出5个血池名额。凌云气得牙痒痒。血池能量本就有限，多1个人分羹，每个人得到的机缘就要少1分。凌云马上跳入水池中，入池刹那，一股钻心的刺痛瞬间传遍全身经脉，仿佛有无数根细针在扎刺。血池中磅礴的能量疯狂地涌入体内，几乎要将他的经脉撑裂。凌云立即运转太古神王体诀，周身泛起淡淡金芒。功法运转之下，刺痛感渐渐转为一种奇特的舒畅感，血池中的能量开始被他快速吸收炼化。就在这时，血池内的能量突然像是受到某种牵引，开
开始疯狂地朝着一个方向涌去，正是凌云所在的位置。不过片刻功夫，整个血池的能量竟然肉眼可见地减少了近1/3。这种变化太过明显，池中其他7人立刻察觉到了不对劲。怎么回事？能量怎么突然稀薄了这么多？刚还好好的，谁他妈在搞鬼？吸收这么快也不怕撑死？凌云不动声色，剩下7人开始相互抢夺。塔林的声音传来，这血池底下藏着一颗血冥石，才是这池子真正的能量核心，不过被一个相当高明的隐匿阵法给遮住了，上面那帮蠢货根本没发现。凌云闻言毫不犹豫，立刻屏息潜入血池底部，越往下，血水的粘稠度和能量压力越大，寻常修士根本无法久待。池底光线晦暗，神识也受到极大干扰。凌云按照塔林的指示搜寻，果然发现了一处区域的能量波动异常隐晦，若非刻意探查，根本无从察觉。那里确实存在一个极其精妙的阵法，完美的屏蔽了内部的一切气息，肉眼和神识看去，那里只有普通的池底岩石。就是这里，这阵法有点门道，怪不得没人发现。左3寸，向下7尺，对，就是那个节点，用你的灵魂力轻轻刺一下。凌云凝聚神魂之力，依言而行。随着他灵魂力量精准地注入那个隐秘的节点，那隐匿阵法微微一颤，如同水波般荡漾了一下，短暂地露出了一丝破绽。就在这刹那间，借助神女塔加持的感知，凌云清晰地看到了阵法之内，一颗约莫拳头大小、通体赤红如血，内部仿佛有熔岩流动的奇异石头，正静静躺在那里，散发着无法形容的磅礴血能，正是血冥石。机会稍纵即逝，凌云眼疾手快，几乎在阵法涟漪荡开的瞬间，右手如电般探入，一把将那颗温润却又灼热的血冥石牢牢抓在手中，猛地抽出。就在血冥石被取走的刹那，轰！整个血池仿佛失去了心脏一般，发出一声沉闷的呜咽。池中那浓郁粘稠、猩红如血的池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稀薄清澈。之前那令人心悸的磅礴能量和恐怖血气，如同退潮般飞速消散，几个呼吸间就变得如同普通的水池一般，只剩下极其微弱的能量残留。池面上正在疯狂争夺能量的7人，瞬间感觉那股庞大的吸力消失了，紧接着就发现周围能量骤然枯竭。怎么回事？能量呢？怎么没了？血池怎么变轻了？发生了什么？众人惊骇欲绝，纷纷停下功法，茫然地看着变得清澈见底的池水，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惊天变故。而罪魁祸首凌云早已将血冥石收入塔内，悄无声息地浮上水面。莫少君，时间到了，还差1个半钟。慕容白眉头一皱，定是他们故意关闭血池吧？咦，怎么是你？慕容白一下子注意到了凌云，双眼愤怒起来。凌云睁开眼睛，你们吸的也太狠了，我才刚来就没了。5人，陈雪、司徒风叹了一口气，心有不甘地走出去。血池变轻，留下来也没用，可惜了，若是吸满3个小时，他们绝对能突破至凝元4层。1个小时，让他们从炼气9层直接晋升2个境界。血池外，高台之上，原本闭目养神的掌门忽然睁开双眼，眉头紧锁，眼中闪过一丝惊疑不定。诸位可有感觉？池内的能量波动似乎正在急剧衰减。几位长老闻言也立刻凝神感知，随即脸色纷纷微变。确实如此，这衰减速度不对劲，何止不对劲，简直是匪夷所思，仿佛源头被掐断了一般。守护长老更是疼得站起身，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的震惊。掌门师兄，不是衰减，是几乎感知不到能量了，血池好像废了。什么？血池废了？这绝无可能。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在所有长老执事中炸开，引起一片骇然惊呼。张师弟，你是否感知有误？血池自成一体，能量循环往复，乃天地生成，怎会突然枯竭？绝不会错。难道是地脉变动导致能量源泉出了问题？快进去查看。从血池里8人齐齐走出来。莫少君眯着眼睛道：各位长老，为何掐断血池，不给我们吸收？众人莫不是看不起我们？第3峰长老摇头：非也，血池出现变故，已经被你们吸干了，以后乃至100年后都不会出现了，跟其中一个太虚仙宗弟子的想法是一样的。血池超负荷，我们中途察觉不对劲，应该就是血池最后的能量。凌云假惺惺道：长老，我才进入不到半个小时，都没来得及吸收，血池干了，可否给点补偿？哼，你进去和不进去没有区别，废体吸收不了多少。其他人看清楚陈雪以及司徒风，非常的满意2人在里面的成就，却不知收获最大的是凌云，吸收血池1大半能量，太古神王镇体诀更加强悍，隐隐有突破之兆。师弟，为何一直看着那弟子？
慕容白咬牙切齿道：“那家伙就是在非洲害我被扔下去的人。”什么？其他4人眉头紧皱。那你想怎么办？我去打听一下什么人。不多时，慕容白一脸愤怒走回来。该死的家伙，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人，原来是4系杂灵根，在仙门根本不受人待见。莫少君笑了笑：“那还不简单，找个机会除掉。正有此意。”小舍，第9峰花逢春长老如获至宝，眼睛眯着一条线了。你叫什么名字？回长老，我叫林雪儿。林雪儿乖巧的回答，有些紧张的捏着衣角。好，你可愿拜我为师？林雪儿把目光看向了哥哥，后者轻轻点头。师尊在上，请受徒儿一拜。好，好，好。花逢春连说3个好字，亲自将林雪儿扶起。从今日起，你便是我第9峰圣女，本座唯一的亲传弟子。极品水系天灵根，这等绝世天赋，放在任何宗门都是要被供起来的存在。如今竟被他如此顺利收入门下，怎能不让他欣喜若狂？第9峰长老花逢春看了看凌云，眼神复杂，搞不懂为何你妹妹天灵根，而你是杂灵根，日后若在外门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可寻本座，看在林雪儿份上，我会出手一次。凌云，花逢春也不在意他的反应，心思立刻又回到了宝贝徒弟身上，手腕一翻，一柄通体冰蓝，剑身仿佛有流水波纹荡漾，散发着凛冽寒气的长剑便出现在手中。雪儿，此剑名为秋水，乃极品水属性灵剑，正合你的灵根属性，今日便为师给你的见面礼。好漂亮的剑，多谢师尊。随为师回封。林雪儿犹豫一下，还是点头。她已经有师傅了，不能一直待在哥哥身边。去吧，雪儿，有空哥哥去找你。回到房间内，凌云入塔修炼。血冥石，我该怎么炼化？直接吞下。塔灵没好气道：每次洗澡把血冥石扔下去，待水变赤红，全身泡进去，这样就会有源源不断的能量淬体。凌云在浴桶中足足浸泡了3天3夜，这期间他周身气血如同奔涌的大江，不断吸收炼化着池中磅礴的能量。太古神王镇体诀的功法在他体内运转到了极致，每一个细胞都在贪婪地吞噬着力量，进行着彻底的蜕变。终于在第3日夜幕降临时，他体内仿佛有一道无形的壁垒被轰然冲破，一股远比之前强横数十倍的恐怖力量自4肢百骸中奔涌而出，气血如龙，筋骨齐鸣，皮肤之下隐有宝光流转，蕴含着爆炸性的力量。太古神王体诀第1层完美突破，单凭这具肉身的力量，其强度与韧性便已足以媲美林海境初期的修士。凌云缓缓睁开双眼，一道锐利的金光自眼底一闪而逝，双手轻轻握拳，感受着体内那澎湃如海般的肉身力量，嘴角勾起一抹满意的弧度。这3天3夜的痛苦煎熬值了。凌云刚一出关，还没缓口气，就感觉一阵头疼。只见他那本来就不大的小舍里，此刻正泾渭分明地坐着2位绝色女子，清冷如雪的萧慕瑶以及妩媚妖娆的柳夭夭。空气中仿佛有无形的电光在噼啪作响。冰驼子，你会那么好心过来跟凌云师弟同居？萧慕瑶面若寒霜，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冷声道：要你管，现在这是我的地方，请你滚出去。柳夭夭丝毫不惧，反而笑得花枝乱颤。我又不是找你的，凌云师弟有空吗？凌云道：什么事？陪我去一趟青阳城。萧慕瑶道：你自己不会去吗？凌云没空，他要陪我。柳夭夭眨眨眼睛，师弟，真是如此。一时间2道目光一冷一热，同时聚焦在凌云身上。萧慕瑶眼神冰冷，带着不容置疑的占有欲。柳夭夭眼含秋波，充满了楚楚可怜的攻势。凌云顿时感觉头皮发麻，仿佛站在了刀尖火海上。这哪里是温柔乡，分明是修罗场。萧师姐，你要去啊？我也要去青阳城。凌云，嗨嗨，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提议，要不我们3人结伴同行，晚上还可以睡在一起，房费都省了。柳夭夭，师弟，你真敢想，我不去了，你跟他去吧。萧慕瑶，哼，我也不去了，你自己去吧。凌云，哎，不是，几个意思？屋里只剩下凌云，你们不去，我去。青阳城，凌云购买了所需材料，便漫不经心地走在街上。月星，凌云，2人意外碰见，气氛顿时尴尬。凌云被萧慕瑶2女搞得火气大，神5月又闭关了，还按摩。走。客栈豪华房内，月星盘起头发，经过3小时后，月星擦擦嘴巴，你最近可要小心了，内门中有人要对付你。谁？你怎么知道的？月星轻咬嘴唇，我家那3秒男打听到的。凌云对此有点了解，好像是月星的夫君在洛星谷被魔道弟子重创丹田，实力下降至炼气8层。哦，你没让他碰吧？
虽然跟月星始终没突破最后一步，但也差不多了。他一门心思再怎么众说丹田，偶尔有那心思也打不过我。真乖。他们想请尹一凡出手，在外门铲除你，可是你夺了外门第一，尹一凡拒绝了。以他目前的实力，压根不可能是你的对手。内门中人，大概又是萧慕瑶的舔狗，很可能是那姓齐的。凌云道：你为什么不开心？你怎么知道？你的心我摸着，能不知？月星，我去应聘万宝斋的女士，被拒绝了，缺灵石。月星翻了翻白眼，不缺灵石，我能给你按摩。现在还被反过来按摩，正常按摩1个钟，凌云家中5个小时，到手起码3000灵石，还不用给中介。月星自然卖力得很。家族放弃尹一凡了，所以修炼资源断掉，我又接不了那门任务，那些任务太危险，我不敢。找工作跟我说，凌云阁缺人，要不要考虑一下？月星听说过凌云阁卖符箓的，店主好像3天打鱼2天晒网，我是兼职，他们会收。凌云阁是我的，别忘了，我可是一名符师。这一日，月星彻底放开自我。又1日后，两人出了客栈，月星小腹都鼓鼓的，走路不正常。凌云无奈一笑，叫你别贪吃。坏蛋，还不是你！万宝斋内流光溢彩，凌云带着月星径直走向服饰区域，对迎上来的女士直接道：给她选一身最新的行头，要最时兴的款式，品质至少是上品法器。女士眼中立刻流露出浓浓的羡慕，连忙应声，小心翼翼地取来一件流光溢彩、材质非凡的月白流仙裙，裙摆轻纱层叠，仿佛笼着月光云雾，灵气盎然。公子您看，这件月华流云裙是本斋刚到的新品，不仅是上品防御法器，能自动抵御尘垢，更能小幅汇聚灵气，注意修行，售价3500下品灵石。这位仙子穿上它，定然如同9天玄女下凡般好看。凌云目光落在裙子上，确实不错，你很有眼光。月星却被那价格吓得连连摆手，脸颊绯红。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这辈子都没穿过这么贵的衣服，也就尹一凡送过最贵的衣服，也不止1000多灵石，就它了。凌云却一锤定音，直接取出灵石付账，没有丝毫犹豫。直到走出万宝斋，被外面的微风一吹，月星还觉得脑袋晕乎乎的，仿佛踩在云端。身上穿着那件价值连城的月华流云裙，感受着周围投来的惊艳目光，一种前所未有的被极度宠溺的感觉包裹着他，让他心跳加速，脸颊发烫。来到凌云阁，凌云说道：店交给你了，一切你来做主哈。几百张符箓，不到3个小时全部卖完，月星被彻底震惊。凌云，我相信你可以的，这工作完全符合你吧，月俸3500，这价格放眼青阳城很高了。月星就这样被连哄带骗，替凌云卖命，不仅得陪睡挨草，还得打工。完美就没反应过来，卖凌云一次都3000了，巨亏。卖完符箓，两人少不了庆祝了一番，店里每个角落都有他们的痕迹。事后的月星有些激动，自己的修为突破宁元3层了，从跟凌云第一次短短2日晋升2个小境界，太疯狂了吧，这别提多么的震惊。而凌云也从炼气15层涨到炼气16层巅峰。是夜，凌云准备返回太虚仙门时，却意外听闻一个消息，今晚青阳城最大的拍卖行将举办一场盛会。天香拍卖行，整个楼宇高15层，里面大大小小的包厢，能同时容纳1000多人。凌云戴上面具，化身白起，交了灵石参加拍卖。拍卖行的服务极为周到，甚至可称得上奢靡人性化。像他这样独自前来，又花费2000灵石订下包厢的客人，竟被贴心安排了2位身姿曼妙、面容姣好的女士专门伺候包厢里，你可以让他们给你捏脚按摩，尽情享受。凌云暗叹，有钱就是爽，花了2000灵石的包厢就是值。不过凌云很正经了，坐在包厢里吃水果，对他们没兴趣。公子，这是今晚拍卖的名单。凌云神识一扫，大多数都是丹药，不适合他，倒是出现一株神魂草。很快的，拍卖会开始了。一位曼妙身姿的女人走上圆形高台，皮肤白皙，身材玲珑剔透，丰腴间带着一股温婉的气息。凌云瞥了一眼，摇头，不如萧慕瑶，最多9分。这是今晚第一件拍卖品，单方起拍价100下品灵石起。随着女人一声令下，拍卖开始。500、800，很快的，单方价格已经叫价到了3000，还在不断上升。凌云笑了，单方那么值钱，那他丹书神卷那么多单方，岂不是要发财？不过他也就想想而已，真要敢拿出来拍，怕是走不出青阳城，不能小看了人性。对面包厢，王平安道，毫无拍卖点，也就神魂草值得出手。今晚谁跟我抢，我要谁命。
旁边的周莹面无表情。周太岁道：“王少，放心吧，周家一定拍下神魂草。”凌云刚好通过窗户看到了对面冰山美人周莹。这女人最完美的地方就是无论什么场合都穿得严严实实。很快的，随着台下女人介绍神魂草正式开始拍卖。神魂草，极品灵草。凌云眯着眼睛看清神魂草后，整个人无语了。操，这不是烟叶。300灵石。随着周太岁声音传出，凌云马上回应：500、1000、2000。周太岁目光冰冷，哪个混蛋敢跟周家过意不去？一直漠不关心的周莹也被这突如其来的竞价吸引了注意，清冷的目光瞥向对面包厢。当视线透过窗户看清楚后，周莹气息瞬间冰冷下来。白起？谁？白起在哪？周太岁看向凌云所在包厢，浑身散发出强烈杀意。好小子，你终于出现了。王平安眯着眼睛道：“周莹，杀害你大哥的就是白起。”是。什么来历？拖鞋帮？又是拖鞋帮？王平安对拖鞋帮恨之入骨。周太岁咬牙切齿：5000灵石，6000。周太岁几乎是在咆哮，额角青筋暴起。8000、10000。轰！这个价格如同一记重锤，狠狠砸在每个人心头，全场瞬间哗然。疯了吗？一株神魂草称死值5000，这俩人绝对是杠上了，不死不休啊！那包厢里的到底是谁？竟敢和周家如此叫板？王平安眼中寒光一闪，却伸手拦住了几乎要暴走的周太岁，让他拍下。本少看上的东西一定是本少的，等他拍下，东西自然就是我的，只不过到时候连本带利都要用他的命来付。周太岁瞬间明悟，脸上露出狰狞的笑容，立刻停止了竞价。10000下品灵石成交，恭喜天字号88包厢。锤音落定，凌云以10000天价成功拍下这株引发风暴的神魂草。整个拍卖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用看疯子一样的目光望向那个包厢。接下的拍卖还有很多，凌云不感兴趣了。拍卖行后门，凌云走出来，被里面的人友情提醒，最好小心。小子，等你很久了。只见周太岁抱着双臂，一脸狞笑地堵在巷口，宁远静的气息毫不掩饰地散发出来，带着浓烈的杀意。还记得老夫吧？凌云的身后站着王平安，彻底封死了他的退路。小杂种，在拍卖行里不是很嚣张吗？现在把你拍下的东西还有你的狗命一并交出来吧。周太岁嚣张无比的喝道，仿佛已经吃定了凌云。聒噪！凌云眼中寒光一闪，甚至没人看清他是如何动作的。只见一道剑气的残影瞬间掠过，噗嗤！周太岁脸上的狞笑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极致的惊骇和难以置信。低头看去，只见自己的胸膛不知何时已被一道恐怖的剑气彻底洞穿，心脏已然粉碎。剑出人不归，一剑秒杀，这不可能！大半年前，白起在他面前只有逃跑的份，怎么如今一剑就要了他的命？秒杀，真正的秒杀！王平安脸上的戏谑笑容瞬间僵住，瞳孔骤缩，根本没想到宁园后期的周太岁竟然连对方一招都接不下，找死！王平安怒吼一声，林海境3重的修为全力爆发，一柄烈焰长刀出现在手，带着焚尽八荒的气势，狠狠劈向凌云。霸炎斩！面对这狂暴一击，凌云只是冷哼一声，不闪不避，直接一剑。七杀剑法！轰！凌厉无匹的剑气与狂暴炽热的刀刚狠狠碰撞在一起，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能量冲击波瞬间将周围的地面震碎。咔嚓！令人牙酸的断裂声清晰响起。在王平安那难以置信、近乎恐惧的目光中，他那柄品阶高达中品灵气的烈焰长刀，竟从与剑锋交击之处开始，被硬生生斩出一道巨大的缺口。随即整个刀身不堪重负，发出哀鸣，竟被一剑劈得弯曲变形，灵光瞬间暗淡。恐怖绝伦的力量顺着刀身悍然传来，王平安只觉一股无法抗拒的巨力狠狠撞入体内，握刀的右手虎口瞬间崩裂，鲜血淋漓，整条右臂骨骼发出不堪重负的碎裂声，瞬间无力地耷拉下去。噗！五脏六腑如同被巨锤砸中，喉头一甜，一口鲜血混合着内脏碎片狂喷而出，身体如同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砸在远处的墙壁上一剑。仅仅是一剑，高下立判，碾压般的优势，不可能！王平安眼中被无边的恐惧充斥，他发现自己在这面具男子面前竟如同土鸡瓦狗，不堪一击。没什么是不可能的。凌云的声音透过面具，冰冷的不带一丝感情。别杀我！王平安彻底慌了，苦苦哀求：我乃天水城王家少主，更是天府学院的内院弟子，你想要什么？灵石、丹药、功法、女人，我都能给你。
只要你别杀我。凌云冷笑，直接一把掐住他的脖子，如同拎小鸡般将他提起，身影一闪，便朝着周家方向疾驰而去。周家这笔账是该清算了。周家，周莹刚回来就把拍卖行发生的事告诉周家主。哈哈，好，有王少出手，那白起死定了，臣儿终于可以安息了。周家府邸上空，刹那间，一股冰冷的杀意骤然降临。凌云的身影如同鬼魅般出现在庭院中央，周身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威压。何人如此大胆，敢擅闯我周家？周家主率领一众长老匆匆赶来，面色阴沉如水，厉声喝道。众人尚未看清来者是谁，只觉这股威压令人心颤。砰！一声闷响，一颗血淋淋的人头被扔到了周家主脚下，翻滚了几下，正面朝上，正是死不瞑目的周太岁。啊！周家众人瞬间瞪大双眼，发出惊恐的叫声。这时他们才看清，那面具人手中还提着一个人。只见他随手一扔，那人便如同死狗般被摔在地上，被迫跪着，瑟瑟发抖。不是王平安又是谁？周莹瞪大眼睛，大脑一片空白。凌云冰冷的目光扫过全场，抬脚踩在王平安的头上，声音如同九幽寒冰。你们不是在找我吗？我来了，顺便给你们带了份大礼。认识他吧？周家所有人，他们看着那如同丧家之犬般跪在地上，被踩在脚下，毫无尊严可言的王平安，大脑一片空白，几乎无法思考。王少，这连临海境三重，背景通天的王平安都成了对方的手下败将，如同死狗般被随意折辱。无边的恐惧和绝望瞬间吞噬了所有周家之人。周家要完了！少侠别杀我！看到那女人了没？是我未婚妻，只要您肯高抬贵手放了我，我就把她献给您。我保证让她以后乖乖听您的话，任您摆布。王平安，你无耻！周莹听到这话，气得浑身发抖，脸色煞白。他从未想过王平安竟是如此卑劣不堪的小人。哼，本少落得如此下场，全都是你这件人害的。王平安却反咬一口，眼中充满怨毒。若不是为了帮周家出头去杀这白起，他怎会反被擒拿，受此奇耻大辱？王平安怒道。周莹，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滚过来！我死了，周家是什么下场，你比我还清楚。周莹紧咬下唇，指甲深深掐入掌心，强忍着巨大的屈辱，一步步艰难地挪动过来，声音颤抖。王少，听着，以后你就是白少侠的未婚妻。白少侠，您看这样可行？这女人以后就归您了，求您放我一条生路吧。凌云一手揽周莹娇躯入怀，满意一笑。行，我很满意，就依你所言，就放了你。多谢白少，多谢白少。王平安如蒙大赦，磕头如捣蒜。凌云随意一脚将他踢开，王平安连滚带爬的就要逃走，脸上劫后余生的狂喜才刚刚浮现。唰，一道冰冷的剑锋却毫无征兆地夹在了他的脖子上。王平安身体瞬间僵直，冷汗直流，颤声道：这白少，您这是什么意思？我刚才是放了你啊，没错，但现在你又被我抓住了，有什么问题吗？王平安，你耍我？哈哈，是你蠢，我可不傻，杀了你，这女人一样是我的。你敢杀我，王家和我天府学院绝不会放过你的，你会付出惨痛的代价。王平安绝望的嘶吼威胁。噗嗤，回应他的是剑锋轻巧的一划，王平安的人头瞬间落地，滚了几圈，脸上还凝固着难以置信的惊恐和愤怒。周家众人吓得魂飞魄散，双腿发软，扑通跪倒一地，磕头如捣蒜。饶命，饶命啊，不关我们的事啊！周莹浑身一颤道：放了他们，我任凭你处置，否则我宁死不从。凌云犹豫一下，好，而揽着周莹的手臂并未松开，反而凑近他耳边，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带着一丝不容拒绝的意味低语：带我去你闺房，我们好好谈谈条件。周莹闺房内，凌云笑道：周莹，好一个任我处置，有什么想说的？今晚过后，你跟周家恩怨一笔勾销。凌云捏住周莹下巴：你不是看不起我，骂我是废物吗？不是说便宜一条狗也轮不到自己？不是在落心谷想杀我吗？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吧。可惜他现在的身份是白起，若是周莹知道他是凌云，表情该多精彩，比杀了你更难受吧。周莹瞬间脸颊绯红，既是愤怒也是羞耻。凌云冷笑：好，这可是你自愿的。周莹娇躯剧烈颤抖，贝齿死死咬住红唇，几乎要咬出血来，屈辱和不甘的泪水终究还是从眼角滑落。自行补脑。周家主看了一眼众人，其实那白起实力强横，手段狠辣，倒也算个人物。周夫人冷道：你个没用的东西，
儿子死了，不想着去报仇，还替仇人说话，我一定要杀了白起。你拿什么杀用你胸前那2坨杀气？哼，懦夫，废物，难怪晨儿一点都不像你。周夫人气得口不择言，不像我，像谁？周夫人自知失言，眼神闪过一丝慌乱，道：不说了，我去太虚仙门找我师兄子阳，他一定会为晨儿报仇的。周家主站在原地，脸色铁青，双手死死握拳，指甲几乎嵌进肉里。子阳长老，又是子阳。他早就怀疑自己这位貌美如花的大房夫人与那位太虚仙门的子阳长老关系非同寻常，如今看来，恐怕不只是关系不一般那么简单。一个可怕的让他感到无比羞辱的念头，这些年来无数次盘旋在心间，此刻再次疯狂涌现。周晨，那个他疼爱了多年的儿子，恐怕根本就不是他亲生的。家主，还是关心一下王少的死会给家族带来什么后果吧。周家主道：人是白起杀的，关我们周家什么事？对啊，关我周家什么事？都怪王平安，非要为了神魂草去劫杀白起，自食其果。拍卖行的人都知道，关我周家什么事儿？冰山周营的温柔乡只有1夜，凌云1夜破2个小境界，炼气18层巅峰，这速度跟坐火箭一样。接下来我就要闭关全力凝元了，也不知道9条极品灵根会给我多大的惊喜。塔灵道：恭喜你了，终于要凝元了，提醒你备足凝元丹，18颗足够了吧？不够，远远不够。从周家离开后，凌云马不停蹄前往苏氏商会。崔管事盯着凌云，白小友好像变得更强了，是老夫的错觉吗？崔前辈，有凝元丹吗？没有。这苏氏商会那么大，就没有凝元丹卖？从周晨那得到的凝元丹只有10来颗，塔灵却说还不够，这外界要5000下品灵石1枚，贵得要死。这也就算了，苏氏商会居然还没有这种丹药。凌云暗骂一句：卧槽，还是得学会炼丹术，一伙的下落迫在眉睫。崔管事道：丹药过于低级，苏氏商会没拿到货源，没办法。白小友，万宝斋有。凌云之所以第一时间来苏氏商会，打着的目的就是欠款。他身上没那么多灵石，剩下13000灵石，顶多能买2颗。嗨嗨，崔前辈，能不能借我点灵石？我身上不够。崔管事一脸惊讶，他丫丫的，你还缺？前几天不是刚到账3万多灵石吗？怎么没了？凌云解释道：嗨嗨，昨晚拍卖行拍下了一株神魂草。原来如此，不借。凌云，好歹我为你们苏氏商会卖命过一次，有道理，不借。我又不是没能力还。崔管事笑了笑，眼珠子一转，除非你小子跟我们再签一次条约，在这小地方先留住2阶符师再说。以凌云那本事，迟早会离开的凌云果然摇头，他可不想被绑住。算了，回宗门再想办法。出了大门，亏了，早知道要周家10万下品灵石好过。塔灵，那女人好歹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你，还助你连破2个小境界，得了便宜还卖乖，呸，真渣男。骂得好，我也痛恨渣男，可是我最终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塔灵，你可以更渣。凌云，塔灵，下次你再干，不肯就拿家人威胁他。凌云，你真狠。太虚仙门地界边缘，凌云刚踏入境内，一道凌厉无比的黑色剑气如同毒蛇出洞，毫无征兆地从侧面密林中爆射而出，直取其咽喉，速度快到极致，带着冰冷的杀意。谁？凌云反应极快，侧身惊险避开，厉声喝道。那黑影一击不中，身形显现，全身笼罩在黑袍之中，声音沙哑扭曲。要你命的人。塔灵提醒，是血池的人，慕容白。凌云嘿嘿一笑，慕容白，别装了，我知道是你。慕容白冷哼一声，哼，就算你知道又如何？区区一个炼气期的废物，能死在我林海境手中，也算你祖上积德了。话音未落，他体内林海境3重的修为轰然爆发，手中黑色长剑嗡鸣，再次化作一道鬼魅般的黑影，带着比之前更凶厉的气势扑来。幽冥鬼斩，剑光凄厉，仿佛有无数冤魂哀嚎。看来你还是没能吸取非洲时的教训。凌云挥出一剑，轰！慕容白只觉一股难以想象的巨力传来，震得他手臂发麻，气血翻涌，竟噔噔噔连退3步。而凌云仅仅身形晃了晃，怎么可能？慕容白脸上首次出现惊愕，他林海境的力量竟然被一个炼气期正面击退了。八荒剑诀，震山河。磅礴厚重的剑意如同山岳压顶，狠狠砸向慕容白。慕容白慌忙举剑格挡，当，咔嚓，其手中的黑色灵剑竟发出一声哀鸣，剑身上瞬间布满裂痕，恐怖的力量透体而入，慕容白再也忍不住，一口鲜血狂喷而出，
身体如同破麻袋般倒飞出去，重重砸在地上。慕容白挣扎着想爬起来，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的惊恐和荒谬。自己林海境3重的修为，竟然在2招之内被一个炼气期小子彻底碾压，这他妈到底是什么怪物？凌云的声音冰冷的响起，带着一丝不耐烦。好了，我玩够了，你该上路了。慕容白惊恐抬头，只见凌云手中血幽剑爆发出璀璨夺目的血色剑芒，一股灭绝一切的恐怖剑气锁定了他。七杀剑法，戮魂，一气刀诀，2招合体，剑光一闪，仿佛超越了时间。慕容白甚至没看清剑气是如何来的，只觉腰间一凉，视线开始天旋地转。噗嗤，整个身躯竟被一道极致锋锐的剑气从中间齐整整地斩成了2半，内脏鲜血泼洒一地。慕容白的上半身落在地上，眼睛瞪得滚圆，充满了极致的恐惧、震惊和不甘，死死地盯着凌云那冷漠的脸庞，似乎直到死都无法接受这个结果。林海境被炼气期2招碾压，3招秒杀，说出去没人信吧？杀人摸尸必备操作。凌云呸了一口，尼玛的，出门在外你就带这点零食，还什么慕容家子弟、天府学院弟子，穷逼一个。3000下品灵石，一本幽冥鬼斩的武技，几把上品法器，5枚聚灵丹。凌云看着地上尸体，催动体内的异雷，毁尸灭迹。回到小舍，凌云惊讶，林昊天，你怎么在此？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不碍事，老大，按照约定，我来寻你。这些日子你干什么去了？打工、出任务、还债。怎么回事？当时炼气9层了，我又没有足够的灵石买凝元丹，只好去贷款。凌云心思一动，来了兴趣。据林昊天所说，仙门中贷款若是不及时还，后果很严重，所以这些日子他没日没夜地赚灵石。仙门允许这种风气。哎，我们外门普通弟子好多都是背上贷款才成就凝元境的，只要按时还还是没问题的。凌云拍了下林昊天肩膀，给我引荐一下呗。老大，你看出来了？看出来了。对不起，我不肯，他们就打我。若是同意，他们免除一期，我也是没办法。你能回头是岸，大方承认，我原谅你了。老大，林昊天跪下。老大，你千万不要去贷款，他们就是想害你，一旦背上债务，一辈子难脱身，利滚利，驴打滚，还不完，根本还不完。若是你还不上，他们可不会吃亏，等待你的就是最残酷的手段，他们会把你抽魂炼魄，死了之后连尸体都不会放过，血肉卖给邪修炼制人丹，骨头都要被拆了做成法器。林昊天全身颤抖。凌云笑了笑，我若是不去贷款，你肯定会被打死，好好带路，一切后果自己承担。很快的，林昊天带着凌云见到了一名内门弟子，叫做万星城。万师兄，我老大要贷款。见到来者是凌云，万星城非常的热情。坐，看在林师弟是老顾客的份上，这一单利息打9折。凌云坐下。万师兄，我急需5万下品灵石，能不能借？不止林昊天，万星城都吓了一跳。你一个外门第一，炼气9层，敢贷款5万下品灵石？凌云师弟，我一个人做不了主，你等一下，我去就回。万星城马上找到齐继海，把凌云万借灵石上钩的事说出来。好小子，终于上钩了。不过口气那么大，借5万下品灵石。万星城道：齐师兄，你要的不就是他还不起吗？说的也对，那就放给他。齐继海冷笑，若是还得起，一辈子都得被我们压榨，若是还不起，在仙门里正好光明正大除掉他。片刻后，凌云看着眼前这一份协定，贷款5万灵石，1年利息2万4，一个月需要还2000灵石，3年内本金要还完。师弟，这是师兄为你争取到的最低利息了。林师弟的利息比你的高多了。师弟，别犹豫了，凝元迫在眉睫啊，一刻不能耽搁啊。万星城苦口婆心劝说，就怕凌云会反悔啊。好吧，我带。凌云很顺利拿到5万下品灵石，去了一趟青阳城，全部购买凝元丹，加上是老顾客，万宝斋给了最大优惠，5000下品灵石1枚。回到仙门，凌云准备冲刺凝元。萧师姐，你们内门弟子晋升赛结果出来了。萧慕瑶点头，名单已出，32个名额，其他弟子可以另谋出路。你什么时候走？萧慕瑶轻咬嘴唇，3个月后我们就要去太虚仙宗了。好吧，恭喜。凌云关门入塔修炼。第1层，凌云盘腿而坐，拿出1枚凝元丹，直接服下，丹药入口即化，化作一股磅礴却略显躁动的能量洪流，冲入4肢百骸，体内立刻运转藏道经，引导着这股能量朝着炼气期的壁垒发起了第1次冲击。轰！壁垒纹丝不动，那股丹毒却率先反噬，让他经脉传来阵阵刺痛。若换作寻常武者，哪怕是根骨稍差者，
服用3、4颗凝元丹，借助这股磅礴药力，也足以强行破开壁垒，踏入凝元境。但他不同，他的灵根足足9条，丹田所需的积累是别人的数倍甚至10数倍，这层壁垒也远比常人厚实坚韧得多。没有犹豫，他立刻服下第2颗、第3颗、第4颗凝元丹。塔灵道：凝元丹品质太低了，你能利用的药效不到3成。什么？凌云狠狠骂娘。凝元丹吃完还不能突破，接下来就要看你自己了。体内药力不断累积，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那坚固的壁垒，每一次冲击都让凌云身躯剧震，嘴角溢出鲜血，但那层障壁却只是微微晃动，裂开些许缝隙，远未到崩溃的边缘。第5颗、第6颗、第10颗，若不是修炼了太古神王体诀，肉身经过淬炼，恐怕早已被这股力量撑爆。最后1颗了，一定要成功，不然前功尽弃，会被反噬。我命由我不由天，就是现在，给我破！凌云心中发出一声怒吼，将所有力量凝成一股，如同怒海狂涛，朝着那最后的屏障发起了最终的冲锋。轰隆隆，仿佛天地初开的一声巨响自他体内迸发，那困住他许久的炼气期壁垒，在这一刻轰然破碎，化为齑粉。澎湃如海的灵力瞬间涌入一个全新、广阔了10倍不止的天地。正式踏入凝元境，只见他的子府丹田之内浩瀚无垠，灵力如同一片汹涌的汪洋，漫无边际，其容量远超寻常凝元境修士的想象。与此同时，外界太虚仙门上方天空形成了紫色东来，祥云满天的异象。这一刻，太虚仙门内各峰峰主长老还是寻常外门弟子，全都心有所感，骇然抬头望向那如同神迹般的天空，脸上无不露出极度震惊。但也就出现那么一瞬间，异象就消失不见了。7天后，凌云结束闭关，周身气息沉稳内敛，实力已然巩固在凝元境一重。一直守在外面的萧慕瑶第一时间察觉，美眸瞬间睁大，清冷的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你，凌云，你的修为那么快就凝元境了？侥幸突破。侥幸？萧慕瑶心中掀起惊涛骇浪。从外门大比到现在才多久？这家伙就从炼气期一路飙升至凝元境，这速度简直骇人听闻。而且最可怕的还是，凌云不是废灵根吗？萧慕瑶道：各峰没有收你为徒，是他们的损失。凌云摸摸肚子，不说这个了，饿了，先做点吃的。下一秒，一头扎入厨房，只听里面一阵叮当作响，没过多久，一股极其诱人的香味便飘散出来，勾得人食欲大动。萧慕瑶吞吞口水，这家伙还是一名灵厨。师姐，来点。本以为以萧慕瑶清冷的性子肯定会拒绝，谁知他只是微微犹豫了一瞬，竟真的走了过来，很是自然地接过凌云递来的碗筷，优雅却速度不慢地品尝起来。只吃了一口，他的眼睛便微微一亮。虽然他早已辟谷，但此刻却完全抵挡不住这美味的诱惑。好吃？你这厨艺哪学的？自学成才。凌云看着他那与平日清冷形象反差极大的吃货模样，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师姐，你不觉得现在这样，我们很像一对凡俗间的小夫妻吗？丈夫下厨，妻子等候品尝。萧慕瑶咀嚼的动作瞬间僵住，白皙的耳垂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染上一抹绯红，美眸瞪了凌云一眼，带着一丝羞恼。胡说什么？谁跟你是夫妻？凌云见他这般模样，笑意更浓，得寸进尺的又给他夹了一筷子菜，手指无意间轻轻碰了下他的手背。师姐别光吃饭啊，尝尝这个，我特意为你做的。萧慕瑶如同触电般缩回手，心跳竟莫名快了几分，强装镇定道：你好好说话，再胡言乱语我便走了。好，不说就不说。那师姐，我以后天天做给你吃，如何？萧慕瑶默默扒饭，假装没听见，只是那红透的耳根却出卖了他。你怎么不吃了？吃饱了，古人云秀色可餐，今日总算体会到了。油腔滑调。萧慕瑶抬起眸子嗔了他一眼，那眼神似怒似羞，水光潋滟，毫无平时的冷意，反而平添了几分动人的风情。我只对师姐一个人油嘴滑舌，不信的话你可以尝尝。萧慕瑶唰的一下站起来，面无表情。凌云，我们不合适，你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我是不会喜欢你的。3个月后我便去太虚仙宗了，日后仙路漫长，你我恐难再有交集。萧师姐，林某人从不吃亏，你今晚陪我一晚，明天各走各的。你做梦！萧慕瑶气道，自己的清白之身是留给意中人的，不可能给凌云。凌云一看萧慕瑶躲躲闪闪，就知道有戏，要不了多久肯定得吃。第4层开启，终于有希望了。师弟，他不肯，师姐我可以啊，今晚师姐陪你。就在这时，一个妩媚入骨的声音从门外传来，只见柳夭夭不知何时已在门边，巧笑嫣然，眼波流转。萧慕瑶顿时全身冰冷起来，
凌云眼底闪过一丝玩味，竟真的顺势一把将门口的柳夭夭扯了过来，揽入怀中。柳夭夭猝不及防跌入他怀里，身体明显僵硬了一瞬，但很快便软下身子，娇笑着顺势偎依过去，只是那笑容底下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勉强。师弟，他是你道侣，当着面搂搂又抱抱，这不好吧？萧慕瑶冷冰冰的声音传来。知道不好，你还抱得那么紧。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柳夭夭一跟凌云这般，他心里就跟被针扎一样难受。柳夭夭顺势推开凌云。好的，冰坨子，我们等你走了再抱，或者今晚有的是机会，也不差这一时。凌云刚过瘾一下，不得不说，抱着柳夭夭那是真刺激。你找我啥事？柳夭夭看了一眼萧慕瑶，拉着凌云出去。慕容海又来烦我了，我需要你。又是挡箭牌。我不干。哼，我需要你，你还不干？刚摸得很爽吧？还行。一股冷意袭来，给你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凌云叹了一口气，果然长得帅就是烦，我答应了。明天一早我来找你，你敢消失，要你好看。回到院子，萧慕瑶面无表情。随我去修炼塔。凌云眼睛一亮，在萧慕瑶带领下，凌云进入修炼塔。师姐，你也去第3层。在第3层有一门太虚剑阵，万年来无人能领悟出来。剑阵，你去试试。萧慕瑶注意到凌云灵根杂，但天赋一点也不差。就比如最低级的太虚剑法，凌云能修炼至大成，那是别人几十年都做不到的，而且他还能融会贯通。凌云道：师姐，有什么好处？萧慕瑶无语翻了个白眼。没有好处，我还不如领悟其他武技。3个小时足够他领悟几十本武技了。就你还想领悟太虚剑阵？宗门万年来多少天才都折戟沉沙，这样吧，你若是领悟出来，我亲你一口。也不知是赌气还是激将，萧慕瑶鬼使神差的脱口而出。话一出口，他自己也愣了一下，耳根微微发热，但面上却强装镇定。一言为定。萧慕瑶不以为然，找了个地方闭上眼睛开始顿悟。传闻就是传闻，至于有没有，无人知晓。反正太虚剑阵就个残图都没有，从何领悟？凌云确实很为难，无法利用神女塔。功法、武技只要是不完整，都能在神女塔里完美复刻出来。关键这太虚剑阵连个残篇都不算。塔奶有什么想说的？塔林高冷声音传来。你融合了剑心，靠着它是能感应到太虚剑阵的，至于能不能领悟出，看个人。凌云静静闭上双眼，利用剑心，心神一下沉入修炼塔第3层那片虚无缥缈的意境之中。他发现四周充斥着无数杂乱无章，如同星辰碎片般的古老剑痕，它们无序的飘荡旋转，散发出令人心悸的锋锐气息。时间一分一秒流逝，1个时辰，2个时辰。凌云敢肯定，围绕在他神魂四周的乱剑痕就是太虚剑阵，就是无法参透其中奥妙，玄之又玄。他却不知道，无数天才连让这些剑痕显现都做不到。而萧慕瑶领悟了10几年，也就只能感应到1、2条剑痕流动轨迹而已。凌云隐约看见，在这片剑痕空间的最深处，还隐藏着另一处更为神秘的空间。只见那空间中央悬浮着一柄剑，剑身通体赤红，仿佛由凝固的血液与燃烧的火焰铸成，散发着一种古老恐怖的威压，令人神魂战栗。就在凌云意识触及那赤红剑影的刹那，一道虚无缥缈，仿佛来自万古之前的声音，直接在他灵魂深处响起。什么是剑？声音虚无缥缈传来，像那把剑在质问，又似是凌云出现了一丝丝幻觉。凌云手中执念，心中知道，为何执剑便是何剑。万年来无人能领悟这一步，曾经有人见到过赤红，却无法参透什么是剑。话音未落，凌云只觉得意识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猛地拉扯。下一刻，他发现自己已置身于一个纯白的世界，眼前一位眉发洁白、面容慈祥却眼神深邃如星海的老者正含笑看着他。你是谁？老者抚须一笑，声音温和。老夫虚云。虚云，太虚一脉的开山祖师也。凌云即便心智再坚定，此刻也难免震惊。不必惊讶，你所见不过是老夫陨落前留下的一缕执念，依托剑阵而存，等待有缘之人。等的时间太久太久了，久到老夫都快消散了。你是第一个真正触碰到太虚剑阵核心门槛的人。太虚剑阵是太虚仙门护山大阵的核心吧？好一个聪明绝顶的小子！正如你所言，老夫当年设下修炼塔，将剑阵精髓划入其中，就是希望后世弟子中有人能领悟此法，重掌宗门守护之力。没想到最终做到的，竟是你这般修为的弟子，而非那些所谓顶级天骄。老头，别说那么多了，赶紧把太虚剑阵给我吧。虚云没好气，
急什么？没交代完，老夫希望你有朝一日能够把太虚一脉发扬光大。哦，我看你虚影开始忽明忽暗的，以为你时间要到了，能不急？虚云老祖不再多言，抬起手指，指尖凝聚起一点极致璀璨，仿佛蕴含了宇宙生灭与万剑归宗之意的光芒。此乃太虚剑阵完整传承，以及老夫毕生剑道之感悟精髓，今日便尽数于你。话音落下，那点光芒瞬间没入凌云的眉心。轰！庞大到无法形容的信息洪流瞬间在凌云识海中炸开，无数关于剑阵的玄奥符文、运转法门、变化之道如同潮水般涌来，更伴随着虚云老祖对剑道的无数理解和经验。这信息量太过恐怖，若非凌云神魂经过多次淬炼远超同阶，恐怕瞬间就会被撑爆。老祖，多谢！传承于你是缘分，亦是责任。小家伙，求道之路艰险，老夫这缕残魂即将消散，也再无余力护你周全。下一秒，虚云老祖指尖再次艰难地凝聚起最后的力量。这一次凝聚出的不再是无形的传承光点，而是一道细如发丝，却散发着让凌云神魂都感到刺痛的恐怖剑气。这道剑气纯白无瑕，看似微弱，但其内部蕴含的毁灭性能量让凌云毫不怀疑，它一旦爆发，足以斩灭星辰。这缕太虚诸神剑气乃老夫全盛时期封存于此的一丝本源剑意，威能约莫相当于老夫生前全力一击的1/12。凌云，喂，老祖，行不行？别勉强，小家伙，老夫可太喜欢你了，别人都恨不得老祖多给点，你却不要，难得你还为老夫考虑，那老夫就不勉强了。凌云，虚云老祖对凌云很满意，那缕纯白剑气悄无声息，不动声色地飘向凌云的丹田气海之中，静静蛰伏起来，如同沉睡的一头太古凶兽。只有在凌云生死存亡之际，才会主动斩灭强敌。老祖，虚云老祖的残魂也终于耗尽了最后的力量，对着凌云露出一个慈祥而又充满期许的笑容，随即如同青烟般缓缓消散在这片纯白空间之中。凌云抽了自己几个大嘴巴子，让你多嘴，让你多嘴，让你谦虚，让你装，保命符没了。与此同时，外界太虚仙门，轰隆，整个修炼塔第3层光芒万丈，一道巨大的七彩剑阵虚影自凌云头顶冲天起，穿透塔顶，映照在整个太虚仙门上空。剑阵归位，缓缓运转，散发出毁天灭地的恐怖威压。天地异象，剑阵虚影，有人领悟了太虚剑阵。是第3层？是谁？整个太虚仙门此刻如同被投入滚油的冷水，彻底炸开了锅。宗门深处，掌门正与几位核心长老商议要事，护山大阵传来的剧烈共鸣，他先是一愣，随即身体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起来。这是太虚剑阵，是真的太虚剑阵，竟然真的有人参透了祖师留下的无上传承。宗门那守护了万载却始终因缺少核心而威力不全的护山大阵，此刻正发出欢欣雀跃的嗡鸣。那一直残缺的主体部分正在被那冲天的剑阵虚影迅速补全归位，整个宗门的防御力量在这一刻疯狂攀升。天佑我太虚仙门！万年来，我太虚一脉分崩离析，正统旁落，无一人能参透祖师真传，重现剑阵辉煌。今日竟在我萧道云手中得以见证。是谁？究竟是哪位弟子，竟为我仙门立下如此不世之功，谋取了这天大的机缘？快，立刻封锁修炼塔，查明究竟是哪位弟子引动了此异象。无论他是谁，从今日起，他便是我太虚仙门最大的功臣，倾尽全宗之力，也要护他周全。万年的遗憾，今日得补。分裂的正统似乎看到了重聚的曙光。凌云睁开眼睛，叹了一口气。萧慕瑶站在不远处，美眸圆睁，纤手捂住因震惊而微张的红唇，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他看到了，正在参透太虚剑阵时，那天地异象正是凌云引起的。他真的领悟出了太虚剑阵。他原本只是一句戏言激将，万没想到凌云竟然真的做到了。师姐，虽然我很帅，可你也不能一直看着我。话音一落，3个小时时间到了，修炼塔的传送机制已然启动，光芒一闪，两人已被传送至第3层外。刚出了修炼塔，掌门跟众多长老就擦肩而过。萧慕瑶心情很复杂，为什么凌云能够领悟太虚剑阵？师姐，我领悟出太虚剑阵了，你可不能食言。萧慕瑶闭上眼，心一横，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仰起头，柔软的唇瓣如同蜻蜓点水般在他侧脸上轻轻碰了一下，一触即分。如同受惊的兔子般，他猛地推开凌云，头也不回的化作一道流光冲向天空，连背影都透着慌不择路的羞意。掌门等人严查了去过第3层的弟子，还是没有收获。奇怪了，
怎么会没发现呢？会不会是慕瑶那孩子？他的剑道天赋很强。不可能，那只能说明那弟子在故意躲着我们罢了罢了。第二日，仙门外，慕容海冷冷道：夭夭，为什么带上他？他是我道侣，带上他不是很正常吗？很好，小子，我劝你认清现实，别玩火自焚。凌云，什么情况？喂，去呢？我可没答应跟你走。凌云小声说道：昨天你答应的，想反悔？好吧，我认了。柳夭夭祭出一柄飞剑，跳了上去。愣着干什么？快上来！慕容海眼睛快喷火，咬牙切齿：小子，跳上我的飞剑，你敢跟他一起试试？凌云，那我就试试。站在柳夭夭身后，凌云突然有了主意，一把抱住他。柳夭夭明显又是一愣：你手别放那！放那！肩膀，呆子！卧槽！慕容海被彻底激怒，凌云三番五次触及到了他的底线，此子必须死！下一秒，柳夭夭已经御剑飞走，慕容海全力追上去。这一路，凌云可谓是享受了，但也忍得辛苦，太折磨人了，恨不得立刻冲入独立空间，按着神武月来一顿。师姐，我们是去了天水城。我又不想去。可以，现在你跳下去吧。凌云，算了，帮人帮到底，谁让我是你的御用挡箭牌呢？天水城距离青阳城太远，靠着御剑飞行是不可能支撑的，所以柳夭夭决定坐飞舟。青阳城到天水城的飞舟每天都有，不用等待。慕容海追了上来，却不知道该怎么发作了，憋着一股气。麻烦来2张包间票。女士道：抱歉仙子，只有船头站票。慕容海不知道跟另一个女士说了什么，买下了1张包间票。夭夭，我买到了1张上等包间票，不嫌弃的话，今晚我们住一起，好过在船头待一晚上，人多眼杂。柳夭夭道：我就是待在最臭的角落，也不会跟你住一块。慕容海脸上闪过一丝恼怒：他妈的，老子给你脸了！算了算了，不生气，自己喜欢的女人自己宠。这时凌云注意到了一个提示牌：服尸专属。美女，我是服尸，可以要1张包间票吗？凌云亮出徽章，那女士眼睛一亮：当然可以，尊贵的服尸大人，这是您的专属特权，豪华包间票只需800零，要几张？1张。凌云，该上非洲了。远处传来柳夭夭的声音，他已经买好了站票，让慕容海恨得牙痒痒。非洲登记处。什么实力？宁元镜。柳夭夭闻言，美眸瞬间瞪得滚圆，猛地扭过头，难以置信地盯着凌云。所以说，你能御剑飞行？凌云点头。柳夭夭先是一愣，随即一股被戏耍的怒火直冲头顶，气得他胸口剧烈起伏，指着凌云的手指都在发抖。你怎么不说？你又没问。柳夭夭差点一口气没上来，想起这一路上自己带他上飞剑，这家伙站在他身后，那双爪子时不时就得扶一下他的腰，甚至偶尔还会不小心蹭到别的地方，自己还觉得是照顾他，怕他掉下去。现在想想，简直亏大了，原来这家伙早就能自己飞了，分明就是故意占便宜。柳夭夭朱唇一勾，风情万种，声音又软又媚：可以啊，师弟，翅膀硬了都会跟师姐玩心眼了。师姐这样想是不对的，我当时也是为了你考虑，我上你飞剑不是显得很是亲密吗？那慕容海脸都绿了，得了便宜还卖乖，走了。柳夭夭嗔怪地白了凌云一眼，扭着腰肢就往前走去。师姐，你走错方向了。是你错了，船头是这边。凌云拉过柳夭夭：跟我来，这可是顶层，来这里干什么？直到凌云停在一扇装饰奢华、铭刻着防护禁制的房门前，在他惊讶的目光中取出1张流光溢彩的票往门上一贴，咔嚓，禁制应声而开，露出了后面宽敞精致、灵气氤氲的豪华包间。柳夭夭瞬间瞪大了美眸，小嘴微张：你哪来的豪华包间票？服尸专属。师弟，你太棒了，师姐爱死你了。进入房间，柳夭夭开心的像个小姑娘。我比较喜欢你在床上说这句话。柳夭夭脸上的笑容瞬间收敛，转过身，双手抱胸，摆出一副凶巴巴实则毫无威慑力的模样。师弟，你怎么还在？凌雨，我不在这，应该在哪？喂，这是我买的票。柳夭夭理直气壮地扬起下巴，伸手指着门外：没收了，你去船头站着。不是，凭什么？这是我的票，我不去，我骨头硬，站不得，就要睡床上。这只有1张床，你不出去，难不成你还想要我出去？这样好了，我吃亏一点，大家一起挤一挤，房间也够大。不行，反正我不去。凌云直接坐床上，双眼紧闭，开始入定修炼。柳夭夭拿他没办法，算了，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老娘一手便能镇压他，不敢乱来的。神女塔，
第一层，凌云观虚云老祖留下的剑道心得，一遍不理解，再读一遍。就在某一刹那间，凌云拿起剑，持续使用太虚剑法，不断挥剑，1000次、万次、10万次，无数次汗水滴落，直到剑法突破下一个层次圆满之境。这是凌云所有剑法中最低级、最实用，第一次达到圆满之境。圆满之上还有天人合一，只是我目前无法参透，不知道圆满之境的剑法能抵挡尊灭到多久。外界，柳夭夭看着已然沉入修炼状态，周身灵气缭绕的凌云，不由得轻轻蹙起了秀眉。算了，不纠结了。朋友住一间房间，怎么了？思想一下子就通达了。赶了一整天的路，即便是修士之躯，此刻他也感到了一丝难得的疲惫倦意。而更重要的是，他素来极爱洁净，此刻风尘仆仆，只觉得浑身都不自在。糟了，我的除尘符和净身符没了，只能去沐浴。房间里应有尽有进入沐浴间，柳夭夭咬咬牙，释放神识，再三确认凌云一直在修炼。坏家伙，敢动一下神识偷看，我出去就废了你。片刻后，柳夭夭洗浴完毕，我怎么把抹胸礼衣落在外面了？那戒也不在手上，整个人尴尬在里面。凌云，凌云，师弟！柳夭夭叫了几声，凌云不为所动，一心只想修炼。这家伙修炼那么死，那么大的美人在洗浴都不知道。柳夭夭咬咬牙，直接走了出来。当然了，那美眸一直盯着凌云，神识笼罩着房间，时刻防止着。还真上心啊，师弟，可惜了，那么美的风景你看不到。柳夭夭落落大方站在凌云跟前。咚咚咚，3声敲门声突然传来，柳夭夭脸色骤然一变。凌云睁开眼睛，眼前这一幕，怀疑自己在做梦，哪来的女菩萨？刹那间，凌云流鼻血。柳夭夭慌不择路，第一时间是捂住自己的眼睛。师姐！柳夭夭反应过来，满脸窘迫，用极致身法穿戴整齐。怎么了？我刚好像看到不该看到的，得确认一下。你看错了，方才我试了一下一门魂技，你应该中了我的幻术，在幻境内，你看到什么了？没什么，就2颗樱桃。就说嘛。柳夭夭怎么会那么大方？原来是自己思想有问题，在幻境中表现了出来。不过那一幕太真实了，可惜了，幻境就是幻境，假的真不了。真该死，怎么不在幻境里多待一会？凌云后悔，却不知柳夭夭转身那一刹那，脸红到了脖子，心跳从没有那么快过。咚咚咚，还敲！柳夭夭恨不得抽死外面乱敲门之人。谁？尊敬的大人，送果茶的，您慢用。凌云品了一口，味道挺不错的，师姐尝尝。我最讨厌茶了。柳夭夭坐在床上，把凌云踢下。你只能在床以外的地方修炼。凌云想了想，反正他又不打算睡觉，把床让给他吧。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凌云没啥意思。入塔苦修。女人，饿了。我刚吃饱。我饿了，喂你吃一点。3个小时后，神武月累趴了。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那么多天的苦修，换来了宁元境4重修为。凌云疑惑，你突破宁元境，不需要服下宁元丹吗？神武月摇头，傲然道，我的体质特殊，大道圣体，修行路从无瓶颈可言，只需积累足够，自可水到渠成，无需借助丹药外力。哼，还挺牛逼。那我问你，你的大道圣体是属于谁的？神武月红着脸，咬着嘴唇，是属于主人你的。回答正确，奖励你。非洲某一个上等包间，慕容海对着几个人道，记住，船头趁乱杀了那小子。公子请放心，我们暗杀阁出手，包您满意。片刻后，慕容海出现船头，却没有发现柳夭夭跟凌云的踪迹。人去哪了？该死！公子，目标任务吗？你们找机会下手吧。行，任务悬挂，目标不死，暗杀阁会一直行动。次日，非洲上，凌云走出房间，船头几乎挤满了人，难以落脚。凌云兴致消失了一大半，准备回房时，竟然在一处角落看到了周莹。这女人身材被完美勾勒出来，她也在。凌云勾唇一笑，看着周莹进入下等包间，凌云拿上面具，化身白起，戴上面具。咚咚咚，谁？咚咚咚，周莹不耐烦开门。你！凌云走进去，反手关门。周莹，几日不见，想我了没？你要干什么？周莹眯着眼睛，这里是非洲，他不怕。他好。周莹瞳孔放大，说好的，那往后我们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你出尔反尔。对啊，邪修哪会信守承诺？周莹，太不要脸了，你杀了我吧。舍不得，你不主动一点，
我回去把周家。无耻！周莹饱含泪水，回答我：你怎么在非洲上？还不是你杀了王平安？我们周家带他尸首回王家。哼，你好日子要没了，王家是不会放过你的。周莹已经配合起来了，慢慢沉浸在这场游戏里。半个小时，凌云草草了事。周莹，凌云不能出来太久，柳夭夭还在豪华包厢里呢。回到属于自己的包厢，柳夭夭眉头一皱，什么味道？凌云尴尬，船头人几人，我就买个一杯鲜豆汁解解渴。不像鲜豆的味道，不过挺好闻，应该是别的，一定很好吃。凌云，对，女人爱吃。是什么？我跟师姐没到那一步，不可说，不能说。那一步，同吃同睡同修，到时候我亲自喂你。天水城，其规模之宏伟，远非青阳城可比，宛如巨兽盘踞，繁华鼎盛。在非洲时，凌云从柳夭夭口中得知，他与那慕容海此行皆是为寻一位隐居于此的炼器大师。你们家族就派你来找人？若是那大师早已被其他势力请走，岂非白跑一趟？凌云问道。柳夭夭摇头，解释道：那位百里大师脾气古怪得很，想请他出山成为家族专属炼器师，几乎不可能。我此行是有另一件私事相求。那慕容海呢？柳夭夭撇撇嘴，他也是一样，不过他的目的倒是明确，想求大师出手为他锻造一柄圣器。圣器？凌云闻言，眼睛顿时一亮。之前在青阳城根本寻不到能打造圣器级别的炼器师，巧了，我也想量身打造一柄圣器。柳夭夭闻言不禁失笑，上下打量了他一番。你还是省省吧，先不说圣器锻造何其艰难，失败率极高，光是那些所需的稀有材料，每一种都价值连城，且可遇不可求，你如何凑得齐？有这么难？凌云挑眉。柳夭夭，岂止是难，慕容海为了凑齐他心中那柄圣器的材料，耗费了不下数十年光阴，几乎倾尽家族之力，至今也未必齐全。交谈间，两人已行至城中一处极为偏僻安静的角落，一座看似普通的院落前。慕容海果然早已等候在门外，见他们到来，只是冷冷瞥了一眼。不多时，院门吱呀一声从内打开，一个头发灰白、衣衫略显不整、浑身散发着浓烈酒气的老者，摇摇晃晃地出现在门后，眯着醉眼打量门外几人。慕容海立刻上前一步，姿态放得极低，恭敬道：百里大师，晚辈慕容海，家父是慕容古阳，特来拜见大师。那满身酒气的百里傲天打了个酒嗝，浑浊的眼睛扫了慕容海一眼。晚辈柳夭夭，中州柳家。柳夭夭上前一步，脸认一礼，姿态优雅。东西呢？百里傲天醉眼朦胧地伸出手，慕容海立刻从怀中取出一枚古朴的玄铁令牌，恭敬奉上。柳夭夭也同时取出了一枚一模一样的令牌。百里傲天扫了两眼令牌，点点头，进来吧。三人跟随他走入院子，院内颇为杂乱，堆放着各种矿石边角料和半成品，却自有一股独特的韵律。百里傲天随意地坐在一个石墩上，拿起酒葫芦灌了一口，笑道：好了，令牌也验了，说说吧，费这么大劲找来，究竟所谓何事？柳夭夭率先开口，语气诚恳：前辈，晚辈代表中州柳家，诚挚邀请您出山，担任家族炼器客卿，柳家必奉您为上宾，资源供给绝不吝啬。慕容海也紧接着说道：我慕容家也是此意，愿以最高规格礼遇大师。百里傲天闻言大笑起来，你们两家费尽心思拿到这令牌，原来就是为了请老夫出山。不过你们的好意老夫心领了。果然如此，是否是柳家给出的条件还不足以让前辈动心？百里傲天摆摆手，你们家主的那些担心老夫明白，回去告诉他们，老夫闲云野鹤惯了，不会出山帮助任何一家，让他们安100个心吧。晚辈明白了，既然如此，晚辈还有一事相求。说吧。晚辈久闻前辈炼器之术登峰造极，不知前辈的手札笔记可否赐予晚辈一份抄录？你也是炼器师，族中一位潜心炼器的长辈对您推崇备至，我想将此物作为寿礼送给他。拿去吧。百里傲天倒是颇为大方，随手从腰间一个脏兮兮的储物袋里摸出一本看起来有些年头的皮册子，丢给柳夭夭，多谢前辈。慕容海道：前辈，晚辈想请您出手锻造一柄圣器，材料晚辈已准备了七七八八，只求大师出手。百里傲天笑了笑，规矩你都懂吧？懂。材料放下，半个月后再过来。慕容海顿时一喜。百里傲天准备送客，凌云道：前辈，还有我。你也有令牌？凌云摇头，没有。滚。凌云出了门，慕容海嘲笑：不自量力的小子，也不看看你什么身份。凌云呸了一口：神气什么？等哪天我有空也去研究一下炼器，到时候你跪着叫师傅也晚了。
慕容海冷笑：“师弟，我听闻天水有一场拍卖，有没有兴趣见识一下？”走。夜幕降临，天水拍卖行位于天水城核心区，人头攒动，气氛远比往日更加热烈。仔细看去，会发现人群中多了许多气息沉稳、衣着不凡的年轻面孔，他们的眼神锐利，周身隐隐有灵光流转，显然都是来自各大宗门的天之骄子。凌云与柳夭夭的出现，立刻吸引了不少目光。柳夭夭容貌妩媚，身姿窈窕，本就引人注目。怎么了？拍卖行不一般。喂，你可知为何天水拍卖行出现那么多人物？仙子有所不知，他们都是为了那枚即将压轴出场的剑印。所谓剑印，并非真正的剑，而是天地间至强剑气自然凝结而成的一道印记。它的出现只意味着一件事，有一柄由天地法则、日月精华孕育而生的绝世宝剑即将或已经诞生于世。剑印便是感应并找到那柄绝世宝剑的唯一钥匙和坐标，得一剑印便有可能获得一柄潜力无穷、自带天地道运的先天神兵，这对于任何剑修来说都是无法抗拒的诱惑。因此消息一出，不仅周边宗门震动，连更远地界的一些强大势力也派出了门下最杰出的弟子，携带重金前来，是要夺下此印。整个拍卖大厅暗流涌动，看似平静，实则各大天骄之间早已眼神交锋数次，空气中弥漫着一触即发的竞争火药味。难怪。柳夭夭笑了笑，那么多人来抢剑印，凌云有自知之明，不敢想，就算拿到也会引来杀身之祸吧。由于人太多了，包间都被提前订完，像凌云这种只能被安排在一楼大众位置上。刚坐下，一个略显轻浮的声音便从旁边传来：“这位美人儿面生的紧，不知是哪家的仙子？本少乃天水城王家王安石。”只见一名衣着华贵、面色带着几分酒色之气、眼神轻佻的青年，其手中摇着一把折扇，目光毫不掩饰地在柳夭夭曼妙的曲线上来回扫视，充满了侵略性。是王安石，他怎么在一楼？这王安石可是天水城王家的天骄，重点培养。凌云挑眉，王家会不会跟王平安带点亲戚关系？柳夭夭笑了笑，太虚剑门真传弟子柳夭夭，原来是柳仙子。仙子若是看中什么，尽管开口，本少为你拍下，就当交个朋友，如何？真的吗？柳夭夭眼睛一转，不敢欺骗，要不柳仙子做我这桌？不行，我师弟会吃醋。小子，你有意见？凌云摇头，嗨。柳夭夭直接拧着凌云的腰，传音道：“你作死啊！可什么？你看起来像仙子随从，怎么不懂一点规矩？”凌云，哪来的狗？再乱吠！师姐，你可曾听见？王安石脸色瞬间阴沉下来。你说什么？小子，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在这天水城，还没人敢不给我面子。恰在此时，拍卖台上开始展示第一件拍品，一把轻盈趁手的中品灵剑，6道气纹，内镶嵌有一颗妖丹。从2000灵石开始，已经叫价起来。柳夭夭道：“哎呀，王公子，奴家喜欢那把剑了。”王安石：5000灵石。台上负责主持的妩媚女子，玉脸也是微微变色。每次拍卖会，只要这位王家公子开口竞价，碍于王家在天水城的威势，几乎就没人敢再跟他争了。凌云道：“既然师姐喜欢，那我出7000灵石。”此言一出，台上女子惊讶看着他，竟然真的有人敢当面驳王安石的面子，而且还是以这种碾压式的加价。王安石见状，冷笑一声，立刻抬价：“8000，本少正好缺些垫桌脚的材料。”凌云面色不变：“10000，12000。”王安石毫不犹豫地跟上，还挑衅地看了凌云一眼。妩媚女子脸上乐开了花。凌云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不再出声。12000灵石第一次，12000灵石第二次，12000灵石第三次，成交！恭喜王公子！妩媚女人落锤。柳仙子，这把剑送给你了。王安石付款后，灵剑也随之送了过来。柳夭夭笑了笑：“师弟，你真坏，让王公子大出血。是他蠢，急着给拍卖行送钱，关我什么事？你还说，王公子，你别生气，我师弟刚刚跟你开玩笑的。”周围的人群早已忍不住发出低低的窃笑声，看向王安石的目光充满了戏谑和同情。这冤大头当的可真够实在的。王安石憋着一口火气，脸上肌肉抽搐，硬是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没事，我怎么会生气呢？柳仙子喜欢就好，区12000灵石不算什么。王公子性格真好，其实刚我说喜欢也是骗你的。王安石，师姐，你真坏。王安石脸色彻底铁青，他终于彻底明白，自己从头到尾都被这两人当猴耍了，不仅白白损失了一大笔灵石，还在大庭广众之下丢尽了颜面没关系，
咱们走着瞧。就在他准备拂袖而去，挽回最后一丝颜面时，柳夭夭却再次开口，声音依旧娇媚的能滴出水来，仿佛刚才那句骗你的从未说过。王公子，且慢吗？王安石脚步一顿，疑惑又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看向他。只见柳夭夭先指青台，指向拍卖台上刚刚呈上来的一件新拍品，那是一件流光溢彩，一看就知价值不菲的凤凰翎羽编织的防御法衣，起拍价就高达8000灵石。王公子，刚才那不过是人家对你的一个小小考验嘛，看你是否真心而已。现在台上这件七彩凤翎衣，人家才是真的喜欢的紧呢。王公子，你还要不要拍下来送给我啊？柳夭夭无辜又勾人的大眼睛，语气委屈又带着撒娇的意味，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了附近几个包厢，顿时又引来一阵低低的窃笑和看热闹的目光。考验？刚才那12000灵石的见识考验，现在这件看起更贵的法衣才是真的。王安石只觉得眼前一黑，气血一阵翻涌。就算自己再蠢，再被美色所迷，此刻也彻底明白了，这女人根本就是在把他当冤大头往死里坑，一次不够，还想再来一次。王安石仿佛已经看到自己再次喊出天价后，对方又轻飘飘来一句开玩笑的场景，到时候他王安石就会成为整个天水城最大的笑柄。巨大的羞辱感和对再次被戏耍的恐惧瞬间淹没了王安石。你，在周围所有人戏谑的注视下，王安石最后一点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哼，柳仙子好手段啊，改日别落入我手里。王安石再也顾不上什么风度什么面子，猛地一甩袖子，愤怒离去。柳夭夭笑得花枝招展。王公子，不舍得为我花钱吗？凌云在一旁看得哑然失笑，对着柳夭夭竖了个大拇指。师姐高，这女人坑起人来真是杀人诛心啊。你在想什么？我在想，有一天我会不会被你坑得裤衩不剩？不会的，起码会给你留一条，不至于太丢人。拍卖台上气氛陡然变得无比热烈。当那枚记载着一门剑术的古老玉简被侍女郑重捧出时，经验丰富的五妹主持并未立刻报价，而是用一种极具煽动性的语气介绍，接下来这件拍品想必是无数剑修道友梦寐以求之物，一门真正的天级下品剑技。天级二字如同惊雷，瞬间在拍卖场中炸开，台下顿时一片哗然，所有武者尤其是剑修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目光灼热的死死盯住那枚玉简。天级武技，那可是传说中的存在，放眼整个大黎皇朝，能拥有天级武技的势力都屈指可数，每一门都是镇派之宝，绝不外传其威力足以开山断海，越阶挑战如同吃饭喝水。只不过天级武技谁不私下供着藏着，生怕走漏风声，怎么舍得拿出来拍卖？不过遗憾的是，据我会鉴定师判定，此玉简中记载的剑技并非全本，乃是一篇残卷，大约缺失了1/8的内容，并且修炼门槛极高，对悟性要求极为苛刻。虽是残卷，但其中蕴含的剑道智理依旧价值连城，或许它正是某位道友补齐传承一飞冲天的机缘。此剑技残卷起拍价10000下品灵石，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0。听闻五妹女子所言，满场目光火热的武者绝大部分都是失去了兴趣。切，白送给我都不要，当心走火入魔，自毁根基。天水拍卖行拿到这门剑法也有些年头，私下培养过，只不过修炼这门天级剑法的人无一例外全部根基毁掉。楼上那些包间里的天骄又何曾不明白一个道理，真的是天级武技，天水拍卖行会舍得拿出来拍卖？且又有几个能拍下？凌云的目光也紧紧盯着那枚玉简。别人怕，他不怕啊，最喜欢残篇了。只要给神女塔足够灵石，就可以完美复刻完整版出来。更重要的是，他身怀剑心，或许能从中补全，甚至推演出更多东西。当凌云从对那天级剑技的渴望中回神时，场上的竞价已然飙升到了一个令人啧舌的高度。38000、4万，只是一部残卷，还是剑技，修炼门槛又高，何必如此争抢？老子灵石多，就喜欢收藏这些稀奇古怪的孤本残篇，不行吗？一个苍老却充满决绝的声音从一个包厢传出。哼，老夫寿元将近，搏的就是那一线机缘，万一老夫侥幸悟透其中一二，留给家族后代的便是一门天级剑技的根基，足以保我家族千秋万代。凌云脸都黑了。卧槽，5万灵石了。师姐，商量个事。借我点灵石。柳夭夭，借你可以，但你拿什么还？他一个月也才5000灵石生活费，这几万灵石是他省吃俭用抠抠搜搜存了好几年的私房钱，只要我活着，我一定还，一日一日的还，绝对不赖账。凌云拍着胸脯保证。不行，几万灵石数目太大，师姐这点忙也不帮。柳夭夭叹了一口气。师弟，你借来拍其他我没话说，可是你盯上的是一门残卷武技，
我自己负责。你怎么就不明白？是你不明白，这门剑术我不想错过。柳夭夭气得不行。行，我身上5万灵石全借你了。晚了。他真的转身就走，像下定了某种决心，再也没有看柳夭夭一眼。最终，那门天级剑技残卷以6万下品灵石的天价，被地字房101号包厢的那位油尽灯枯的老者独孤他信成功拍下包厢内，侍者恭敬地将那枚古老的玉简送上。独孤他信颤抖着双手接过，感受着玉简上那玄奥的波动，浑浊的老眼中爆发出无比兴奋和狂热的光芒。哈哈，终于到手了，天不亡我独孤家。老夫若是参透一二，我独孤家后代必有崛起之望。咚咚咚！就在这时，一阵不合时宜的敲门声响起。独孤他信眉头瞬间紧锁，极为不悦地将玉简紧紧攥在手中，沉声喝道：“什么人？什么事？”门外传来柳夭夭那娇媚却又带着一丝客气的声音：“前辈您好，打扰了。是这样的，我师弟对您刚才拍下的那门天级武技残卷极为向往，不知能否借予阅览1分钟？只需1分钟便可。”独孤他信闻言，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怒极反笑：“滚！立刻给老夫滚！老夫花了6万灵石拍下的东西，岂是你说看就看的？不知所谓。”门外的凌云犹豫一下：“前辈，您花了6万灵石拍下它，对吧？这样，您借我看一眼，我付您1万灵石，如何？”柳夭夭差点被气晕。哼，笑话！老夫缺你那1万灵石。独孤他信嗤之以鼻，觉得门外的小子简直是失心疯了。2万灵石，只看一眼，若前辈还是觉得不行，那晚辈立刻告辞，绝不再打扰。包厢内沉默了片刻。2万灵石，只是看一眼，这诱惑似乎有点大。独孤他信寿元将近，能多为家族攒下一点资源是一点。独孤他信的声音再次传出，带着一丝施舍和贪婪。好吧，看在你如此执着的份上，老夫便破例一次，2万灵石呢？先拿来。凌云给柳夭夭使了个眼色。柳夭夭虽然一脸肉痛和不情愿，但还是咬着牙取出2万灵石，通过门缝递了进去。独孤他信收到灵石，拿出玉简。凌云伸手接过，指尖触碰到玉简的瞬间，心神便已沉入其中。复刻，短短10秒不到，凌云便将玉简递了回去，仿佛真的只是看了一眼。就在这短短的10秒内，在神女塔的威力之下，这门天级剑技残卷的所有信息已被完美复刻下来。神女塔残卷推演补全，将完整版的天级剑技直接烙印在了凌云的识海之中。只是看了一眼复刻账单，凌云嘴角忍不住抽搐了一下，消耗3万下品灵石。虽然肉痛，但一想到得到了一门完整的天级剑技，这买卖血赚。包厢内的独孤他信迅速收回玉简，仔细检查一遍确认无误后，冷笑一声，语气充满了鄙夷：“哼，真是人傻钱多，花2万灵石就看10秒，蠢货！”凌云和柳夭夭并未多言，转身离开。回到1楼原本的位置坐下，凌云感受着识海中那部浩瀚强大的完整天级剑技，嘴角抑制不住的微微上扬，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那老者以为他血亏，殊不知他才是那个真正捡到了今天大便宜的人。柳夭夭赌气呢，5万灵石全部借给凌云了，自己是1分钱不剩。师弟，走吧。走啥？还有剑印没出场呢。柳夭夭没好气道：“灵石都没了，还剑印呢？”就在此时，拍卖台上的气氛骤然紧张到了极点。那枚作为压轴之物的剑印被郑重请出，它仅巴掌大小，通体呈现一种混沌的暗金色，表面布满了天然形成的玄奥纹路，隐隐散发着令人心悸的锋锐之气和一种难以言喻的天地道韵。剑印的出现瞬间点燃了场内所有天骄和强大修士的最终欲望。11万灵石，立刻有人嘶吼着出价，声音都因激动而变形。13万，15万，这剑印我千煞门要了。哼，18万，千煞门还是靠边站吧。20万，价格如同疯了一般疯狂攀升，瞬间突破了20万灵石大关，并且丝毫没有停歇的迹象。各大包厢内的天骄们再也坐不住了，纷纷亲自开口报价，声音中充满了志在必得的决绝和火气。整个拍卖场乱成一团，灵压交织，火药味弥漫，仿佛随时可能爆发冲突。就在价格被抬到一个令人绝望的高度，许多财力稍逊的天骄面色难看，甚至一些大家族代表也开始感到肉痛犹豫之际，一个声音忽然从某个包厢传出，清晰地压过了现场的嘈杂：“诸位道友，且慢，请听我一言。”众人下意识地安静了一瞬，看向发声之处。那声音继续道：“剑印在此，意味着绝世宝剑即将出世，但据古籍记载，它更像是一张入场券，一个资格。我们在此争得头破血流，没有意义，不如我们换个方式。由我们在场有意争夺宝剑的各方共同集资，联手拍下这枚剑印，然后凭此剑印共同开启宝剑所在之地，
届时大家各凭本事，各看机缘，争夺宝剑如何？如此一来，既避免了此刻无谓的财力消耗和结仇，又能保证大家都有机会一试机缘，总好过现在拼得倾家荡产，最后却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个提议如同在滚沸的油锅中滴入了一滴水，瞬间引起了轩然大波。所有人都愣住了，随即陷入了激烈的思考和争论之中。这提议看似荒谬，却恰恰点中了此刻僵局的要害，谁都没绝对把握，继续争下去只会是惨胜，甚至三败俱伤。混乱的场面竟然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提议出现了一丝诡异的停滞和转折。好提议，老夫捐款500灵石，大家踊跃一点。本少捐5000，千煞门1万。30万灵石的巨款被迅速凑齐，最终由一位德高望重、实力也最为深厚的老者代表众人，成功拍下了那枚至关重要的剑印。老者代表着天水拍卖行。剑印入手，那老者神色也无比凝重，他环视周围一道道灼热的目光，沉声道：诸位道友，机缘就在眼前了。下一秒不再犹豫，体内磅礴的灵力毫无保留地注入手中的暗金色剑印之中。轰隆隆，剑印瞬间爆发出璀璨夺目的光芒，表面的混沌纹路仿佛活了过来，如同游龙般扭动。一道凝练到极致、蕴含着无上剑道真意的光柱猛地从剑印中冲天起，撕裂拍卖行的穹顶，直射向遥远的天际。与此同时，距离天水城数千里之外的一片荒古山脉深处，大地开始剧烈震颤，群山轰鸣。一道丝毫不逊于剑印光柱的庞大七彩剑光从某座不起眼的山谷中轰然爆发，连接天地。两道光柱遥遥相对，交相辉映，仿佛在彼此呼唤。一股浩瀚、古老、锋锐无匹的剑意如同潮水般席卷开来，笼罩了方圆万里。所有剑修腰间的佩剑都在这一刻自发嗡鸣颤抖，仿佛在朝拜他们的君王。出现了天地神剑孕育之地。有人激动的大吼：双柱擎天，剑意浩荡万里，万剑齐鸣。一座由无尽剑气凝聚的古老洞府虚影在空中缓缓开启，门户之后隐约是一片充斥着先天剑气的神秘小世界。真正的机缘之地终于现世，所有参与了集资的武者眼中都爆发出无比狂热和贪婪的光芒。走，快，别让他人抢先了。霎时间，一道道流光如同蝗虫过境般从拍卖行冲出，争先恐后的朝着那七彩剑光爆发之地疯狂赶去。师弟，我们也去看看。柳夭夭不由分说，拉起凌云便踏上飞剑，化作流光直冲山脉。待到两人抵达那神秘洞府之外，早已是人头攒动，各方武者将入口围得水泄不通，喧闹无比。一名试图率先冲入的光幕的老者被狠狠弹回。诸位冷静，入口有上古禁制，限制年龄和修为，200岁以上者不得入内，灵海境7重及以上者不得入内。此言一出，现场顿时炸开了锅。什么？针对老夫？一位白发老翁气得吹胡子瞪眼。道友，您贵庚？老夫200岁01天。老翁捶胸顿足，就差1天，只准灵海7重以下进入。老子刚突破8重没多久，岂不是白捐了10块灵石？现场一片哀嚎与骂声，许多兴冲冲赶来的高手大能竟都被无情地拒之门外。哈哈，你们就在外面干等着吧，本少先行一步。随着那光幕的光芒略微变暗，稳定下来，早已等候多时的各方天骄顿时化作一道道流光，迫不及待地冲入光幕之中，消失不见。师弟，你的实力最好别进去，保重。柳夭夭化作残影也跟着进去。待所有符合条件的天骄都进入后，那光幕骤然间再度亮起，变得凝实无比，彻底隔绝了内外，将后来者全部阻挡在外。卧槽，我还没进去呢，怎么回事？怎么就突然关闭了？那些刚刚赶到或者还在犹豫的修士顿时傻眼了，捶胸顿足，懊悔不已。一位老者眉头一皱，情况很诡异，这洞府开启和关闭的时机太过刻意，仿佛是有选择的在吸引特定的人进去，进去的人岂不是非福即祸？机遇伴随危机，修炼者若不能看透，还修炼个屁！当最后一名天骄穿过光幕，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为之一震。他们原本以为踏入的只是一处单纯的天地神剑孕育之地，然而映入眼帘的却是一片更加浩瀚、更加古老的遗迹。巨大的石柱坍塌倾颓，断裂的碑文上铭刻着无法辨识的古老文字，空气中弥漫着精纯却异常狂暴的灵气，以及一种令人心悸的威严余韵。这不是简单的剑种，有人失声惊呼：双洞府！竟然是双洞府重叠！看来那柄天地孕育的神剑恰好诞生在了一座尊者洞府之中。此言一出，所有人先是一愣，随即眼中爆发出比之前更加炽热的光芒。尊者洞府，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里不仅有一柄等待认主的先天神剑，更可能遗留着那位上古尊者生前的传承，丹药、功法、
以及无数意想不到的机缘宝藏。神剑虽好，但终究只有一柄，最终只能有一人所得。而这座尊者洞府，其内的机遇却是多样的，足以让更多人获益。快，分散寻找！神剑固然重要，但尊者遗宝同样不容错过。小心，此地灵气狂暴，恐有未知禁制或守护妖兽。短暂的震惊过后，人群立刻分散开来，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朝着洞府深处那些残破的宫殿、密室、药园遗迹蜂拥而去。惊喜与贪婪瞬间取代了最初的惊讶。凌云掉落在一处巨大森林里，四周森然白骨累累。塔乃清冷声音传来：“往北走，有一片灵药。”塔乃，这不像剑种啊！好眼力，是一座洞府，不过不是第一次开启了。你看地上的白骨，都是上一批进来死在这里的武者，那么恐怖。小场面，来到灵药田，凌云直接惊呆住，这一大片的价值多少？东边有一块不错的炼器材料，有了塔乃相助，凌云在洞府如鱼得水，收获满满。随着深入，神女塔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少，塔乃解释是有禁忌，让凌云靠自己便去睡觉去了，也不知道柳师姐在哪。凌云摇头一笑，进入这鬼地方，至今为止未见一个活人。吼！就在凌云小心翼翼前行之际，前方不远处突然传来一声狂暴无比的兽吼，伴随着剧烈的灵力碰撞之声，凌云目光一凝，脚踏惊鸿步，身形如鬼魅般悄无声息地急速掠去。只见林间空地上，3名身着流云宗服饰的弟子正结成战阵，围攻一头已然重伤垂危的3阶终极妖兽裂地暴熊。那暴熊浑身伤痕累累，鲜血淋漓，气息萎靡，显然已是强弩之末。为首的那名流云宗弟子狞笑，手中长剑灵力汇聚，对准暴熊的头颅便要斩下。小畜生，给老子认命吧！吼！暴熊突然爆发惊人力量，手掌猝不及防打向男子。那流云宗弟子吓了魂丢了一样，眼底全是绝望。咻！一道快到极致的血色剑光如同天外惊鸿，后发先至，以一种刁钻无比的角度瞬间掠过。噗嗤，鲜血喷溅，裂地暴熊那硕大的头颅竟被这道突如其来的剑光直接斩飞。为首男子松了一口气，当他下意识的就想上前收取那价值不菲的3阶妖丹，却见一道身影如同青烟般掠过，抢先一步，精准的将那枚散发着土黄色光晕的妖丹抓在了手中，正是凌云。你干什么？为首男子这才回过神，又惊又怒，厉声喝道。凌云道：我救的，这妖兽是我杀的，妖丹自然归我。卧槽，忍不了！旁边一个脾气火爆的流云宗弟子瞬间炸了，指着凌云的鼻子破口大骂：你小子他妈的是谁啊？从哪个犄角旮旯冒出来的？这裂地暴熊明明是我们师兄弟3人耗费半天功夫，差点拼了命才击败的，你他妈捡便宜还敢这么理直气壮！另一人也拔剑怒视：识相的就赶紧把妖丹交出来，再给我们磕头赔罪，否则让你今天走不出这片林子。为首男子脸色阴沉如水，眼神冰冷地锁定凌云。朋友，做事要讲规矩，你这般行径与强盗何异？交出妖丹，否则别怪我流云宗不客气。3人气势汹汹，瞬间将凌云围在了中间，大有一言不合就动手的架势。凌云面对3人的包围，只是淡淡瞥了那为首男子一眼。喂，讲点道理，刚才若不是我出手快，那暴熊临死反扑的一爪，恐怕已经拍碎你的脑袋了。说起来，我可是救了你一命。那为首男子脸色一阵清白，却丝毫不领情，反而觉得受到了侮辱。多管闲事，没有你，老子一样能宰了他。这就是人性。凌云冷笑，既然你们这么想要这妖丹，行啊，有本事就自己从我手里抢回去。找死！我不杀无名之辈，报上名来。拖鞋帮剑南春，受死！那脾气火爆的弟子早已按捺不住，怒吼一声，灵海境2重的修为爆发，手中长剑带着凌厉的剑气率先刺向凌云。另外2人也同时出手，刀剑齐出，封死了凌云的退路。在他们看来，凌云不过是个凝元期的废物，竟敢如此嚣张，简直是不知死活。3人联手，足以瞬间将其秒杀。面对3人默契的合击，凌云眼中却闪过一丝冷冽，惊鸿步施展到极致，他的身影如同鬼魅般在原地留下道道残影，轻而易举地避开了所有攻击。太慢了！冰冷的声音如同在3人耳边响起。下一刻，血幽剑出鞘，太虚剑法，一道快到极致的血色剑芒如同死神的镰刀瞬间划过。噗噗，2声利刃割开喉咙的轻响几乎同时传出。那2名最先动手的流云宗弟子前冲的身形猛然僵住，眼睛瞪得滚圆，脸上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恐。他们的脖颈处一道细密的血线迅速扩大，
鲜血如同喷泉般涌出。噗！两人徒劳地捂住脖子，却发不出任何声音，身体软软地倒了下去，气息瞬间断绝。眨眼之间，两名临海境2重的修士竟被一剑秒杀。为首男子脸上的狞笑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无边的恐惧和骇然。他看得清清楚楚，对方的速度、力量，还有那恐怖的剑意，绝对远超宁远境。怪物！此人吓得魂飞魄散，哪里还敢再有半点抢夺妖丹的念头？此刻他只想远离这个杀神。下一秒，毫不犹豫地转身，将身法催动到极致，甚至不惜燃烧精血，如同丧家之犬般朝着森林深处疯狂逃窜，连回头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凌云并未追击，只是冷冷地看着他消失的方向，甩进剑身上的血珠，缓缓归剑入鞘，熟练地将另外2具尸体上的储物袋也收入囊中。自不量力。哟，不错嘛，加一起6000灵石，流云宗弟子都那么富裕吗？要不要再杀几个？不远处，铃木眼印间，王安石刚将一名争夺灵草的散修斩于剑下，正擦拭着剑上血迹，恰巧遇见那名如同惊弓之鸟狼狈逃窜的流云宗弟子。王师兄，太好了，终于遇到您了！那弟子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激动得差点哭出来。怎么回事？如此慌张，成何体统？王安石眉头一皱，呵斥道：回师兄，有一个叫剑南春的家伙，心狠手辣，偷袭我们，杀了张师弟和李师弟，还抢走了我们辛苦打到的那枚3阶妖丹。那弟子语无伦次，满脸惊恐，心有余悸的告状。王安石眼中闪过一丝厉色，剑南春，他人在哪？就在后面不远。师兄您小心，那家伙邪门的很，我还有事先走了。那弟子是真被吓破了胆，说完便头也不回的继续逃了。废物，胆小鬼！王安石看着他那狼狈背影，不屑的冷哼一声，一个藏头露尾的家伙能有多大本事？我倒要看看他是什么3头6臂，敢动我流云宗的人，抢我看上的妖丹。王安石循着那弟子来的方向快速搜寻而去，片刻之后便看到了正悠闲收集战利品的凌云。王安石先是一愣，随即杀气弥漫，哈哈，我当是谁？原来是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小子，你今天真是太不走运了。见只有凌云一人，而且感知到的修为依旧只是宁元境，心中的杀意瞬间沸腾起来，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凌云笑了笑，哟，我当是谁？原来是王少啊，看起来心情不错。王安石狞笑着，长剑直指凌云，当然开心，是你抢了我流云宗师弟的妖丹吧？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凌云惊讶，原来王少也是流云宗的人啊。失敬，那语气，那神态，哪里有半分失敬的意思，分明是十足的戏谑和贪婪，这可是行走的财神爷啊！失敬你妈，给老子死！轰轰！王安石临海境3重的修为毫无保留的爆发，一出手便是杀招，根本不给凌云丝毫反应的机会。碎星拳，流云宗旋即下品武技，赤红色的狂暴拳风如同出膛的炮弹，带着碾碎一切的可怕气势，直轰凌云心口。面对这足以重创甚至秒杀普通临海境初期的凶猛一击，凌云只是眉头微皱，手中血幽剑发出一声清越嗡鸣，毫不犹豫的一剑斩出。八荒剑诀，一道沉重如山、霸道无匹的恐怖剑气悍然迎上。那剑气中蕴含的可怕力量，让原本自信满满的王安石心头猛地一跳，竟感受到了一丝致命的不安。我靠，住手！王安石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惊恐的大叫出声。在王安石难以置信的目光中，他那足以开碑裂石的赤红拳罡，竟如同纸糊一般，被那道霸道剑气瞬间撕裂湮灭。剑气去势不减，带着死亡的呼啸继续斩来。无双战甲，给我开！生死关头，王安石嘶声怒吼。嗡！一套覆盖其全身、铭刻着玄奥符文的内甲瞬间被激活，爆发出强烈的土黄色光芒，形成一道坚实的光罩。砰！狂暴的剑气狠狠轰在光罩之上。令人惊愕的一幕发生了，那战甲光芒剧烈闪烁，竟未能完全吸收剑气威力，反而将其中一部分力量猛地反弹了回去。凌云完全没料到对方还有这种保命底牌，猝不及防之下，被自己剑气反弹回来的那股巨力结实击中，整个人如同被重锤砸中，闷哼一声，直接倒飞出去，重重砸落在地，激起一片烟尘。凌云站了起来，王少家底果然丰厚的很啊，这套能反弹伤害的战甲，怕是得值好几万灵石吧。王安石惊魂未定地摸了摸完好无损的身体，脸上闪过一丝肉痛和后怕，随即又被暴怒取代。小子，你耳朵聋了吗？我让你住手你没听见，差点坏了老子的宝甲。无双战甲，临海境下，保我无事，是吗？凌云没有丝毫废话，眼中寒光一闪，并指如剑。一股令人心悸的漆黑死气瞬间缠绕于他的指尖，
那气息仿佛能湮灭一切生机，带着最纯粹的葬灭之意，一指破空，葬灭生机。王安石何曾见过如此诡异恐怖的招式？那黑色纸芒出现的瞬间，他心头便警铃大作，一股源自灵魂深处的恐惧瞬间攫住了他。住手！快住手！我爹是，我是流云宗。无双战甲，开！咻！那一道凝练到极致的漆黑纸芒，如同来自九幽的死神叹息，无视了空间距离，瞬间点在了那散发着土黄色光芒的无双战甲之上。赤，足以抵挡林海境后期全力一击的战甲光照，在这道葬灭纸芒面前，竟如同热刀切牛油般被轻易洞穿。纸芒去势不减，直接击穿了战甲本体，狠狠没入了王安石的胸膛。啊！王安石发出一声凄厉至极的惨叫，那葬灭之气一侵入体内，便疯狂肆虐开来。王安石的血肉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灰败、枯萎、腐朽，仿佛经历了1000年的时光冲刷，生机被彻底剥夺。一个拳头大小的恐怖血洞出现在他胸前，边缘处一片焦黑腐烂，甚至没有多少鲜血流出，因为一切活性都被那可怕的死气湮灭了。王安石踉跄后退，低头看着自己胸前那可怕的伤口，眼中充满了无尽的恐惧、痛苦和难以置信。邪修，你是邪修？太虚弄月！噗！王安石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却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人头落地，气息瞬间断绝。那双瞪大的眼睛里还凝固着临死前的惊恐与悔恨。凌云缓缓收剑，冷漠地看了一眼地上迅速变得干瘪的尸体，淡淡道：这战甲不错，能用，多谢王少。多日后，剑冢里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名号在幸存的修士间悄然流传开来，杀神剑南春。据说此人行事狠辣，专干黑吃黑的勾当，而且手段极其诡异非人，尤其喜欢针对流云宗弟子下手，已经有好几波人遭了殃。听说了吗？那个叫剑南春的狠人把流云宗的王安石都给宰了，那可是林海境3重的高手啊，又是拖鞋帮的人。我的天，这个帮派到底是什么来头？怎么进出这种妖孽和煞星？太可怕了，遇到穿拖鞋的都得绕道走。流云宗剩余的弟子们更是又惊又怒，咬牙切齿。剑南春，很好，不管你是谁，敢动我流云宗的人，你一定会死得很惨。消息很快传到了流云宗内门弟子，同时也是王家大少爷王天命的耳中。王天命一身白袍，面容冷峻，实力高达林海境6重。此刻他听着同门的汇报，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我弟弟身上可有什么东西遗落？王天命声音冰冷，他最关心的其实是那件家族重宝无双战甲。一旁知情的内门弟子低声道：王师兄，我知道你想问什么，有人亲眼证实了，你弟弟遗物，包括那件无双战甲，确实落入了那个剑南春的手中。该死！王天命猛地一拳砸在旁边的石壁上，坚硬的岩石瞬间皲裂。无双战甲价值连城，更是家族赐予的重要保命之物，如今竟落入仇敌之手。王师兄，此事绝不能就这么算了。旁边几个同门义愤填膺地说道。拖鞋帮，又是拖鞋帮。王天命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眼中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和杀意。他的3弟王平安不久前才死在自称拖鞋帮白起的人手里，现在他的2弟王安石又死在了拖鞋帮剑南春的手里。新仇旧恨叠加在一起，让王天命对拖鞋帮的恨意达到了顶点。王天命周身散发出凛冽的杀机。剑南春、白起，不管你们是谁，藏在哪里，我王天命在此立誓，定要将你们揪出来，碎尸万段，以及我弟弟在天之灵。王兄，在下倒是有一个主意。一个声音从旁边传来，带着几分置诸在握的从容。王天命转头看去，说话之人是天府学院的内院弟子范青舟。此人实力不俗，且以足智多谋著称。哦，原来是天府学院的范兄，不知范兄有何高见？范青舟折扇轻摇。很简单，既然那剑南春行事如此嚣张，针对流云宗又贪图宝物，那我们便投其所好，设下一个他无法拒绝的局，引他入瓮，然后一举灭杀，永绝后患。王天命眼睛微微一眯，寒光闪烁。仔细一想，这确实是个不错的好主意。与其在这偌大洞府里像无头苍蝇一样搜寻，不如守株待兔。他们这边算上他自己，流云宗林海境的内门弟子还有11人，再加上范青舟这位实力强劲的天府学院天骄，足足12名林海境修士。如此阵容，精心设下埋伏，对付一个藏头露尾的剑南春，岂不是10拿9稳？任他有通天本事，也必死无疑。王天命重重一拍手，眼中杀意暴涨。就依范兄之计，但用什么做诱饵，才能确保那狡猾的家伙一定会来？范青舟成竹在胸，折扇指向东南方向。王兄，据我所知，距此不远的一处山谷中盘踞着一头3阶高级的赤鳞的龙，此獠浑身是宝，
尤其其腰丹和心头精血更是价值连城。我们便以此兽为饵，制造正在全力围猎此兽的假象。那剑南春既然贪图资源，听闻此等妖兽动静，必有极大可能前来窥探，企图分一杯羹，甚至坐收渔利。王天命眉头微微一皱，三阶高级妖兽价值确实足够吸引人，就怕他剑南春胆小，不敢来趟这浑水，到时候我们岂不是白忙一场，还要对付这难缠的畜生？范青舟冷笑，他若不来，我们便恰好的将妖兽击杀，收获也不小。他若来了，便是自投罗网。一处安静之地，凌云总算是有机会坐下来，好好休整一番。这几天不是在杀，就是在杀的路上。心神沉入丹田，将意识投向了识海中那部新得的天级上品剑技杀神一刀斩。这剑技之名便透着一股决绝与霸道，其精髓并非繁复的招式变化，而是将全身的杀意、灵力、魂力乃至意志极致凝练，化入一刀之中，追求的是绝对的攻击，极致的毁灭。不出手则已，一出手便是石破天惊，有去无回，斩灭一切。好霸道的见解！凌云仅仅是感悟着那玄奥的意念，便觉得神魂都微微刺痛，仿佛被无形的锋芒所伤。紧接着静心凝神，开始在神女塔的时间加速下全心参悟。时间在塔内飞速流逝，凌云周身无形的杀意开始凝聚，四周的温度仿佛都下降了几分，空气中偶尔会发出轻微割裂声，那是逸散的剑意切割空气所致。不知过了多久，凌云猛然睁开双眼，眸中竟似有两道实质般的血色剑影一闪而逝，周身凝聚的杀意瞬间内敛，尽数归于体内。下一秒，并指如剑，对着前方虚空轻轻一划，没有动用丝毫灵力，仅仅是以指代剑施展出杀神一刀斩的意境。吃了！前方坚硬的石壁上竟凭空出现了一道深达数寸、光滑如镜的纤细切痕，仿佛被无形的神兵利刃斩过。不错，入门，多了一项攻击手段。刚正准备感受一下外界气息，突然听到东南方向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嘶吼声，伴随着强烈的灵力碰撞波动。那妖兽的气息狂暴无比，赫然达到了3阶高级。3阶高级妖兽，有人在与他激烈搏杀。凌云精神一振，这等妖兽可遇不可求，这等热闹，说不定就有便宜可捡。立刻施展身法，朝着打斗声传来的方向悄无声息地前去。很快的，凌云便抵达山谷边缘，藏身于一块巨石之后。只见下方山谷中，以王天命、范青舟为首的10余名流云宗和天府学院弟子，正艰难地围攻着一头体型庞大、覆盖赤色鳞甲、状如地龙般的凶猛妖兽。双方打得难解难分，险象环生。王天命神识一扫，传音道：“他来了。”确实是他，外形、特征都符合，绝对错不了。王天命一个闪身，把赤鳞地龙引到了凌云所藏身后。轰轰，赤鳞的龙顿时攻击过来，把凌云彻底给暴露。撤！王天命与范青舟交换了一个眼神，嘴角同时勾起一抹阴谋得逞的冷笑。所有人身形如同鬼魅般向后急退，瞬间跳出了战圈，并隐隐形成了一个更大的包围圈，将整个山谷出口封锁。剑南春，此处便是你的死地。而战场中央只剩下那头被彻底激怒、双眼赤红的赤鳞地龙，以及还没来得及搞清楚状况的凌云。赤鳞地龙失去了原本的攻击目标，立刻将所有的怒火和嗜血的目光死死锁定在了突然出现的凌云身上。吼！震天的咆哮声中，赤鳞地龙庞大的身躯带着碾碎一切的气势，疯狂地朝着孤立无援的凌云冲撞而去。王天命站在远处高地，看着瞬间陷入绝境的凌云，脸上露出了残忍而快意的笑容。剑南春，好好享受我们为你准备的这份大礼吧。那家伙就是剑南春，活该啊！杀了那么多人，天道好轮回，上天饶过谁？此处动静吸引了不少前来看戏的其他武者。那是赤鳞地龙3阶高级，被围在中间那人就是最近传闻的那个杀神剑南春吗？我的天，流云宗内门弟子王天命和天府学院范青舟联手做局，真是好大的手笔。不得不说，这剑南春也真是妖孽，被这么多高手和一头3阶高级妖兽围住，居然还没瞬间被撕碎。凌云眉头一皱，想要逃跑来不及了，这是针对他的局。好，很好。凌云躲开赤鳞地龙攻击后，抬头盯着王天命等人。你是谁？报上名来，小爷我不杀无名之辈。流云宗王天命，你杀我弟弟王安石，夺他无双战甲，今日便是你的死期。识相的，立刻交出战甲，我或许可以考虑给你留一具全尸。你以为这样子便可以吃定我了？看你怎么逃！凌云目光扫过狂暴冲来的赤鳞地龙，以及高地上杀气腾腾的王天命、范青舟等10余人，眼中非但没有丝毫惧意，反而燃起滔天战意。就凭你们这群土鸡瓦狗，
也配让小爷逃？凌云狂笑一声，非但不退，反而主动迎向那体型庞大的赤灵地龙。八荒剑诀镇山河。面对地龙毁天灭地的冲撞，凌云竟选择硬汉。血幽剑爆发出一道凝练无比的厚重剑气，狠狠斩在地龙最坚硬的头顶鳞甲上。轰！巨响震天，凌云身形巨震，虎口迸裂，鲜血染红剑柄，脚下地面寸寸皲裂。但他竟真的凭借强悍的肉身和霸道的剑诀，硬生生止住了地龙的冲势。孽畜，先拿你祭剑！凌云战意沸腾，竟暂时不顾王天命等人，与赤灵地龙疯狂搏杀在一起。剑光纵横，爪影翻飞，每一次碰撞都地动山摇。加上身法如电，总能在坚不容发之际避开致命攻击，剑招却越发凌厉狠辣。高地上的王天命等人看得目瞪口呆，他们没想到凌云竟如此悍勇，敢独自硬刚3阶高级妖兽。王天命反应过来，瞪大眼睛，厉声喝道：该死，他怎么会那么强？不能让他杀了地龙夺宝，动手！远程攻击，干扰他，别让他有机会收取妖丹。一下子把本该设定好的计划全部打乱。话音一落，10余名灵海境修士纷纷施展武技，剑罡、拳印、符箓如同雨点般从四面八方射向战团中的凌云。凌云仿佛背后长眼，惊鸿步在方寸之间发挥到极致，往往以毫厘之差避开攻击，甚至故意引导这些攻击落在赤灵地龙身上。吼！赤灵地龙更加暴怒，攻击越发疯狂，反而替凌云分担了不少压力。一群废物！范兄，随我近战绞杀他，其余人结阵封锁四周，别让他跑了。王天命与范青州两人同时跃下高地，加入战局。两人实力远超其他弟子，出手便是杀招：流云叠浪剑、天府镇月掌，一剑一掌皆是地级武技，携带着磅礴灵力，封死了凌云左右闪避的空间。前有地龙，左右有强敌，凌云瞬间陷入绝杀之局。来得好！凌云眼中血光一闪，竟不闪不避。灭道！面对王天命层层叠叠的剑浪，一道快到极致，仿佛能斩断一切的血色细线剑气撕裂长空，悍然迎上。轰！灭道的恐怖剑芒则直接劈开了重重剑浪，与王天命的剑尖狠狠撞在一起。噗！王天命竟被这一剑震得气血翻涌，连退3步，手中灵剑嗡鸣不止，脸上写满了惊骇。他无法相信，一个宁元境的小子竟能斩出如此恐怖的一剑。地级武技吗？王天命眼里满是贪婪。而范青州这边同样被一道灭道的极快剑气逼退了。而凌云同时应接2大高手一击，也是不好受，嘴角溢出一丝鲜血，但眼神却越发疯狂明亮。痛快！他借势向后一跃，险之又险地避开了赤灵地龙趁机扫来的巨尾，落在一块巨石之上。血幽剑斜指众人一兽，声音如同九幽寒冰：王天命，还有你这头畜生，今日便拿你们试剑，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绝望。凌云深吸一口气，体内灵力与刚刚凝聚的杀意开始以一种诡异的方式疯狂运转压缩，周身气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恐怖起来。凌云立于巨石之上，周身气息如同即将喷发的火山，疯狂暴涨压缩。那柄血幽剑发出不堪重负的嗡鸣，剑身血光大盛，仿佛要滴出血来。凌云打算将刚刚入门尚未纯熟的杀神一刀斩的意境强行融入自身磅礴的灵力与杀意之中，进行无差别的极限爆发。不好，他要拼命，快阻止他！范青州最先察觉到不对劲，那凝聚的力量让他感到心悸，急忙大喊。王天命也从刚才的震惊中回过神来，脸色巨变，与范青州同时全力出手。流云绝杀剑、天府裂空波，两人毫无保留施展出各自最强的杀招。一道仿佛能切割流云的纤细剑丝和一道扭曲空间的恐怖波动，左右夹击，直取凌云那头赤灵的龙也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发出一声震天咆哮。庞大的身躯人立而起，覆盖着赤灵的巨爪带着撕裂大地的力量，朝着凌云当头拍下。三方绝杀，避无可避，都给我破！凌云发出一声震彻山谷的怒吼，手中血幽剑悍然挥出。这一次并非一道凝练的剑芒，而是一片如同血海狂涛般的毁灭性能量，以它为中心呈扇形向着前方疯狂席卷而出。其中蕴含的是极致压缩后猛然爆发的杀神剑意、磅礴灵力以及葬灭死气。轰隆隆，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响起，能量疯狂肆虐，刺目的血光与各色灵罡疯狂交织湮灭，整个山谷剧烈震动，碎石四溅，烟尘冲天而起，仿佛末日降临。噗！啊！首当其冲的王天命和范青州，他们的最强杀招在这股毁灭性的能量冲击下，仅仅支撑了一瞬便轰然破碎。两人如同被洪荒巨兽撞中，鲜血狂喷，身体不受控制的倒飞出去，重重砸在远处的山壁上，
不知死活。而那头庞大的赤灵地龙，它那坚硬的赤鳞在接触到这毁灭能量的瞬间，便如同骄阳下的冰雪般消融碎裂。它发出了一声凄厉绝望到极点的哀嚎，整个上半身几乎被炸烂，庞大的身躯推金山倒玉柱般轰然倒下，大地为之一颤。远处那些结阵封锁、实力稍弱的流云宗和天府学院弟子，更是被这恐怖的冲击波掀得人仰马翻，阵型瞬间崩溃，个个带伤，惨叫声此起彼伏。一击之威，竟恐怖如斯。死寂，一片死寂。烟尘缓缓散去，凌云依旧站在原地，但脸色苍白如纸，身体微微摇晃，用剑支撑着才没有倒下。强行同时引爆多种力量，对他的负荷也极大，经脉如同火烧般剧痛，灵力几乎耗尽。不愧是天级上品武技。凌云那双眼睛却依旧锐利如鹰隼，冷冷地扫过一片狼藉的山谷，一步步走向那头奄奄一息的赤灵地龙，手起剑落，精准地挖出那枚价值连城的3阶妖丹。随后目光转向远处嵌入山壁不知死活的王天命和范青舟，缓缓走去，每一步都像踩在幸存者的心脏上。好可怕！此子恐怖如斯。又一位天骄横空出世。今日之后，杀神剑南春之名将真正令人闻风丧胆。虽说凌云这般状态，可是看戏那些武者愣是不敢对他出手。别杀，求你！感受到逼近的死亡气息，王天命与范青舟断续求饶，声音颤抖。此时一声急喝从远空传来：住手！剑下留人！噗！剑出人不归，一剑双杀，两颗人头滚落地。一道身影疾飞而至，眼见王天命惨死，顿时目眦欲裂，怒火如沸。凌云道：怎么，你也想杀我？那青年被他如冰似刃的眼神一扫，霎时心头一寒，气势溃散。好你个剑南春，别得意，总有一天你要血债血偿。凌云冷笑：我等着。此时所有人的佩剑无故颤动，是剑种，神剑出来了，快走快走！人群顿时沸腾，在无人顾及眼前的厮杀恩怨，一道道身影裹挟着激动与贪婪，朝着剑气涌动的方向急掠而去。凌云趁乱抽身，强压下翻涌的气血，几个起落便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之外。一处隐蔽的石窟内，凌云盘膝坐下，杀神一刀斩的反噬远超想象。此刻他只觉得周身经脉如被烈火灼烧，肌肉寸寸欲裂，每一次呼吸都带着撕裂般的痛楚。必须尽快赶到剑冢，否则天大的机缘真要与我擦肩而过了。2枚妖丹蕴藏的磅礴能量瞬间在狭小的山洞内弥漫开来。凌云眼神一凝，运转藏道经，毫不犹豫地将2枚妖丹同时吞服入腹。轰！如同2颗爆裂的火种落入有海，狂暴无比的能量瞬间在他体内炸开，疯狂冲刷着几乎受损的经脉。凌云闷哼一声，额头青筋暴起，全力引导这2股洪流般的能量汇入子府灵海，同时借助这股力量修复着身体的创伤。过程痛苦万分，但他的气息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雄浑起来。先前消耗一空的灵力不仅迅速补充，更是在妖丹力量的推动下节节攀升，朝着更高的层次发起了冲击。不知过了多久，山洞内澎湃的能量波动渐渐平息。凌云缓缓睁开双眼，一抹金光自眼底一闪而逝，感受着体内奔腾的力量，不仅伤势尽复，修为更是精进不少，已然稳固在了宁元境4重巅峰，距离5重仅有1线之隔。心知剑冢之地必是龙蛇混杂，他果断换上一身毫不起眼的太虚服饰，将气息收敛到极致，这才悄然动身。剑冢深处早已聚集了黑压压的一片武者，人声鼎沸。可恶，还是来迟一步，神剑已然择主了。说的你早一点，神剑就是你的一样。那可不一定，就是他太虚仙门的柳夭夭。哼，伏羲祸之所伏，他得了神剑，却也惹上了杀身之祸。看他得罪的那些势力，如今多少人排着队想要他的性命，此番怕是凶多吉少了。议论声中，凌云猛地挤入人群，一眼便望见了那被围在中心的熟悉身影。师姐。不远处，柳夭夭一袭火红衣裙格外醒目，却正被数名气息强横的天骄团团围住，攻势如潮。他身形闪转间已显狼狈，仿佛狂风暴雨中的一叶红舟。要死了吗？柳夭夭咬紧牙关，手中新得的神剑挽起道道清冷流光，勉力抵挡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凶猛攻击。林听雨、马从先、陈维安，你们给本小姐记住。林听雨娇羞一笑，柳夭夭，这是剑冢，可不是中州，更不是你柳家，威胁我们，你还不够资格。围剿他的皆是各方天骄，实力强横，配合更是默契。一道刚猛的掌风率先破开他的剑幕，重重印在他肩头。柳夭夭闷哼一声，身形踉跄，紧接着一道刁钻的剑芒从侧翼袭来，虽被他险之又险地隔开，
但那凌厉的劲气已然震伤了他的经脉。噗！他再也压制不住翻腾的气血，一口鲜血喷出，染红了胸前的衣襟，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身形摇晃间破绽大开。陈维安面带狞笑去准时机，手中长枪如毒龙出动，直刺他心口。神剑留下，人也留下吧。周围有人甚至不忍地闭上眼，这一枪避无可避。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滚开！一声冰冷彻骨的怒喝如同惊雷炸响，一道血色剑芒后发先至，快的超越了视觉的捕捉，带着滔天的杀伐之气，精准无比地斩在那枪尖之上。当，金铁交鸣的刺耳声响彻全场。陈维安只觉一股无法抗拒的恐怖巨力从枪身传来，虎口瞬间崩裂，长枪险些脱手，整个人被震得连连倒退，脸上写满了惊骇。一道灰色的身影如同鬼魅般插入战圈，稳稳抱住柳夭夭，单手持剑，眼神冷冽如万载寒冰，扫视全场。师弟！柳夭夭惊呆了，心里瞬间感动。你怎么也进来了？你快走，别白白丢了性命。这群人每一个的实力几乎跟他不分上下，那么多人，凌云绝无可能活命。呵，又来了一个不知死活的。宁远镜四重也敢来趟这浑水，小子想英雄救美，也得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面对铺天盖地的嘲讽和杀意，凌云面色丝毫未变，只是将柳夭夭轻轻护在身后，手中血幽剑发出一声低沉的嗡鸣。凌云道：接下来你们的对手是我。哈哈，我没听错吧？你区宁远镜四重算什么东西？嘲讽声此起彼伏，原本紧张的气氛竟变得有些戏谑起来。在他们看来，凌云这点微末修为甚至不配让他们认真对待，顶多是太虚仙门一个普通内门弟子，与柳夭夭这等真传天骄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别。哈哈哈哈！他说什么？对手是他？我没听错吧？这小子是吓疯了还是活腻了？区宁远镜四重算个什么东西，也配当我们对手？笑声中充满了毫不掩饰的鄙夷和杀机。他们觉得捏死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比碾死一只蚂蚁还要简单。哥哥，好弟弟，乖乖让开，还能少受些苦。林听雨道：笑吧，尽情笑吧，很快你们就再也笑不出来了。凌云面无表情，目光如同在看死人，声音冰寒彻骨：你们伤我师姐的，有一个算一个，今日若让你们逃了，我不做男人。柳夭夭。林听雨闻言笑得花枝乱颤：那做什么？莫非是想通了，要来跟姐姐我做姐妹？哥，便拿你开刀。凌云声落剑起，血幽剑划出一道玄奥莫测的轨迹，剑尖骤然迸发出一点极致凝聚的寒芒，如同黑夜中撕裂苍穹的流星，携一往无前，洞穿万物的锐利直刺而出。太虚剑法第三式点心破月。林听雨脸色骤变，慌忙施展流云剑诀格挡，但这一剑太快太狠，流云剑气应声而碎。噗嗤！那点寒星般的剑气以摧枯拉朽之势瞬间洞穿了流云剑气，精准无比地从林听雨的眉心一穿而过。轰！剑气余波在他身后炸开，激起一片尘土。而林听雨这位灵海境五重的武者身体晃了晃，随即直挺挺地向后倒去，气息瞬间湮灭。全场死寂，所有嘲讽的笑容都冻结在脸上，转化为浓浓的惊骇与不可思议。一招，仅仅一招，宁远镜四重竟然秒杀了灵海境五重的林听雨。凌云甩去剑上血珠，冷眼扫过全场，下一个送死的是谁？柳夭夭整个人都愣住了，眼睛瞪得圆圆的，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看到了什么。凌云那一剑刺出，快得像一道闪电。那个刚才还嚣张得意的林听雨，可是灵海境五重的高手啊，竟然连躲都来不及，就被一剑刺穿了额头，直挺挺地倒了下去。死了，就这么死了。一招，仅仅一招，太虚剑法圆满之境，威力如此的恐怖。柳夭夭脑子里一片空白，甚至下意识地摇了摇头，觉得这一定是假的。可地上躺着的尸体和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都在告诉他这是真的。那可是灵海境五重啊，是比他全盛时期也丝毫不弱的强者，竟然被凌云一剑秒杀。他猛地转头，目光死死盯住挡在他身前的那个背影，依旧是那身不起眼的灰衣，此刻却挺拔如松，散发着令人心悸的锋芒。握着剑的手稳定无比，仿佛刚才做的不是斩杀强敌，只是随手拂去了一粒尘埃。这真的是他认识的那个凌云师弟，真的是那个不久前才突破宁元境，需要他时时看顾的师弟。巨大的荒谬感和更巨大的冲击感如同潮水般席卷而来，瞬间冲垮了他所有的认知。先前所有的焦急、担忧、绝望，在这一剑之下显得那么可笑，那么多余。师弟，你……声音干涩无比，带着自己都未曾察觉的颤抖，
后面的话语却无论如何也接不下去，因为眼前发生的一切已经超出了他语言能形容的极限。众人这才猛地从震惊中回过神来，脸色铁青，眼中满是惊怒交加。陈维安率先怒吼：狂妄小子，真以为侥幸杀了一人就能与我等为敌？一起出手，此子诡异，绝不能给他各个击破的机会。另一名手持长枪的天骄厉声喝道：死了个林听雨算什么？在场众人皆是灵海境中的佼佼者。马从先与先前威胁凌云的那名流云宗男子对视一眼，同时运转灵力，气势暴涨。杀！这一刻，再无人敢小觑那个看似只有宁渊境4重的灰衣少年。柳夭夭大惊失色：师弟，小心！师姐，站在我身后。圣火剑法，斩龙式。马从先率先发难，体内火系灵力疯狂涌向剑身，炽热的火焰瞬间升腾，剑身仿佛化作一条咆哮的火龙，带着焚尽八荒的恐怖热浪，直扑凌云面门。这一剑蕴含着他灵海境6重的全部功力，剑势所过之处，空气都被灼烧的扭曲起来。面对这狂暴一击，凌云竟是不闪不避，在众人骇然的目光中，右手泛起一层淡淡的青铜光泽，不偏不倚地抓向那灼热无比的剑锋。轰隆，火焰爆散，气劲四溢。马从先志在必得的一剑竟被凌云单手握停在半空，那足以融金化铁的烈焰竟无法伤其分毫。什么？马从先瞳孔骤缩，感觉自己的剑像是斩在了万年玄铁之上。你的肉身怎么可能？凌云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是你太弱了。五指猛地发力，咔嚓，那柄下品灵剑竟应声碎裂，化作无数碎片四散飞溅。还不出手？马从先弃剑急退，惊恐大叫。陈维安等人这才如梦初醒。惊涛剑诀，叠浪杀。陈维安长剑挥出，剑势如同层层叠叠的汹涌波涛，一浪高过一浪，从左侧席卷而来。那黑袍男子双掌翻飞，凝聚出数道漆黑如墨的鬼爪。幽冥鬼手，石骨。与此同时，另外3名天骄也各施绝学，刀光、枪影、拳锋从不同角度封死了凌云所有退路，是要将他当场格杀。凌云眉头一皱，面对那么多攻击，下一秒抱住柳夭夭细腰，施展惊鸿步，快速躲开。该死，被他躲了。不过，说明你小子怕了。再来！众人灵力在催，更为狂暴的攻击正在酝酿。灭道！一声冷喝，仿佛来自九幽，一道极致凝练、缠绕着毁灭性黑色雷霆的恐怖剑气，毫无征兆的凭空出现，以超越众人反应的速度横斩而出。这道剑气在灭道的基础上，使用了一雷融合的灵气，威力提升了3倍。噗！首当其冲的马从先根本来不及闪避，只能眼睁睁看着那雷光跳跃的死亡之剑狠狠轰在自己胸前。砰！一声闷响，他衣袍之下猛地泛起一阵急促的青色光芒，一件贴身软甲的形状一闪而逝，堪堪挡住了这必杀一击，但其上光华瞬间暗淡大半。刚想说什么，惨叫声传来，只见他身边2个天骄右臂已经被斩断。死！马从先头皮发麻，又惊又恐。若不是自己有清灵防御甲，已经成了一具尸体。道友慢着，我退出。杀了我对你没好处，你也不想成为圣龙堂的公敌吧？我也退出。2个圣龙堂的天骄转身就走。凌云冷冷一笑，我允许你们走了。那持剑中年人爆发怒火，老子圣龙堂真传弟子唐林，你别太过分了，惹毛老子大不了同归于尽。我叶如风，中州叶家子弟，圣龙堂真传弟子，你最好想清楚后果。凌云抬头，知道了。死字出口的瞬间，一道更加凌厉剑气毫无征兆的破空而出，直取唐林头颅，干脆利落，霸道至极。操！唐林发出一声狂暴怒吼，畜生，你真以为老子怕了你？噗嗤！话音未落，剑气已至，唐林的头颅瞬间飞起，鲜血喷溅，人头滚落在地。唐林双目圆睁，至死仍残留着难以置信的惊骇。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那道剑气竟快到他连格挡的念头都来不及生出。众人疯了，简直是疯了！凌云的声音冰冷刺骨，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叶如风浑身剧烈一颤，无边的恐惧瞬间攫住了他，心中只剩下无尽的悔恨，自己为何要招惹这个煞星？你当真要与我们所有人背后的宗门为敌？叶如风声音发颤，试图做最后的挣扎。凌云默然道：我说过，伤我师姐者，有一个算一个，都得死。草，他妈的，这小子彻底疯了！一起上，杀了他，否则我们都得死。杀了他，再拿下那妖女，夺取神剑。与其等他来杀，不如拼死一搏，别给他逐个击破的机会。一起出手！绝望和贪婪彻底点燃了剩余武者的凶性，
求生的本能和对神剑的渴望让他们疯狂催动体内所有灵力，施展出毕生最强的压箱底武技。霎时间，各式各样的灵光、剑气、刀芒、掌印如同狂风暴雨般砸向凌云。恐怖的灵力洪流将剑冢中心彻底淹没，地面崩裂，碎石横飞。这片古老的遗迹在狂暴的能量冲击下颤抖，宛如一片废墟。你给我去死！不过是宁远境4重，在这里装什么大能？怒吼声中，杀招已至。轰轰！凌云正面硬刚，太虚剑法、八荒剑诀频频祭出，甚至1秒5、6道剑气。噗！凌云吐出一口血。柳夭夭眼角湿润。师弟，你为什么不躲？师姐在身后，不能躲。傻小子！看着凌云染血的背影，柳夭夭只觉得心如刀绞，痛得无法呼吸。我们走，神剑我不要了，师姐把剑给他们便是。凌云摇头，这已经不是剑不剑的问题了，已留下第一滴血。紧接着一声脆响格外刺耳，手中那柄浴血奋战的血幽剑竟应声而断。凌云看着断剑发呆，这是他唯一心仪之剑，陪他杀过多少狂妄之人老伙计，辛苦你了。凌云苦笑，哈哈，他剑断了已是强弩之末。妈的，差点真让他装到了。能在我等联手之下支撑这么久，你倒也算个人物，可惜到此为止了。凌云闭上眼睛，指尖鲜血滴落，渗入脚下大地，体内仿佛有什么东西苏醒了，一股难以言喻的悸动与脚下剑冢产生了共鸣。剑冢所有的剑开始颤抖悲鸣，一股玄奥意境弥漫，赫然是凌云散出了剑心通灵意境。这一刻，所有人皆是屏住呼吸。怎么回事？我的剑在抖。是剑冢，剑冢又活了。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大地之上骤然腾起无数道璀璨剑气，如同受到召唤的游龙，疯狂环绕凌云飞舞。众人手中的佩剑更是剧烈震颤，仿佛要被一股无形的巨力强行吸走。一位老者瞪大眼睛，是剑心，此子拥有剑心。这剑冢地下还有秘密。剑心2字如同9天惊雷，在所有人心头炸响。对于剑修而言，剑心乃是至高无上的传说资质，万中无一，千年难遇。拥有剑心者乃天选的剑道之子，注定与万剑共鸣，执掌无上剑道。剑冢的地下仿佛也因剑心的召唤传来了更深沉更恐怖的悸动，似乎埋藏着远超所有人想象的秘密。这一刻，万剑悲鸣，剑气绕体，少年闭目，宛若剑中之皇。快看地下！一声惊骇到极致的尖叫划破混乱。就在凌云脚下，大地毫无征兆地裂开一道口子，并非远处，并非他处，正是他站立之地。一道深邃如渊的漆黑光柱猛然从他脚下冲天而起，磅礴浩瀚的剑压瞬间将周围所有扑来的攻击碾得粉碎。与之相比，先前柳夭夭得到的那柄女子剑的气息简直如同萤火之于皓月。我的天，原来真正厉害的神剑一直藏在这下面，他竟然就在他脚下出世。在无数道几乎要瞪出眼眶的目光注视下，一柄通体漆黑如永夜，缠绕着狂暴玄雷锁链的长剑缓缓自凌云脚下的裂缝中升起。剑身之上，焚天2字如同由天到雷霆铸就，熠熠生辉，散发着毁灭与至高无上的气息。他就这么静静地悬浮在凌云面前，触手可及。那令所有人疯狂的玄雷锁链在其周身跳跃，却温顺的未曾伤及凌云分毫，仿佛早已等候他多时。玄雷锁链护体，天道赐字焚天，真正天地孕育。他竟然选择了他，凭什么？他一个宁远境的废物，凭什么得到神剑认可？剑是我的，你这种垃圾不配拿焚天剑。极致的震惊瞬间化为更疯狂的嫉妒和贪婪。离得最近的几名武者眼睛彻底血红，再也顾不得什么，如同疯狗般扑向凌云，目标直指他身前那柄悬浮的焚天剑马从先。陈维安等人不甘落后，恐怖的杀机再度将凌云淹没。小子，很感激你的剑心，引出焚天剑，但他跟你无缘，焚天是老夫的，谁敢抢？凌云骤然睁开双眼，眼底仿佛有亿万剑芒生生灭灭，望着疯狂扑来的众人，嘴角勾起一抹冰冷彻骨的弧度。来得正好，便拿你们为焚天开封。五指猛地握住剑柄，轰隆！就在他握住焚天剑的刹那，整片天空骤然变得一片血红，仿佛苍天被无尽杀伐气染透。狂暴的玄雷锁链自剑阁之上咆哮而出，缠绕上凌云的手臂。人与剑的气息在这一刻彻底融为一体，一股足以令万物站立的毁灭剑压轰然降临。太虚剑法第2式3剑定乾坤。声音落下的瞬间，焚天剑动了。第一剑破刚，漆黑的剑身只是简单一划，一道撕裂天地的血色剑芒便咆哮而出，冲在最前方的数名武者那足以抵挡林海境巅峰攻击的护体罡气，如同纸糊一般瞬间粉碎。几人狂喷鲜血，
眼中充斥着无尽的惊恐，倒飞而出。第二剑碎甲，凌云手腕翻转，焚天剑携着滔天血雷再度斩落。那些武者身上爆起的各色保命光华、玉佩、宝甲、符箓，所有防御在这一剑面前接近无用，如同热刀切牛油。所有保命法宝被那绝对的锋锐与毁灭之力瞬间撕裂崩碎，绝望的惨叫骤然响起。第三剑泯灭，凌云目光冰冷如万载玄冰，焚天剑携着前2剑积累的毁灭之势以及漫天血雷，最终悍然斩出。一道横贯天地的漆黑剑芒吞噬了一切光线，所过之处，灵气、尘埃、攻击，乃至那些武者惊恐扭曲的身影，所有的一切都在无声无息中彻底分解湮灭，仿佛被从这世间彻底抹去。轰！剑芒过后，洞府坍塌，天地间陷入一片死寂。血红色的天空缓缓褪去，缠绕的玄雷锁链悄然隐没回剑身。凌云持剑而立，焚天剑尖轻颤，发出愉悦的嗡鸣，仿佛渴望着更多的阴血。在他面前，一道长达100丈的恐怖剑痕烙印在大地之上，深不见底。而之前那些扑杀而来的身影已然荡然无存，唯有焚天剑柄上那焚天2字闪烁着令人心悸的幽光。天地间死一般的寂静，四周武者尽数骇然，远远围观本想趁机出手的人，此刻都如同被无形的巨手扼住了咽喉，浑身冰冷，血液都仿佛冻结。咕咚，不知是谁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在这死寂中显得异常清晰。他们的眼睛瞪得几乎裂开，脸上再无半分贪婪与杀意，只剩下无边的恐惧和难以置信。许多人持剑的手在剧烈颤抖，甚至有人双腿发软，几乎要跪倒在地。一招，只是一招式，3剑泯灭了一切，那是什么力量？林海境，那么多林海境武者，连同护身法宝都没了。焚天，这就是天道赐名神剑的威力吗？不是那个男人，是他本身的剑道。刚才的太虚剑法已经真至圆满之境。怪物，他是真正的怪物。我们刚才竟然想从这种怪物手里抢东西。不对，焚天出世，带着惊天剑气，才有如此威力。无边的后怕如同冰水浇头，让他们从头凉到脚。此刻再看那道持剑而立的黑色身影，他们心中唯有敬畏与恐惧，再不敢生出半分妄念。而柳夭夭更是震撼到失语，她站在原地，一双美眸死死地盯着凌云的背影，红唇微张，却发不出任何一个音节，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动，仿佛要跳出来一般。他亲眼看着凌云为他浴血奋战，亲眼看着他剑断重伤，本以为已是绝境，心碎欲裂，可转眼之间地裂剑出，天地变色。他看着那柄缠绕玄雷的绝世魔剑自他脚下升起，温顺地被他握入手中，看着那3剑斩出，破钢、碎甲、泯灭，那毁天灭地的威力，那霸道绝伦的剑气，那令天地失色的威严，这真的是他认识的凌云。巨大的认知冲击让他脑海一片空白。凌云缓缓转过身，焚天剑上幽光流转，映照着他平静却足以令万物臣服的脸庞。他所视之处，无人敢与之对视，尽皆低头。操！凌云只觉得眼前一黑，一股前所未有的虚脱感如同潮水般瞬间席卷全身。焚天剑插在地上，支撑住几乎要软倒的身体，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额头上渗出细密的冷汗。刚才那毁天灭地的3剑之威仿佛只是个幻觉，此刻他体内灵海枯竭，经脉空荡，连抬一下手指都觉得无比艰难。怎么会这样？塔林清冷声音传来，是这柄焚天剑，它乃天道凶兵，初次开封，饮血认主，所需的能量远超你的想象。你方才那3剑几乎抽干了你所有的灵力和魂力，而且你能斩出如此霸气惊天动地一剑，也有焚天剑出世时带着一道先天剑气缘故。若非你根基远超同阶，九彩灵根，子府丹田如海，此刻恐怕已被吸成人干，速速调息。此刻的你脆弱不堪。凌云闻言，心中凛然，这威力确实恐怖，但这消耗也真是要命，还好只一次。凌云一阵后怕，神五岳，这女人怎么闭关了？而且是突破的最重要关头。见凌云倒下，柳夭夭快速抱着他，师弟，你怎么样？凌云脸色大变，快走，洞府破了，外面的人来了，随便一个都能要了你我的命。哈哈，这该死的禁制终于破了，快冲进去，说不定还有宝贝没被搜刮。外围的武者们眼见剑种的禁制彻底崩碎，顿时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化作无数道流光，争先恐后的涌入他们来了。这小子要完了，不用我们出手，难逃一死。是啊，一下得罪了那么多的势力，杀了那么多天骄、流云宗、圣龙堂、天府学院，还有不少大家族的子弟。片刻后，四周围着一群又一群从外面来的武者，气息一个比一个强。
看着气息萎靡到极点的凌云，以及他手中那柄散发着令人心悸波动的漆黑神剑，眼神充满了贪婪。就是他闹出如此大的动静。一名释迦长老面色阴沉地走出人群，目光锐利地扫视着凌云。另一名身着流云宗服饰的中年男子语气森然：我的徒儿陨落于此，小子，可是你所为？今日须你一命抵一命，我二弟听说也是死在你手。凌云面无惧色，冷冷回应：没错，皆是我所杀，若有人欲为他们报仇，不妨上前一试。死到临头还敢口出狂言。柳夭夭上前一步，轻声对凌云说道：师弟，不必担忧，我们不会有事的。话音未落，一道青色流光倏然落在两人身前，化作一位精神矍铄的老者。柳伯，小姐，老夫来迟了。老者对柳夭夭微微颔首。人群中传来一阵低语：是柳荣生，他怎么来了？有人认出来这身份，中州柳家柳府总管。柳荣生，你这是何意？先前那流云宗男子质问道。柳荣生神色平静：有老夫在此，谁也别想动他分毫，保下他。你可知他杀了多少人？这罪责怕是柳家也担待不起吧。柳荣生目光扫过众人，皆是他们咎由自取，妄图伤我家小姐在先，这笔账老夫尚未与诸位清算。哼，就凭你一人，能挡得住我们这么多人？柳荣生环视四周，声音沉稳：各位道友想必都已看清，焚天剑已然认主，此刻再苦苦相逼又有何意义？众人闻言陷入沉默。确实，神剑既已认主，一切已成定局，什么都晚了。看到那件身上的血纹和与他交融的气息了吗？杀了他也没用，一旦主人身亡，这等通灵神剑便会自封灵性，沦为凡铁，甚至可能直接遁入虚空消失。什么？认主了？杀了他也得不到神剑？这话如同冷水浇头，让许多人的狂热瞬间消退了大半，转而变成了极度的不甘和惋惜。杀了凌云，不仅得不到神剑，反而会彻底失去这件至宝。围住凌云的武者们面面相觑，出手不是，不出手也不是，加上柳荣生在，气氛顿时变得诡异而僵持起来。所有人的目光依旧死死盯着焚天剑，只是那目光中多了浓浓的纠结与不甘。话虽如此，此子杀了那么多人，总要给我们一个交代。人群中，一名流云宗长老仍不甘心，面色阴沉地说道。柳荣生眉头紧皱：老夫说了，有我在，你们动不了他，这话还听不清楚吗？圣龙堂、流云宗、天府学院、马家、李家、张家等各方势力代表面面相觑，脸色愈发难看。他们清楚，有柳荣生这等强者在场，今日已无法得手。你们柳家保不了他一辈子。走吧。众人虽心有不甘，却也只能陆续散去。场中剑拔弩张的气氛逐渐缓和。待众人离去，凌云伤势已恢复大半。他上前一步，对柳荣生拱手道：多谢前辈出手相助。不必客气，你救了我家小姐，都是应该的。师弟，你不用担心他们报复，柳家会出面处理。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先回宗门吧。有柳荣生这位强者一路护送，行程果然平静无波，再无人敢前来寻衅。柳夭夭为了安全，对外故意把凌云说成是太虚仙门奇迹海。师弟，你要不要考虑加入天眼剑宗？凌云微微一怔，听说过这个势力，跟太虚仙宗、天府学院、玄天正宗、流云宗并称大黎皇朝五大正道。什么意思啊？柳夭夭朱唇轻启：我不久后就会回到天眼剑宗，要不要一起？不是，你不应该是去太虚仙宗吗？我不需要为了后续功法去太虚仙宗，家族给我安排进天眼剑宗，我手中有一个推荐名额，你可凭此直接入门。凌云一下子明了，面对柳夭夭邀请，凌云犯了难，留在太虚仙门当个外门弟子，还是去天眼剑宗更大的舞台？多谢师姐，我暂时没打算，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好好考虑，别被困死在太虚仙门。一天后，凌云在荒古山脉夺下焚天剑，诛杀众多家族子弟一事也逐渐传开了。天水城，王家，该死的剑南春杀我2个儿子，此仇不共戴天。传出去，谁能杀了剑南春，老夫收他为义子。王家主3个儿子全部死了，都死在拖鞋帮手里，对这组织是恨之入骨。太虚仙门，凌云刚回到自己的小舍，还未坐定，砰砰砰，沉重的木门被人一脚狠狠踹开，碎木屑飞溅。你可算回来了，凌云。3名身着内门弟子服饰的青年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为首一人双手抱胸，脸上带着毫不掩饰的倨傲和威胁。凌云抬起眼皮：几位师兄，有何贵干？少装傻。那为首弟子冷笑：该还款了，这个月的利息加上本金，一共3000下品灵石，一颗都不能少。3000？怎么会这么多？哼，
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你还想赖账？我哪敢赖账啊，正是还不起，所以才想麻烦几位师兄再帮我向万师兄通融一声，我还想再贷5万。三人闻言皆是一愣，脸上写满了错愕和荒谬。你说什么？还想贷款？没错，我现在是没钱，但只要贷出来不就有了？到时候别说3000、6000零食，还不是洒水了？为首弟子被气笑了。你他妈再想屁吃，就你这穷酸样，还想以贷养贷？万师兄早就交代了，这笔账要是收不回来，就有你好看的，宗门规矩也保不住你。凌云无所谓道，再借我5万就行，利息高一点也没关系。一个弟子终于忍不住爆了粗口：操，跟这废物啰嗦什么？没零食还，就立刻跟我们走一趟。我若是不呢？凌云眼皮一挑，眼神瞬间冰冷。那3名内门弟子脸色瞬间变得难看。敬酒不吃罚酒，拿下他！刷！3人极有默契的同时出手，灵力涌动，拳掌带风，从3个不同的方向直扑凌云，意图瞬间将其制服。凌云冷哼一声，身形微动，甚至看不清他如何出手，只听得几声沉闷的撞击声和骨头错位的脆响。噗！3道身影以比来时更快的速度倒飞出去，重重砸在墙壁或地面上，口中鲜血狂喷，狼狈不堪的滚作一团，瞬间失去了所有战斗力。刚才的嚣张气焰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恐惧和痛苦。师弟，别打了，我们错了，给点面子，都是万师兄逼我们来的，我们也是身不由己啊。3人忍着剧痛慌忙求饶，吓得魂飞魄散。他们心中早已掀起惊涛骇浪，疯狂咒骂：尼玛的，这就是外门第一的实力吗？他们3个内门宁元境竟然连一个照面都撑不住。滚吧，想要零食让万星城来找我。3人灰溜溜离开。萧慕瑶回来后见到凌云，心里闪过一丝欣喜，舍得回来了。你这几天去哪了？凌云抬头对上那双秋水般的眼眸，师姐这是哪话？是不是想我了？萧慕瑶被他直白的目光看得耳根微热，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少在这里油嘴滑舌，我是怕你死在外面。多谢关心，刚才有人找你麻烦。凌云笑了笑，几只烦人的苍蝇罢了，已经打发走了。上次你突然离开，我忘了给你东西了。什么？这把上品灵剑名曰紫灵，是我以前的配件，如今不用了，闲置也是闲置，便送你了。凌云微微一怔，看着悬浮于眼前的紫色长剑，剑身修长，流光内蕴，隐隐有灵气缠绕，一望便知并非凡品，更带着一丝若有似无的与他身上相似的清雅香气。凌云眯着眼睛，你的配件不必想多，一把剑而已，我还打算回炉重造呢。好香。你萧慕瑶的脸颊刷一下彻底红透，如同染上了天边最艳的晚霞。他羞恼地瞪着他，心跳骤然失序，这人怎么总是这般无赖？事实嘛，当真是一把好剑，我定会好好珍惜。如今凌云手里一把青鸾，极品灵剑，一把紫灵剑，上品灵剑，一把天地孕育的焚天。不过他的老伙计血幽断了，得想办法修复。师姐，你可认识炼气师？萧慕瑶闻言略感诧异。炼气师？宗门内最负盛名的自然是炼气堂的梁长老，你突然问这个做什么？问一些事情，可否引荐？凌云这种身份连踏入内门都没有资格，更别提见炼气堂长老了。随我来。不多时，炼气堂到了。萧师姐，梁长老可在？在里面。炼气堂弟子一个个盯着萧慕瑶，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那小子是谁？嘿，你不知道，此人外门大比第一，吴长老收的凌云啊。原来是他，太羡慕他了。萧师姐都是他的道侣。什么道侣？挡箭牌罢了，内门弟子谁不知道？一间偌大的炼气房内，热浪灼人，地火奔腾。梁长老正对几名内门弟子讲解着某种矿材的熔炼要点，语气严肃。见到萧慕瑶带着一个陌生外门弟子出现在门口，他眉头微皱，但还是暂停了授课，走了过来。萧师侄，今日怎么有空到我这炼气堂来？可是有事。梁长老，卖个人情，我朋友想找你帮忙。梁长老脸上露出一丝意外，然后笑了笑。既是萧师侄你亲自开口，老夫自然要给几分面子，但说无妨。何事？凌云上前一步，不卑不亢地行了一礼。晚辈凌云见过梁长老，我手里这把断剑能不能修复？先前凌云在塔林处得知，若想要修复血幽，必须找一位2阶炼气师。一柄中品灵剑而已，既已彻底断裂，灵性流失大半，修复它所耗费的材料和精力远超过重铸一柄新的中品灵剑，得不偿失，修复它已无意义。萧慕瑶，不瞒长老，此剑虽品阶不高，却伴随晚辈历经生死，意义非凡。但凡有一丝修复的希望，晚辈都愿尽力一试，还请长老指点迷津。罢了，
既然你如此坚持，告诉你也无妨。若你真想重续此剑，须得寻来一块黑云铁作为核心熔铸材料，方有一线希望实现断剑重铸，并保其灵性不灭。萧慕瑶，黑云铁那可是圣阶材料，非常珍贵。正是如此，且熔铸过程对火候手法要求极高，失败的风险不小，所以老夫才说为此剑付出如此代价，实在是得不偿失啊。晚辈知道了，只要有希望，凌云就不打算放弃。内门某洞府，万星城听闻后脸色难看，哼，不过是突破凝元而已，真以为自个就是人物了。万师兄，那小子不仅不给你面子，还说想要灵石，让你亲自开口问他，狂得无法无天。砰！万星城面前的茶桌瞬间化为齑粉，脸色愤怒。好小子，你有取死之道。万星城亲自出马，若是凌云还不上灵石，那他就不属于他，而是一件货物。师兄，凌云下山了，这不是天赐良机吗？我之前还担心在宗门他有萧师姐庇护，不好下手呢。万星城阴险一笑。青阳城，凌云察觉有人跟踪，转入一条无人小巷。小子挺机灵啊。万星城披着黑袍出现，原来是万师兄，我还以为是谁呢。凌云笑了笑，是你跟我走，还是我出手带你走？万星城眼神冰冷，如同在看一个死人。万师兄，你来的正好，再借我5万灵石。好啊。万星城冷笑，祭出一把下品灵剑，等我把你炼化成人丹，精血再能卖几百灵石。砰！锥心逐月，灵剑化作一道迅疾的流光，直刺凌云心口，意图一击必杀。太菜了！凌云甚至未曾动用兵刃，只是随意的一抬手，指尖灵力吞吐，后发先至，精准无比的弹在了那疾驰而来的剑尖侧面。当一声清脆的金铁交鸣之声响起，万星城只觉一股完全无法抗拒的恐怖力量从剑身上传来，虎口瞬间崩裂，灵剑哀鸣着脱手飞出，而他本人更是如遭重击，胸口一闷，整个人不受控制的倒飞出去，重重砸在象壁之上，又滚落在地，喷出一大口鲜血。刚才的狠厉与嚣张荡然无存，万星城瘫在地上，抬头看着缓缓走近的凌云，脸上只剩下极致的恐惧和难以置信，浑身瑟瑟发抖。他可是凝元境7重，在外门足以横着走的存在，为何在刚刚凝元不久的凌云面前会如此不堪一击，简直如同纸糊的一般。饶命，凌云师弟，你我同门一场，别杀我，放过我这一次。万星城瘫倒在地，看着凌云一步步逼近，那脚步声如同丧钟敲击在他的心脏上，浑身剧烈颤抖，再也顾不得什么尊严，手脚并用的向后挪动，声音因极度恐惧而变调。凌云停下脚步，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眼神淡漠的像是在看一件物品，缓缓开口：一条命10万灵石。万星城脸色煞白，慌忙道：我没那么多灵石啊。有多少？全副身家3万灵石。穷逼，3万就3万吧，赶紧拿出来。万星城闻言如同听到了天籁之音，竟直接跪伏在地，磕头如捣蒜，喜极而泣。好好好，多谢师弟啊，不，多谢凌云师兄，多谢师兄不杀之恩。凌云收下灵石，拿回借条，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交易结束，那么万师兄，你也该上路了。万星城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取而代之的是无边的惊怒和难以置信。你言而无信，你收了灵石，答应放过我的。凌云歪了歪头，脸上露出一丝戏谑的无辜。我是放过你了啊，刚才没杀你，不是吗？是你自己还赖在这里不走，现在岂不是又落回我手里了？万星城，尼玛的，这他妈是什么强盗逻辑？他瞳孔骤缩，还想拼命挣扎或咒骂几句，但一道冰冷的剑光已然掠过，噗嗤，剑出人亡。小巷重归寂静，止于一具逐渐冰冷的尸体和空气中淡淡的血腥味。凌云转眼去了万宝斋，卖掉一些战利品，换回几万灵石，再购买一批3阶材料，一进一出，差不多花完了。3阶材料真他娘的贵。美女，黑云铁有没有？女士摇了摇头。公子别开玩笑，圣级材料得去天水城这种大城才有可能出现，我们青阳万宝斋没有。多谢。来到凌云阁，月星惊喜道：我的老板消失那么久，你可算回来了，最近没什么问题吧？符箓卖完了。月星每天都等着凌云回来，仙门内又找不到人。凌云从背后抱住月星：我回来了，你不该夹道相迎。来。3个小时后，凌云起身，这里是1000符箓，赚到的灵石别亏待自己，把自己境界提一提。你不怕我卷走了？到时候你人财两空哦。你没那个胆。凌云奋力一抓，又开始新一轮。月星朱唇轻咬，美眸看着凌云：死在你手了。第2日，晨曦微露，凌云穿戴整齐，
从凌云阁离去。青阳城内多方打听，辗转了几处方士和材料铺，却始终未能寻获半点关于黑云帖的消息，只得先行返回太虚仙门。刚至小舍门口处，一道熟悉的红色身影便映入眼帘。师弟，柳师姐。见到来人，凌云脸上自然浮现一抹笑意。柳夭夭一袭红衣，身姿婀娜，美眸流转间落在凌云身上，唇角微扬。我正寻你呢，有一件礼物要送你。哦，是什么好东西？凌云好奇道。只见柳夭夭掌心一翻，一枚古朴的玉简浮现，其上隐隐有剑意流转。地级中品武技柳生剑法，这据说是柳家不传的武技，就这么送给他。你救了我，区区一本武技又算得了什么？凌云心中感动，情绪激动之下，下意识地握住了柳夭夭的纤手。谢谢师姐，你对我太好了。柳夭夭没料到他这般举动，脸颊唰的一下染上红晕，如同熟透的蜜桃，忙不迭地将手抽回，心头如小鹿乱撞，嗔怪地瞪了他一眼，眼波却自带3分娇媚。噗嗤，这就满足了。师姐还打算今晚好好待你呢。真的？凌云眼睛一亮。柳夭夭凑近几分，吐气如兰，声音带着诱惑，对啊，来天风。凌云。就在这时，一道清脆又带着几分疑惑的声音从旁边传来。哥，他是谁？只见林雪儿不知何时已来到附近，正眨着一双清澈的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柳夭夭。柳夭夭闻声望去，见到林雪儿，眼前顿时一亮，笑容愈发亲切。这就是雪儿妹妹吧？快过来让师姐瞧瞧，果然是个美人胚子，我见犹怜。凌云连忙介绍道。雪儿，这位是柳夭夭师姐。林雪儿看着柳夭夭那明艳照人的容貌和气质，小脸上满是惊叹。师姐，你好美啊！小嘴真甜，柳夭夭笑得眉眼弯弯，甚是开心。第一次见面，师姐也没什么好准备的，这瓶凝元丹便送与你当见面礼吧。凌云顿时大吃一惊，这才多久没见，天灵根的修炼速度竟恐怖如斯。林雪儿看着那瓶一看就知并非凡品的丹药，有些手足无措。这太贵重了，给你的就收下吧，我的好妹妹。柳夭夭不由分说，直接将玉瓶塞到了林雪儿手中，态度亲昵自然。凌云见状，也对林雪儿微微点头。林雪儿这才勉为其难地收下，心中却暗自嘀咕：这位又漂亮又大方的师姐和哥哥到底是什么关系？又一个嫂子。凌云看着柳夭夭亲昵地拉着林雪儿走到一旁说悄悄话，不由得摇头失笑。就在这时，柳荣生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他身侧，语气平淡，却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威严。小子，家主有几句话让老夫代为交代。凌云收敛笑容，神色转为恭敬。刘老请讲。柳荣生目光如电，直视凌云道：家主让我警告你，离小姐远一些，你们并非同路人，莫要生出不该有的心思。他初次见到凌云时，观其气度与实力，还以为是太虚仙门哪位深藏不露的亲传弟子，结果稍一打听，竟只是一名外门弟子，且风评似乎颇为复杂，实在是一言难尽。纵然凌云机缘巧合得到了那柄焚天剑的认可，但在柳家这等庞然大物眼中，个人的些许机缘终究难以弥补身份与背景上的巨大鸿沟。山鸡焉能配凤凰？这话虽未明说，但其中的意味却如同无形的针刺。凌云闻言，脸色瞬间变得有些不自然，指尖微微收紧，但很快又强迫自己放松下来。晚辈明白，柳师姐身份尊贵，我与她仅有同门之义，不敢有非分之想。如此最好。柳荣生面色稍霁，随即抛过一个温润的玉盒，此物是家主所赠，答谢你在小姐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就此两清，你好自为之。凌云本能的想要推一句，话未出口，神女塔内塔琳那清冷的声音却带着一丝罕见的波动骤然响起。咦，竟是千年玉髓，柳家倒是好大的手笔。臭小子，速速收下你妹妹林雪儿的至尊道骨，觉醒所需的引子，此物也可。看了一眼不远处绝美的柳夭夭，凌云咬牙道：替我转告柳家主，我凌云绝不是那种臭小子，还在此地逞强装硬气。你看不出林雪儿已知炼气9层，至尊骨必须在凝聚元丹之前完成觉醒，方是上上之选，再拖延下去，根基固化，对他百害而无一利。你想说什么？多谢柳家主，晚辈知道怎么做。凌云伸手接过了那盛放着千年玉髓的玉盒，触手温凉，却仿佛有千钧之重，转身来到林雪儿跟前。雪儿，跟我来。去吧，师姐有空再去第9峰看你。柳夭夭有事先离开了，只是那目光在凌云身上若有似无的停留一瞬，随即化作一道流光，先行离去。凌云将林雪儿带回居所，布下简易禁制，这才取出那枚流光溢彩的千年玉髓，神色是前所未有的郑重。雪儿，此物名为千年玉髓，能助你彻底觉醒体内潜藏的至尊道骨，回去后立刻闭关炼化，切记
此事关乎你的身家性命，绝不可告知第二人。千年玉髓，至尊稻谷。林雪儿捧着那团散发着浩瀚生机与灵韵的玉髓，整个人都懵了。哥哥说的每一个字他都听得懂，可连在一起却如同天书般令人难以置信。你体内天生便孕育着一块无上稻谷，只是尚未苏醒，此事你自己知晓便可，不必深究，更不可对外人提起半分。凌云入塔修炼，神五岳晋升灵海境，还未曾出关，这女人的修炼速度当真恐怖如斯。凌云来到第一层，收敛心神，不再多想，于塔中央盘膝坐下，心神沉入那枚记载着柳生剑诀的玉简之中。地级武技，博大精深，远非玄级可比，无数玄奥的剑理符文如同潮水般涌入他的识海，一夜无话。唯有凌云周身时而迸发的细微剑气，如同灵蛇般游走不定，与塔内古老的气息相互交融印证。次日，嗡，一股锐利无匹的剑意陡然自凌云体内爆发开来，他骤然睁开双眼，眸中金光暴涨，如同有两道无形剑芒射出，并指如剑，随意向前一划，吃了一道淡绿色的蕴含着生生不息却又带着极致锋锐意味的剑气脱手而出，无声无息地斩在神女塔那不知材质的地面上。剑光闪过，地面之上赫然留下了一道深达数寸、边缘光滑如镜的清晰剑痕，剑气残留不散，散发出令人心悸的波动。凌云缓缓收势，看着地上那道剑痕，眼睛微微眯起，感受着体内奔腾的全新剑气。柳生剑诀，中式入门，地级剑法之威，果然远非玄级所能比拟。这一剑的威力与玄妙，除了杀神一刀斩，还有灭道，其他剑法没有可比性了吧？凌云师弟，你在里面吗？门外一道娇滴滴女声传来神女塔内，凌云缓缓睁开双眼，口中吐出一股绵长的浊气。凌云起身推开塔门，只见林希云正俏生生地立在门外，多日不见，她身姿似乎愈发窈窕，一袭长裙勾勒出动人曲线，尤其是那双修长笔直的玉腿，格外引人注目，让人眼前一亮。林师姐何事？林希云看了下里面，确定只有凌云，才松一口气。多亏师弟之前的帮忙，我被长老收为弟子了，想请你吃饭，感谢感谢。师姐相邀，岂有不去之理？凌云爽快答应。两人一同出了太虚仙门，在不少外门弟子羡慕嫉妒的目光中，凌云祭出飞剑，载着林希云化作一道流光，朝着青阳城方向疾驰而去。飞剑破空，清风拂面。飞行途中，凌云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坏笑，操控飞剑猛地几个急停骤降。呀！每一次突如其来的颠簸，身后都会传来一声低低的惊呼，随即一股温软饱满的触感便重撞在他的后背上，那惊人的弹性与规模，这感觉当真刺激无比。林希云似乎并未察觉异样，反而在又一次颠簸后关切的开口，声音带着一丝紧张：师弟，慢慢来，第一次飞行不熟练也是正常的。凌云立刻顺势而为：让师姐见笑了，是我太笨拙，掌控不好。话音未落，唰，飞剑又是一个刻意至极的急刹。啊！这一次背后的撞击感尤为强烈，林希云整个人几乎完全贴在了凌云的后背上，双臂下意识地环住了他的腰以求稳定。短暂的接触后，林希云俏脸微红的稍稍退开些许，轻咬了下嘴唇：师弟，这样太危险了，还是让我来操控飞剑吧。你站到我身后，务必抱紧我一些，免得跌落下去。还有这等好事。凌云心中一动，面上却故作迟疑：这怎么好麻烦师姐？站在林希云身后，凌云毫不犹豫地伸出双手，稳稳环住了那纤细柔软的腰肢，手掌贴合之处温润细腻，隔着一层衣料也能感受到惊人的美好触感。师姐，那我可报警了。林希云娇躯微不可察地轻颤一下，耳垂瞬间染上绯红，声如文瑞地嗯了一声，操控着飞剑朝着青阳城平稳飞去。只是这后半程的路，气氛似乎变得有些微妙而旖旎起来。青阳城富贵楼，道友有预定，8号桌，随我来。等凌云跟着林希云来到8号桌，顿时一愣，月星也在，在他的身边还有一个男人，正是月星那废物夫君尹一凡。曾经的内门弟子，荣耀一身，本该前途无量，如今修为惨掉，沦为外门。师弟，月星你见过的我就不介绍了，这位是尹一凡师弟，是月星的夫君。尹一凡抬起眼，对着凌云微微点头示意。关于凌云近日来的种种事迹，他早已听闻，眼神中带着一丝复杂的审视，却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颓然。凌云笑了笑：幸会幸会。至于月星尴尬了。尹一凡道：凌云师兄，林师姐是你的。哦，我们是朋友，快坐下吧，菜马上上来。尹一凡：祝贺林师妹成功拜师。凌云坐下，嘴唇上扬：林师姐，我以为就我一个人。林希云耳根微热，脸上闪过一丝窘迫，
低声解释：“我与月星师姐也确实许久未见了，寻思着今日是个机会，尹一凡师弟正好也在，便一同叫上了。”尹一凡端起一杯酒，我早就看出林师姐绝非池中之物，如今果然是一飞冲天，恭喜师姐！就在这看似和谐的推杯换盏间，桌布之下无人可见之处，凌云用脚伸到了月星这边。月星感觉一阵清凉，正端着茶杯的手猛地一颤，茶水险些洒出，像是被什么东西遮了一下，身体瞬间僵硬，脸颊疼得泛起一抹不自然的红晕，猛地抬起头，眼神惊慌失措地看向对面那个一脸云淡风轻的男人。希儿怎么了？月星摇头，没事。是否身子不适？我很好。凌云却仿佛无事发生，自然而然地夹起一块菜放入林希云碗中，语气温和：师姐，尝尝这个。啊，我可以自己来。在无人得见的桌布之下，那场隐秘的戏弄并未停止。凌云并未打算就此放过月星，那动作愈发大胆而具有侵略性。月星猝不及防，喉间溢出一声极轻的带着慌乱与无措的呜咽，他猛地咬住下唇，脸颊瞬间红得几乎要滴出血来，身体僵硬得如同石雕。尹一凡关心道：希儿，你当真没事？没事。凌云见状，嘴角勾起一抹了然的笑意，适时开口，声音不大，却足以让桌上的人都听清：月师姐，看你坐立不安的，是不是想去行个方便？月星如蒙大赦，立刻顺势点头，语气带着几分急促：对，我正有此意，失陪一下。说着便慌忙起身，几乎是逃离般朝着后院的方向快步走去。凌云看着他略显仓促的背影，无奈地摇摇头，随即也站起身，对着尹一凡和林希云露出一个抱歉的笑容：真是不好意思，我好像碰见一个熟人，过去打个招呼。尹一凡和林希云并未多想，只当是巧合，点了点头。凌云不紧不慢地踱步而出，一离开两人的视线，步伐瞬间加快，几个闪身便追上了前方的月星。在他即将踏入后院僻静的茅厕之际，凌云手臂一伸，轻而易举地将他拉了进去，随即反手将门轻轻掩上，将他堵在了这狭小私密的空间内。师弟，你师姐胆子肥了。月星知道凌云是因为尹一凡也在，所以才故意撩拨自己肥不过你，敢当着尹一凡的面在桌子下，这才刺激啊！这不可以。师姐，你说什么？10分钟后，月星摸着小腹走出来。凌云虽有些意犹未尽，但也心知此地不宜久留，整理了一下微乱的衣袍，便匆匆返回了饭桌。接下来的酒席间，因修为尽失，前途黯淡而郁郁寡欢的尹一凡又多喝了几杯闷酒，酒意上涌，与凌云倒是越聊越投机，言语间愈发熟吻起来，甚至开始一口一个师兄的叫着。不能多喝了，再喝你就醉了。月星提醒：醉就醉，怕什么？难得遇上凌云师兄这般豪爽之人，师兄以后但凡有用得着我尹一凡的地方，尽管吩咐，千万别跟我客气。半个小时后，尹一凡不胜酒力，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林希云看着这场面，有些无措，这可如何是好？楼上开一间房给他吧。月星无奈。凌云点点头，顺势道：确实挺晚了，此刻回宗门也不安全，最近魔道猖獗，林师姐，不如我们也在此住上一晚。林希云闻言，脸颊瞬间飞起两抹红云，眼神躲闪，声如文瑞的应道：好，我去办理。凌云扶着尹一凡进入房间：师兄，承蒙不弃，隐蔽相随，我醉了，希儿不能怠慢了师兄。话音未落，躺在床上沉沉睡去。凌云一把搂住月星，继续。约莫半个时辰后，凌云神清气爽地走出房间，轻轻带上了门。走廊上，林希云正俏生生地站着，手里捏着一把房钥匙，脸颊红润得如同熟透的苹果，眼神飘忽，不敢直视凌云，声音细弱：师弟，掌柜的说今晚就只剩下一间房了。这天赐良机。这样啊，没想到富贵楼生意那么好，师姐，我们挤一挤。只能这样了，不过你不能对我动手动脚哦。保证不会。富贵楼下，一名舞者走进来道：掌柜，还有没有房？还有10来间雅房，开一间。好，马上安排。此时，凌云所在的房间里，林希云心跳加速。师弟，别紧张，师姐你睡床，我打坐修炼。林希云。天空突然就亮了一瞬间，紧接着虚空异响不断，轰隆隆，太虚仙门的上空传出阵阵大道的轰鸣声。塔林清冷声音传来：臭小子，出大事了，快回宗门。没想到林雪儿至尊道骨觉醒，影响太大了。什么？凌云大惊失色，看着窗户的异象，惊天动地，怕是大离皇朝都惊动了吧？是太虚仙门方向，快速去看看。一时间，诸多武者纷纷朝着太虚仙门飞去。凌云道：师姐，我要回宗门一趟。林希云，
这一刻，整个大黎皇朝疆域内，无数武者，无论修为高低，皆心有所感，不约而同地抬头望向天穹，脸上无不浮现出骇然与震惊之色。只见那无垠虚空之上，风云突变，浩瀚的灵气如同百川归海，疯狂朝着某个未知的方向汇聚而去，形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灵气漩涡。漩涡中心，道道璀璨夺目的七彩霞光迸射而出，映照的万里苍穹一片瑰丽，更有玄奥的大道符文在光华中若隐若现，引动四方法则共鸣，发出阵阵低沉而威严的道音。一股难以言喻的天地威压笼罩四野，虽不伤人，却让万物生灵心生敬畏，仿佛有某种至高无上的存在正在苏醒。这是何等恐怖的天地异象！一座繁华都城的城楼上，一位身披铠甲的将领失声惊呼，手中的酒樽跌落在地，犹不自知。深山古刹中，一位闭关多年的老僧蓦然睁开双眼，眼中佛光流转，穿透境世，望向天际，喃喃自语：阿弥陀佛，祥瑞漫天，道音自明，莫非我大黎皇朝境内诞生了万年不遇的无上妖孽？宗门禁地，世家祖祠，皇宫深处，一道道强横无匹的神念冲天起，试图探寻异象的源头，却被那混乱而磅礴的天地法则所阻，只能感受到那令人心悸的潜力与造化。查，立刻去查，异象源头在何方？如此异象引动天地法则，绝非寻常，定是逆天资质的妖孽出世。速派弟子前往可能区域，务必寻到引动异象之人，无论付出何等代价，也要将其引入我宗门。一时间，整个大黎皇朝风起云涌，无数势力为之震动，一道道命令从各大宗门、世家乃至皇朝中枢飞速传出。所有人都明白，能引动此等异象者，其天赋潜力堪称恐怖，得知或许可保宗门千年兴盛。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于天际，心中回荡着同一个念头：这引动天地异象的究竟是何人？太虚仙门第九峰，原本宁静的山峰，此刻被浩瀚的天地异象所笼罩，璀璨霞光与大道符文几乎将整座山峰映照得如同仙域。如此动静，第一时间便惊动了第九峰峰主花逢春。下一秒，瞬间出现在林雪儿闭关的洞府之外，感受着那冲天起的无上道韵和洞府内那股正在苏醒的令他灵魂都为之战栗的尊贵气息，先是目瞪口呆，随即激动的几乎要手舞足蹈。这股气息是至尊道骨，真正的至尊道骨苏醒之兆。花逢春狂喜，整个人都在颤抖，双眼放光，忍不住仰天大笑。天佑我第九峰，天佑太虚仙门，我徒儿雪儿有大帝之姿啊！如此惊人的异象，根本无从遮掩。几乎在花逢春到达的下一刻，一道道强横的身影便从宗门各处急速飞来，正是太虚仙门的各位长老以及掌门本人。他们看着第九峰上空的骇人景象，个个面色巨变，有狂喜，更有无比的凝重快，联手布阵，遮掩天机。一位长老急声喝道，数位长老立刻出手，磅礴灵力化作光幕，试图笼罩住第九峰，但那至尊道骨引动的天地法则过于磅礴，他们的遮掩如同杯水车薪。晚了，异象已现，整个大黎都被惊动了。所有人听令，助我全力开启护山大阵。轰隆隆，太虚仙门的护山大阵被彻底激活，一道巨大的光幕冲天起，隔绝内外。天空中的浩瀚异象这才如同被无形之手抹去，缓缓消散在光幕之内。虽然异象被暂时隔绝，但消息已然走漏。掌门脸色变幻，最终沉声道：遮掩已是无用，立刻将消息有限度的传出去，便说是我太虚仙门有弟子觉醒了一块千年罕见的灵骨，引动天地异象，以免外界过度猜测，引来更大觊觎，试图将至尊道骨降格为灵骨，以期减少风波。此刻太虚仙门内正好有一批来自上宗太虚仙宗的弟子，由一位气息渊深的长老带队，正在进行宗门交流，参观刚刚修复完整的太虚剑阵。第九峰的惊天异象以及随后护山大阵的骤然开启，他们皆是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太虚仙宗那位带队长老武红目光锐利地望向第九峰方向，眼中闪过惊疑不定和一丝了然的光芒。林雪儿出关，顿时被外面那么多人惊吓到了。徒儿见过师尊。花逢春道：雪儿，没想到你体内觉醒的至尊道骨那么恐怖。林雪儿的实力已经突破到了宁元境9重，足足跨越一个境界，速度恐怖如斯。下一秒，一股强大的威压降临第九峰，太虚仙宗的带队长老武红身影凭空出现，目光直接落在萧掌门身上。萧掌门，此女引动如此天地异象，乃万古罕有的绝世之姿，前途不可限量。恭喜恭喜！但以你们太虚仙门的资源底蕴，恐难真正助他翱翔9天。依老夫看，为了他最好的发展，还是由我们带回太虚仙宗修行最为妥当。萧掌门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难看，心中最担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旦上宗知道，他们压根就保不住林雪儿。萧掌门，
你我都心知肚明，方才的异象已然惊动四方，此刻不知多少道目光正盯着太虚仙门。你们没有能力护他周全，强留他只会为他招来灾祸，甚至为宗门引来灭顶之灾。唯有太虚仙宗方能提供他所需的庇护与资源，让他真正成长起来。此事关乎弟子前程，请五长老容我等考虑商议一下。可以，老夫就在此等候你们的答复。但愿萧掌门能以大局为重，做出明智的选择。几乎在同一时间，大黎皇朝境内诸多顶尖势力已然通过各自渠道捕捉到了异象源头及其背后代表的惊人真相。太虚仙门有弟子觉醒了一块传说中的至尊道骨。少阳宗内，消息说是有人觉醒了一块灵骨。哼，什么灵骨？如此强大的天地异象，绝对是道骨。宗主又惊又喜，豁然起身，快，立刻备驾，以最快速度前往太虚仙门。此等瑰宝绝不能错过。圣龙堂总部高层震动，消息确切，异象源自太虚仙门，竟是有人觉醒了逆天资质，道骨必须设法争取。就连沉寂的大黎皇宫深处也传出一道威严的声音：速遣使者以最高规格前往太虚仙门，务必查明情况，若有可能将此人引入皇室。当道骨两个字彻底传开时，所有势力都无法保持淡定，一道道命令发出，无数强者或明或暗地开始朝着太虚仙门方向汇聚。太虚仙门主殿内气氛凝重到了极点，萧掌门看着各方传来的紧急讯息，长长叹了一口气。他们绝不会允许身怀至尊道骨的弟子留在我们这样的小宗门，灾祸将至啊！掌门，这该如何是好？第二峰王长老焦急万分。萧掌门目光闪烁，最终露出一丝无奈却又决然的神色。办法或许还是有一个。众长老先是一愣，随即恍然。掌门是指上宗？没错。萧掌门沉重地点点头，唯有借助太虚仙宗之力，或许才能保住林雪儿。虽然同样是为他人做嫁衣，但至少能确保她的安全，或许还能为我太虚仙门争取到一丝上宗的眷顾。这已是绝境之中唯一看似可行的出路，只是这条路的代价，便是亲手送出宗门万载难逢的崛起希望。花逢春到，只怕上宗也难抵挡住那么大的压力。走一步算一步吧，都是我的失责，没有第一发现林雪儿体内的至尊道骨。太虚仙门主殿内气氛凝重的几乎令人窒息。武红长又来了，身旁还多了一位身着华丽锦袍、气度非凡的年轻男子。此人神色淡漠，眼神睥睨，仿佛天生便高人一等，连正眼也不曾给过众人。萧掌门及一众太虚仙门高层见状，脸色愈发难看，却不得不躬身行礼。见过圣子殿下。那被称作圣子的男人只是微微颔首，目光便越过众人，精准地落在了被护在后方显得有些局促不安的林雪儿身上。就是他引动了之前的天地异象。圣子开口，声音平淡，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武红恭敬回道：回圣子，正是此女。林雪儿被那审视的目光看得浑身不自在，下意识地往花逢春身后缩了缩。圣子笑了笑，如今各方势力皆已察觉至尊道骨出世，即便让他加入太虚仙宗，也未必是万全之策，觊觎之人依旧不会少。萧掌门脸色更加难看。圣子，就在此时，轰轰轰，数道强横无比的气息毫不掩饰地降临太虚仙门，直接落在主殿之外，声音如同惊雷般炸响。萧道云，让他入我少阳仙宗，我宗必倾尽资源培养。哼，少阳仙宗算什么？此女当入我圣龙堂，加入我们天府学院，否则今日你太虚仙门怕是不好交代。至尊道骨影响太大了，谁也不想看着对方拥有。话音未落，几道身影已如鬼魅般出现在主殿门口，赫然是少阳仙宗副宗主、圣龙堂副堂主、天府学院副导师等一方巨擘。他们竟亲自前来，言语间充满了势在必得的霸道与威胁。萧掌门面对如此多的强者威逼，脸色铁青，强压着怒火。诸位前辈，如此抢逼我门下弟子，未免太过分了吧？哼！少阳仙宗副宗主冷笑一声，毫不客气地打断他：萧道云，给你几分颜面，称你一声掌门；不给你颜面，你在这大黎皇朝又算个什么东西？真以为能保住他，保住至尊道骨？其余几人虽未说话，但那冷漠而倨傲的眼神已然表明了同样的态度。殿内太虚仙门众人闻言，皆是面色惨白，又惊又怒，却敢怒不敢言。实力差距悬殊，在这些真正的巨头面前，太虚仙门确实如同蝼蚁。圣子与武红冷眼旁观，并未立刻出声。整个主殿之内，空气仿佛凝固，压力如同山岳般压在每一个太虚仙门之人的心头。林雪儿看着为自己而陷入窘迫的掌门和师长，小手紧紧攥起，指甲几乎嵌进肉里。萧掌门脸色铁青，强撑着底气喝道：诸位莫非忘了，我太虚仙门与太虚仙宗乃是一脉相承，
你们如此行径，莫非是要与上宗为敌？哼，区区一个分支宗门，也配代表太虚仙宗？少阳仙宗副宗主不屑冷笑，即便今日太虚仙宗宗主亲临，也改变不了此女必须选择一个归宿的事实。留在你太虚仙门，只能是死路一条。就在各方争执不下，气氛剑拔弩张之际，那一直冷眼旁观的圣子忽然轻笑一声：“不好意思了，各位，你们想带走他，恐怕是不可能的。”众人闻言皆是一愣，目光齐刷刷聚焦在他身上。你此言何意？圣龙堂副堂主皱眉问道。只见那圣子神态倨傲，目光扫过在场众人，缓缓开口，声音带着一种天生的优越感。正式向诸位介绍一下，本圣子除了是太虚仙宗圣子外，还有另一重身份，大黎皇朝太子。什么？你是太子嬴傲？此言一出，满场皆惊，就连萧掌门等人也目瞪口呆。那位神秘莫测、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大黎太子，竟然就是眼前的太虚仙宗圣子，这消息太过震撼。嬴傲很满意众人的反应，目光转向脸色发白的凌雪儿。只要她愿意嫁给本太子为妃，自有整个大黎皇朝作为她的后盾。届时，谁敢动我大黎太子侧妃，一切难题自然可破。待本太子日后执掌大黎，她便是尊贵的皇妃，地位尊崇，资源无限。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出路吗？圣龙堂等人面色变幻，最终却不得不压下心中的不甘。得罪拥有双重身份的太子嬴傲，等同于同时得罪太虚仙宗和大黎皇朝，这代价他们付不起。再者，至尊道骨落入大黎皇朝皇室也还可接受。嫁人？林雪儿听到这里，小脸煞白，拼命的摇头：“不，我不要，我不嫁人。”萧掌门心急如焚，压低声音劝道：“林雪儿，此非儿戏，你可要考虑清楚啊！这或许是眼下唯一能保住他性命和前途的选择了。”嬴傲闻言，非但不怒，反而觉得有趣。下一秒，走到林雪儿面前，以一种施舍般的语气笑道：“美人，本太子对你一见钟情，做我的女人是你眼下唯一的活路，也是最好的选择。”林雪儿双眼瞬间湿润，惊慌失措的后退，目光在人群中寻找依靠，最终落在了萧慕瑶身上，如同抓住救命稻草般跑过去，拉住她的衣袖，声音带着哭腔：“嫂子，我想见我哥，我要见我哥。”他哥哥是？萧掌门急忙问道。而嬴傲的目光也随着林雪儿的动作落在了萧慕瑶身上。当看清萧慕瑶那惊为天人的容貌与气质时，他眼中瞬间闪过极大的惊艳与占有欲，心中震动。这大黎境内竟还有如此角色！萧慕瑶感受到那令人不适的目光，将林雪儿护在身后，对着掌门等人道：“我去寻他。”太虚仙门山门处，凌云刚好自云端落下，萧慕瑶立刻迎上前，神色焦急：“快，什么都别问，先跟我来主殿。”凌云见他神色前所未有的凝重，心中一沉，发生了何事？一股不好的预感瞬间笼罩心头。路上再说，情况紧急。当凌云快步踏入主殿之时，立刻感受到无数道强大的目光瞬间聚焦在自己身上，殿内气氛压抑的可怕。凌云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惊疑，稳步上前，对着上方拱手行礼，声音清晰却不卑不亢：“外门弟子凌云，见过掌门，见过诸位长老。”来得好。凌云目光快速扫过全场，最终落在了眼睛通红，正望着自己的妹妹林雪儿身上，以及那个站在他附近眼神充满侵略性的华服男子。回来晚了，至尊道骨的事被发现，妹妹怎么会哭？萧掌门面色凝重，用最简洁的语言快速向凌云说明了眼前的危局。至尊道骨引来的觊觎远超想象，各大势力齐聚施压，唯有让林雪儿接受太子嬴傲的庇护，成为皇室中人，方能暂时平衡各方，换取一线生机。嬴傲居高临下的看着凌云：“本太子贵为太虚仙宗圣子，更是大黎储君，如今愿纳你妹妹为妃，与她庇护与尊荣。你作为她的兄长，应当没有意见吧？”凌云眉头瞬间紧锁，他确实没想到一块至尊道骨竟会引来如此滔天巨浪，将妹妹置于这般风口浪尖。是他的疏忽，才让雪儿陷入此等境地。哥，林雪儿小跑过来，站在凌云身边：“哭什么呢？”凌云宠溺般摸了摸她的脑袋：“哥，我不想嫁人。”好。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凌云抬起头，目光直视嬴傲，没有丝毫闪躲，声音清晰而坚定地回荡在寂静的主殿之中：“不好意思，我妹妹不愿意，而我更不会让她为了活命就被迫嫁人。”此话一出，如同平地惊雷，整个主殿瞬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凌云。他竟然拒绝了太虚仙宗圣子、大黎皇朝太子的要求，拒绝了这看似唯一能保住林雪儿性命的最佳选择。萧掌门脸色煞白，急得差点惊呼出声。嬴傲脸上的傲慢笑容瞬间凝固，逐渐转化为冰冷的阴沉，
自己还从未被人如此直接的驳过面子，尤其对方还是一个他眼中的蝼蚁。少阳仙宗、圣龙堂等势力代表先是一愣，随即脸上露出玩味和幸灾乐祸的神情。这小子简直是不知死活。林雪儿则猛地抬头，看着哥哥坚定挡在他身前的背影，泪水再次涌出。凌云的目光倏地转向花逢春，声音冰冷：“花长老，当日你带我妹妹入第9峰时，是如何向我承诺的？你说会护她周全，这便是你承诺的周全吗？”花逢春身躯微微一震，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一步踏出，站在了凌云和林雪儿身前，声音前所未有的坚定：“掌门师兄，诸位，有句话我憋在心里很久了，我徒儿雪儿，她不愿意。既然她不愿，那我这个做师尊的就必须尊重她的意愿。护她不仅是护她性命，更要护她心之所向。”众人，萧掌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急声道：“花师妹，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胡说八道什么？休要胡言！”花逢春对着萧掌门深深一揖，脸上带着决然：“掌门师兄，对不住了。今日若因我徒儿之事必会连累宗门，那我花逢春便带着雪儿退出太虚仙门，一切后果由我一力承担。”退出？可能吗？这些人能看着他们离开？绝不可能的。萧道云最怕的事情就是如此。不行，绝对不行！第3峰峰主朱构长老立刻厉声反对，他必须嫁给太子殿下，此事关乎宗门存亡，岂容你们儿戏？凌云冰冷的目光瞬间刺向朱构：“这位长老，你是他什么人？你凭什么替他做主，决定他的终身？”朱构被那目光看得一滞，随即恼羞成怒：“就凭他现在还是太虚仙门的弟子，老夫是宗门长老，就有这个资格为宗门大局考虑。可笑！”凌云毫不留情地嗤笑一声，声音陡然提高，压过了殿内所有嘈杂。那冷冽的目光扫过银傲，扫过少阳仙宗、圣龙堂、天府学院等各方势力的代表，一字一句清晰无比地宣告：今日太虚仙门若保不下我妹妹，那我便亲自带她走，并且我凌云在此立誓，只要我妹妹安然无恙，她此生绝不加入你们在场任何一方势力。这样你们可满意了？此言一出，少阳仙宗副宗主、圣龙堂副堂主、天府学院副院长等人脸色瞬间变得无比凝重，相互交换着眼神。说白了，他们根本不信凌云的承诺。至尊道骨的诱惑太大了，今日放走，他日若被其他势力暗中招揽，或者其成长起来，后患无穷。他们绝不容许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存在。凌云的誓言在他们听来苍白无力。大殿内的气氛非但没有因凌云的誓言而缓和，反而更加紧绷，杀机暗涌。今日你带不走他？没错，你绝无可能带走他。银傲双手负后，如同看戏般冷冷注视着这一切，嘴角噙着一丝残忍的玩味。他就是要看着凌云在绝境中挣扎，看着他尊严尽失，最终跪倒在自己面前，苦苦哀求，求自己大发慈悲收下凌雪儿，求自己赐予他们兄妹一条生路。小子，求我啊！银傲的声音带着蛊惑与压迫，清晰地传入凌云脑海。跪下来，求本太子，求我救你妹妹，求我把妹妹变为我的女人，这是你们唯一的生路。求你妈！凌云刚想愤怒回应，噗嗤，一道令人心悸的喷血声突兀地响起，打破了现场的僵持与喧嚣。众人闻声大惊，猛地转头望去，只见林雪儿不知何时已瘫坐在地，脸色惨白如纸，嘴角不断溢出嫣红的鲜血，染红了她胸前的衣襟。周身原本因为至尊道骨觉醒而蓬勃的灵气，此刻正如同退潮般疯狂溃散，气息瞬间萎靡到了极致。我操，他竟然自毁了丹田，自废修为，他废了自己，这怎么可能？眼前这骇人而决绝的一幕，如同晴天霹雳，狠狠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所有争论，所有算计，所有威逼利诱，在这一刻都显得无比可笑。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似柔弱少女竟刚烈至此。为了不连累哥哥，为了不被胁迫，她选择了最极端、最惨烈的方式，亲手毁掉了自己万载难逢的旷世根基，整个主殿瞬间陷入一片死寂。银傲脸上的傲慢笑容彻底僵住，转而化为难以置信的惊愕。各方势力的巨头们也目瞪口呆，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反应。唯有凌云双目瞬间赤红，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怒吼：雪儿！只有他将妹妹颤抖而冰冷的身躯紧紧抱在怀里，体内的灵力不顾一切地涌入他体内，试图稳住那不断消散的生机。凌云紧紧抱着怀中气息微弱、不断咳血的妹妹，声音颤抖，充满了无尽的心痛与自责。傻丫头，你没必要这么做的，又不是你的错，为什么要这么傻？林雪儿艰难地抬起手，想要擦去哥哥脸上的泪痕，却发现自己连抬手都无比费力，苍白的小脸上挤出一抹令人心碎的笑容，气若游丝。哥，这样一来
我就没有威胁了，也没有价值了，他们就不会再逼我们了，我不后悔。徒儿，哎。花逢春看着爱徒如此惨状，心如刀绞，最终所有话语都化作一声沉重无比的叹息，双眼之中满是痛惜。一旁的萧慕瑶和刚刚赶到的柳夭夭目睹这惨烈的一幕，双眼瞬间湿润，泪水无声滑落。他们万万没想到事情竟会发展到如此决绝的地步。走吧，已经废了，丹田尽毁，这结局或许也还不错。少阳仙宗、圣龙堂、天府学院等势力的巨头们相互对视一眼，眼中最初的震惊与贪婪逐渐被一丝惋惜和索然无味所取代。他们摇了摇头，不再停留，身影迅速化作道道流光，消失在大殿之外。对于他们而言，一个自废丹田、至尊道骨已然半废的弟子，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争夺价值，留下毫无意义。转瞬之间，原本拥挤喧嚣的主殿变得空旷而死寂。哥哥，我想离开这里。凌云给他服下一颗丹药，摸了摸他的脑袋。好，哥带你走，离开这里。站住，本太子允许你离开了。银傲站了起来，冷声道：人是废了，丹田已毁，修为尽失，不过他体内那块至尊道骨可还没彻底湮灭呢。眼中闪烁着贪婪与冷酷的光芒。萧掌门心头猛地一沉，太子殿下，你这话什么意思？银傲嗤笑一声，自然是把他身上那块至尊道骨挖出来，如此无上神物留在一个废人体内，简直是暴殄天物，唯有本太子这般身份与天赋才配拥有它。众人，什么？挖骨？第三封封主朱构露出谄媚而阴冷的笑容，连忙附和道：太子殿下英明，对啊，至尊道骨何其珍贵，与其浪费在一个再无潜力的废物体内蒙尘暗淡，不如挖出来移植给太子殿下，这才叫物尽其用，废物利用。萧掌门脸色巨变，厉声反对，身躯因愤怒而微微颤抖。不行，这孩子已经够惨了，自废修为只为求一线生机，你们竟还要行此挖骨抽髓的残忍之事，本座绝不允许。太虚仙宗的武红长老冷哼一声，强大的威压毫不客气地压向萧掌门，语气充满了轻蔑与威胁。萧道云，给你几分颜面，称你一声掌门，不给你颜面，你在这大黎皇朝又算个什么东西？真以为能拦得住太子殿下？不行，本座绝不会让你们这样做。萧掌门双目赤红，依旧坚持，但声音却在对方恐怖的威压下显得有些无力。武红踏前一步，声音冰寒刺骨，带着毫不掩饰的威胁。萧道云，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该为你这太虚仙门上上下下数千弟子考虑吧。忤逆太子殿下，忤逆我太虚仙宗的后果，你承担得起吗？这赤裸裸的威胁如同重锤般狠狠砸在萧掌门心头。他脸色瞬间惨白，身体晃了晃，张了张嘴，最终陷入了痛苦的沉默。他不能拿整个宗门的存亡去赌。花逢春怒火攻心，周身灵力瞬间爆发，就要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护住徒儿。一旁的朱构早有预料，身形一闪，便死死拦在了他的面前，阴恻恻地低声道：花师妹，识时务者为俊杰，为了一个已经废掉的弟子，搭上你自己和整个第九峰，甚至牵连宗门，值得吗？别自误。花逢春被死死拦住，看着眼前这群道貌岸然却行着强盗之境的人，看着凌云紧紧护在怀中奄奄一息的徒儿，一股巨大的无力感和悲愤涌上心头。银傲满意地看着被震慑住的太虚仙门众人，目光再次投向凌云和凌雪儿，如同在看待宰的羔羊。动手！萧慕瑶急了。外公。萧掌门无奈一叹。师尊。天风长老沈重沉默。柳夭夭。师弟有危险。柳伯。柳荣生摇头。小姐，这是太虚仙门的事，老夫不好插手啊。凌云双目赤红，无尽的怒火与悲愤几乎要冲破胸膛，他死死盯着银傲和武红等人，声音因极致的愤怒而颤抖。挖骨抽髓，禽兽不如，你们也配自称名门正宗，皇室贵胄？武红语气森然。小子，嘴硬是没用的，乖乖配合太子殿下，或许还能留你们兄妹两条贱命，否则，哼，如此宗门不带也罢。今日我凌云退出太虚仙门，从此再无瓜葛。凌云紧紧抱着怀中气息越来越微弱的妹妹，目光缓缓扫过在场每一个人的脸，冷漠的银傲，狞笑的朱构，沉默的萧掌门，被阻拦的花逢春，泪流满面的萧慕瑶和柳夭夭。朱构冷笑：区外门弟子，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了不得的天才弟子，你们当真要如此相逼，不留一丝余地？这一瞬间，所有的压抑，所有的隐忍，所有的愤怒，如同积压万年的火山，在凌云体内彻底爆发。凌云无言的愤怒：你可以滚，但你妹妹必须留下。银傲失去了最后的耐心，语气冰冷而不耐烦：不可能，谁再敢动我妹妹，至死方休。凌云斩钉截铁，将妹妹护得更紧。哼，冥顽不灵，自寻死路。
银傲身后，一名太虚仙宗的弟子早已按捺不住，得到示意后瞬间出手，一道凌厉无匹的剑气如同毒蛇出洞，带着林海境7重巅峰的强悍修为，直取凌云手臂，意图逼他松开凌雪儿。拿下你，绰绰有余。轰！剑气咆哮，威势惊人。千钧一发之际，凌云眼中厉色一闪，血红的焚天剑瞬间祭出，横挡身前。太虚剑法，仓促间他强行运转功法，应接这一剑。砰！一声巨响，灵力疯狂四溢。凌云虽剑法精妙，焚天剑更是神兵，但修为差距实在过大。他整个人如遭重击，被那狂暴的力量狠狠震飞出去，喉头一甜，一口鲜血抑制不住地喷涌而出，重重摔落在数丈之外。焚天剑也脱手斜插在地，但他依旧死死将凌雪儿护在怀中，用自己的身体承受了绝大部分冲击。咦？那名出手的太虚仙宗弟子轻咦一声，脸上露出一丝意外，竟然能接我一剑而不死，倒是有点本事。他原本以为这一剑足以将凌云彻底废掉，却没料到对方竟然硬扛了下来。凌云挣扎着想要站起，但体内气血翻腾，灵力紊乱，又是一口鲜血咳出，染红了胸前的衣襟。境界的绝对压制，如同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堑。太虚仙门的长老们惊讶无比，凌云居然能够扛下林海境7重巅峰的一剑，而且此子外门大比时不是才练气9层吗？怎么过了半年时间突破至宁元境5层了？这他妈的是妖孽吧？真的是四系杂灵根？不对，应该是那把血红的剑，很不寻常。剑身好像还有字，一片血红，很模糊，看不清，但绝对给凌云实力加持了。银傲冷漠地看着这一切，如同在看一场无聊的闹剧。废物就是废物，拿下！挖骨！想挖我妹妹的骨？凌云站起来，将气息奄奄的凌雪儿用衣带牢牢附在自己背上，确保她不会掉落。做完这一切，他抬起头，嘴角还挂着血迹，眼神却如同濒死的凶兽，充满了决绝与疯狂。那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他独自一人直面所有强敌，身影在这一刻显得无比孤傲而又悲壮。那太虚仙宗灵海7重弟子被当众击退，顿觉颜面尽失，恼羞成怒地冷笑道：垂死挣扎，我看你还能挡住我几剑？话音未落，他再度凝聚灵力，更为凌厉的一剑悍然劈出。地级下品武技苍龙斩，出自太虚仙宗，也是他的底牌之一。凌云眼中金光一闪，柳生剑诀。轰！一道截然不同的蕴含着生生不息与极致锋锐意境的淡绿色剑气猛地从焚天剑那漆黑的剑身之上迸发而出。这剑气速度快到极致，后发先至，竟在刹那间便精准的撕裂，击溃了对方那看似强悍的剑气。噗嗤！剑气于是不减，狠狠撞在那名太虚仙宗弟子胸口。啊！那名林海境7重的弟子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骇，整个人如同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砸落在地，一时竟难以爬起。静！死一般的寂静。众人再度被深深震撼，目瞪口呆。越阶败敌，宁元境重伤了林海7重，而且还是精英弟子。妖孽，简直是妖孽啊！柳夭夭更是眼唇惊呼，美眸中充满了不可思议。师弟他竟然真的学会了，而且威力如此之强。这才多久？师弟见到天赋那么强？柳荣生更是瞳孔骤缩，失声低语：是柳生剑法，而且绝非初学乍练，已然登堂入室。小姐赠他剑诀，至今不过3日，他竟只用了3天，便凭自身悟性将此等地级剑法修炼至登堂。3天，参悟并登堂一本地级剑法，这是何等恐怖的悟性！这一刻，凌云以卑媚之姿仗剑而立，虽浑身浴血，气势却震慑全场。那惊人的天赋与战力，让所有人为之侧目，也让银傲眼中的杀意与贪婪更加炽盛。逃！趁着众人被柳生剑诀威力所射的刹那，凌云带上妹妹，脚下龙须9步，瞬间施展到极致，身影化作一道流光，朝着大殿门口急掠而去。面对太虚仙宗长老以及银傲太子，凌云不可能战胜，想活下来必须逃离，而不是在这里耗尽体力。想逃？痴人说梦！只听一声冰冷的嗤笑，武红长老的身影如同鬼魅般后发先至，瞬间出现在凌云遁光的前方，甚至看不清他如何动作，只是简单直接的一拳轰出。这一拳看似朴实无华，却蕴含着子府境武者恐怖的凌厉威压，仿佛四周的空气都被抽干凝固。砰！一声沉闷到极致的巨响，凌云只觉得一股根本无法抗拒的巨力狠狠砸在胸口，护体灵气如同纸糊般破碎，整个人如同被洪荒巨兽撞中，眼前一黑，鲜血狂喷的从半空中狠狠栽落下来，重重砸在地面，激起一片尘土。咳，
凌云挣扎着想要爬起，却又是几口鲜血咳出，胸口剧痛难忍，仿佛肋骨都断了几根。他抬起猩红的眼睛，死死盯着缓缓落下的武红，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操，死老狗，是子府镜。师弟。柳夭夭见状，花容失色，再也顾不得许多，身影一闪便飞掠而至，挡在凌云身前，对着武红急声道：武长老，还请住手，我乃中州柳家之女柳夭夭，此人与我有恩，还请长老看在我柳家的面子上，高抬贵手。武红冰冷的目光扫过柳夭夭，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冷笑。中州柳家，面子？小丫头，若是柳家主亲至，老夫或许还给他3分薄面，至于你还不够资格，想要人就让柳家主亲自来要。小姐，不可冲动。柳荣生身影一闪，及时拉住了还欲争辩的柳夭夭，对他凝重的摇了摇头。对方是铁了心要拿下凌云，此刻再强硬出头，非但救不了人，反而可能将柳家也拖下水。皇室惹不起。武红的目光与柳荣生有一瞬间的交汇，两人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武红微微颔首，算是给了柳家最后一点面子，没有继续对柳夭夭发作。但武红的注意力立刻重新锁定了地上艰难喘息的凌云，以及他背上的林雪儿那块依旧散发着诱人气息的至尊道骨。冰冷的杀意再次弥漫开来。柳夭夭心如刀绞。凌云站起来，额头鲜血流下。不给生路，那我杀出一条。纵使今日血溅五步，魂断于此，他也要为背上的妹妹拼出一个未来。目光瞬间锁定那高高在上冷漠旁观的银傲。擒贼先擒王。银傲，滚过来受死！凌云一声怒吼，如同惊雷炸响，体内残存的灵力不顾一切的燃烧，身影化作一道血色流光，竟无视了周围的太虚仙宗弟子，直扑银傲。银傲端坐原地，脸上露出一抹讥讽的冷笑。能侥幸击退一个林海境的废物，就真以为自己能翻天了吗？不知死活的东西，根本无需银傲亲自出手。小子，你的对手是我。方才被击退的那名太虚仙宗弟子正憋着一肚子火，见状立刻怒吼着再次跳了出来，全力催动灵海境7重的修为，悍然挡在银傲身前，一剑劈出，是要将凌云斩于剑下。面对这全力一击，凌云眼中没有丝毫畏惧，反而掠过一丝极致的疯狂与冰冷的杀意。那双手紧握焚天剑，将所有的愤怒、不甘、守护之意尽数融入这一剑之中。杀神一刀斩，吃了！一道难以形容的恐怖血色剑气骤然从焚天剑上爆发而出。剑气出现的瞬间，仿佛连虚空都被撕裂，发出令人牙酸的声响。那剑气之中蕴含的极致杀伐之意与毁灭性的力量，让在场所有人心头猛地一跳，仿佛看到了尸山血海。这一剑惊天动地，血色剑芒以摧枯拉朽之势瞬间吞噬了那名太虚仙宗弟子斩出的剑光，而后去势不减，带着毁灭一切的气息，狠狠斩向那名弟子以及他身后的银傲。那名弟子脸上的狞笑瞬间化为无边的惊恐和难以置信。噗嗤，没有惨叫，没有抵抗。在那道恐怖的血色剑气之下，那名灵海境7重的太虚仙宗弟子，连同他手中的灵剑，就如同烈日下的冰雪，瞬间消融崩解，化作漫天猩红的血雾，纷纷扬扬的泼洒开来，浓重的血腥味瞬间弥漫在整个大殿。而站在后方的银傲，虽未被剑气正面击中，但那溢散的恐怖杀伐之力依旧狠狠冲击在他身上。千钧一发之际，他腰间一枚雕刻着龙纹的玉佩骤然爆发出璀璨的金光，形成一道护体光罩，显然是一枚品阶极高的护身符宝。咔嚓，那金光护罩仅仅支撑了一瞬，便发出一声不堪重负的哀鸣，骤然破碎。银傲如遭重击，整个人如同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狠狠撞在殿内巨大的石柱上，才滚落在地。银傲脸色煞白如纸，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华丽的太子袍服上沾满了尘土和血迹，显得狼狈不堪。那枚救了他一命的龙纹玉佩也光芒暗淡，表面布满了裂痕。死寂，整个主殿陷入了一种近乎凝固的死寂。天级武技，绝对错不了。所有人的动作、呼吸、思维仿佛都在这一刻停止了。一双双眼睛瞪得滚圆，瞳孔剧烈收缩，写满了无以复加的惊骇与难以置信，死死地盯着那片缓缓飘散的血雾，以及那个持剑而立、浑身浴血却煞气冲天的身影。秒杀，而且还是太虚仙宗的灵海境弟子。这怎么可能？萧掌门嘴巴微张，仿佛失去了所有语言能力。花逢春眼中的悲痛瞬间被巨大的震惊所取代。朱构长老脸上的谄媚与阴冷彻底僵住，化为恐惧。柳夭夭和萧慕瑶捂住嘴，美眸圆睁，泪水凝固在眼眶中。萧慕瑶彻底看呆了，眼睛瞪得圆圆的，手紧紧捂着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眼睁睁看着凌云一剑就把那个厉害的大宗门弟子打成了血雾，连太子银傲都被震飞吐血，全靠宝贝才捡回条命。这一刻，
他脑子完全空白了，心跳都快下停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个浑身是血却站得笔直的男人，真的是他认识的那个凌云。就连一直冷漠旁观的武红长老，此刻也是瞳孔地震，脸上第一次出现了凝重和一丝难以置信的惊疑。该死，伤了圣子！朱垢道：是天级武技，刚才那小子用的是天级剑法。这一瞬间，武红眼底满是贪婪。天级武技足以撼动大黎皇朝。凌云拄着剑，剧烈的喘息着，每一次呼吸都带着血沫。施展着超越极限的一刀，几乎抽干了他的一切，但他依旧顽强地站着，背上的林雪儿是他不倒的信念。凌云抬起猩红的眸子，扫过全场那些震惊失语的脸庞，声音沙哑，却带着令人心悸的疯狂。还有谁想拦我？这一刻，他以凝元之境，一刀之威，震慑全场。银傲愤怒道：狗杂种，本太子要把你碎尸万段，还有你妹妹，挖出至尊道骨，不要让她死，我要她好好活着，每日成为我的胯下女奴。众人都知道凌云虚脱了。武红的身影如同鬼魅般瞬间出现在凌云前方，冰冷的目光如同利剑般锁定了他。此子过于妖孽，断不可留。闹剧到此为止了。武红缓缓抬起手，子府境的恐怖威压如同实质般轰然压下，瞬间将本就重伤的凌云死死禁锢在原地，连一根手指都难以动弹，鲜血不断从嘴角溢出。你们兄妹快走，我来拖住他们。就在这时，花逢春怒吼一声，不顾一切地一跃而起，周身灵力疯狂暴涨，就要扑向武红。花师妹，别找死！旁边的朱垢眼中狠厉之色一闪，竟突然出手，手中长剑快如闪电，毫不留情地从背后一剑刺穿了花逢春的胸膛。噗嗤，剑尖透体而出，带出一捧滚烫的鲜血。花逢春身体猛地一僵，难以置信地低头看着胸口的剑尖，灵力瞬间溃散。你来真的？上方的萧掌门目睹这一幕，双目赤红，拳头紧握得咯咯作响，身躯因愤怒而剧烈颤抖，但最终为了整个宗门的存续，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选择了沉默。师妹现在回头还来得及。朱垢抽出染血的长剑，冷冷道。花逢春踉跄一步，脸上露出极度鄙夷和嘲讽的笑容。哼，虚伪，我不屑与你们为伍。凌云，带你妹妹走，快走！话音未落，他体内剩余的所有灵力如同决堤的洪流般疯狂逆转压缩。不好，他要自爆！有人惊恐大叫。轰隆隆，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猛然爆发。花逢春选择了最惨烈的方式，子府境武者自爆产生的毁灭性能量如同风暴般瞬间席卷开来，刺目的光芒吞噬了一切，恐怖的冲击力将围拢上来的众人逼得连连后退。不，师尊！林雪儿吐出一口血，重重陷入昏迷。就在这短暂的混乱中，一道身影却如同磐石般纹丝不动，正是武红。武红长老冷哼一声，周身灵力澎湃，轻易便抵消了自爆的冲击，一步踏出，直接撕裂能量风暴，枯瘦的手掌如同铁钳般朝着林雪儿抓去。若是让你从老夫眼皮底下跑了，老夫的脸面往后还往哪里搁？声音冰冷无比，带着绝对的掌控力，彻底碾碎了凌云最后的一丝希望。凌云眼看着那手抓来，侧身一躲，结果被武红的手刀砍下一条手臂，鲜血淋漓，触目惊心。凌云左臂掉在地上，全场震惊。凌云苦笑，放下背上的妹妹，逃！我已经不打算逃了，横竖不过是一死，死也要带走一个。紧接着，凌云捡起地上的断手，咬住，目光冷冽看着众人。柳伯，求您出手，救救他们！柳夭夭眼见凌云陷入绝境，心如刀绞，再也顾不得其他，猛地挣脱柳荣生的阻拦，身影一闪，决然地挡在了武红与凌云之间。更令人震惊的是，他手中赫然握着一柄寒光闪闪的冰玄神剑，剑刃紧紧贴在自己雪白的脖颈上，已然划出了一道细微的血痕。小姐，你这是何苦啊？柳荣生脸色巨变，急得跺脚。你的决定会害了整个柳家的。柳夭夭泪水滑落，眼神却异常坚定，她看着柳荣生，声音带着决绝的颤抖。柳伯，你若不肯帮我拦住武长老，我现在就死在你的面前。哎，别冲动，小姐快把剑放下。柳荣生吓得魂飞魄散，再也无法保持冷静。他深知这位大小姐性子刚烈，说得出就做得到。使不得。柳荣生重重叹了一口气，满脸无奈与挣扎，最终还是一步踏出，挡在了柳夭夭身前，对着面色阴沉的武红拱手。武红道友，对不住了，今日老夫不能让你过去。武红看着以死相逼的柳夭夭和被迫出手的柳荣生，脸上露出一抹讥讽的冷笑。哼，以为这样他就能逃得掉吗？天真。就在双方僵持的瞬间，够了！一声冰冷的呵斥传来，只见服下丹药，勉强压下伤势的银傲，手持一柄流淌着皇家气韵的金色龙纹剑，一步步走来，
目光阴鸷地锁定凌云，杀意沸腾。那便由本太子亲自去取他的人头。话音未落，银傲体内黄道功法运转，金色剑气冲天起，周身爆发恐怖的龙气。虽气息因伤势有些不稳，但威势依旧骇人。他刹那间绕过柳荣生，直接杀向几乎无法动弹的凌云。柳荣生被五红气机锁定，无法抽身。柳夭夭惊呼失色，失去一臂，杀你如杀猪狗。凌云看着持剑杀来的银傲，非但没有恐惧，嘴角反而勾起一抹冰冷而疯狂的弧度。下一秒，一股无比狂暴、极不稳定的气息猛然从凌云体内爆发出来。凝元6重，凝元7重，凝元8重，凝元9重。他的修为如同火山喷发般疯狂暴涨，瞬间冲破了凝元境的壁垒。轰！一股更强的气浪席卷开来。灵海境1重，灵海境2重。最终，凌云那狂暴的气息勉强停滞在了灵海境2重，但周身缭绕的灵力却如同沸腾的岩浆，充满了毁灭性的力量，极不稳定，却又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恐怖威压。此刻的凌云，头发无风自动，双目之中一片赤红，血管在皮肤下如同囚笼般凸起蠕动，整个人看起来宛如从地狱归来的修罗，充满了不祥与毁灭的气息。绝境之下，他已不顾一切，动用了代价极大的禁忌秘术燃灵之术。至于事后是经脉尽碎，还是修为永堕，甚至殒命当场，都已经不重要了。他只要现在足够的力量撕碎眼前的敌人。邪修的秘法，此子当真恐怖。萧掌门望着场中那持剑而立的身影，不得不承认自己当初看走了眼。区区4系杂灵根，竟能走到这一步，展现出如此骇人的战力与剑道悟性，足以笑傲此事。所有人都震撼住，瞬间提高那么多修为。太子殿下，老夫助你一臂之力。太虚仙门的诸构长老不再迟疑，大喝一声，身形爆射而出，与银傲并肩而立。两人气息瞬间相连，磅礴神力汹涌澎湃，竟是要合力对抗凌云。太虚剑阵，凌云面沉如水，并无丝毫惧意，手中焚天剑发出一声震彻九霄的剑鸣，剑锋流转间，无数玄奥剑气自行演化，于其身前瞬间构筑成一座庞大无比、蕴含着太虚真意的古老剑阵。剑阵一成，便带着碾碎万物的恐怖威势，率先朝着银傲轰然压去。轰隆隆，剑阵运转，剑气纵横捭阖，仿佛自成一方剑之世界。太虚仙门的众多长老看到这一幕，彻底懵了，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这是太虚剑阵。近日苦苦追寻参透太虚剑阵之人会是凌云，这突如其来的真相再一次狠狠冲击着他们的认知。黄极太上剑诀，银傲感受到那剑阵带来的致命威胁，脸色巨变，毫不犹豫地施展出压箱底的皇氏绝学黄黄剑威冲天起，剑气如同一轮金月。天剑绝刀，诸构更是不敢有丝毫大意，毫无保留地催动毕生修为，刀剑合璧之招悍然出手，威能同样撼天动地。两道汇聚了强者全力的可怕攻击，如同咆哮的巨龙，狠狠撞向运转不休的太虚剑阵。噗！巨大的冲击力反噬而来，银傲当场喷出一口鲜血，但他死死咬紧牙关，眼中满是疯狂与不甘。我不信！那太虚剑阵的威力远超想象，仿佛蕴含着天地至理，只是微微一滞，便以更为狂暴的姿态运转起来，瞬间便将银傲那黄黄剑诀与诸构的合击之力吞噬湮灭。该死！银傲瞳孔急缩，死亡的阴影瞬间笼罩而下。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眼中闪过一抹极端狠厉之色，竟猛地一把将身旁的诸构抓到身前。借你命一用。太子殿下，不！诸构完全没料到会被突然出卖，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惊骇欲绝的惨叫。下一刻，太虚剑阵的无尽威能彻底爆发，将两人完全吞没。轰！恐怖的能量风暴席卷开来，主殿在这毁灭性的力量下，如同纸糊般瞬间被夷为平地，化作一片废墟。光芒散尽，诸构早已尸骨无存，身死道消，连一丝痕迹都未曾留下。而银傲虽凭借诸构作为肉盾，侥幸逃得一命，却也身受重创，狼狈不堪地跌落在远处，脸上毫无血色。可凌云半跪于地，猛地流出一口漆黑淤血，整个身体剧烈颤抖，显然强行催动剑阵也让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场面一时陷入诡异的寂静，眼前的一幕太过震撼，太过骇人。凌云竟在绝境中强行提升，以雷霆手段重创太子银傲，更以那失传已久的太虚剑阵强势斩杀了第三峰长老诸构，令其尸骨无存。太子殿下，五红长老目眦欲裂，看着重伤可血的银傲，滔天的怒火与杀意再也无法抑制。柳荣生，太子殿下若有任何闪失，你们整个中州柳家承受得起大黎皇朝和太虚仙宗的滔天怒火吗？那股子府境威压如同实质般压向柳荣生和其身后的柳夭夭。完全没回神的柳夭夭仿佛要窒息。
你若再敢拦老夫一步，无需他自行了断，老夫立刻亲手毙了他。武红一步一步朝着凌云走来，冰冷的目光如同毒蛇般扫过全场所有太虚仙门的人，包括脸色惨白的萧掌门，声音如同寒冰坠地，敲打着每个人的神经。还有你们都给老夫听清楚了，他不仅仅是大黎皇朝的太子，更是我太虚仙宗的圣子。他今日若在此地出了半分差池，你们太虚仙门上上下下有一个算一个，谁都别想逃。恐怖的杀意伴随着威压彻底笼罩全场，让所有人如坠冰窖，连呼吸都变得无比困难。武红这是要将整个太虚仙门都绑上战车，逼他们做出选择。压力瞬间来到了所有人这一边。萧慕瑶扯住萧掌门：外公不要，师尊不可。其他人蠢蠢欲动，强行提升实力，凌云横竖都要死的，至少不用迁怒太虚仙门。武红长老，我们太虚仙门愿把次子交给你们，任凭处置。银傲哈哈大笑：哈哈，如何呢？又能怎？最后你妹妹那块至尊道骨还会是我的。哈哈，笑死我了。凌云再也撑不住了，哪怕去找神五岳也没有用，这一战代价太大了。塔林冰冷的声音传来：臭小子，你还有我吃了。仿佛布帛被撕裂，虚空之中骤然被强行撕开一道口子，一道强横的身影带着怒意从中踏出，恐怖的威压瞬间笼罩全场，甚至盖过了武红。此地发生了何事，竟闹出如此动静？来人正是太虚仙宗内门长老仲吾，他奉宗门之命前来查看天地异象，却没想见到如此狼藉场面。师尊！银傲见到来人，苍白的脸上瞬间涌上狂喜和委屈，如同找到了主心骨。什么？师尊？眼前出现的强者竟然是银傲的师尊，强得头皮发麻。仲吾目光一扫，立刻看到爱徒银傲袍服染血，气息萎靡的惨状，顿时勃然大怒：徒儿，你怎么会搞成这副模样？是谁伤的你？是他，师尊，就是这头疯子。银傲立刻指向半跪于地气息紊乱的凌云，眼中充满了怨毒。仲吾顺着方向看去，见只是一个气息不稳的小辈，竟敢伤他爱徒，顿时怒不可遏：小畜生，找死！话音未落，一股远比武红更加恐怖、更加深邃的威压如同万丈山岳般轰然朝着凌云碾压而去。在这绝对的力量面前，所有人都绝望地闭上了眼睛，不敢去看凌云被碾成齑粉的惨状。银傲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狰狞的快意：死吧，杂碎！任你再妖孽，在师尊面前也不过是一只随手可以捏死的蝼蚁。凌云感受着那股足以将自己撕成粉末的力量，心中涌起一股无力感。要死了吗？终究还是无法守护好妹妹。就在那毁灭性威压即将触及凌云的刹那，嗡！一道无形的涟漪凭空荡开，一道冰冷彻骨，仿佛能冻结灵魂的女子声音毫无征兆地响起，清晰地传入每个人的耳中。我看是你在找死。那股压得凌云喘不过气的恐怖威压骤然消散，无影无踪，仿佛春风拂面。众无凝聚在掌心的能量光球也诡异地停滞在半空，无法再前进分毫。谁？众无脸色一变，厉声喝道。一道白衣身影毫无征兆地出现在凌云身前，他就那么静静地站着，背对着凌云，一头青丝垂落腰间，没有惊人的气势，也没有恐怖的威压，但他站在那里，仿佛他就是这片天地的唯一。凌云怔住了，这个背影，这个气息怎么会如此熟悉？是他脑海中那座神秘黑塔的塔灵，他怎么会出来？白衣女子缓缓转过身，露出一张完美无瑕却又带着一丝慵懒的绝世容颜，甚至没有看中吴一眼，只是微微侧头，目光落在身后艰难支撑的凌云身上，那冰冷的眼神中似乎掠过一丝极淡的复杂情绪。众无瞳孔骤然收缩，脸上第一次露出了骇然与凝重之色，死死盯着那突然出现的绝美女子，如临大敌。你是何人？整个主殿废墟之上死寂无声，所有人皆目瞪口呆，大脑一片空白，难以置信地看着那凭空出现风华绝代的白衣女子。她究竟是谁？和凌云又是什么关系？凌云艰难地抬起头，望着眼前的绝美身影，苍白的脸上挤出一丝复杂的神情，声音沙哑道：塔奶，你真没骗我。他从未想过，一直在他脑海中以清冷声音存在的塔灵，竟是这般惊艳众生。太美了，美得令人窒息，仿佛集合了天地间所有的灵秀于一身，却又带着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冰冷与威严。这就是他曾调侃过的99分的含金量吗？即便是神五岳那等角色，在他面前似乎也瞬间黯然失色。塔灵低头瞥了凌云一眼，绝美的容颜上露出一丝无奈，轻轻叹了一口气，声音依旧清冷，却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宠溺。臭小子，真是不让人省心，
混得如此狼狈。下一秒，他那语气骤然转冷，仿佛九幽寒风吹过。今日我便帮你将这群聒噪的苍蝇杀个干干净净。前辈，且慢。这都是雾。众武长老闻言，脸色巨变，感受到那实质般的杀意，急忙想要开口解释，求饶塔林根本懒得听他废话。他微微转头，目光似乎落在凌云身上，清冷的声音如同天道真言，响彻在每个人灵魂深处。看清楚了，小子，这一剑名为逆天为我只教你一次。话音落下的瞬间，一道无法用言语形容的青色剑气自他纤纤玉指间迸发而出。那剑气出现的刹那，仿佛天地都为之臣服，日月都为之黯淡，法则哀鸣，虚空崩碎，整个大离皇朝的天空都在剧烈颤抖，仿佛无法承受这一剑的威仪。不！众武长老发出了此生最凄厉、最绝望的惨叫。他拼尽毕生修为，试图抵抗，然而在那道剑气面前，他所有的防御都如同阳光下的泡沫，瞬间湮灭。剑气掠过，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没有飞沙走石的混乱。当那毁灭性的光芒散去，尘埃落定之后，原地空荡荡的。众武长老连同他所在的那片空间，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抹去了一般，没有留下丝毫痕迹，魂飞魄散，形神俱灭。静，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吓破了胆，浑身冰冷，连灵魂都在战栗。强如天玄境众武长老，太虚仙宗的内门长老竟被一剑秒杀，连渣都不剩。刚才那一剑，那究竟是什么级别的力量？绝对超越了天级，甚至可能超越圣级。大离皇朝可从未出现过圣级武技啊！这突然出现的绝美女子究竟是何方神圣？银傲脸上的狞笑僵住了，他张大嘴巴，喉咙里发出呵呵的怪响，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刚刚还不可一世的师尊就这么没了，被那个女人一指头给抹掉了。恐惧如同无尽的深渊，瞬间将他吞噬。瞬间双腿一软，瘫倒在地，一股骚臭的液体从他裤裆里流淌出来，他被活生生吓尿了。武红面色死灰，喉咙如同被死死扼住，发不出半点声音。他比谁都清楚，面对如此恐怖的存在，自己今日绝无生路。白衣女子做完这一切，就跟碾死一只蚂蚁一样，面无表情。他转过头，视线落在了已经吓傻的银傲和武红身上，准备再次抬起手指。他们的命给我留着！一声低吼炸响，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凌云拄着剑踉跄站起，浑身浴血，却目光如炬，死死盯住银傲和武红，每一个字都像是从齿缝中蹦出，带着血与火的誓言。今日逼迫我兄妹之辱，断臂之仇，他日必以血偿。他们的项上人头，我凌云亲自来取。塔林绝美的侧颜上竟浮现一抹极淡的笑意，微微颔首。好，有骨气，这才像样。凌云深吸一口气，压下体内翻江倒海的痛楚，焚天剑嗡鸣作响，仿佛感应到主人滔天的战意。银傲、武红，还有今日所有逼我兄妹之人，这笔账我记下了，待我归来之日，便是清算之时。凌云环视全场，目光所及，无人敢与之对视。走吧。塔林的声音依旧清冷，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意味。凌云点头，最后看了一眼这片带给他无尽痛苦与屈辱的土地，背紧妹妹，一步步朝着山门外走去。整个太虚仙门上下皆寂，无人敢拦，无人敢言。掌门、长老乃至银傲和武红，只能眼睁睁看着那道浴血的身影一步步离去，仿佛一头受伤的洪荒凶兽，暂时蛰伏，却携着更恐怖的复仇之火。直到那绝美身影彻底消失于虚空，那令人魂颤的威压散去许久，众人才如同溺水得救般瘫软在地，冷汗早已浸透重山，喘息声此起彼伏，脸上唯有劫后余生的骇然。冲出太虚仙门山域，凌云刚喘过一口气，脑海中便想起了塔林及其虚弱，甚至有些飘忽的声音，与方才那震慑全场的冰冷威严判若两人。臭小子，我美吗？美，美到令人窒息。凌云，他乃你的声音。臭小子，赶紧逃命！我强行出来，耗尽积攒的力量，时间不多了。往后的路想要变强，凶险万分，只能靠你自己走了。凌云闻言大吃一惊，心神俱震。塔乃，你怎么了？你的声音，夺一火，拿太古剑魔传承。希望下次苏醒，能看到你独当一面，不要让悲催再发生。你太弱了，还是太弱了。最后一声叹息落下，无论凌云如何在心中疯狂呼唤，那片沉寂的识海深处再也得不到半点回应。凌云瞬间红了眼眶，死死咬住牙关，将几乎夺眶而出的泪水逼了回去。是啊，太弱了。如果不是塔灵，今天他和妹妹已经是一具尸体。这种命运被人掌控的感觉，他再也不想经历第二次。
背景妹妹将龙须9步施展到极致，化作一道流光，头也不回地朝着远方的山林急遁而去。他明白了，塔林为了救他，强行突破某种限制现身，定然付出了难以想象的沉重代价。每一次出手，甚至每一句言语，都在燃烧他本就所剩无几的本源。这份恩情太重太重，而变强的信念从未像此刻这般，如同熊熊烈火，在他心中疯狂燃烧。武红扶起银傲，太子殿下。银傲怒道：传书回皇室，下大黎追杀令，本太子要让凌云、诛九族在大黎无容身之所。凌云一战后，境界直接从宁远5层跌至宁远1层，丹田裂开了10几处口子，更可怕的是经脉损伤严重。当天晚上，凌云拿着断臂跑进独立空间，神武月已经出关，实力达到灵海2重。看见那么狼狈的凌云，神武月别提多么的震惊，经脉受损，境界狂跌，而凌云一直沉默。对神武月来说也是一场考验，自己如今实力远超凌云，该怎么做？帮我把手臂接上。会。神武月回神，主人，你告诉我怎么接。片刻后，凌云咬紧牙关，最后一针缝合，才长长呼出一口气。主人，让我来帮你。让凌云意外，已经被一抹湿润包裹。大道圣体持续发挥作用，凌云破碎的丹田开始愈合。至于经脉，虽然效果很小，但也在有条不紊地慢慢恢复。凌云道：为什么你不动手？神武月摇头，脑袋枕在凌云的胸膛，手指画圈圈。妾身已经是你的人了，我让你把体内的灵骨挖给我，你也会吗？神武月惊讶，然后道：主人，你亲自动手，还是我来？凌云笑了笑，你来。神武月伸手入胸膛间，嘴角流血间已挖出一枚金色骨头，给你。为什么？你需要报仇，我知道你心中藏着巨大的怨恨，放回去。神武月愣住，直到凌云把灵骨重新移回体内，神武月才苦笑：主人，你在考验我？对。那如果我真的动手呢？恭喜你重获自由，后悔吗？现在机会没有了。神武月摇头，爱我。第二天，凌云从床上醒来，这一觉睡无比踏实。紧接着他大吃一惊，怎么回事？我的实力，我的经脉全部恢复，到底是什么回事？凌云冲出房间，看着神武月，你把灵骨给了我，为什么要那样做？我想帮你，我除了引以为傲的大道圣体，最大的底牌就是灵骨。何修不能完美解决你的问题，可灵骨能。傻女人，没有了灵骨，你何时能重回巅峰？你也有深仇大恨啊。我未必不能重回巅峰，因为我还有你。我把一切压在你身上，你会让我输吗？神武月红着眼睛哭了一个晚上，这个问题反复在问自己。凌云搂住神武月，不会。3日后，赤水城一处破败的院落里，空气中弥漫着草药与血腥混合的气味。这一路逃亡艰险万分，凌云兄妹2人躲躲藏藏，才勉强寻得一处安身之地。哥，你的手臂。林雪儿的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一双大眼睛哭得通红，肿得像桃子。她伸出颤抖的手，想要触碰凌云被布条草草包裹的左臂，却又不敢。那条手臂是为护她而被人生生斩断的。没事。凌云扯出一个勉强的笑容，活动了一下肩膀，已经接回去了，只是看着吓人，用不了多久就能恢复如初。凌云的话语很轻，却透着一股不容置喙的坚定。林雪儿的眼泪又一次决堤，都是我的错，如果不是我太没用，他们就不会。后面的话再也说不出口。凌云伸出完好的右手，轻轻揉了揉他的头发，乖，不关你的事，是他们的错。动作很轻柔，可每一个字都带着刻骨的含义。雪儿，你丹田尽毁，但哥向你保证，我一定会为你找到重新修炼的方法，一定会的。林雪儿猛地摇头，泪水甩得到处都是。不，哥，我不想修炼了，我再也不想修炼了，会给你带来危险的。至尊道骨，那是他天生的骄傲，也是引来灾祸的根源。为了这块骨头，自己毁掉丹田，还要被太子银傲挖骨。为了这块骨头，哥哥断了一条手臂。他不敢再想下去。你是我的妹妹，说什么傻话呢？凌云将她揽入怀中，轻轻拍着她的后背。爹娘不在了，从今往后，我就是你最大的依靠。只要哥还在一天，就没人能再欺负你。怀里的女孩哭得愈发伤心，身体不住的颤抖。凌云没有再说话，只是静静地抱着她。现在任何安慰的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行动去证明一切。银傲，皇室，这笔血债我凌云记下了。在赤水城休整了一夜，凌云便带着妹妹第一时间赶回黑水镇。家是他们最后的念想。还未进镇，
一股浓烈的焦糊味便顺着风钻入鼻腔。凌云的心猛地一沉，越是靠近，那股不祥的预感就越是强烈。远方的天际，一缕黑烟直冲云霄，久久不散。那个方向是林府。凌云加快了脚步，几乎是拖着林雪儿在奔跑。镇口三三两两的镇民聚在一起，对着镇子深处指指点点，脸上满是惊惧与惋惜。太惨了，真是太惨了。是啊，林家一夜之间，你不要命了，这种话也敢乱说。哎，可惜了林家，也不知道有人逃出去了没有。逃？怎么可能逃得掉？我听说府里的人一个都没跑掉，火是从里面烧起来的，尸体都堆成山了。好像是林家那少爷得罪了什么人，被下了大离追杀令。诛九族啊，惨不忍睹。嘶！周围人的议论一字不落地传进凌云的耳朵里，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把淬了剧毒的钢刀，狠狠扎进他的心脏。尸体堆成山，凌云的身体晃了晃，眼前一阵发黑。哥，林雪儿扶住了他，小脸煞白。凌云站稳了身体，推开人群，一步步朝着家的方向走去。嫂子，嫂子也死了。呜！昔日气派的林府大门，此刻只剩下焦黑的残垣断壁。冲天的火势早已熄灭，只留下刺鼻的焦味和满目疮痍。庭院里横七竖八的躺着一具具被烧得面目全非的焦尸，那些都是林家的护卫，是看着他长大的仆人。凌云双拳紧握，身体因为极致的愤怒而微微颤抖。他没有哭，也没有怒吼，只是那双漆黑的眸子里再也没有了半分温度，只剩下足以冻结一切的森然杀意萦绕。我凌云在此立誓，不将你碎尸万段，誓不为人。此仇此恨，不死不休。从黑水镇的废墟离开，凌云带着心神俱裂的林雪儿漫无目的地走着。他不知道该去哪里，天下之大，似乎已无他们兄妹的容身之所。就在这时，前方不远处的山林中突然传来一阵奇特的能量波动，那波动熟悉又带着几分陌生。凌云的脚步一顿，这股气息他曾经在天水城的拍卖行里感受到过，是那本天级武技残卷杀神一刀斩。凌云心中一动，循着那股波动悄然靠近。穿过一片密林，眼前的景象让他停住了脚步。只见林中的一块空地上，一名须发皆白的老者正盘膝而坐。老者面前悬浮着一卷古朴的卷轴，正是那本杀神一刀斩的残卷。此刻老者全身真元鼓荡，一股狂暴无比的刀意在他周身肆虐，将地面都切割出一道道深深的沟壑。他的脸色涨得通红，额上青筋暴起，身体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走火入魔，凌云一眼就看出了老者的状态。这老者正是当初在拍卖行里以天价拍下这本残卷的独孤家老祖独孤他信。当时自己还曾花了几万灵石借阅过这本武技，甚至被这老头嘲讽世人傻钱多，没想到会在这里再次遇见。看他这样子，分明是强行参悟杀神一刀斩，结果被其中霸道无匹的杀戮刀意反噬，即将爆体而亡。这本残卷本就缺失了最重要的心法总纲，强行修炼与自杀无异。噗！独孤他信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周身的刀意彻底暴走，化作无数细碎的刀气在他体内疯狂切割。凌云一个闪身便出现在独孤他信面前。喂，老头，你练错了，杀神一刀斩可不是这样的。正在疯狂参悟的独孤他信被这道声音打断，猛地睁开双眼。谁敢打扰老夫修行，找死！当他看清来人是凌云时，先是一愣，随即怒火中烧。那个被他嘲讽为人傻钱多的毛头小子，滚，否则死！凌云只是伸出一根手指，随意地指向独孤他信，刀意逆行，劲力错乱。你这不是杀神，是自杀。短短2句话，如9天惊雷在独孤他信脑海中炸响。他怎么会知道？这小子怎么可能看穿杀神一刀斩的奥秘？但他生性自负，岂会相信一个毛头小子的话？说的你好像会一样。说对了，我还真会，你练反了。独孤他信强压着体内乱窜的真气，死死盯着凌云，声音嘶哑：黄口小儿也敢妄论天级武技？你说老夫练反了，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老夫给你一个机会，你若真能施展出真正的杀神一刀斩，哪怕只是一丝真意，老夫独孤他信今日就跪地拜你为师，从此奉你为尊，绝无二话。但若你是在虚张声势，诓骗于老夫，那就休怪老夫手下无情，让你知道打扰我修行，口出狂言的下场。话音未落，他竟不顾重伤之躯，强行催动那暴走的刀意，化作一道凌厉无匹的掌风，直劈凌云面门。这一击蕴含了他参悟残卷数日所得的全部力气，虽混乱，却霸道绝伦。一般的宁元境，只有被杀。掌风所过之处，地面被离开一道深深的沟壑，碎石飞溅，声势骇人。
面对这石破天惊的一击，凌云依旧不闪不避，甚至没有看那袭来的掌风。他只是再次平静地抬起右手，并指如刀，对着身侧的虚空轻轻一划。没有声音，没有光华，就只是那么简简单单的一划，一道极致内敛，仿佛能斩断世间一切因果规则的细微波动一闪而逝。那道已经冲到凌云面前，狂暴无比的掌风，在接触到这股波动的瞬间便戛然而止。没有剧烈的爆炸，没有能量的对冲，它就那样无声无息的消融湮灭，如同烈阳下的冰雪，又如同从未存在过一般，一切都归于平静。而凌云指尖划过的方向，100丈之外，一排数十棵需要数人合抱的参天古树，在同一瞬间齐刷刷地从中断裂，断口光滑如镜，倒映着天光。更可怕的是，那些断裂的古树上半截竟没有立刻倒下，它们被某种无形的力量定格在了半空中，维持了短暂的静止。一吸，两吸，然后才缓缓倾斜，发出令人牙酸的吱呀声。轰隆隆，数十棵古树轰然倒地，激起漫天尘土，大地都为之震动。整个过程从攻击消弭到古树倒地，寂静的可怕。独孤他信的攻击被轻易化解，而他本人则如同被无形的重锤狠狠砸中灵魂，僵立在原地，手掌还保持着前劈的姿势，身体却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起来。他看到了什么？刚才那是什么？自己的全力一击就那么没了，那不是被更强的力量击溃，而是被一种无法理解的规则直接抹除。而远处的那些古树，那不是破坏，他那只会破坏只会毁灭的狂暴刀意，与眼前这一幕相比，简直是孩童的涂鸦。凌云这一划是纯粹的斩断，是无视了距离，无视了阻碍，直接作用于结果的斩断。这才是真正的神之技艺，这才是真正的杀神一刀斩。困扰他一生的瓶颈，耗尽他最后寿元的希望，在这一刻仿佛化作了一扇敞开的大门，而门后是通往无上刀道的通天大道。眼前这个年轻人轻描淡写的一划，便展现出了这门武技的真正神髓。他想起了拍卖行里的那一幕，这小子借阅过武技，难道他当时就已经参透了一个荒谬绝伦的念头，浮现在独孤他信的脑海？他全身的血液在这一刻都沸腾了。自负，骄傲，在真正的通天大道面前，那些又算得了什么？扑通，没有任何犹豫，这位活了数千年、心高气傲的独孤家老祖，天玄境的绝世强者，双膝重重砸在坚硬的地面上，发出一声闷响。碎石割得他膝盖生疼，但他毫不在意，对着凌云恭恭敬敬地将额头重重磕在地上。师尊，声音因极致的激动和敬畏而颤抖不止，带着哭腔。是真正的杀神一刀斩，是真正的神髓。弟子有眼无珠，弟子鼠目寸光，竟敢冒犯师尊天威，求师尊收下弟子，弟子愿追随师尊左右，修习无上刀道，求师尊成全。独孤他信磕头如捣蒜，一下又一下，额头很快便渗出了血迹。之前的自负和傲慢早已荡然无存，眼中只剩下狂热无比的崇拜和最原始的恳求。对于一个将死之人，对于一个毕生追求武道巅峰的强者而言，没有什么比眼前这条活生生的道路更具诱惑力。这是他唯一的生机，也是他此生唯一的希望。凌云看着跪在地上涕泪横流不断磕头的老者，一时之间也有些错愕。这就跪了，还拜师？自己只是顺手点拨一下，怎么就发展成这样了？凌云侧过身，避开了独孤他信再次磕下的头。不行，拒绝的干脆利落。你都快入土了，还想做我徒弟？滚一边去！嫌弃，毫不掩饰的嫌弃。独孤他信的动作猛地一僵，整个人都傻了。不行，他被拒绝了。自己堂堂独孤家的老祖，天玄境的绝世强者，跪地拜师，竟然被一个毛头小子嫌弃太老了。这独孤他信急了，真的急了。他能感觉到自己因为强行修炼而暴走的灵力，在凌云那一划之后，竟然奇迹般的平复了些许。体内的伤势虽然依旧沉重，但那股即将爆体而亡的毁灭气息却消散了大半。眼前这个人是真正的神人，是能将他从死亡边缘拉回来的唯一希望，更是能指引他通往无上刀道的唯一明灯。只有修炼成杀神一刀斩，才能自救。什么脸面，什么尊严，在活着长生和大道面前一文不值。师尊，别啊！独孤他信一把抱住凌云的小腿，老脸上满是鼻涕和眼泪，哪里还有半点天玄境强者的模样？师尊，您不能不管我啊！弟子我虽然年迈，但好歹也是天玄境，至少还有100多年的寿元呢，还能侍奉师尊很久。师尊，给个机会吧，只要师尊肯指点一二，弟子一定能将杀神一刀斩发扬光大，绝不堕了师尊的威名。100多年寿元，
凌云的脚步顿住了。一个活了100多年的天玄境强者，还是个刀道宗师，这样的人见识和阅历绝非寻常人可比。自己现在势单力薄，身边只有一个需要保护的妹妹银傲。皇室那都是庞然大物，想要复仇光靠自己一个人太难了。或许收下这个徒弟也并非一件坏事，至少他能帮自己处理一些杂事，也能在自己离开的时候保护好雪儿。想到这里，凌云的立场开始动摇，低头看着死死抱着自己小腿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老头，心中的嫌弃又多了几分。松手！不松不松，师尊不答应，弟子就长在这里了。独孤他姓耍起了无赖，像个老顽童。凌云叹了口气，好吧，看在你如此有诚意的份上，这段师徒缘我便结下了。真的？独孤他姓猛地抬头，浑浊的老眼里爆发出惊人的光彩。不过我只指点你刀法，其他的一概不管。弟子明白，弟子明白。独孤他姓连连点头，如同小鸡啄米。多谢师尊，多谢师尊成全。他松开手，又对着凌云重重磕了3个响头。这一次凌云没有再躲，起来吧。谢师尊。独孤他姓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恭敬地立在一旁，活像一个受了训的小厮。既然你叫我一声师尊，那我问你，你活了这偌大年纪，见识广博，可知晓何处有异火的消息？任何一种异火都行，我急需他的线索。这才是凌云收下他的真正目的。雪儿的丹田尽毁，经脉寸断，寻常的丹药根本无用。想要让他重新踏上修炼之路，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传说中的天地异火，以异火之力为他重塑丹田，再造经脉。只有成为炼丹师，炼制出逆天丹药，才能让雪儿恢复如初。异火是他目前最需要的。异火，此乃天地奇物，极为罕见难寻。独孤他信闻言一怔，随即陷入了沉思。自己活了数千年，走南闯北，见识广博，脑中迅速筛选着相关的信息。片刻之后，他眼睛一亮，回禀师尊，弟子还真知道一个地方。说，在大黎皇朝最南端的南之巅，那里被誉为生命禁区，生态无常，寻常人进去不出3步便会化为一滩脓血。不过曾有传闻，100年之前有绝世强者在南之巅深处见到过一朵紫色的火焰冲天起，将方圆100里的瘴气都焚烧一空。南之巅，凌云记下了这个名字。大黎皇朝的禁地们看来，这一趟是必须得去了。很好，凌云点了点头，算是对这个情报的认可。独孤他信见状，心中一喜，感觉自己在师尊面前终于有了点用处。老徒儿，你看好了。凌云没有再多说废话，转过身，面对着那片被自己一划斩断的森林，缓缓抬起右手，并指如刀。这一次他没有立刻挥出，一股玄之又玄的气息开始在他指尖凝聚，不是独孤他信那种狂暴毁灭的杀戮刀意，而是一种更加纯粹，更加本源，仿佛凌驾于天地规则之上的斩之意。斩断因果，斩断规则，斩断存在。独孤他信瞪大了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凌云的每一个细微动作，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这就是真正的杀神一刀斩，是自己苦求一生而不得的无上刀道。凌云的动作很慢，他将完整的杀神一刀斩心法总纲以及自己对刀道的理解毫无保留地演练了一遍，从起手式到凌厉的运转路线，再到刀气的凝聚与释放，每一个步骤都清晰无比地展现在独孤他信面前。一遍演练完毕，凌云收回手指，周身那股凌厉的斩意也随之消散。凌云回过头，看着依旧沉浸在震撼中无法自拔的独孤他信，看懂了多少？弟子愚钝，只看懂了不到1成。独孤他信满脸羞愧，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师尊毫无保留的演练，他却只能领悟这么一点皮毛。1成你也够用了，慢慢来，你还有100多年寿命。凌云淡淡的说道。凌云点点头，神色转为严肃。我即刻便要动身前往南之巅，从今天起，你替我照顾他。他若有半点闪失，我不管你是什么独孤老祖，我都会让你神魂俱灭，永世不得超生。这不是威胁，而是一个陈述，一个关于事实的陈述。感受到凌云话语中那不加掩饰的杀意，独孤他信机灵灵打了个寒战。师尊放心，弟子已道心起誓，只要弟子还有一口气在，就绝不会让师姑受到半点伤害。若为此事，天诛地灭。这个姑娘就是这位年轻师尊的逆鳞，保护好她，比参悟任何刀法都重要。凌云走到一直躲在远处大树后，紧张的脸色发白的凌雪儿身边，看到他哥哥过来，凌雪儿立刻跑出来，紧紧抓住了凌云的衣角，指节都因为用力而泛白。哥，你要走了吗？要去那个很危险的地方。凌雪儿仰起脸，声音里带着浓浓的哭腔和恐惧。
凌云看着他红肿的眼睛和写满担忧的脸，心下一软，轻轻擦去他眼角又一处的泪花。我必须去一趟，只有找到那里的东西，才有办法治好雪儿，让雪儿能重新修炼，变得和以前一样厉害。我不要。林雪儿猛地摇头，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样滚落。我不要修炼了，我只要哥哥平安。哥别去，那里听起来就好可怕，我害怕，我怕你像爹娘他们一样。说到最后，声音哽咽的几乎说不出话，只剩下压抑的抽泣声，肩膀因为恐惧和悲伤而不住地颤抖。傻丫头，哥跟你保证，一定会平安回来，哥还要看着雪儿好起来，还要带雪儿去看遍天下的风景呢。你忘了哥有多厉害了吗？凌云心中酸楚，将他轻轻揽入怀中，拍着他的背安抚。可是那里是禁地，哥再厉害也会受伤的，我不要你受伤。哥，我们不去好不好？我们找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平平淡淡的过日子。我不要丹田了，我只要哥哥。凌云知道妹妹的恐惧源自何处，太虚一战，还有家破人亡的惨剧，给他的心灵留下了太深的阴影。雪儿，听着，逃避解决不了问题，那些坏人不会放过我们，只有变得更强，我们才能真正安全。相信哥哥，好吗？我向你发誓，一定会活着回来。你乖乖跟着我新收的徒弟，他会保护你。等我回来，就是咱们开始新生活的时候，好吧？那你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回来。那强忍泪水的模样，那故作坚强的告别，比嚎啕大哭更让凌云心头揪紧。凌云重重的点了点头，最后揉了揉他的头发，狠下心肠，站起身，不再看他那令人心碎的眼神，转身大步离开。我此去南之巅，短则1月，长则3月。你们寻一处安全之地等我。师父，我们在玄武城等你。话音落下，凌云的身影已经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天际。只身一人前往禁地南之巅。林雪儿站在原地，看着哥哥决绝远去的背影，努力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只有瘦弱的肩膀在不停地抖动，泪水模糊了哥哥越来越远的背影。师姑，师尊神通广大，气运加深，一定不会有危险的。南之巅外围并非寸草不生，一片被热风侵袭亿万年的黑岩戈壁上，静支着一个摇摇欲坠的小茶滩。几块丑陋的巨石是唯一的屏障，勉强挡住能把人吹成干尸的热风，一面看不出原本颜色的旗帆有气无力地耷拉着，上面用某种妖兽写涂着一个歪歪扭扭的茶字，仿佛随时都会被风吹走。这里是亡命徒们最后的补给点，也是用命换来的情报的交易地。茶摊老板是个独眼龙，脸上纵横交错的疤痕比戈壁滩的裂缝还多，看人的眼神像是随时准备收尸。他卖的茶，与其说是茶，不如说是煮沸的妖兽血茶，浑浊苦涩，却可以滋补身体。就这么一碗玩意儿，敢卖10块下品零食。可对这些刀口舔血的汉子来说，能在这种鬼地方喝上一口热的大补茶，已经算是奢侈。凌云赶到时，一身青衫几乎要被高温烤得自燃，风沙灌满了他的口鼻，嘴唇干裂的见了血。他寻了个最角落的石桌坐下，桌面上厚厚一层黑灰。一碗茶，声音沙哑的不像话。独眼龙老板用一只油腻的黑碗舀了碗血红茶水，砰的一声砸在桌上，溅出几滴，瞬间就被滚烫的石桌蒸发。凌云看都没看那碗东西，只是闭上眼，默默运转功法，恢复着几乎耗尽的灵力，耳朵却像雷达一样过滤着周围嘈杂的声响。他妈的，赤炎火山里头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老子差点把裤衩都烧没了。毒蝎佣兵团昨天进去一队7个人，今天就爬回来俩，一个断手一个断脚，全废了。还想着吞天火蟒的妖丹，睡醒了没？那畜生打个喷嚏都能把咱们烧成灰。大多是这种混杂着绝望和粗口的抱怨。直到旁边一桌的对话，让凌云的眼皮微微动了一下。那一桌有4个人，个个气息彪悍，一看就是常年在这里厮混的老手。雷老大，那鸟任务还没人接，酬劳都提到3万灵石了，再挂下去，雇主怕是要换人了。一个脸上带刀疤的汉子灌了口茶，烫得龇牙咧嘴。为首那人身材魁梧，气息在几人中最为沉稳，正是雷坤。雷坤叹了口气，声音里透着一股烦躁。3万灵石有什么用？任务要求是深入核心区，穿过火沙裂隙，那地方连空间都是扭曲的，罡风能把玄铁都撕碎。没有3阶符师用符阵灵石定住空间，我们这点人就是去给火煞当点心。刀疤脸啐了一口，3阶符师，操！那种大人物哪个不是被宗门世家当祖宗供着，脑子被门夹了才会来南之巅玩命？咱们上哪儿找去？旁边一人也丧气道，就是别说3阶，这鬼地方连个2阶符师都难得一见。3阶符师，凌云心中猛地一跳。不久前恰好突破了瓶颈，成功绘制出了3阶的金刚护身符，这本是他压箱底的保命手段。没想到瞌睡就有人送枕头。凌云缓缓睁开眼，端起那碗能毒死人的粗茶，站起身，径直走向雷坤那一桌。
他一靠近，那一桌的谈话声戛然而止，4道充满煞气的目光齐刷刷地锁定在他身上，刀疤脸的手已经按在了腰间的刀柄上。小子，有事！雷坤眯着眼打量他，眼前这年轻人虽然风尘仆仆，但脊梁挺得笔直，那双眼睛里的平静根本不像一个会出现在这里的人。凌云将那碗泥浆水放在他们桌上，目光扫过雷坤。你们在找3阶符师？声音不大，却让整个嘈杂的茶摊都安静了一瞬。刀疤脸愣了一下，随即嗤笑出声：小子，你听差了吧？我们是找3阶符师，不是找你这种毛都没长齐的。他的话没说完，就被雷坤一个眼神制止了。雷坤盯着凌云，神色凝重：小兄弟，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我们需要的是能绘制3阶稳固类符文的大师。凌云懒得废话，直接伸出右手食指，指尖处一缕精纯的灵气亮起，如同一颗小小的星辰。他以指为笔，以虚空为指，飞速滑动起来。起初的几笔还很简单，在场有些懂行的武者都认得，不过是一阶符文的起手式。刀疤脸脸上的不屑更浓了。可下一瞬，凌云的指尖陡然加速，带出一片令人眼花缭乱的残影。一道道玄奥繁复的符文轨迹在空中流淌、交织、构建，灵气的光芒由淡转浓，空气中甚至传来阵阵轻微的嗡鸣。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一枚结构复杂到极致，散发着厚重气息的符文虚影在空中骤然成型。3阶固地符，虽然只是灵气勾勒，并未真正成符，但那股独有的道韵和威压做不得半点架。整个茶摊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那个悬浮在空中的符文虚影，像是看到了神迹。刀疤脸的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手还僵在刀柄上一动不动。雷坤更是双目圆瞪，呼吸都停了半拍。凌云指尖一动，符文虚影溃散成漫天光点。他端起那碗茶，看着目瞪口呆的雷坤，淡淡开口：现在够资格了吗？雷坤一个机灵，猛地从石凳上弹了起来，脸上瞬间堆满了狂喜和敬畏，对着凌云一抱拳，腰都弯了下去。够，太够了！大师，您就是大师啊！在下雷坤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大师，还望恕罪。大师怎么称呼？雷坤这一下把旁边几个同伴也惊醒了，纷纷站起来，神态恭敬，再也不敢有丝毫小觑。凌云将碗中苦涩的茶水一饮而尽，眉头都没皱一下。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太虚仙门，齐继海。齐继海，太虚仙门。雷坤心头一震，更是笃定了自己的判断。原来是太虚仙门出来的天才符师，原来是齐大师。雷坤的态度越发恭敬，甚至带着一丝谄媚。齐大师，事不宜迟，我们的雇主已经等候多时，您看我们是否可以即刻出发？酬劳方面好说，除了固定的3万灵石，任务所得您独占3成。独占3成，这话一出，连刀疤脸都倒吸一口凉气，但随即又觉得理所当然。没有这位，他们连屁都捞不着。凌云点了点头，带路。雷坤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狂喜还未褪去，他一侧身做出一个请的手势，腰比刚才弯得更低。齐大师，这边请。凌云点点头，跟着雷坤走出了那个简陋的茶摊。灼热的狂风再次扑面来，比茶摊里还要猛烈几分。刀疤脸几人紧随其后，再也不敢有半点不敬，看向凌云的背影时充满了敬畏。一个3阶符师在这种鬼地方就是活生生的神仙。他们穿过乱石堆，走了约莫1炷香的时间，来到一处相对平缓的戈壁。那里已经有2个人影在等着，身形一胖一瘦，正焦躁地来回踱步。黑牙、猴子，人到齐了，可以出发。雷坤远远地喊了一声，那2人立刻停下脚步望过来。胖的那个叫黑牙，脸膛黝黑，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烂牙。瘦的那个叫猴子，身形干瘦，眼珠子滴溜溜乱转，显得很精明。他们2人背上都背着一根奇特的金属长管，黑沉沉的，不知是何法器。雷老大，他靠不靠谱？黑牙的目光落在凌云身上，话说到一半卡住了。太年轻了，这小子看着比他们里头最小的猴子还要年轻，细皮嫩肉的。猴子也是一脸怀疑，小声对雷坤嘀咕：老大，你没被骗吧？这小子，闭嘴！雷坤脸一沉，这位是太虚仙门的齐继海大师，3阶符师，你们2个放尊重些。太虚仙门的符师。黑牙和猴子浑身一震，2人脸上的怀疑瞬间变成了拘谨和讨好。原来是齐大师，失敬失敬。大师别跟我们一般见识，我们就是粗人，一介散修，嘴巴笨。凌云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走吧。这副高人风范反而让黑牙和猴子更加确信了雷坤的话。一行7人正式上路。南之巅并非只有一望无际的黑色戈壁，越是往深处走，地貌开始发生奇特的变化。脚下的黑岩渐渐被暗红色的土地取代，
空气中硫磺的味道也愈发浓郁。前方竟然出现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这些树木长得极为怪异，树干呈铁黑色，树叶却是诡异的暗绿色，在燥热的风中摇曳，透着一股顽强的生命力。雇主就在前面的泉水边等我们。雷坤在前面带路，恭敬地对凌云解释道。穿过这片诡异的林子，一阵水汽扑面而来，驱散了些许炎热。林间空地上，一汪清泉正咕咕地冒着水泡，泉水周围长满了青翠的苔藓，与周遭的恶劣环境格格不入。泉边站着3个人，为首的是一个女人，脸上蒙着一层薄薄的黑纱，看不清容貌，但她身段婀娜，一袭紧身的黑色劲装将那惊心动魄的曲线勾勒得淋漓尽致，即便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身上也自然而然地散发出一股久居上位的威严，一种君临天下的气势。凌云心中微动，这种气势绝非普通人所能拥有，这必然是常年手握大权、发号施令才能养成的。这女人什么来历？在她身后站着2个如同雕塑般的护卫，气息内敛，但太阳穴高高鼓起，一看就是林海境后期的好手。雷坤快步上前，对着那蒙面女子一抱拳：“大人，信不辱命，人齐了，我们还请到了一位3阶符师。”蒙面女子微微颔首，那双隔着黑纱的眸子落在了凌云身上，仿佛能穿透一切。雷坤立刻为他介绍：“这位是太虚仙门的齐继海，齐大师。”太虚仙门3阶符师。女子的声音清冷，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仪。凌云与她对视，不卑不亢。正是。女子没再多问，轻轻点头，面向队伍：“人既然到齐，即刻出发。我的目标是南之巅中心，要抵达那里，必须穿越前方的火煞裂隙区。火煞裂隙区里盘踞着一头4阶妖兽吞天火蟒。”吞天火蟒，雷坤几人脸色齐齐一变，这个名字他们如雷贯耳，正是之前茶摊里那些亡命徒口中能把人打个喷嚏就烧成灰的恐怖存在。大人，吞天火蟒可是4阶妖兽，我们这点人刀疤脸有些发怵。我的目标不是他。蒙面女子打断了他的话：“我自有办法避开他，你们的职责是护送我安全通过火煞裂隙，而这位齐大师的职责就是稳固裂隙区扭曲的空间。”他说完，从储物戒中取出一个沉甸甸的袋子，丢给雷坤：“这是定金，事成之后每人再加2万灵石，任务之外所得全归你们。”雷坤接过袋子，灵石一扫，脸上顿时乐开了花：“大人放心，我们兄弟几个一定拼死完成任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对吞天火蟒的恐惧瞬间被灵石的光芒冲淡了不少。队伍再次出发，有2个护卫在前方开路，朝着南之巅更深处进发。越往前走，空气中的温度越高，植被也变得稀疏起来，不时有妖兽从藏身之处窜出，向他们发起攻击。嘶！一条浑身赤红的毒蛇从沙地里猛地弹起，咬向走在最前面的护卫。那护卫头也不回，反手一刀，刀光快的只剩下一道残影。噗嗤！毒蛇被从中斩为2段，掉在地上抽搐。一路上，他们又遇到了几波1阶妖兽的袭击，有利爪如刀的赤爪蜥，有伪真带毒的眼尾蝎，但这些妖兽根本不需要凌云出手。雷坤和刀疤脸配合默契，一个主攻，一个策应，大开大合的刀法虎虎生风。黑牙和猴子的攻击方式则更为奇特，他们手中的金属长管灵器能射出一道道凝聚着灵力的光束，威力堪比林海境中期的全力一击，精准而致命。凌云一直跟在队伍中间，神色淡然，仿佛只是在散步。他不出手，也没人敢有意见。开玩笑，让一位3阶符师大师去对付1阶的小杂鱼，那不是侮辱人吗？战斗结束后，雷坤总会第一时间将妖兽身上最值钱的材料，比如妖丹或者毒囊，恭恭敬敬地送到凌云面前。齐大师，您收着。凌云也不客气，随手收下，大部分都可以炼制2阶符，总不能让自己亏吧。又行进了半日，前方的景象让所有人都停下了脚步。一片广阔无垠的断裂带出现在众人面前，大地被撕开一道道深不见底的裂缝，裂缝中喷涌着暗红色的火煞之气，整个空间都呈现出一种诡异的扭曲感，仿佛随时都会破碎。狂暴的罡风在裂隙间呼啸，发出鬼哭狼嚎般的声响，连坚硬的岩石都被切割出一道道深痕。这里就是林海境武者都要忌惮的火煞裂隙区。操！刀疤脸忍不住骂了一句：“这鬼地方怎么过去？”猴子和黑牙的脸上也满是骇然，他们能感觉到那罡风足以轻易将他们的身体撕成碎片。雷坤的表情同样凝重，他看向队伍中心的凌云。齐大师，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凌云身上，包括那蒙面女子和她的2个护卫。他们能不能过去，全看这位年轻的符师了。凌云走到裂隙边缘，感受着那股能撕裂神魂的扭曲力量，面色不变。下一秒，伸出手，从怀中取出一叠空白的黄色符纸，
又拿出了一支通体由紫毫制成的符笔，在所有人紧张的注视下，他动了，没有立刻下笔，而是将一张符纸往空中一抛，符纸悬浮在半空，竟没有被罡风吹走。凌云以指为引，蘸上朱砂，手腕一抖，沾上灵墨，符笔在空中画出一道道玄奥的轨迹。那套动作行云流水，快得让人眼花缭乱。一道道青色的符文凭空出现，烙印在那张悬浮的符纸上。嗡！空气中传来一声轻鸣，那张符纸光芒大放，一个“固”字骤然成型，散发出一股厚重沉稳的气息，硬生生将前方一片扭曲的空间定住了3息时间。稳住了！雷坤惊喜的大喊：“我靠，2阶，堪比3阶，数量还那么多！”但这还没完，凌云手腕不停，接连又是数张符纸飞出，在空中排成一列。他手中的符笔快的只剩下一片残影，一枚又一枚复杂的2阶固地符接连成型。这些符文在空中彼此连接，灵光交织，最终在深不见底的火煞裂隙之上，竟硬生生用符文之力铺就出一条长达100丈、散发着淡淡金光的符文光桥。光桥横贯裂隙，稳稳地通向对岸。整个过程不过短短10几个呼吸。雷坤、刀疤脸、猴子、黑牙全都看傻了，他们张大了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就连那2个一直面无表情的护卫，身体也僵住了。蒙面女子那层黑纱下的娇躯也出现了轻微的起伏。凌云收起符笔，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现在可以走了。说完，他率先迈开脚步，第一个踏上了那座由符文构成的光桥。凌云第一个踏上符箓光桥，脚步沉稳，没有半分迟疑。金色的符文光桥在他脚下延伸，散发着厚重而稳定的气息，将下方裂隙中狂暴的火煞罡风尽数隔绝在外。这神乎其技的一幕，让雷坤等人心中的敬畏又深了几分。都跟上，快！雷坤低喝一声，第2个踏上光桥，刀疤脸、黑牙、猴子紧随其后。那2个护卫则一左一右，将蒙面女子护在最中间，最后才走上光桥。一行人走在100丈高空，脚下是深不见底的漆黑裂隙，暗红色的火煞喷涌，罡风呼啸，却无法侵入光桥分毫。乖乖，这可比做飞行法器还稳当。猴子忍不住小声嘀咕：“闭上你的鸟嘴！”刀疤脸呵斥道：“专心赶路。”队伍行进得很顺利，很快便走到了光桥的正中央。此地是整个裂隙区最宽阔的位置，下方的火煞之气也最为浓郁。雷坤悬着的心稍稍放下了一些，看来这位齐大师的符阵确实牢不可破，只要过了这里，他们就安全了。就在这时，吼！一声沉闷到极致，仿佛来自九幽地狱的咆哮，毫无征兆地从他们脚下最深沉的黑暗中炸响。整个符文光桥剧烈的一晃，桥上的金色符文光芒狂闪，发出一阵不堪重负的嗡鸣。怎么回事？刀疤脸一个踉跄，差点摔倒。稳住！雷坤暴喝，全身灵力鼓荡，强行稳住身形。所有人的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凌云停下脚步，他建造的光桥在震动，这意味着下方的攻击已经威胁到了2阶符文的结构。下一瞬，一颗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巨大头颅猛地从下方的火煞浓雾中探了出来。那是一颗狰狞的蛇手，大如山丘，通体覆盖着熔岩般的赤红色鳞片，2根弯曲的巨角刺破天穹，一双黄金树瞳燃烧着毁灭一切的火焰。4阶妖兽吞天火蟒，他只是探出了一颗脑袋，那股毁天灭地的凶煞之气就让雷坤这等灵海境9重的修士都感到一阵窒息。妈的！刀疤脸的脸都白了，他怎么会发现我们？雷坤百思不得其解，死死盯着那头巨蟒。我们分明收敛了所有气息，连走路都未曾发出一丝声响，怎么还会惊动他？话音未落，吞天火蟒张开了血盆大口，没有烈焰，没有毒物，他只是对着符文光桥喷出了一口气。呼！一股纯粹到极致的灼热气流化作无形的冲击波，狠狠撞在光桥之上。砰！砰！砰！构成桥身的固地符瞬间暗淡了一半，光桥的边缘开始溃散，化作点点金光消散在空中，整座桥摇摇欲坠。快冲过去！雷坤目眦欲裂，狂吼出声。这光桥要塌了！不用他喊，猴子和黑牙已经将背后的金属长管对准了下方的巨蟒。咻！咻！2道凝聚着灵力的光束激射而出，精准地打在吞天火蟒的额头上。那堪比灵海境中期全力一击的光束落在巨蟒山峦般的鳞甲上，只爆出2点微不足道的火星，连一道白印都没能留下。吞天火蟒甚至没有理会这种骚扰，他那双燃烧的黄金树瞳越过所有人，死死锁定在了队伍最中央的那道黑色身影上。蒙面女子，凌云心中一沉，果然是冲着他来的。这头畜生从一开始的目标就不是别人，就是这个女人。保护大人！
一直沉默不语的2名护卫，此刻终于动了。他们一左一右，瞬间挡在女人的身前。林海境后期的灵力毫无保留地爆发开来，化作2道雄浑的刀光劈向巨蟒的头颅。吞天火蟒发出一声不屑的嘶鸣，巨尾一甩，轰！那条比城墙还粗的尾巴带着撕裂空间的力量横扫而来，刀光瞬间破碎。2名护卫如遭雷击，口喷鲜血，倒飞出去，重重地砸在即将崩溃的光桥上。仅仅一击，2名灵海境后期的高手重伤。这就是4阶妖兽的恐怖实力。畜生，看这边！雷坤怒吼一声，与刀疤脸对视一眼，2人同时跃起，手中长刀卷起千重浪，一左一右斩向吞天火蟒巨大的眼睛。围魏救赵，可巨蟒只是微微一偏头，就轻易躲过了2人的合击。他对这些蝼蚁的攻击根本不感兴趣，他的目标从始至终只有一个。吼！吞天火蟒再次张开巨口，这一次，一颗人头大小、由精纯火元素凝聚而成的赤红色火球在他口中飞速成型，目标依然是蒙面女人。凌云的头皮微微发麻，这一击要是落实了，别说是那女人，整座光桥，连铜桥上的所有人都会瞬间化为飞灰，他自己也跑不掉。宁元境的修为，在这种等级的战斗中，连插手的资格都没有。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拼尽全力维持这座桥的存在。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那2名重伤的护卫挣扎着爬了起来，2人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决绝。大人，快走！其中一人嘶声大吼。下一刻，2人身上同时燃起了刺目的血色光焰，他们在燃烧自己的精血和神魂。这是血祭秘法。雷坤骇然失声，这是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在瞬间爆发出远超自身极限力量的禁术。2名护卫的气息在血焰中疯狂暴涨，瞬间突破了林海境的桎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他们化作2道血色流光，没有去攻击吞天火蟒，反而朝着与桥相反的方向，向着裂隙深处亡命飞去孽畜来追我们。那燃烧生命所散发出的精纯气血，对于妖兽来说是无法抗拒的诱惑。果然，吞天火蟒口中即将成型的火球瞬间消散，他那巨大的黄金树瞳被那2道血色流光牢牢吸引。对他而言，那个女人身上的东西虽然重要，但这2份送到嘴边的顶级补品显然更具诱惑力。吼！巨蟒发出一声贪婪的咆哮，庞大的身躯搅动风云，舍弃了桥上的所有人，朝着2名护卫消失的方向狂追而去。恐怖的威压瞬间远去，裂隙上空只剩下剧烈晃动、即将断裂的符文光桥和一群劫后余生、面无人色的众人。凌云看着那2道血光消失的方向，再看看泉边那个依旧静立的蒙面女子，原来这才是他所谓的自有办法，用2条忠心耿耿的性命去引开妖兽，好一个应对之策。快，桥要断了，快过去！雷坤第一个反应过来，他一把拉起身边的刀疤脸，朝着对岸狂奔。众人如梦初醒，拼尽全力冲向裂隙的另一头。就在最后一个人，也就是蒙面女人踏上对岸的刹那，轰！整座由符文构成的金色光桥再也支撑不住，在一声巨响中彻底崩碎，化作漫天光点，散入下方的无尽深渊。一行7人，如今只剩下5个。刀疤脸、猴子和黑牙瘫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脸上满是后怕。雷坤的脸色也极为难看，看向那个蒙面女子，想说些什么，却又一个字都说不出来。那2个护卫是他的手下，他用自己的手下当诱饵，他一个外人有什么资格去知会？蒙面女人站在悬崖边，黑纱下的脸庞看不出任何表情，她只是静静地望着那吞天火蟒消失的深渊方向，一言不发，仿佛是去的只是2个无关紧要的陌生人。良久才转过身，对着剩下的人继续前进。气氛压抑到了极点，没有人说话，队伍里只剩下5个人，默默地跟在那个蒙面女子身后，朝着南之巅的更深处走去。每个人的脚步都异常沉重，雷坤的脸色黑得能滴出水来。他队伍里的兄弟现在只剩下刀疤脸、猴子和黑牙3人，而且个个带伤。那2个用生命引开妖兽的护卫是那女人的人，可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凌云走在队伍的最后，看着前方那个孤高而冷漠的背影，从始至终他没有回头看过一眼，没有为逝去的护卫说过一个字，仿佛那2条人命真的只是他计划中可以随意舍弃的棋子。就在这时，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威压从天而降，这股威压远超之前的吞天火蟒，沉重如山，压得每个人都喘不过气来。宁元境的凌云更是双腿一软，差点跪倒在地。雷坤等人也是面色巨变，猛地抬头，半空中不知何时多了一个人。那是一个身穿灰色长袍的白发老者，他悬空而立，周身没有任何灵力波动，却给人一种与天地融为一体的错觉。他只是站在那里，就成了这方天地的中心。
子府镜。雷坤的声音干涩，带着一丝无法掩饰的惊骇。灵海之上，是为子府，那是完全不同的生命层次，一念可动风云，一指可碎山河。这种级别的强者，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那白发老者根本没有看他们一眼，那双浑浊却又锐利的吓人的眼睛，死死地锁定在最前方的蒙面女子身上。找到你了。老者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带着刻骨的仇恨。果然又是你这个女人。这女人来南之巅已经3个多月，前前后后惊动了吞天火蟒好几次，子府境的下属都甘愿为她去死。来历神秘。蒙面女人停下脚步，缓缓转身，抬头仰望着半空中的老者。她没有说话，黑纱下的脸庞看不清表情，但凌云能感觉到她周围的空气似乎都凝固了。白发老者继续开口，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就是你惊动吞天火蟒，害死老夫族中6个天才后辈，这笔账今天该算一算了。此话一出，雷坤、刀疤脸几人瞬间变了脸色，他们猛地转头看向蒙面女人。原来吞天火蟒被惊动，真的是这个女人搞的鬼。那2个护卫，还有他们差点死在桥上，全都是因为她。蒙面女人终于开口了，她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清冷，听不出任何情绪。道友，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你的后辈死于吞天火蟒之口，与我何干？与你何干？白发老者怒极反笑，那头沉睡了300年的孽畜为何会被惊动？你敢说不是你的问题？女人沉默了，这沉默就是最好的回答。雷坤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完了，这下全完了。一个4阶顶峰的吞天火蟒就让他们损失惨重，差点全军覆没。现在又来一个深不可测的子府境强者，而且对方是带着必杀的仇恨来的。你……雷坤刚想说些什么，为自己辩解几句，他们只是被雇佣的。但白发老者已经没有了耐心，多说无益，拿命来。话音未落，他只是轻轻抬手，对着蒙面女人遥遥一指。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只有一道灰色的指劲洞穿虚空，瞬间出现在蒙面女人的面前。那指劲所过之处，空间都出现了细密的黑色裂痕。蒙面女人身形一动，一道绚烂的紫色光幕在她身前展开。轰！指劲与光幕碰撞，一声沉闷的巨响，蒙面女人脚下的地面瞬间炸裂，蛛网般的裂痕蔓延出数十米。她整个人向后滑出10几丈，才堪堪稳住身形。仅仅一击，高下立判。哼，果然是受了重伤，连我一指都接得如此勉强。白发老者冷哼一声，眼中杀机更盛。今日你必死无疑。动手！雷坤暴喝一声，他很清楚，他们和雇主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如果雇主死了，这个子府境的老家伙绝对不会放过他们这些帮凶。唯一的生路就是联手对抗。奔雷刀！雷坤身上灵力暴涌，手中长刀绽放出刺目的雷光，化作一道狂暴的雷龙，冲天起，斩向白发老者。刀疤脸3人也同时出手，3股不同属性的灵力交织在一起，攻向老者。一群蝼蚁也敢放肆！白发老者看都未看，只是大袖一挥，一股无形的磅礴大力扫过。轰隆！雷坤的雷龙刀芒在接触到那股力量的瞬间就寸寸崩碎，整个人如遭雷击，喷出一大口血，倒飞出去，重重地砸在远处的山壁上。刀疤脸3人更是不堪，攻击瞬间被瓦解，3人齐齐吐血，气息萎靡下去。一个照面，灵海境9重的雷坤连同3个灵海境中期的高手尽数重伤，这就是子府境的实力，无法逾越的鸿沟。凌云看得心头发寒，这还怎么打？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就在此时，蒙面女人动了，没有去管重伤的雷坤等人，而是化作一道紫色流光，转身就离开了。凌云、雷坤等人，早知道你会如此。轰轰！白发老者拦住女人，蒙面女人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柄薄如蝉翼的紫色长剑，剑身流光溢彩，散发着尊贵而危险的气息。叮叮当当，2人在半空中瞬间交手数十次，剑气与指劲碰撞，爆发出恐怖的能量波动，向着4面8方扩散。周围的山石被逸散的能量扫中，纷纷炸裂成齑粉。凌云只能拼命催动体内为数不多的灵力，护住自己，在这场风暴中苦苦支撑。战局并不乐观。蒙面女人虽然强大，但她身上的伤势严重影响了她的发挥。每一次碰撞，她的气息都会紊乱一分，完全就是被白发老者压着打，只能勉力招架，节节败退。白发老者似乎也看出了这一点，攻势越发凌厉，招招都往他的要害而去，显然是不想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巨大的能量波动如同黑夜中的灯塔，向着整个南之巅宣告着这里的战斗。突然，吼！一声熟悉的
充满了贪婪与暴虐的咆哮，从他们来时的裂隙深渊中冲天而起。那庞大的覆盖着赤红色鳞片的恐怖身躯再次出现在众人眼前。吞天火蟒，他回来了！他那巨大的黄金树瞳死死地盯着半空中交战的两人，尤其是蒙面女人，那眼神充满了对顶级补品的渴望。不好！瘫在地上的雷坤脸上最后一丝血色也褪去了。一个紫府境的仇家，一头4阶顶峰的妖兽，这他妈是绝路啊！凌云却注意到，那白发老者的脸上非但没有惊慌，反而闪过一抹计谋得逞的阴冷。他一边与蒙面女人交手，一边不着痕迹地将战场引向吞天火蟒所在的方向。一个念头瞬间在凌云脑中炸开，故意的，这老家伙是故意的。他早就知道吞天火蟒会过来，之所以在这里动手，就是为了借吞天火蟒的手来消耗那女人的力量，甚至是想让这头孽畜杀了蒙面女人，一箭双雕。好毒的计策！果然，吞天火蟒没有任何犹豫，庞大的身躯搅动风云，张开血盆大口，一道比之前更加凝实的毁灭火球喷向了正在激战的蒙面女人。这一刻，蒙面女人腹背受敌，前方是招招致命的白发老者，后方是毁天灭地的妖兽吐息，被逼入了一个必死的绝境。白发老者身形一闪，脱离了战圈，好整以暇地停在远处，一副坐山观虎斗的姿态。蒙面女子不得不回身，全力催动紫色光幕，抵挡那恐怖的火球。轰！火球炸裂，她身前的光幕剧烈震颤，最终破碎开来。她闷哼一声，身形从半空中坠落，显然伤上加伤。吞天火蟒一击得手，毫不罢休，巨大的蛇尾如同擎天之柱，带着撕裂空气的音爆横扫而来。蒙面女人在地上狼狈地翻滚，险之又险地躲开了这一击，巨尾砸在地面上，轰出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坑。她且战且退，被吞天火蟒死死拖住，根本无暇去顾及那个虎视眈眈的白发老者。白发老者也不急着动手，只是冷眼旁观。对他而言，结果已经注定，这个女人今天死定了。看着在巨蟒攻击下显得越发狼狈的蒙面女人，凌云的心也沉了下去。这个女人虽然冷酷无情，但她要是死了，他们这些人一个也活不了。就在这危急关头，一直被动防御的蒙面女人突然停下了后退的脚步，瞬间站直了身体，任由狂暴的劲风吹动她的黑纱。一股与之前截然不同的霸道绝伦、君临天下的气息从她身上轰然爆发。畜生，当真以为我怕了你？一声轻斥响彻天际，没有丝毫多余的动作，对着那庞大的吞天火蟒一剑斩出。轰轰，一道100丈长的紫色剑气横贯长空，带着斩灭一切的气势，直奔吞天火蟒而去。吞天火蟒的黄金树瞳中第一次出现了忌惮，张开巨口，又是一颗毁灭火球喷出，迎向那道剑气。而凌云也没有闲着，在角落里扔出几张符箓，紫色剑气摧枯拉朽，瞬间将火球从中剖开，于是不减地斩在了吞天火蟒的巨大头颅上。吼！一声痛苦的咆哮，赤红色的鳞片炸开，鲜血喷涌。吞天火蟒庞大的身躯被这一剑击退了数十丈，在地面上离出一条深深的沟壑，烟尘漫天。就是现在，蒙面女人一剑得手，却看也不看结果，身形一转，化作一道紫色流光，向着南之巅深处疾驰而去。他又逃了，愣着干什么？还不快逃！一道清冷的声音在凌云和雷坤的耳边炸响。凌云反应极快，几乎在听到声音的瞬间，惊鸿步便已施展到极致，头也不回地朝着另一个方向急射而去。什么队友，什么雇主，在绝对的危险面前，自保才是第一位的。开什么玩笑？那4阶妖兽没死啊？不跑，等死吗？雷坤、黑牙和猴子也是经验丰富的老手，虽惊愕于那突如其来的剑气和他果断的抛弃，但求生本能让他们立刻做出同样选择，各自爆发出最快速度，分散逃入复杂的地形中。等远处的白发老者从震惊中反应过来时，只看到几道仓皇逃窜的背影，以及那头因为剧痛而陷入狂暴的吞天火蟒，整张脸无比的阴沉。算计好了一切，眼看就要大功告成，结果煮熟的鸭子飞了。那女人爆发出的最后一剑威力绝伦，连她都感到心惊，但她竟然只是为了创造逃跑的机会。该死，老夫绝不会让你们活着走出南之巅！白发老者怒骂一声，却不敢久留。狂怒的吞天火蟒已经将暴虐的黄金树瞳锁定了他，被当成了新的攻击目标。他只能不甘地看了一眼众人逃离的方向，身形一闪，也消失在了原地。凌云一口气狂奔了数十里，深入了一片陌生的密林，确认身后再无任何追兵的气息，才敢停下来，扶着一棵古树大口喘息。刚才真是太危险了，紫府境的强者，4阶顶峰的妖兽，任何一个都是他无法抗衡的存在。还好那个白发老者太过自负，大意了，以为吃定了蒙面女人，
不然他们根本没有机会逃出来。队伍已经彻底走散了，不过凌云也无所谓。这次行动，他提前拿到了15000灵石的报酬，这笔买卖不算亏。而且阴差阳错之下，他已经成功进入了南之巅的禁地核心区。只是那个蒙面女人，真是个狠角色，从头到尾都只是把他们当成探路的棋子，用完就扔，没有半点犹豫。凌云调整了一下呼吸，找了个隐蔽的山洞，决定先休息一晚。盘膝坐下，心神一动，下一刻他的意识便进入了神女塔，先去安慰一番神五岳，恢复蓝条，紧接着前往第一层。他的脑海中开始回忆起一道身影，塔乃，以及他展出的那一剑，逆天为我。那一剑的风华，那一剑的霸道，深深烙印在他的灵魂之中。之前只是模仿其形，未得其神，但现在对于拥有了剑心的凌云，再次回想这一剑时，感受完全不同。剑招中的每一丝变化，每一缕剑意的流转，都清晰地在他心中呈现、拆解、重组。他仿佛能看到剑道至理在眼前铺开。仅仅一夜的感悟，凌云便感觉自己已经掌握了逆天为我3成的精髓，这种速度堪称逆天。若是让外界的剑道宗师知晓，恐怕会惊掉下巴。第二天清晨，凌云从山洞中走出，精神饱满，实力正在突破至凝元6重。他辨认了一下方向，朝着灵气更加浓郁的深处走去。核心区不愧是核心区，沿途的天材地宝随处可见，许多在外界千金难求的灵药，在这里就跟杂草一般生长。凌云也没有客气，一路走一路采，储物戒指很快就装了小半。不知走了多久，前方豁然开朗，一片被浓郁灵雾笼罩的田地出现在他眼前。灵田，而且是品级极高的灵田。田里种植着数十株奇异的灵植，每一株都霞光流转，散发着惊人的能量波动。凌云的心跳都加速了，但是他还没来得及高兴，一道充满戏谑与杀意的声音从灵田旁传来。凌云。凌云脚步一顿，循声望去，只见一个身穿华服的青年正站在灵田边上，一脸傲慢地看着他。慕容海，哈哈，真是冤家路窄，居然在此地见到你这个小废物。怎么，那个姓柳的贱女人没跟在你身边保护你了吗？慕容海上下打量着凌云，仿佛在看一只落入陷阱的猎物。小子，没有那件女人护着，看你怎么逃。凌云的表情也冷了下来，他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这个家伙。逃？凌云反问。我为什么要逃？慕容海放声大笑，充满了不屑。死到临头还敢嘴硬，今天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话音未落，慕容海灵海境8重的强大气息毫无保留地爆发开来，手中长剑一抖，化作一道凌厉寒光，直刺凌云咽喉。速度极快，剑势狠辣，根本不给凌云任何说话的机会，一出手就是杀招。凌云不敢大意，境界的差距犹如天堑，脚下一点，施展身法，身形暴退，同时拔出焚天剑。八荒剑诀，圆满境的八荒剑诀全力施展，剑气纵横，迎向慕容海的攻击。当，双剑交击，火星四射，一股巨力从剑身传来，凌云只觉得手臂一麻，整个人不受控制的倒退出去，撞在一棵大树上。噗，喉头一甜，一丝丝血涌了上来，又被他强行咽了下去。山海龟，慕容海一击得手，攻势更盛。他手中长剑舞动，剑光重重叠叠，仿佛引动了山海之力，化作一片巨大的剑幕，朝着凌云当头压下。这是慕容家的绝学剑法。凌云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体内的灵力疯狂运转，再次挥剑抵挡。轰！剑幕落下，凌云身前的剑光寸寸碎裂，他整个人被砸进了地里，地面上出现一个浅坑，尘土飞扬。慕容海停下动作，有些吃惊，自己这一招就算是同阶的对手也不敢硬接。这个凌云不过凝元境中期，居然只是受了点轻伤。烟尘散去，凌云从坑里站了起来，擦去嘴角的血迹，还好他的肉身足够强硬，不然刚刚那一下足以让他骨断筋折。竟然能硬接我山海龟儿不倒，好硬的肉身。慕容海眼中闪过一抹惊讶，但这诧异很快就被更加森然的杀机所取代。此子绝不能留，我看你能挡我几剑。慕容海厉喝一声，又一次杀了过来。就在两人准备再次交手之时，嗖嗖嗖，几道破空声从不同的方向传来。两人打斗的动静终究还是引来了其他人，数道身影接连落在灵田附近，每一个身上都散发着强大的气息，全都是灵海境后期。他们先是看了一眼正在对峙的凌云和慕容海，随后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那片霞光流转的灵田给吸引了。是紫纹龙皇参，还有9叶玄灵花。天呐，这么多高级灵药！发了，
这次真的发了。来者共有5人，他们看着林田，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这些人凌云一个都不认识，但从他们身上的服饰和强大的气息判断，无疑不是大黎王朝的顶尖天才。其中一人认出了慕容海。慕容兄，别来无恙啊！一个面容俊朗的青年笑着打招呼，但他的脚步却在不着痕迹地向林田靠近。慕容海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这些家伙全都是大黎天骄榜上有名的天才，每一个都不比他弱，现在都成了他的竞争者。慕容海恶狠狠地瞪了凌云一眼，操！都怪这个小子，如果不是他，自己早就把这片林田的宝贝收入囊中了。而此刻的凌云心也沉了下去，情况变得比刚才更加复杂和危险了。